啊，唐毅，你无耻！我是你嫂子，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唐毅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睁开眼，他就看到一个女人蜷缩在床角。女人很漂亮，只是此时衣裙不整，大片雪白肌肤露在外面，而且头发凌乱，左脸颊有一个猩红的巴掌印，嘴角还挂着血迹，俨然一副刚刚遭到欺凌的样子。我干的，不是我干的。作为龙国特种兵，他还做不出这种事。你是谁？为何害我？唐毅脸色骤冷，他双手猛地在床上一撑，想要从床上跃起，结果轰的一声，身体没跃起来，反而从床上摔了下去，顿时疼得龇牙咧嘴。他这才发现自己整个身子像是生锈了一般，没有了以前的灵活。怎么回事？唐毅满脸疑惑，这是一股陌生的记忆涌进了他的脑海之中，剧烈的疼痛让他差点又一头栽在地上。等记忆彻底融合，唐毅看着自己乌黑粗糙的双手，一时间懵了。他穿越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敌人包围，最终和敌人拼得同归于尽，穿越成了大炎王朝吏部侍郎家的少爷。虽然是少爷，但这家伙日子却过得十分凄惨，每日倒马桶、洗马桶、劈柴、挑水，还要给整个唐家的下人洗衣服裤子。原因无他，因为他这个少爷在府中如同丧家犬。3年前，他爹唐静的丑事曝光，原来他在进京赶考前已经和青梅竹马成亲，并且育有3个孩子。当年金榜题名后，设计娶了他母亲柳如玉，是因为外公是吏部尚书，有权有势，傍上外公可以助他平步青云。但在5年前外公意外离世，柳家家道中落，对唐静没有了利用价值，便被唐静弃之如敝履。唐静不顾前身母亲的反对，强行将青梅竹马和3个孩子接回了唐家。最终母亲气得生了病，不久便撒手人寰了。母亲刚过世，唐静立即将严双玉扶上正妻位。严双玉虽然表面温婉，实则心如蛇蝎，纵容他的3个儿子对前身和妹妹非打即骂，各种羞辱，甚至连吃的都只能吃下人吃剩下的，要是下人吃没了，那就饿着。前身18岁能坚持，但妹妹才5岁，怎么坚持？无数次饿得哇哇哭。前身性子软弱，生性窝囊，但凡敢有点反抗，换来的就是更狠的打。久而久之，前身成了整个唐府所有人的共用仆人，连以前见到他头都不敢抬的下人，现在见到他都敢往他脸上吐口水，骂一句垃圾了。而前身也只敢默默将脸上的唾沫擦干，甚至皇帝有意给唐家一个子嗣赐婚，这是他翻身的机会，他都不敢去争取，反而是严双玉怕他抢了儿子的名额，先将他给搞死了。窝囊，对于敌人直接干残就是了。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留下敌人祸害妹妹吗？唐毅脸色难看，对前身恨其不争。不过你放心，妹妹我会好好照顾的。提到妹妹，唐毅脸上的冷意才渐渐消融。前世他也有个妹妹，只是身在军营，根本没有时间陪伴那小丫头。现在既然老天爷让自己重活一世，那他自然不能放过这个弥补遗憾的机会。前世以身许国，这一世他要为自己而活，不仅要带着妹妹好好活下去，还要活出个名堂来。唐毅，你个天杀的畜生，我是你嫂子啊！床上的女人看见唐毅愣住，以为他怕了，更加卖力的嚎叫起来。给我闭嘴！唐毅猛然回头，一声呵斥，领主果然停止了嚎叫，但一瞬间的懵逼后，他一张脸顿时阴沉可怕。这废物不应该吓得向他跪地求饶吗？哪儿来的胆子敢吼他？唐毅看着对方，那脸上有为了诬陷他故意画的巴掌印，一时间长长松了一口气。还好长得这么丑，还好没让你得手，不然我会恶心一辈子。领主面色刹那间僵住，他虽然称不上倾国倾城，但容貌也算卓绝，现在竟然被一个有爹生没娘养的废物说丑，该死的贱种！你说老娘丑？领主瞬间被激怒，脸色狰狞如厉鬼。嫂子今日就好好的教教你，不会说话会死的！领主当即扯着嗓子冲外面喊：来人啊，非礼啊，来抓流氓啊！唐毅，你疯了，我是你嫂子，你不能这样啊！声音越发惶恐而凄惨。唐毅看着这个女人夸张的表演，眼底一点点变冷。好啊，既然你们不仁，那我唐毅的崛起就从你们开始了。唐毅，你他妈的在干什么？果然门外传来怒吼声，随即门被人从外面踹开，一个20出头的青年手持棍棒，带着4、5个家丁冲了进来。青年正是他的2哥唐昊。见到屋内的画面，唐昊装得满脸愤怒，一蹦3尺高。唐毅，你他妈的畜生，她是你嫂子，对嫂子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我弄死你！哈哈，弄死你这王八羔子，唐家就是我们的了！唐昊挥动着棍棒，便向着唐毅的脑袋砸了下去。然而手臂粗的棍子被唐毅抬手在半空抓住。操，你还敢挡？唐昊微愣，没想到唐毅竟然敢反抗。要搁以往，他这时候已经抱头蹲在地上挨打了。结果话没说完，唐毅手一拧，他手中的棍子瞬间脱手而出，落在了唐毅手中。嗖，唐毅随手一扫，棍子直接向他脑袋砸了过来。啊！唐昊看着手臂粗的棍子在瞳孔中放大，吓得惨叫。轰！下一秒，棍子直接砸在他的额头上。唐昊四仰八叉的倒在地上，整张脸瞬间全是血。该死的，这个废物怎么敢反抗？他竟然敢反抗！唐昊又惊又惧，满脸惶恐。而床上哭唧唧装委屈的领主
这时候也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以前的唐毅胆小懦弱，现在竟然敢还手打人。唐毅，你敢打我？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你还敢打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唐昊咆哮。唐毅上前脚踩在他的胸口，手中棍子抵在唐昊的喉咙。二哥还真慷慨，为了陷害我，竟然连自己的女人都奉献上了，佩服。不过我现在心情很不好，疼就憋着，再叫，信不信我还敢杀你？唐毅低眸睨着唐昊，那眼神仿佛死神凝望。唐昊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捂住嘴，颤抖的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就这一瞬间，他很确定唐毅真敢杀他。嫂子，唐毅转身向着林竹走去，林竹吓得一个机灵，面色煞白。唐毅，你想干嘛？你要干嘛？你别过来，我不和你计较了，你赶紧滚！林竹有些歇斯底里。可是我要和你计较啊，设计陷害我，还大义凛然说不和我计较，你他妈哪来的脸？唐毅猛地抬手，一巴掌甩在林竹的脸上，力道之重，当场将林竹打趴在床上。随即他双手抓住林竹的长发，狠踹几大脚，丢垃圾一般将林竹甩飞出去。霎时间，站在不远处的那4、5个家丁全部被撞翻在地。现在嫂子可以不用和我计较了。唐毅微微一笑，义正言辞。啊呀呀！听到这话，地上的林竹彻底疯魔了。此时的他蓬头垢面，半张脸已经肿成猪头，原本腮红涂抹的巴掌印变成了真正的五指血印，嘴角沾染的鸡血也成了口腔破裂溢出的满嘴鲜血。这模样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弄死他！弄死他！林竹看着唐毅怨毒怒吼。然而唐毅一个眼神过去，唐昊捂着头满眼怨毒，却不敢动丝毫。那几个家丁也被唐毅的气势所威慑，不敢妄动。这时候谁敢动啊？现在的唐毅看上去就是个疯子。唐毅转身往外走。对了，多谢二哥慷慨。临出门，他嘴角一勾，嫂子很润，去告状吧，随便你想怎么告，我在西院等着你爹来找我。刚好我也想要会会这个宠妾灭妻的畜生。听到唐毅的话，唐昊如遭雷击，他僵硬着脖子看向林竹，老子要你演戏，你他妈让他得手了啊！贱人！唐昊一咆哮一声，向着林竹扑了过去，他直接骑在林竹身上，抬起拳头就往林竹身上招呼。贱人，老子让你演个戏，你还让他给得手了？荡妇，老子打死你！林竹本来就怒火中烧，刚被唐毅打一顿，还被唐毅说丑，接着又被这混蛋又说把他给睡了，现在还要挨唐昊的毒打，他当场就爆炸了，爪子也直接落在唐昊的脸上，一阵乱抓。唐昊，你个蠢货，没看到唐毅是故意的吗？老娘这么做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唐家？你还敢打？老娘和你拼了！唐昊和林竹瞬间扭打在一起，惨叫辱骂充斥整个房间。几个家丁看着这一幕都懵了，面面相觑。我们该劝呢，还是不该劝啊？怎么办？娘原来的计划失败了。片刻，战斗结束，唐昊大汗淋漓趴在林竹身上，林竹脑海中还回荡着唐毅骂他丑的话，气得面色扭曲。告状啊！爹带大哥去见参加户部尚书的宴会，这时候应该回来了，你就去大门等着，等爹回来直接抱着爹的大腿哭，爹看到你这样子会放过唐毅。唐昊眼睛骤亮，有道理，不过得先请示一下母亲。出门后，唐毅直接回了西院。现在前身和妹妹住在恶臭熏天的马桶房，小贱人，干点小活都不利索，老娘打不死你，和你那贱人母亲一样娇弱不堪，没半点用。唐毅刚走到院外，就听到院中传来了辱骂声，还伴随着鞭子抽打的噼啪声。妹妹出事了！唐毅脸色骤冷，快步进了院。刚进院门，唐毅就愣住了，在不远处，一个40出头、肥胖无比的女人正用皮鞭抽打一个小女孩。女孩4、5岁，穿着粗麻衣，瘦骨嶙峋，这时被打得缩在马桶堆中，浑身颤抖。嬷嬷，求求你别打了，我会好好洗的，我一定好好洗，求你别打了，一儿没有衣服换了，哥哥会发现的。她不敢躲，哭着求饶。她不怕疼，不怕痛，她怕哥哥知道，哥哥会担心的。王嬷嬷手持皮鞭，双手叉腰，一口唾沫就吐在唐英头上。我呸！小贱人，还有脸和老娘提条件？唐毅知不知道和老娘有关系吗？不想挨打，那就快点刷，一炷香内刷不完全部马桶，差多少个老娘赏你多少鞭子。唐英听到这话，小小的身体瞬间紧绷起来。院里的马桶足有上百个，他半炷香最多能刷10个，那还得挨100鞭子呢。王嬷嬷见到唐英被吓得愣住，猛地扬起皮鞭就要往唐英身上砸下去。小贱人，没听到我说话吗？你还敢偷懒？只是鞭子还没落下，一道冰冷的声音已经传来，敢再动他一下，我把你脑袋拧下来当抽屉。王嬷嬷吓得手一颤，皮鞭当场打歪了。唐英听到哥哥的声音，猛地抬起头，那张遍布泪痕的小脸上没有一点高兴，脸上反而充满惶恐和不安。不好了，还是被哥哥发现了呀！他赶紧抬手抹掉眼角的泪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跌跌撞撞向唐毅扑了过去。哥哥，你回来了！唐毅蹲在地上张开手，脏兮兮的小女孩便撞进了他的怀里。哥哥，是茵茵不好，茵茵做事不认真，嬷嬷才生气的。哥哥，你别生嬷嬷的气好不好？茵茵一定会努力刷马桶的。唐毅哪里不知道唐英的心思，战场上被捅刀子都没半点畏惧的汉子，
现在只觉得眼睛一阵干涩。妹妹这么懂事，不该承受这种灾难的。他轻轻抱着女孩，嘴角挤出笑容，不用刷，以后只要哥哥在，婴儿就不用干任何事情，开开心心做个小天使就行。话没说完，唐毅感觉到掌心有点湿润，看了一眼，发现掌心全是血，他笑容瞬间僵硬，当即掀开女孩的粗布衣，只见她后背鞭痕纵横交错，全都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而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鞭痕已经结痂，以及已经痊愈留下伤疤的旧伤。唐毅眼睛瞬间红了，猛地抬头看向王嬷嬷，眼底的杀意几乎化为了实质。你们该死！王嬷嬷见到来人是唐毅，没有半点畏惧，然而此时面对唐毅的眼神却给他一种面对洪荒猛兽的感觉，吓得他当即退了2步。他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眼神，但很快王嬷嬷便回过神，她是主母的奶娘，怕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废物做什么？四少爷，老奴是主母派过来教育茵茵小姐的，这就是老奴的教育方式，四少爷有什么不满可以去找主母说。王嬷嬷瞥了唐毅一眼，嗤之以鼻，蠢货，有本事去告状吧，夫人在老爷耳边随便说2句，你还不得挨最毒的打？哥哥，是我不好，你别生气，别去找那个女人。唐英拼命摇头，急得眼睛都红了。看着女孩的样子，唐毅心软了，当然只是对妹妹心软。他抬手揉了揉女孩的脑袋，道：好，听婴儿的，哥哥不去找那个女人就是了。知道严双玉是害死母亲的罪魁祸首，哪怕严双玉被扶上正位，前身和妹妹也没叫过她一声母亲，哪怕2人被打得半死都没改过口，这是他们最后的坚持了。王嬷嬷听着兄妹俩一口一个那女人，脸色顿时难看下来。她盯着唐英冷冷道：茵茵小姐，这段时间教你的规矩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什么那女人？那是唐家主母，是你的母亲，你一口一个那女人，还有没有一点教养？啪！王嬷嬷提起手中的鞭子就向着唐英耍了过去。唐英吓得身体紧绷，唐毅脸色骤厉，妈的，当着我的面你还敢动手？他当即站了起来，抬手便将王嬷嬷打过来的鞭子抓住。本来不想在妹妹面前动手的，但现在他已经忍无可忍了。四少爷，你什么意思？还请你别干涉老奴教育茵茵小姐，否则夫人和老爷知道了，四少爷恐怕又要吃苦头了。王嬷嬷冷笑，声音充满威胁。唐毅没有理会王嬷嬷，低头揉了揉唐英的脑袋，道：小婴儿，你听好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以后有哥哥在，谁都欺负不了你，谁也都不敢欺负你。唐英仰头看着嘴角带笑的哥哥，大眼睛眨了眨，有些错愕，他从未见过哥哥这么好看的笑呢。哥哥今天好像不一样了呢。他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王嬷嬷，随即目光落在哥哥的身上，用力点头，哥哥，茵茵不怕了，乖。唐毅指了指旁边的凳子，道：那边坐着，看哥哥帮你出口恶气。唐英跑到木凳坐下，唐毅这才转身看向不远处的王嬷嬷，你喜欢用鞭子教育人是吧？刚好我也喜欢，对漂亮的美女或许我会温柔点，但对你这样的老恶婆，你只有死。王嬷嬷对唐毅没有半点畏惧。唐毅，你想干嘛？我可是夫人的人。唐毅手猛地一拉，拽着皮鞭的王嬷嬷直接摔了一个狗啃泥，手中的皮鞭也脱手而出，落在了唐毅的手中。唐毅一边将鞭子收回手中，一边冷声笑道：刚刚在东院，我刚刚收拾的唐昊和林竹夫妻俩生活不能自理，还怕收拾你一条老狗？我打的就是严双玉的人。下一刻，唐毅甩手就是一皮鞭。论完鞭子，他还没虚过谁。当年在部队的时候，18般兵器就没有他不会的。只听啪的一声，皮鞭落在王嬷嬷肥胖的身上，整条鞭子从肩膀直接打到脚后跟，皮开肉绽，顷刻间就在王嬷嬷身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啊！唐毅，你疯了！你敢打我，主母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王嬷嬷惨叫，疼得满地打滚。嬷嬷，这叫什么话？我是在教育嬷嬷呢。怎么，我妹妹能承受的教育，你这么大岁数还承受不住吗？唐毅冷笑一声，手中的鞭子噼里啪啦落在王嬷嬷的身上，每一鞭下去，王嬷嬷的身上就多出一道血痕，惨叫声也充斥着整个院子。片刻，王嬷嬷就变成一个血人了。唐英原本不敢看，双手下意识捂住眼睛，只是指缝张得大大的，正从指缝中往外瞄，蓄满眼泪的大眼睛瞪得大大的，小脸上也满是震惊。这还是他哥哥吗？哥哥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本事和胆量了？四少爷，别打了，别打了，老奴错了，老奴再也不敢了。王桂兰满身是血，努力挣扎爬起来，跪在地上，不断磕头求饶。是大少爷和二少爷让老奴教训茵茵小姐的。之前大少爷和二少爷打茵茵小姐，还在茵茵小姐的伤口上撒盐。他们不仅笑着看茵茵小姐疼得满地打滚，还把茵茵小姐当球踢。唐毅很清楚，王嬷嬷这时候招出唐化和唐昊兄弟，是为了转移仇恨。唐化和唐昊是唐静的命根子，对他们极其疼爱。他要是找唐家兄弟报仇，那就是自找死路。然而唐毅听到唐英身上的旧伤是唐化和唐昊打的，而且还在他伤口上撒盐的时候，他只觉得浑身血液在这一刻都凝固了。伤口撒盐，当年他在魔鬼训练营的时候被教官伺候过，那种疼痛就像是全身上下有蚂蚁在啃，至今想起他还心有余悸。唐英一个5岁的孩子，那种疼痛他是怎么扛过来的？想到妹妹疼得满地打滚哇哇哭，
而唐画和唐昊抱着双手在一旁大笑，还将妹妹当球踢来踢去的画面，唐毅眼睛猩红，杀意再也控制不住。哥哥，哥哥，我没事，我好了。女孩软糯的声音在耳边传来。唐毅低头，看到唐英双手抓着他的手，正轻轻摇着。哥哥，我已经不疼了，真的，一点都不疼。唐毅弯腰将唐英抱起来，不疼，疼得浑身颤抖了，还不疼？药呢？唐毅冰冷睨向王嬷嬷，前身没发现妹妹受伤，恐怕每次遭到虐待后，他们都给妹妹敷了药，否则妹妹活不到今日。王嬷嬷吓得一个机灵，连忙从怀中取出药瓶，递给了唐毅。药在这里。唐毅不想当着妹妹的面杀人，抬手接过药瓶，一脚将王嬷嬷踹飞出去。滚！回去告诉严双玉，动我可以，但他不该动我妹妹。动我妹妹，他是找死，让他准备好迎接我的怒火。王桂兰如蒙大赦，当场连滚带爬出了院子。这一顿毒打，没有3个月，他不可能下得了床。你还是我哥哥吗？我哥的胆子可小了。唐英盯着唐毅，大眼睛眨了一下，眼泪从脸颊滑落。唐毅抬手揉了揉唐英的脑袋，笑道：当然，我是你哥哥唐毅，如假包换。只是现在哥哥得换个活法，不然咱们兄妹俩活不下去。来，哥哥先帮你清理一下伤口。唐毅找来木盆打了一盆清水，结果却连一块毛巾都找不到，最后只能撕下麻衣的一角帮唐英清理伤口。唐英趴在长桌上，疼得直哆嗦，眼泪哗啦，却没有喊叫一声。他已经喜欢了隐忍，看得唐毅心都碎了。帮妹妹清洗了伤口，敷了药，唐毅捡起柴堆中生锈的柴刀，扭了扭脖子看向妹妹，走，哥带你去讨个公道。今日这事要是就这么算了，老子从此不叫地狱修罗，改名胆小如鼠。唐毅不是软弱的前身，谁对他好，他10倍以待；谁对他不好，他100倍以还。唐家东院，严双玉看着满脸伤痕的儿子和儿媳，整个人也是有些懵的。这都是唐毅打的。严双玉难以置信，唐毅竟然还有这本事。唐昊抚着额头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了，他今天像是吃错了药一样。严双玉看向林竹，林竹满脸委屈，眼底却全是怨毒。夫君说的没错，今日的唐毅很不对劲，没有了以前半点软弱，整个人都变得果断狠厉。他还敢骂他丑？从他当时的厌恶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在嫌弃他丑。而以前的唐毅见到他都不敢抬头。闻言，严双玉脸色难看下来。陛下赐婚的圣旨快要下来了，这时候可不能出现变故。夫人救命！夫人救命啊！这时，王桂兰连滚带爬地闯了进来，见到王桂兰满身是血，严双玉和唐昊都吓了一跳。嬷嬷，你这是怎么了？严双玉让丫鬟将王桂兰扶了起来，王桂兰却连站都站不稳，指着西院哆嗦道：是唐毅，夫人，是唐毅打的老奴。唐毅疯了，他敢打老奴，还要老奴告诉您，让您准备好接受他的怒火。听完王桂兰的话，严双玉脸色冰冷至极，接受他的怒火，可笑！凭他一个死了母亲的废物，能翻出什么浪花来？敢翻出什么风浪来？他指着唐昊和王桂兰道：现在老爷应该回来了，你们去大门等老爷回来，他回来立即和他告状。话落，他看向林竹道：你现在回去就说受到惊吓不见任何人。林竹身上虽然有唐毅打的伤，可唐昊帮他化的妆还是太明显了，指控唐毅可能会发生意外。至于我，孔家小姐孔诗兰刚刚递了拜帖，我亲自出去接她。这场好戏总得有观众不是？严双玉冷笑一声，带着丫鬟出了门。唐昊、林竹以及王桂林明确分工后，也都行动起来。这一次一定要让唐毅万劫不复。唐府大门，一辆双辕马车在唐家大门停下，随即车帘掀开，一个穿着儒衫的青年手执折扇走了出来。青年正是唐静的长子唐画，是唐静亲近培养的接班人，今年21岁，已经金榜题名，高中会员。只要在不久后的殿试依旧能力压其他金榜学子，那便是状元。到时候3元及第，那对唐家来说将是天大的荣耀，甚至会成为整个京都乃至于整个大研的传奇。唐画身后穿着青衫的唐静也是走了出来。唐静已经年过40，面容儒雅，蓄着短须，只是眼睛有点小，鼻高露出鼻骨，显得他看上去有点尖酸刻薄。家丁搬过来凳子，唐画先下车，又恭敬将唐静搀扶下车。画儿辛苦了。唐静拍了拍唐画的肩膀道：马上就是殿试了，你只要殿试夺魁，剩下的交给我们。爹和今日你见到的这些书版，必定为你争取到陛下赐婚。孔家是京都望族，和孔家联姻，前途不可限量，一定好加油，不要让父亲失望。是，父亲。唐画微微拱手，眼中闪过一抹炙热。前途？不仅仅是前途，主要是孔家大小姐孔诗兰，号称京都第一美女，能睡满京都男人的梦中情人，难道不是一种满足？想到这些，唐画心潮澎湃，只是脸上却露出几分不忍。父亲，这是属于4弟的东西，我若这样夺走，非君子所为。4弟才是唐家嫡子。唐静想到唐毅，脸色一沉，他一拂衣袖道：别提这不争气的废物，在爹眼中，你才是唐家的嫡子。唐毅，他这4儿子就是一个只会搬弄是非、懦弱无能的家伙，他给唐画提鞋都不配。爹，你可回来了。
你要给我做主啊！两人刚进府邸，就看到唐昊连滚带爬哭嚎着过来，王桂兰也是跪在了不远处，看到满身是血的唐昊和王桂兰，唐静和唐画都吓了一跳。浩儿，你怎么了？唐静连忙上前拉住唐昊，眼底满是紧张之色。唐昊扑通一声跪在唐静面前，声泪俱下：爹啊，唐毅他不是人啊！他竟然趁孩儿外出，企图霸占孩儿的妻子，被孩儿发现制止后，他竟然把孩儿和孩儿的妻子打伤了。王嬷嬷奉母亲的命令教育唐英，也被他给打了。爹，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唐静呆住，就连知道真相的唐画也是满脸错愕。唐毅性格懦弱无能，平时连个屁都不敢放，欺负嫂子不说，还敢打人，胡说！唐静脸微冷：是啊，二弟，小姨不会做这种事。唐画也假装附和：老爷就是四少爷动的手，老奴奉命教育唐英，教唐英读书识字，结果四少回来后就打了老奴。老爷，你要给老奴和二少爷做主啊！唐静闻言，脸色阴沉了下来。难不成这废物真做了这猪狗不如的事？唐侍郎，不用怀疑，打他们我是真做了，当然就是在真相上有一点偏差而已。这时唐毅的声音传来，唐静以及唐画兄弟当即循声望去，便看到唐毅左手抱着唐英，右手拎着柴刀走了过来，唐英的手中还抱着一个瓦罐。看到这一幕，唐昊吓得直接躲到唐静的身后。爹，你看到了，我没胡说，他现在还想行凶。唐画看到这一幕，心头也有些发毛，竟然是真的，唐毅竟然敢反抗了，他怎么敢的？唐静眉头微皱，他本来不信唐昊，但现在已经信了几分。孽障，你真敢干出这猪狗不如的事？你怎敢？唐静冷声喝问。吼声下的唐英抱紧了唐毅，小小的身体瑟瑟发抖。唐毅揉了揉他的脑袋，看向唐静：唐侍郎，我若说我是受害者，你信吗？我要说是你妻子怕我抢了你儿子的赐婚名额，故意让你二儿子和儿媳设计陷害我，你信吗？唐画怕唐静心软，当即站了出来：唐毅，你放肆！他指着唐毅怒斥一句，才冲着唐静拱手一正言辞道：父亲，小义这是在诬陷母亲。母亲这些年为了我们唐家殚精竭虑，府邸上下有目共睹，整个府上谁不说母亲是最好的主母？小义这般诬陷他，传出去外面还不得说母亲是恶妇？唐毅眼睛眯了起来，笑道：他还需要外面说？他难道不一直都是恶妇乃至毒妇？唐静听到这话，脸色骤厉混账。她虽然不是你亲母，现在作为唐家主母，也是你的母亲，你怎敢如此诋毁她？她自然是知道严双玉对唐毅和唐英不太好，只是看在唐画的面上，她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三元及第的状元是不能有一个恶毒的母亲的。和唐家的发展和荣耀比起来，唐毅兄妹受点苦算什么？现在惨戚戚的胡闹，丢人现眼，诋毁！哼，唐侍郎还真是爱妻心切啊，佩服！唐毅将唐英抱了过来，掀开他的麻衣，让唐静看到他鲜血淋漓的后背。唐侍郎，这就是你姘头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怎么样？这种教育的方式，你可还满意？见到唐英背后的伤，又听着唐毅嘴里的嘲讽，唐画和唐昊相视一眼，都不由面色玩味。王嬷嬷做的，哈哈，废物，你想多了。这些伤很多都是我们做的，皮鞭打，竹条抽，小刀切，甚至我们还将他那张讨厌的脸按在了马桶中。想想多刺激好吧？可你没有证据，你能将我们如何？唐静面色僵硬，眼底终于有了冷意。他再不喜欢唐毅和唐英，那也是他的儿女，是唐家的主人，不是下人能随意欺辱的。你打的！唐静冷冷扫了一眼王桂兰，王桂兰直接被唐静一个眼神吓得连连磕头。老爷，是唐英小姐顽劣，夫人要老奴教训教训她。唐静冷哼一声，挥了挥手道：带下去，杖责30。算了，既然是夫人的人，那就交给夫人自己处置吧。王桂兰和严双玉感情颇深，处置王桂兰会影响到严双玉，而严双玉会影响到唐画。电视在即，他绝不允许任何因素影响到自己的大儿子。几个家丁立即将王桂兰拉下去。唐静看向唐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别闹了，滚回去。唐英的伤，我会找个大夫给他看。听到这话，唐毅嘴角的笑容顿时充满嘲讽。你女儿被打得半死，结果你就这么轻飘飘解决了，还一副恩赐的样子，做给谁看呢？唐侍郎，我给过你机会了，结果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唐毅整理好唐英的衣服，声音充满冷意。那好，既然不肯讲理，那我也正好略懂一些拳脚。见到唐毅重新拾起柴刀，所有人脸色都变了。混账东西，你想干什么？唐静脸色难看，挡在了唐画面前。我已经处置过了王嬷嬷，你别太过分了。处置？你那也叫处置？唐毅淡淡扫了一眼唐静，今日我便教唐侍郎处置这2个字怎么写。然而就这么简单的一瞥，唐静竟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难以掩饰的嘲讽和锐利，这是以前在唐毅身上从未看到过的，这让他有了那么一瞬间的失神。而在他失神的瞬间，唐毅直接掠过他，一把将唐画拽了出来，同时一脚将唐昊踹翻在地。唐毅，你想干什么？你敢！唐画吓得面色煞白，惶恐大叫。唐毅没和他们半点废话，在唐静惊恐更大的瞳孔中，刷刷就是2刀，刀劈在唐画和唐昊的手臂上，
两人手臂当场鲜血淋漓。啊！唐画和唐昊的惨叫声传遍全场，看得众人头皮发麻。而唐毅一手脚踩着唐画，一手掐住唐画的脖子，左手拎着染血的柴刀。此时的他眼如魔王降世，威慑全场。唐静看着这一幕，当场就被镇住了。以前唐毅别说质疑他，就连抬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现在唐毅竟然因为不满他的处理，就当着他的面行凶。唐画和唐昊也是差点被吓尿了。刚才还以为唐毅没有证据，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却没想到唐毅根本不讲证据，柴刀就霍霍砍了过来。唐英一双大眼睛瞪得溜圆，手中的罐子差点就掉在地上了。这真是我哥哥吗？我哥哥啥时候这么强了？爹，救我，救我呀！唐昊吓哭了，嚎着求救。唐静回过神，盯着唐毅的目光冰冷如刀。唐毅，放开画和浩儿，竟敢对自己兄长动手，你是疯了吗？再不放开，就别怪我心狠了。唐画是他辛苦培养的接班人，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哪怕是亲儿子，也不能对唐画产生任何威胁。怎么，唐侍郎心疼了？唐毅只觉得嘲讽。唐英满身伤站在这里，唐静连问都没问一句，现在却对唐画和唐昊充满关心。他轻笑一声，一脚将唐画踹跪在地上，盯着唐静道：唐侍郎，别那么着急，等下你还有更心疼的。他们怎么对待我妹妹的，我就得怎么样讨回来。你不爽没关系，等下咱们细聊，现在你先边上看着。唐毅冲着唐英招了招手，唐英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立即笑着向着唐毅跑过去。太好了，我哥终于站起来了呢，哥哥给你。唐英揭开罐盖，扬起脑袋将瓷器递给唐毅，然后唐静和唐家兄弟就看到唐毅伸手进罐子中抓出了一大把白花花的盐出来。见到这一幕，唐静脸色巨变，唐画和唐昊当场吓得直哆嗦。爹，救命，救命啊！唐毅，有话好好说，别乱来，你别乱来。唐画和唐昊虽然不知道伤口撒盐有多疼，但他们曾经见过唐英被他们撒了盐后，小小的身体满地打滚，那肯定很疼。而当时他们就笑嘻嘻地站在一旁，将他当球一般踢来踢去。唐毅，你敢动他们，我便将你逐出唐家，从唐家除名。唐静怒火中烧，眼底隐隐有杀意。唐画是他所有的希望，还要参加殿试，绝对不能毁在唐毅的手中。哦，这样吗？求之不得呢。唐家而已，真以为我很稀奇这个身份？唐毅抬手，一把盐直接覆盖在唐画和唐昊的伤口上，随即松开了两人。啊！顷刻间，唐画和唐昊疼得满地打滚，凄厉的惨叫响彻整个唐家。唐英有些害怕，下意识抓紧了唐毅的衣角，却从唐毅的腿侧露出小脑袋，仔细看着这一幕。当初他也是这样疼得直打滚，但唐画和唐昊没有理他。现在哥哥帮他报仇了，好得很。孽障，我竟没想到唐家最狠戾怨毒的是你。唐静看着这一幕，脸色冰冷至极。作为吏部侍郎，几乎所有人见到他都低眉顺眼，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现在他的亲儿子竟然视他为无物，来人，给我拿下他！唐静一挥手，10几个家丁立即围了过来。呵！唐毅将唐英抱起来，捡起了地上的柴刀，柴刀指着唐静。唐毅笑容冷冽：唐侍郎，这叫什么话？我是再叫你处置2个字，就得这么写。还有，不用你赶，我和唐英现在就离开唐家，从此我们和唐家再无半点瓜葛。当然，唐侍郎想要强行留住我们也可以。唐毅转了转手中的柴刀，声音沉沉，前提是唐侍郎已经做好了唐家血流成河的准备。唐静听到这话，心头顿时直发毛。少年脸色平静，但不知为何唐静觉得真强行动手将唐毅留下来，他真的会杀人。最重要的是，刚才他说将唐毅赶出家门，完全是在威胁而已。唐毅和唐英现在苦兮兮，连乞丐都不如，现在真让他出去，外人会怎么看他？恐怕当年宠妾灭妻的事会再度被人提起，重新将他推上风口浪尖。到时候不说他的仕途，也必然会影响到唐画的殿试。只要唐画能3元及第，搁谁家不是天大的荣耀？到时候谁还敢说他宠妾灭妻？只会说他英明睿智，慧眼识人。这可是洗刷以前耻辱的大好机会，绝对不能让唐毅破坏了。爹，不能让他走，爹，杀了他，杀了他啊！唐昊暴跳如雷，恨意滔天。二弟说的没错，不能让唐毅出去，否则这等奸诈小人必然会坏我唐家名声，坏父亲名声。唐画疼得冷汗直冒，死死盯着唐毅，目光阴冷狠厉。此时也恨不得亲手动手杀了唐毅，以泄心头之恨。逆子，你给我站住！唐静抬头看向抱着唐英往外走的唐毅，冷喝：你现在立即带着唐英给我滚回去！今日的事我不和你计较，赶出唐家一步，我必定打断你的腿！唐毅一听，当即停下脚步，他转身看向唐静，笑容满面，想要我们兄妹留下来，那你们这态度可不行。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们，你们父子给我道歉，求着我们兄妹留下来，记住了，是求我们，那我们兄妹可以勉为其难留下来。听到这话，唐昊和唐画顿时目瞪口呆。我们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不能让你离开，是要让父亲杀了你，谁说是求你？唐静脸色也是阴沉下来，混账东西，我是你爹，要我求你，你承受得起吗？唐侍郎，
我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唐毅竖起3根指头，强硬开口：3、2。唐毅平静看着唐静，他的眼底冷意一点点凝聚，以至于原本想强势碾压他的唐静和他对视一会儿，心头竟然有些发毛。要搁以往，面对10几个家丁的包围，要搁以前这废物儿子早就跪地求饶了。可现在他不仅不求饶，反而一副随时拼命的架势，甚至还倒数威胁他。最可怕的是他身上的气势，冷酷、霸道、犀利，这种要命的威慑他只在一个人身上感受到。严文帝现在在这废物儿子的身上竟然体验到了严文帝的压迫感，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才几天不见，这逆子就像变了个人？唐毅弯下最后1根指头，冷笑道：“3息时间到，看来唐侍郎不肯求我们啊。小妹，我们走。”站住！唐静气的嘴角哆嗦，混账东西，你成功让我知道，你的存在就是我唐静此生之耻。唐静怒火中烧，却也只能暂时先将怒火压下，不能和唐毅动手，见了血死了人传出去，是唐家的耻辱。让唐毅带着唐英离开，见到他们2个这惨兮兮的样子，同样是唐家的耻辱。现在只能道歉，让这废物儿子留下来，等唐化新科状元的圣旨下来，得到陛下下旨赐婚，到时候谁还在意唐毅的死活？好儿子，爹给你道歉。唐静深吸口气，咬牙切齿道：“对不起，我的好儿子，爹错了，爹不该凶你。现在爹求你留下来，求你们留下来，现在可满意了？”见到这一幕，唐化和唐昊脸色更加苍白了。这剧情不对啊，难道现在不该是爹强势将唐毅收拾了吗？怎么现在感觉是唐毅将爹收拾了？花儿，浩儿，起来，给你们的弟弟道歉。这时唐静听不出喜怒的声音传来，听到这话，唐昊和唐化脸都扭曲了。以前都是唐毅和唐英给他们道歉，给他们跪地求饶，现在要他们给唐毅道歉，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但父亲都这么说了，他们敢违抗吗？2人只能颤颤巍巍站了起来，看着昂首挺胸的唐毅，咬牙切齿道了歉：“对不起，唐毅，是我们错了，求你们留下来。”唐毅笑着摇头：“太生硬了，不够诚意。”你……唐化脸色一冷：“唐毅，你别太过分了。”唐毅掂量柴刀，笑意森森：“听说你文采斐然，寻常高傲的不肯低头，那不妨今天你就给我低个头，怎么样？”唐化怒极：“给你低头？你配！”他指着唐毅道：“唐毅，你别得寸进尺。”唐毅下巴冲着唐静扬了扬：“你爹都低头了，你高傲个什么劲？再废话就不是低头了，得跪着。”还是给你们3个数的时间。唐毅重新竖起3根手指：3、2。唐昊和唐化当即看向唐静，向唐静求救。唐静脸色难看，却别开了视线，挥了挥手给他低头道歉：“你们要有本事，将来再让他跪着给你们道歉还回来。”好，我给你低头。唐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从牙齿缝里蹦出来，看向唐毅的目光仿佛淬了毒。“4弟，大哥给你低头鞠躬，求你留下。”唐化弯下腰身，唐昊也一脸不甘地鞠了个躬。只是如果眼神可以杀人，唐毅此时恐怕要被撕碎。唐毅看着唐家父子3人，抬手在唐英鼻尖划了一下，道：“你们的道歉我听到了，道歉我不接受，不过看你们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勉为其难留下来。记住，是你们父子3人，求着我们兄妹留下来的。”唐毅抱着唐英，转身就回了西院。看着他的背影，唐化面色铁青，气到发抖。唐昊2次被唐毅收拾，狼狈至极。此时见到唐毅转身，他二话不说，捡起地上的柴刀，就要向着唐毅的后背捅下去。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唐静都没有反应过来，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小心！这时一道焦急的轻喝声传来，听到声音，唐毅猛地转身，眼神犀利盯着唐昊。仅仅一个眼神，原本满脸狠厉的唐昊吓得当场丢掉手中的柴刀，转身就躲到了唐静的身后。“爹，救我！救我！”唐静闻言脸色阴沉，盯着唐昊，手掌轻微颤抖，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一巴掌甩在唐昊脸上。他看得出来，刚才唐昊被仇恨蒙蔽，想杀了唐毅，但这也不能全怪唐昊，要怪只能怪唐毅这混账，把事情做得太过了。唐昊有这念头情有可原，唐毅也没奢望唐静会责罚唐昊，只是嘲讽看了唐静一眼，目光便向大门方向看去。刚才提醒他小心的是个女孩的声音。果然，唐毅看到唐家大门前正站着一个18、19岁的女孩。女孩容颜倾城，身上穿着一身白裙，身材高挑，前凸后翘，此时俏脸冰冷，以至于她的气质高雅孤冷，拒人千里外。正是孔家大小姐孔诗兰。皇帝准备下旨和唐家联姻的对象，而在孔诗兰身侧，严双玉努力想要维持笑容，但面容已经僵硬，脸上还带着浓浓的震惊和难以置信。看到严双玉的表情，唐毅顿时就猜测到了很多东西，这是想要带着孔诗兰来看他被唐静教训的可怜样，或者是看他无能狂怒的狼狈样，从而好看不起他，去选择谈话。结果玩砸了，现在孔大小姐看到的是他2个宝贝儿子的狼狈样，而孔诗兰这时脸色也很难看。本来他就不喜欢这门亲事，现在见到唐家内宅的状态，他心头顿时更加的厌恶了。孔小姐，让你看笑话了，小姨这孩子比较爱胡闹。严双玉回过神，想要将锅推给唐毅。孔诗兰哪里看不出严双玉的想法，唐毅胡闹，
我看得到的却是你儿子在提刀砍杀唐毅。他冲颜双玉微微颔首，便看向唐静道：唐伯父，我爷爷一直说唐家家教极好，今日一见，果然极好。既如此，我也直说来意了。我不会入嫁唐家，我不愿意，就算陛下下旨，我也不会听。想要娶我，那就请唐大少爷和唐四少爷拿出真本事来。10天后，我会在沈园举办沈园诗会，等唐化或者唐毅能夺魁，再与我谈论婚嫁之事。孔诗兰说完，冲着脸色铁青的唐静连任一礼：唐伯父先处理家事，告辞。孔诗兰转身离开。唐毅看着孔诗兰的背影，眼睛微微眯了起来。这女人干净利落，还挺有个性啊。对付唐家人就得这样，客气2个字，那是对他们的羞辱。老爷，你别生气，妾身不是故意的，妾身不知道小义将事情闹得这么大。颜双玉知道唐静爱名声，连忙上来想要解释。唐静一甩衣袖，冷冷盯着他：管好你儿子，别那么多小心思，坏了我的大事，后果自负。这蠢女人，自家里的丑事不想办法遮掩，她竟然还敢找人来看热闹，找的还是孔诗兰，那是文坛大儒孔明真的孙女啊，她是百官典范，那孔明真就是大言所有读书人的典范。今日的事情传到孔明真的耳中，孔明真会怎么看他？唐静气得拂袖而走。颜双玉看向唐毅眼底的怨毒几乎要溢了出来。唐毅，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倒是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你以为让唐化在孔诗兰面前印象差了点，你就有机会娶她了？呸，做梦！颜双玉拉着唐化，满脸的意道：我儿是会试会员，过几日殿试后，极可能成为陛下钦点的状元，到时候3元及第，名动京都，别说一个孔诗兰，就是京都那些大家族的闺女，还不争着嫁给他？你呢？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也配和我儿子比？唐毅原本不想理会赐婚什么的，他不是很在意，就算要娶，他也要娶自己喜欢的女人。但现在听到颜双玉这么狂妄，他顿时就不爽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孔诗兰我还真娶定了。至于你儿子，不好意思，我会让你眼睁睁看着他一身骄傲是如何被我一点点踩在脚下的。和他比底蕴，他身后可是有龙国5000年的底蕴啊。唐毅说完，带着唐英大步出了唐家。名动京都而已，很难吗？唐化用4、5年时间，还是在唐静的帮助下才做到。他要名动京都，1天足矣。大言文坛兴盛，诗词在这个时代极为风靡，往往写出1、2首好诗，就能在文坛掀起惊涛骇浪，成为整个京都甚至整个大言文坛的焦点。因此大言读书人对好诗词那是趋之若鹜，而唐毅最不缺的就是诗词。前世历史上那些大诗人的诗词可都在他脑海里，随便拿出一首都足以震烁古今。半个时辰后，唐毅便带着唐英来到了状元街。所谓状元街，其实就是喜欢附庸风雅的人花钱淘诗词的地方。哥哥，我听娘亲说过状元街，娘亲说这是读书人的圣地。站在状元街街口，听到唐英弱弱的声音，唐毅扭头看他，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哥哥，嫣儿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哥哥自认全了吗？唐英缩了缩脖子，哥哥说要卖诗词，等下要是写不好被追着打怎么办？肚子好饿跑不了呀。唐毅抬起手，很想给这小妮子一个大板栗，不过还是没舍得。这妮子是乖巧懂事，就是这小嘴毒了点。等着看吧，等下你所有的质疑都将会成为对你哥哥的崇拜。唐毅早就想好计策了，既来之则安之呗，主打的就是一个正面刚。他从怀里取出一块木炭，走到街口的空地上，想了想，写下了几个大字：诗仙摊位，左边题诗词100两，先前后火，童叟无欺，想要成名就找我。右边题每日献一首，保密发货，买断版权，下个诗神就是你。最后自备纸笔。写完后，唐毅随手将木炭一丢，拉着唐英就在摊位后坐下来。哥哥，这就是你的妙计？唐英震惊了，一双大眼睛瞪着唐毅。哥哥，我知道我小，但你别欺负我小，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少废话，吆喝去。唐毅将唐英当成了招牌。唐英有些胆小，装伪虚弱，若看了一眼唐毅，结果唐毅抱着双手闭上眼睛。坏哥哥，我不理你了。唐英只能咬着薄唇，流着眼泪，卖诗了，100两一首的好诗。带着哭腔又软软糯糯的声音传开。果然，唐英细腻的声线很快将很多人引了过来。结果看到2个乞丐卖诗，顿时都震惊了。诗仙摊位，靠，诗仙洛凡臣成乞丐了，100两，而且还是先给钱，这特妈是穷疯了吧？我去，这口气还真够大的，一个乞丐竟然比那些文坛大儒还要狂。摊位立即围过来了很多人，冲着唐毅兄妹指指点点，100两一首，这乞丐狂妄过头了。唐英被吓得小脸苍白，唐毅抬手撑着他的后脑勺，小姑娘一下子就有底气了。我哥哥说100两就100两，不接受反驳。唐毅笑着拱手道：诸位，小妹说的对，1分钱1分货，在下敢出这价位，自然有敢要这价钱的资格。不接受反驳，毕竟是圣贤诗词，低价清仓圣贤不要面子。然而听完2人的解释，周围议论顿时更大声了，都在嘲讽，没人相信他。主子，这小子是在故弄玄虚吧？100两一首诗词，他还真敢开口。人群中，一个面白无需娘里娘气的男人指着地上的唐毅说道，在他身侧站着一个40出头、一身如漆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打量着唐毅，
只觉得这少年锋芒毕露，又自信随意，就像是一把锋利却又懂得藏锋的宝剑，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骗子。且看看吧，应该有人快忍不住了。男人笑道。中年男人正是大炎皇帝炎文帝。北方蛮夷集结30万重兵，随时可能对大炎发起进攻。如今大炎针对打和不打吵得不可开交，让他十分烦躁，这才出宫散散心。没想到刚到状元街，就遇到了眼前和状元街格格不入的一幕。有趣，这位兄台不知师承何人，又有哪些佳作流传，竟敢如此狮子大开口？有人冷声质问。师承何人？唐毅沉吟了一下道：师承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西北理工。好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知道我厉害就行。众人顿时面面相觑。李白、杜甫，谁啊？没听说过呀。西北理工，还有人叫西北理工的？唐毅抬头看向众人道：诸位，看热闹可以，想要玩打假那一套也不是不行，但请先付钱。众人一阵无语，这什么意思？质疑可以，还得花钱质疑呗。小兄弟这么说，那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了。颜文帝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一个小乞丐都敢这么猖狂，欺我文坛没人了吗？他笑着走了出来，看着唐毅道：既然小兄弟这么有胆魄，那这样如何？你写的诗若让我满意，我多加1倍的银子；但你写的诗我若不满意，你立刻收起摊位走人，如何？唐毅看着眼前举止不凡的男人，知道对方身份不简单，肯定是能出起大价钱的。他笑着说道：可以，但先付钱。男人挥了挥手，身侧面白无须的男人走了出来，不情不愿将1张100两银票递给了唐毅。小子，你要好好的写，敢糊弄我家老爷，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唐英看着哥哥手中那一沓银票，一双大眼睛瞪得溜圆。哥哥竟然真做到了，竟然真有人愿意花100两卖他的诗。周围围观的人群也都炸了，起哄声跌宕起伏。我去，疯了吧，真有人买，哈哈，长见识了，真有人当冤大头啊。唐毅没有理会众人的嘲笑，看向颜文帝道：问一下你老需要写什么诗？山水田园诗、边塞诗还是其他？颜文帝眼微眯，怎么这些诗词流派的诗你都会做？他沉吟一下道：如今北狄大军压境，但朝中对于打和不打争论不休，你以此自选角度写一首吧。面白无须的男人立即取来纸笔和桌椅。唐毅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大炎的历史，多处和历史上的宋朝相似。巧合的是，大炎也有一个年号叫靖康，且和当初的宋朝一样，大炎也是在靖康年间被北方攻破，也同样发生了一段沾满无数人血泪的靖康之耻。如此巧合，如此过往历史，瞬间岳飞的《满江红》便浮现在唐毅脑海中。那些文臣打不打和他没关系，但他曾经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唐毅当即奋笔疾书。唐英站在桌前，严禁任何人靠近。片刻，唐毅收了笔，将写好的词递给了颜文帝。写好了，你看下可还满意？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惊了，这么快就写好了，都不需要酝酿，不需要润色的吗？颜文帝原本也不看好，只是打开纸张看了一眼，他身体就猛地一震。等看完后，颜文帝只觉得诗词中一股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气势扑面而来，让他激动得浑身颤抖。真没想到，真正懂他心事的竟然是一个小乞丐。颜文帝深吸一口气，看向身侧的沉雕四道：付钱，我对小兄弟的词很满意，付100两，不，付500两。听到这话，现场瞬间就炸了。什么？竟然是真的？他真写出来了？这怎么可能？他刚才就提笔刷刷乱写，连思考的时间都没用啊！500两，不，600两，值600两的诗词，那肯定是流传于世的杰作。周围的人都很想靠过去，想要看看唐毅到底写了什么样的词，能将买主震撼成这样，并且不惜补500两银子。只是颜文帝的身侧站着身材魁梧的护卫，没人敢靠近。唐英一双大眼睛瞪着唐毅，眼底只剩下崇拜了。哥哥好厉害，多谢，到此。唐毅拿到银票，抱着唐英儿撒丫子就开溜了。600两，那可是一笔巨款，要是被人惦记上就悲催了。等颜文帝从震惊中回过神的时候，唐毅已经抱着唐英消失在了街头，这让心头有千言万语的颜文帝一下子噎得难受。赵虎派人跟上去查一下这乞丐的底细，有如此文采，他应该不是普通人。颜文帝身侧身如铁塔一般的男人挥了挥手，人群中立即有几个人追在唐毅身后。走，回宫。颜文帝心情大好，快步离开。他们不是喜欢吵吗？朕就让他们好好听听民间的声音。可惜忘记问那小子的名字了。唐毅和唐英远离状元街后，先找了一个酒楼，花了10两银子点了一桌好菜。菜刚上来，唐英抱着一只烤鸡就开吃，一边吃眼泪一边流。哥哥，以后我们都有饭吃了，对吗？唐英抬头看向唐毅，那张精致的小脸上全是泪水。当然，以后我们都有饭吃了，哥哥保证。唐毅抬手抹掉女孩脸上的泪水，以后谁敢欺负他妹，天王老子都得脱一层皮。唐英点点头，嘴角在笑，眼泪却止不住。吃饱喝足，从酒楼出来，唐毅又带着唐英一起去了裁衣铺，给两人做了2身厚衣服，随即又置办了2床厚厚的被子，兄妹俩便昂首挺胸回了唐家。出去的时候是翻墙，回来的时候两人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摇大摆从唐家大门进去。唐静和严双玉一家正在大厅吃午餐，
见到唐毅和唐英穿着新衣新鞋，背着新被子回来，都愣住了。早上唐毅和唐英穿的还是粗布衣，现在两人身上竟然是上好的锦缎，加上棉被、枕头等等，置办下来至少要50两。他们兄妹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唐毅和唐英理都没理，转身就往西院走去。唐昊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他当场站了起来，指着唐毅怒喝：好啊，唐毅，原来母亲的钱是你偷的，你这个小偷，无耻！唐静脸色骤沉，看向严双玉。严双玉秒懂儿子的意思，苦涩一笑：老爷，浩儿胡说的，没这回事。妾身那100两可能就是忘记放哪里了而已。唐静想到早上唐毅的落魄，再看到唐毅此时容光焕发，心头莫名有些不舒服，加上他已经下令不准唐毅和唐英出唐家一步，结果唐毅和唐英竟然悄悄出去了，置他的命令于不顾，置他脸面于何地？唐毅听到了，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唐静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声音冰冷传开：唐家家规，偷窃杖30，面壁3日，你想尝试一下？唐英身躯一僵，躲在了唐毅身后，拼命摇头。上一次哥哥面壁思过，3天不给哥哥吃的，哥哥差点就饿死了，还是他悄悄从狗洞爬出去，和小狗抢了半块馒头回来，哥哥才得救呢。唐毅揉了揉唐英的脑袋，看向唐静，也是。唐侍郎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唐家现在吃的用的都是我母亲留给我和婴儿的钱，是严双玉母子霸占了本该属于唐英和我的财产。别说我没偷，就算拿了，那也是我自己的钱，需要和你们报备，需要向你解释。老爷，严双玉渲然欲泣道：妾身没有想霸占小义的财产，妾身只是担心他们兄妹2人年幼遭骗，想要替他们暂时保管一下而已。小义，不许胡说，母亲勤俭持家，天地可表。唐化站了起来，看向唐毅，脸上有失望。母亲品德贤淑，你却如此侮辱母亲，这是大不孝，闹到公堂是要挨鞭刑的。唐毅目光落在这伪君子的脸上，道：那是你娘，我娘永远只有一个，她叫柳如玉。还有，你号称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你是不是对品德贤淑4个字有什么误会？品德贤淑，你觉得你娘配这4个字？你……唐化当场被噎得脸色涨红，该死的，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野种的嘴竟然这么毒？少废话，唐毅，就算你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你偷母亲的钱的事实。唐昊跳了出来，指着唐毅怒斥：钱不是你偷的，你哪里来的钱买新衣服、买新被子的？你胡说，我哥哥才没偷钱！唐英从哥哥身后露出脑袋，大声呵斥。虽然害怕，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如此冤枉哥哥。哥哥那么厉害，往街上一坐就能赚好几百两，带着他吃好吃的，给他买新衣裳，哥哥最好了，谁都别想害哥哥。钱是我和哥哥一起赚的，我们才没有偷钱。3个你冤枉人！小姑娘眼一眨，眼泪簌簌而落。别哭，我们不需要和垃圾解释的。唐毅抬手揉了揉女孩的脑袋，女孩仰头看着哥哥，然后用力点头。你们一起赚的钱，哈哈，太可笑了！你们能干吗？能赚这么多钱？唐昊对唐英的话嗤之以鼻，冲着唐静道：爹，这是他们的借口，你千万别相信他们，钱就是他们偷的。好了，浩儿，不许这么和弟弟说话。严双玉抬手抓着唐静的手，轻微摇了摇。老爷，你别生气，我相信小义只是不小心拿走了银子而已，说2句就好了，不要为难孩子。孩子做错事，我们也有责任，需要慢慢的教。唐静看了严双玉一眼，随即放下手中的筷子。在严双玉和唐化之间，他自然选择相信严双玉。逆子，我再问你一次，银子到底是不是偷的？是偷的，现在立即还回来，否则让我查实了，我打断你的腿。唐静向着唐毅走去，脸色阴翳道：我可以接受你普通，也可以接受你不如你大哥，但我绝对不会接受你偷鸡摸狗，让你出去丢唐家的脸。现在把剩下的银子交出来。严双玉跑过来，手抓住唐静的手：老爷，不要对孩子那么凶。话落，他看向唐毅，语气焦急，眼中却带着贪婪狡异：赶紧将剩下的银子还回来吧，你看你爹都生气了。唐化和唐毅站在唐静身后，也都抱着手冷笑，看着唐毅，呵，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唐毅也懒得废话了，盯着严双玉道：100两。唐二夫人，你确定是100两？是吧？严双玉微微颔首道：是100两。唐化、唐昊兄弟也都冷笑不已，一个废物而已，就算走了狗屎运弄到一点银子，也不过是几10两银子而已。100两，他这辈子别想见这么多银子。然而下一秒，众人齐齐傻眼了。只见唐毅伸手进怀中取出了一沓银票，指尖舔了点口水，当着他们的面一张一张地数了起来：100两、200两、500两、510两、520两。唐毅扬了扬手中的银票，淡漠开口：530两。唐二夫人，真不好意思，看来这不是你丢的银票呢。严双玉面色顿时火辣辣的，感觉就像是被人狠狠甩了一巴掌。严双玉气得胸口起伏，该死的，早知道应该说500两了，谁能想到这废物竟然能拿出这么多银子，这怎么可能？唐化和唐昊也目瞪口呆，随即两人眼中便升起了浓浓的贪婪。500多两，这废物哪里来这么多银子？唐静看到这一幕就明白了，偷钱是假，严双玉诬陷唐毅是真。他冷哼一声，严双立即欲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老爷，你看我就说了嘛，应该是我记错了，你看冤枉了小易了吧？话落，严双玉看向唐毅，笑道：小易，我和你道歉。道歉？免了，你不配。唐毅拉着唐英直接回了西院，他可没时间陪严双玉母子玩这么弱智的游戏。听到唐毅的话，唐昊脸色铁青，严双玉脸色也一阵僵硬，有些狰狞。该死的，你狂妄什么？别给老娘逮到机会，否则我饶不了你。老爷，你看小易。严双玉抱着唐静的手腕想要撒娇，唐静却已经甩开了他的手。原来你们还真的是在联手诬陷唐毅啊！听到这话，严双玉和唐画兄弟脸色顿时大变。老爷，严双玉下意识要解释，唐静挥手打断，诬陷就诬陷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让你们才是我最牵挂的人呢？当然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唐静转身回了房间，只有冰冷的声音在大殿上传开，让站在院中的严双玉和唐家兄弟如坠冰窟。娘，大哥，爹，这是什么意思？许久，唐昊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什么意思？重要吗？不重要。唐画轻笑一声道：现在重要的是唐毅，500两，他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500两，我怀疑那贱人还给他们兄妹俩留有巨额财富。不，现在是我们的巨额财富了。闻言，严双玉和唐昊的脸上立即充满贪婪。之前接管唐家的时候，柳如玉留下来的财产足足有5万两，5万两让他们母子几人醉生梦死了3、4年，现在已经挥霍完了。整个唐家现在连2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现在唐毅既然暴露了柳如玉留下来的财产，那还等什么？自然是想方设法将其弄到手啊！花儿，已经有计划了吧？你想怎么做？严双玉盈盈笑道：他儿子素来聪明，肯定有办法了。很简单，等下我光明正大将他交出来，和他要。唐画手落在唐昊的肩膀上，笑道：小昊，哥是读书人，这事只能你来做。等下我拖住他，你从后院爬墙进去，将整个马桶房全部翻一遍，就算没有找到那贱人留下的财产，也要将唐毅手中那500两偷出来。他手中没有银子，他才会想办法去动他娘留下的财富，届时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盯着他即可。唐昊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大哥高啊！严双玉抬手揉了揉2个宝贝儿子，道：行，那娘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那贱人留下的财产一定是比不菲的数目。唐府西院，哥哥，咱们辛苦赚的钱差点被他们抢了，好过分！唐英瘪着小嘴，很不开心。哥哥辛苦赚的钱险些进了别人的口袋，想多了，他们想要从哥哥这里抢钱，还早2万年呢。唐毅揉了揉唐英的脑袋，哥哥最厉害了。唐英用力点头，他现在对哥哥已经是盲目的崇拜了。哥哥说能赚几百两银子，就轻松赚了几百两银子。他们想要抢哥哥的银子，做梦！哥，好臭！重新回到马桶房，习惯了一天新鲜空气的唐英有点不习惯马桶房的臭味了。简单，丢出去就是了。唐毅盯着堆积如山的马桶，眯起了眼睛。现在开始，咱们打造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小家，和唐家没有任何关系的小家。前身受尽屈辱，没有离开唐家，不是他不想离开，而是他很清楚离开了唐家，严双玉会更加肆无忌惮对付他们兄妹俩。离开唐家，他们会死得更快。唐毅不一样，他完全可以带着唐英离开。可凭什么？唐家这一切本来就属于前身的，他自然要帮其夺回来。逃兵，他唐毅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逃兵。听到唐毅的话，小姑娘立即就激动地跳了起来。唐毅还没发话，他放下新置办的衣服和被子后，一手提着一个马桶，摇摇晃晃出了门，重重丢在外面。我有哥哥就好了，我不刷了，爱谁刷谁刷去。小手叉腰，那是一个霸气，就是瘦骨嶙峋，画面有点违和。唐毅也拎着2个马桶，直接砸了出去，冲着东院喊话，不想唐家臭气熏天，把马桶和浸泡的衣服全部清理了，半炷香内不处理完成，后果自负。兄妹俩双手叉腰，威风凛凛站在阳光下，向全世界宣布唐家小家庭正式宣布独立。很快，唐家管家便带着一群家丁和婢女，将马桶和衣服全部搬走了。重新回到小院，唐英手提扫帚开始扫地，唐毅则打水将院子里里外外全部冲了一遍，又将屋顶、床榻、桌子凳子全部修了一遍。直到入夜，整个马桶房终于焕然一新，不再臭气熏天了。为此，小姑娘还贴心将马桶房改成了小唐府，意味着他们兄妹俩组建的唐家正式挂牌营业了。晚上，唐毅亲自下厨，给小姑娘烧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刚吃完饭，唐静身边的小厮敲响了院门。四少爷，老爷让你立即去书房，有你娘的事要和你说。好像是柳家那边出事了，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这时候出事。他皱了皱眉，瞬间想到今日与以往的区别，那便是他漏财了。如果是为财而来，哼，正好需要更多的理由对你们出手。他特意将床板下的钱露出一角，然后抱着唐英出了门。抵达东院唐静的院子后，唐毅才发现唐静书房的灯都没有亮，唐静根本就不在家。唐毅回身一脚将家丁踹翻在地，踩着小厮的脖子，唐毅一字一句道：谁让你骗我过来的？小厮吓得脸色煞白，当场就招了：四少爷饶命，是大少爷和二少爷，让小的带骗你过来的。唐画和唐昊。唐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然后慢悠悠往回走。回到西院，唐毅果然看到自己屋内被翻得乱糟糟一片，放在床板下面的银票也不翼而飞。刚刚冤枉他偷钱，现在自己先偷上了，狗东西，真特妈又当又立啊！哥，我们的钱不见了！唐英瘦小的身影到处翻找，可找了一圈也不见银票，顿时小嘴一瘪，当场就哭了。那是他亲手藏的银票，现在竟然被唐画和唐昊给偷了。英英不哭，哥哥向你保证，他们今天偷去的钱，哥哥一定会让他们跪着10倍的还回来。唐毅的声音中隐隐爆发出杀意。唐画和唐昊今天敢把他调虎离山偷钱，那以后他们的手段是不是会更肆无忌惮，更阴险狡诈？一想到这种可能，唐毅眼眸变得前所未有的阴冷。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他需要变得更强更狠。他要权，他要能压制这些畜生的权。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皇宫御书房，颜文帝看着重新腾抄下来的《满江红》，那是越看越喜欢，大气磅礴，浩然正气，词中所表达的那种家国天下的巍峨气势，让人震撼，让人警醒。很难想象这种霸气磅礴的诗词会出自一个少年之手，只是想到少年那干裂粗糙的双手，显然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写出这种诗词似乎又是在情理之中。陛下已经查明那少年的身份了。这时护卫赵虎进来禀报，颜文帝猛地抬起头道：哦，那小家伙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背景？闻言，赵虎面色怪异道：回陛下，少年名叫唐毅，那小女娃是他的妹妹唐英，他们都是吏部侍郎唐静的子女。颜文帝眉头顿时皱起，有点难以置信。吏部侍郎，朝中4品，算得上权势滔天了。堂吏部侍郎还养不起一对兄妹，让他们流离失所，到街头卖诗求活的地步。赵虎，你没搞错。颜文帝还是有点不信。回陛下，臣没搞错。赵虎拱手将唐静宠妾灭妻的事说了一遍，才继续道：所以这些年唐毅兄妹在唐家过得很不好，唐家少爷和小姐却过得连下人都不如。颜文帝脸色顿时阴沉至极。经过赵虎的提醒，他自然也想到了当年唐静的风流韵事。当年唐静明目张胆将外室接到京都，气得柳如玉一病不起，柳家就曾上奏章弹劾过唐静。当时他就觉得这老小子薄情寡义，极为不喜，还下旨申斥过。只是唐静的确有点本事，上任吏部侍郎办的很多事情都深得他心。前不久更是献计解决了朝廷官员能力不足的问题，得到嘉奖。他还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要给他唐静的嫡子赐婚，却没想到老家伙的德性私下竟然烂成这样。哼，好你个唐静，朕真是看错你了。薄情寡义，朕不和你计较。你竟然连自己的亲儿子和女儿竟然都虐待成乞丐一样，传出去连朕都得成为你的帮凶，成为这天下的笑话。颜文帝双手叉腰原地转了一圈，背气到了，一个能写出《满江红》的少年郎，那得是多优秀的孩子，结果在你唐静手中弃之如敝屣。怎么，你唐家有矿，人人都是大能是吧？陛下，这是奴婢刚刚收到的。这时陈雕四双手捧着4张银票递到了颜文帝的面前。颜文帝愣了下，随即想到了什么，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这是朕赐给唐毅的银票，怎么又回到你手上了？陈雕四吓得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道：陛下，银票是云上书斋和金楼送来的，都是皇家铺子，说是今日有人拿皇族银票买了2方砚台和一个金簪。颜文帝眼微眯，唐毅。陈雕四摇头道：不是，是唐家主母颜双玉。啪！颜文帝一巴掌拍在桌上，但是都给气乐了，呵呵，好的很呐，朕赏赐的银子他们也敢抢，谁给他们的胆子？陛下，需要传唐侍郎入宫吗？陈雕四拱手问道。颜文帝大手一挥，冷喝道：传！陈雕四爬起离去，没走几步又被颜文帝叫住，道：罢了，别叫了，这点事还不值得大半夜将唐静叫进宫，明日早朝后朕再见他吧。现在为了一个少年将唐静叫进宫，还不知道外界会怎么揣测呢。到时候事情被放大，唐静的政敌会借着唐毅攻讦唐静，他现在还不想动唐静。再说一个只见了一面的少年，还没有重要到让他要收拾一个朝中大臣的地步。而且唐静是宰相的人，动了唐静，侍郎的位置就会空出来，到时候各方人马争夺这个位置，肯定狗脑袋都得被打出来。现在北狄陈兵30万在边境，战事一触即发，朝中安稳最重要。但是暗中敲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就要坏在唐静的手中了。翌日天刚刚蒙亮，群臣便已经云集自正殿，大朝会正式开始。颜文帝龙行虎步到龙椅坐下，等群臣行了礼，颜文帝便直接开口道：今日早朝不论其他，只论北狄。北狄30万兵马已经陈兵边境，随时会对大颜发起战争，我们是打还是不打？今日拿出个章程出来。见到颜文帝强势果断，没有再像昨日一样和稀泥，群臣都有些懵了。咋回事？发生了什么？怎么短短1天的时间，昨日还犹豫不决的陛下就下定决心了？顷刻间群臣的心都提了起来，是打是和关乎他们的利益，他们不知道皇帝到底是想打还是想和。大殿上顿时响起了窸窣的议论声，文臣武将已经低声杠上了。颜文帝也没有催促，淡定坐在龙椅上，
只是不停地抖袖子，那手《满江红》就藏在袖中。他现在很想亮出《满江红》，好好的收拾一下这群所谓的肱骨之臣。连个小乞丐都知道爱国报国，不，连个不受宠的少年都知道家国天下。瞧瞧你们一群权势滔天的大臣，连个少年都不如。想到这里，颜文帝目光下一时的看向人群中的唐静，哎，可惜了，好好的孩子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渣爹呢？这时唐静正和身侧的武将吵得脸红耳赤，忽然感觉身上有冷芒，抬头就看到颜文帝在看他。唐静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立即就激动了。陛下看我干什么？是在给我鼓励啊，我可是主和派的代表，陛下看我了，那就是他选择了主和。陛下，臣以为还是和谈为好。唐静当即站了出来，正义凛然道：如今我大颜尚在休养生息，而北狄兵强马壮，若和北狄开战，我大颜胜算绝对超不过1成。一旦战火燃烧，我大颜战败，届时再想和谈，恐怕北狄也不愿意。为我大颜江山社稷，臣恳请陛下三思。颜文帝眉心猛地一跳，不是，老东西，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朕看你是因为你虐待一个少年天才，朕想抽你，你还来劲了，以为朕是鼓励你呢？朕鼓励你个大头鬼！爱卿，你……颜文帝刚开口，结果主和派的一群官员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他。陛下，唐侍郎所言甚是，我大颜如今尚未与北狄一决雌雄之资本，陛下三思，一旦开战，恐靖康耻会重演，届时我等有何脸面去面对先祖？陛下，臣附议。颜文帝看着这一幕，脸色一点点阴沉下来。朕是脾气太好了，所以你们都觉得朕没脾气了是吧？狗屁！放特妈的狗屁！一道怒喝声宛若惊雷传遍全场。一个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的老者走出，手指着唐静等大臣怒斥：特妈的，仗还没打呢，你们就特妈想着投降了，还和谈？这特妈叫和谈吗？这叫卖国！这一次你们又想出多少银子，又想牺牲掉多少万大颜女人？特妈的，不是你们的妻女，你们不知道心疼是吧？老将军狄苍看向颜文帝道：陛下，和平是打出来的，从来就不是用钱买的。臣请挂帅，北狄若真敢战，臣愿和北狄决一死战。北狄铁骑想南下，先踏过我狄苍这把老骨头。狄苍虽老，却声若洪钟，震动全场。当即很多武将也站了出来，声援狄苍。陛下，臣愿跟随老将军死战北狄。陛下，臣愿为老将军先锋，虑我大颜儿狼诛贼寇。见到一群武将来劲了，主和的文臣当时就不干了。莽夫，和北狄打，你们打得赢吗？粗鄙武夫，没有一点大局观，我羞于尔等为伍。特妈的，你说谁粗鄙呢？整个大殿瞬间喧嚣起来，吵得就像菜市场。很多文臣呸呸乱吐口水，气得一群武将撸着袖子，忍不住要将这群软骨头按在地上暴捶一顿。又来，颜文帝看着乱糟糟的大殿，抬手拍了拍额头：国家大事呢，你们能不能给朕认真点？颜文帝看了一眼身侧的陈雕寺，陈雕寺大喝一声：肃静！整个大殿这才渐渐安静下来。群臣齐齐抬头看向颜文帝，颜文帝站了起来，目光睥睨全场。吵完了，那到朕了。是战是和，不能只听你们的，也得听民间的声音。刚好，朕昨日出了一趟宫，问了一个少年这个问题，这就是他的答案。你们想知道吗？颜文帝从袖中取出了誊抄了《满江红》的纸张，扬了扬。群臣当时就震惊了，原来这就是陛下下定决心的原因。只是什么样的少年，给的什么样的答案，能影响到这位心思深沉的陛下？算了，陈雕寺，向他们宣布答案吧。颜文帝懒得废话，将手中的纸张递给身侧的老太监。老太监将折叠的纸张拆开，道：答案是一首词，名为《满江红》，精忠报国，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老太监虽然声音细细，但武艺高强，一首《满江红》出自他口中，却气势磅礴。整个大殿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大臣都呆住了。一首词，短短100余字，却写尽了作词者抗击北狄、收复山河、统一国家的强烈爱国精神。诗词慷慨激昂，自带一股浩然正气。不得不说，这是几百上千年来反对侵略战争的传世名篇。这出自一个少年之手，这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少年之手？若没有饱受战争之苦，经历战争之难，是难以写出这种旷世之作的。难怪能让陛下下定决心，这诗词的震撼力实在太大了。颜文帝看着落针可闻的大殿，嘴角微微勾起，这就对了吗？朕就想看到你们这震惊的样子。陛下，陛下万岁！陛下万岁啊！老将军狄苍最先回过神，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顿足捶胸，老泪纵横。陛下，这首词写的就是老臣啊！老臣不为陛下收拾旧山河，老臣死不瞑目啊！不知写这首词的少年是谁？老臣愿意与他结为异姓兄弟。听到老将军的话，一群武将顿时就炸了。陛下，臣也愿意与这位小兄弟结为异姓兄弟。哈哈，别说异姓兄弟，就是衣服老子都认了。妈的，
谁说我们武将是粗鄙武夫的？站出来盘盘道。一群武将也都激动了。颜文帝拿出这首诗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打！说道理他们说不过这群文官，原本以为没机会了，没想到因为一首词，顿时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少年简直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别说认兄弟，认义父都行。而一群文官看着这一幕脸都绿了。这首词是站在军人的角度写的，他们很想说这是一首拍马屁的词，可问题是不拍马屁的词他们写不出来啊。究竟是谁竟然敢和他们作对？特别是唐静，这时候目瞪口呆的看着颜文帝。陛下，你看我不是给我鼓励吗？不是给我鼓励，你看我干啥？害我误会了呀。颜文帝看着一众文官的脸色，只觉得憋在心头的一口恶气终于舒畅了。可惜宰相范雍回乡祭祖还没回来，不然真想看看他现在的脸色是何等的精彩。诸位爱卿看到了吧，这就是民间的声音，民心不可负。颜文帝站了起来，目光睥睨全场，一个小少年都知道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诸位爱卿都是我大颜国之重臣，岂能连一个民间百姓都不如？陛下，国家大事不是诗词文章，切不可因为一首词就草率定国策啊。唐静立即站出来拱手说道。颜文帝接下来要说什么已经很清楚了，再不阻止就晚了。颜文帝目光冷冷盯着唐静，不能因为一首词草率定国策，然后等北地大军兵临城下，期望你这保情寡义的家伙保护朕吗？可以，只要你们能以文臣的角度写一首能与这手球战词媲美的诗词，朕就收回成命。颜文帝目光扫过全场，而听到他的话，一群文官脸都绿了。他们求和，说直白点就是投降行为，写一首带有投降意思的诗词劝谏皇帝。别说他们写不出来，就是能写出来，谁敢写？会遗臭万年的好吧？一群武将也都在挤眉弄眼，吐舌抖腰，挑衅他们。你们平时不是很狂吗？现在再嘚瑟一个看看啊！既然写不出来，那就听旨吧。颜文帝一甩衣袖，冷眸盯着全场。北狄如果敢犯边，这一仗朕打定了。1个月内，兵部整顿好北境各道各军兵马和军备，户部必须筹集50万大军所需的粮草。1个月后，朕亲自验收，没有完成的，斩立决。退朝。颜文帝没有给群臣反驳的机会，转身就走。皇帝走了，但整个大殿依旧一片死寂，武将依旧有些难以置信。没想到上阵杀敌，马上封侯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文臣却还在懵逼。他们计划好好的，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说服皇帝和谈，没想到因为一首诗词，生生将结局扭转了。查，给我查，查出写这首词的人是谁，老夫与他势不两立。回过神，唐静怒火中烧恨欲狂，一众文臣也都怒不可遏，必须将这个坏了他们大事的混账东西揪出来，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哼，那位写词的小兄弟，现在开始是我狄仓的忘年交，谁敢动他，老子弄死谁！老将军冲着唐静等人扬了扬拳头，转身离开了。一群武将也都心情大好，全都走路带风，气得一众文官咬牙切齿。唐静虽然愤怒，但是到如今已经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先下朝，将朝中变故飞鸽传书给丞相。唐侍郎，陛下召见。陈雕四站在前方，笑盈盈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唐静心头顿时一个机灵，今日陛下给他的感觉很奇怪。早朝上看了他好几次，他在脑海中将这段时间所有事情都想了一遍，好像这段时间没做错事，都是跟着陛下的步伐走，没有被责罚，反而是多次被表扬啊。就算是和北狄的战与和，那是朝政，有争论有争吵正常，陛下不能因为丞相不在他领头就要收拾他吧。公公，陛下找我何事？唐静快步跟上陈雕四，一张100两银票便塞了过去。陈雕四熟练收下银票，低声笑道：“和令公子有关。”客气啥？陛下在意的唐家那小子吃不饱穿不暖，这家伙倒是大方出手，就是100两，这钱不要都对不起咱家。至于和令公子有关，咱家说是哪位公子了吗？唐静一怔，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想必陈雕四说的是画，哈哈，果然画的优秀，连陛下都发现了。只要陛下承认，那他就能名正言顺将唐画扶为嫡子。臣参见陛下，陛下万福金安。刚进御书房，唐静恭敬行礼，声音却抑制不住的激动。颜文帝正在批阅奏章，顿时有些懵，怎么个意思？朕叫你过来是敲打你，朕敲打你，你很高兴是吧？唐侍郎，唐家的嫡子是谁？颜文帝放下朱笔，开门见山回陛下，唐家嫡子是唐画。唐静下意识说道，话出口，他才意识到皇帝的语气不对，抬头就看到皇帝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唐侍郎，你再好好想想，唐家的嫡子是谁？唐静瞬间脊背发凉，汗流浃背，连忙改口道：回陛下，臣的嫡子是唐毅，但是唐毅顽劣。这就对了。颜文帝笑着打断唐静，起身向他走来。朕昨日出宫时遇到了他们兄妹俩，是2个不错的孩子。见到这2个孩子，朕终于相信唐侍郎是清正廉洁了。以后谁要是敢弹劾唐侍郎贪污，朕肯定诛其9族。颜文帝亲手将唐静扶起来，面带自责说起来：是朕知罪啊，朕没想到堂朝中4品大员的俸禄，竟然养不活一家子人。见到唐毅兄妹瘦骨嶙峋，
身体羸弱，衣服破旧，朕很心疼。扑通！唐静刚站起来，听到这话，双腿一软，重新重跪在了地上，整张脸冷汗涔涔，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一颗心也直接悬到了九霄云外。什么自责？皇帝明显是反话正说，这是在敲打他呢。当年他接言双玉回来，无数人都说他薄情寡义，现在又见到瘦骨嶙峋的唐毅和唐英，那皇帝肯定以为他们俩在唐家遭到了虐待。堂堂朝廷4品大员虐待儿女，传出去大言的脸面何存？该死的，这畜生什么时候出去不行，非得昨日出去。唐静原本想说这是严双玉对唐毅的历练，但话到嘴边忍住了。皇帝需要他的解释吗？不需要。陛下，臣惶恐，臣知罪。唐静脑袋贴着地上，大气不敢出。爱卿言重了，爱卿何罪之有？严文帝弯腰将唐静拉起来，笑道：朕叫爱卿过来，只是和爱卿叙家常，没有要怪罪爱卿的意思。昨日朕已赐给唐毅600两，并嘱咐他对自己好点，只准留着自己用，不许给别人。但方才却有人来报，朕给那孩子的银票被别人用了，甚至连银票都重新回到了朕的手上。你说究竟是谁忤逆了朕的意思呢？扑通！唐静再度重地跪在地上，头皮都炸了。什么？昨日唐毅那600两是陛下给的？是皇帝给的？这小畜生是陛下给的你不说，而且那银票除了自己的夫人和唐浩兄弟俩，还能被谁用？陛下今天是第2次敲打他了。完了，坑爹啊！爱卿别那么紧张，朕和唐毅相谈甚欢，他也没说半句你这当爹的坏话。想来你在那小家伙的心中依旧是个伟岸的好父亲。严文帝走上前，抬手拍了拍唐静的肩膀，他声音温和，听不出喜怒。爱卿，你是吗？唐静当场魂飞魄散，瑟瑟发抖。臣万死，陛下恕罪，陛下开恩啊！爱卿乃是朕之肱骨，别总死不死的，不吉利。起来吧，朕有事和你详聊。严文帝伸手将唐静拉起来，唐静却连站都站不稳了，整张脸全是冷汗。陛下，你别聊了，你这聊天方式太吓人了呀！结果严文帝整整给唐静进行了敬一炷香的爱的教育。君臣相谈甚欢，其乐融融，就是有点费汗水。这就导致唐静出御书房的时候，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全身都湿透了，连同一头长发也湿漉漉。他一步步走向宫外，2条腿却都在打摆子，手撑在围栏上。唐静看着明媚的天空，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明媚，但炙热的阳光打在身上，唐静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暖意。太吓人了！唐毅这混账竟然见过陛下！混账东西，把你养这么大，真是白养了，心肠竟然如此歹毒。唐静抬手遮光，掌下那一双眼睛却充满冷意。见过陛下，回家竟然半个字都不提。你是想要害死唐家吗？这些年我是有些疏于对你的管教，但这也不是你不顾唐家荣耀的理由。况且你大哥即将3元及第，岂能容你抹黑？唐静怒火中烧，心头对唐毅不满到了极致。唐家西院，唐毅正在院中练军体拳，唐英正抱着一大锅青菜瘦肉粥坐在门前埋头苦干。这小家伙悲伤来得快去的也快，此刻正满脸享受，没想到哥哥做的菜竟然这么好吃呢。而此时唐画唐浩2兄弟就坐在2人的不远处，兄弟俩看着唐毅，目光充满嘲讽和戏谑。现在的唐毅瘦成皮包骨，那别扭的一招一式在他们眼中俨如小丑一般可笑。唐毅怎么忽然想要练武了？想从军啊？唐画轻笑一声道：想要从军的话，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你给我磕几个响头，说不定我能帮你。唐毅淡淡瞥了一眼唐画兄弟俩，冷笑：错了，我练武是为了方便以后更好的揍你们。唐画和唐浩笑容顿时僵在脸上，唐毅只是淡漠的看了他们一眼，就让他们脊背发凉，心头发毛。想到了前2日唐毅拎着木棍要拼命的样子，差点忍不住转身就跑。从他眼中的冰冷看得出来，唐毅说练武是为了更方便揍他们，他是认真的。但唐画和唐浩很快将心头的恐惧驱散，2人相视一眼，都冷笑起来。打他们，这个可以满足唐毅啊，他们今日来目的不就是想要唐毅发怒动手的吗？母亲说了，前2日计划失败是因为唐浩夫妻在父亲心头没那么重要，但他唐画不一样，他是父亲亲手培养出来的唐家接班人，是父亲的脸面，他要出现意外，父亲肯定暴怒惩治唐毅，再加上母亲推波助澜，将唐毅赶出唐家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当然他们过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搞钱。唐毅的500两银子就是被他们偷走的，但问题是唐毅母亲留下的财宝他们却一直没有找到。原本计划盯着唐毅，等待他露出马脚，可这贱种这2天却哪儿也不去，好像浑身上下真就只有那被偷走的500两了。一时间他们按捺不住了，这才主动出击。哼，唐毅，你吓唬谁呢？敢动手，你尽管可以试试看。唐浩抬手指着唐毅，平静走到桌边，抬手将桌上的银簪拿在手中，对着阳光看了看，随即招手将唐英叫了过去，将手中的银簪插在唐英的脑袋上，才平静开了口。看来你们好像误会了一点，把我以前的忍让当成了软弱。但前2日我明明刚打伤了林竹，打残了唐浩，逼得唐静颜面扫地，是个人都应该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可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还敢来惹我呢？唐毅将发簪插在唐英的脑袋上，拍了拍他的脑袋。进屋，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不要看，也不要听。唐英点了点头，乖巧跑进屋。但进屋后，又从房中冒出半个脑袋，手蒙着眼，大眼睛却从指缝中往外偷瞄。唐毅，你想干嘛？唐昊瞬间蹦了起来，他已经被唐毅打出了阴影。干什么？当然如你们所愿。唐毅抓着桌上的一个砚台，在掌心掂了掂。你们今日过来，不就是找我收拾你们的吗？一般这种无理的要求，我都会满足。还在外面埋伏10几个人，怎么想玩摔杯为号？可惜他们治不了你们。一听这话，唐昊脸色大变，他下意识想逃，然而唐毅的速度太快，手中的砚台已经向他脑袋砸了过来。轰！砚台重重砸在唐昊的脑门上，额头当场再度喜提一个血洞。他一双眼睛狠毒又恐惧地瞪着唐毅，意识却已经越来越模糊，身体却已经软绵绵往地下倒去。唐毅，你敢！唐化看到满脸血的唐昊，吓得当场跳了起来，脸上没有了之前的从容，青白交替。唐化完全没有想到唐毅竟然这么强势，竟然说动手就动手了。此时唐化整个人都是懵的，计划是他们故意惹怒唐毅动手，然后添油加醋给父亲告状，让父亲来收拾唐毅。结果唐化现在才发现，这家伙从一开始似乎就不需要惹，相反，他明明是在找机会收拾他们。这还是那个在他面前不敢抬头，只会瑟瑟发抖的唐毅。唐毅，有话好说，你别乱来，父亲最疼我，你若是伤到我，父亲必定不会放过你。唐化脸色速速苍白下来，明明计划就是引唐毅对他动手，可现在见到满脸血的唐昊，唐化发现自己竟然恐惧到颤抖，差点吓得没当场尿裤子。他后悔至极，该死的，对付这废物，什么招不能用，非得陷自己于险境。哈，经历了这些事，你们竟然还觉得可以用唐侍郎威胁我，脑子都被猪啃了。唐毅抬手捂着唐化的嘴的同时，整个手掌几乎覆盖在他整张脸上，猛地向后一按，直接将他整个人按在了桌上。唐毅站在面前，那双孤冷而平静的眼神就那么静静盯着他，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任何情绪变化，但那一双眼神给唐化的感觉俨然就是在睥睨一只蝼蚁，仿佛此时唐毅要杀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小易，有话好说，大哥刚才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这家伙怎么就这么不惊动呢？唐化怕了，放低了姿态。此时恐惧和屈辱在心头疯狂肆虐，让他怒火冲天，但是他却不敢有半表露出来，只得讪笑，想要以此掩盖偏过唐毅。该死的，等我脱困，我必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唐化却在心头怒吼，说对了，我就是不惊动。唐毅抬手一拳重砸在唐化的脸上，剧烈的疼痛让唐化身体都扭曲起来，耳边也响起了唐毅冷漠的声音。所以你逗我干嘛？回答我，我逗你干嘛？我是在羞辱你。唐化在心头怒吼，面上却努力维持镇定道，小易，我刚刚说了，这是个误会。砰！唐毅又一拳砸了下去，回答错误，我不喜欢误会。唐化被一拳砸得目眦欲裂，唐毅，你别太过分了。砰！唐毅拎着唐化的衣襟，又是一拳，回答错误，我明明是成人之美，让你们得偿所愿。唐毅，你个贱种，敢打我？回答错误，是我在打贱种。唐毅一连砸了10几拳，已经将唐化砸得软趴满脸血，看上去极为恐怖。外面原本坐在东院等消息的严双玉，等了近乎半个时辰还没消息，压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便悄悄溜到了西院看情况。结果从门缝中，他看到了令他瞳孔骤缩、怒火冲天的一幕：唐毅竟然骑在他的宝贝儿子身上，一拳接着一拳往唐化身上砸。这个贱种竟然敢打他儿子！小野种，你给我住手！严双玉直接推开门，那张还算漂亮的脸狰狞可怖，放开我儿，否则我必定让你们兄妹俩生死两难。外面立即冲进来了10几个家丁，躲在门后的唐英见到这一幕，脸色微白，终于有了恐惧。唐毅却面不改色，拳头又狠狠在唐化脸上砸了一拳，才将满是鲜血的拳头在唐化身上擦干净。抬头看向严双玉，你们这一家3口可还真有意思，明明是想表演受害者，在唐静面前好好的告我一状的，现在我给了你们这个机会，你们反而不愿意了，真的是又当又立啊！严双玉气得脸色铁青，盯着唐毅一字一句道，那又如何？就算是掉你这个小畜生，你也只配忍着，就你那双烟杂的手也敢碰我儿子！啪！唐毅一巴掌直接扇得唐化当场飙血，然后扭头看向面目扭曲的严双玉，我就碰了，你又如何？再聒噪，信不信我还敢宰了他？你敢！严双玉气得浑身发抖，敢动我儿一根手指，今日我便将你们兄妹挫骨扬灰！严双玉眼睛泛红，歇斯底里，贱种，踩你就乖乖躺在地上挨踩，你竟敢反抗，谁允许你反抗了的？唐毅站起身，脚踩着唐化扭了扭脖子，看着严双玉道，你想试试吗？看在我们兄妹俩挫骨扬灰之前，能不能先让你这2个宝贝儿子陪葬？见到唐毅脚渐渐用力，唐化一张脸当场长成猪肝色，严双玉双手死攥成拳，愤怒的指甲都镶进了掌心。此时唐毅面色淡漠，目光平静，却又充满挑衅，语气平淡又果决，那态度语气仿佛脚下踩的不是人，
而是一只可以随时踩死的蚂蚁。只要他严双玉敢点头，他会毫不犹豫踩碎唐画的喉咙。这个废物，这个贱种，他怎么敢的？他怎敢？好，小野种，你够狠！严双玉点着头，满脸怨毒。你到底想怎么样？早这个态度，不就好说了？唐毅冷笑一声，道：首先，唐二夫人刚才说话的方式让我很不爽。唐二夫人难道不觉得该先道个歉吗？严双玉脸色冰冷至极，眼前的少年果然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家伙以前软弱无能，现在竟然敢众目睽睽之下威胁他了。他怎么敢的？看着窒息快要死亡的唐画，严双玉知道自己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他敢和唐毅于死网破，只是用他宝贝儿子的命去换唐毅的狗命。哼，他也配？小易，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和你说话。严双玉微微弯腰道歉，声音却冰冷至极，咬牙切齿。明明是道歉，那语气恨不得将唐毅给千刀万剐了。我不接受道歉，不过姿态还是要有。唐毅松开唐画，唐画立即双手捂住脖子，大口大口喘气。唐毅却没有理会他，而是盯着严双玉道：然后唐二夫人该还钱了，我说过10倍奉还，所以5000两，少1两都不行，敢少1两，我就卸掉你2个宝贝儿子的胳膊腿来抵债。闻言，唐画和唐昊已经被打得半死，听到这话当场清醒了几分，脸色煞白。严双玉气得胸口起伏，脸色狰狞，他都低声下气道歉了。这个贱种竟然这么不识好歹，简直找死！他正想怒斥，这时却看到唐静快步走进了院子。严双玉冷笑一声，脸上的狰狞和杀意瞬间消散，脸上迅速爬出了委屈和愤怒，眼一眨，眼泪簌簌而落。小易，是娘错了，要杀要剐你冲娘来，娘都认了，但你大哥二哥是无辜的，他们一直敬你爱你，是你为亲兄弟，你不该这么对他们。小易，娘求你了，别闹了好吗？要是让你爹知道了，他会伤心的。唐毅已经看到唐静冷着脸进来，再看严双玉卖力的表演，不由嘲讽一笑。不得不说，这个女人的演技真不错，要搁在后世一定是个好演员，小金人都能拿到手软。又在闹什么？就不能安生一点吗？唐静心情本来就不好，回家看到唐毅和严双玉又闹腾，脸色顿时更加的难看了。老爷，你可回来了！严双玉假装刚刚知道唐静回来，转身扑进唐静怀里，哭的那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老爷，你快救救画和浩，小易要打断他们的手脚。老爷，妾身劝不住，你快救画呀，他还要参加殿试，小易现在把他打得满脸血，他还怎么见人？唐静抬头看去，果然看到唐画和唐昊满脸血倒在地上，他脸色骤冷，这混账竟敢对兄弟下毒手！爹，救命啊！唐毅要杀我们没惹他。唐昊哭嚎求救，声嘶力竭，但此时他和唐画眼睛都在发光，死死地盯着唐毅。哈哈，爹回来了，你不是很狂吗？你再狂啊，等着爹发怒，赶你出家门吧。然而唐静却只是淡淡扫了唐毅，淡漠开口：唐毅，先把人放开吧，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聊吗？非得见血？你们都是唐家的血脉，是兄弟，不是敌人。闻言，唐毅和唐画顿时愣住，严双玉的哭声也是戛然而止。什么？怎么和想的不一样？难道这时候唐静不该火冒三丈，将唐毅毒打一顿，丢出家门吗？他竟然心平气和和唐毅商量，这怎么可能？就连唐毅也是皱了皱眉，这老头是哪根筋搭错了？放他们很简单，一点都不难。唐毅逆着唐静似笑非笑，他们偷了我的银子，唐侍郎替他们把银子还上就是了，500两，跪着还回来，这事就过去了。唐静腿肚子一颤，差点一头栽倒在地。偷唐毅的银子，他们怎么敢的？那可是陛下赏赐给唐毅的银子，这要是让陛下知道了，那唐家还不得完蛋？爹，我们没有偷，唐毅冤枉我们，爹，你要给我们做主。唐昊连滚带爬到唐静面前，抓着唐静的手控诉唐毅，父亲宠爱他们，颠倒黑白，那是他们的强项。啪！结果他话没说完，唐静猛地抬手，一巴掌就甩在了唐昊的脸上，力道之重，当场将唐昊扇倒在地，半张脸都被扇肿了。混账，你还有脸喊冤？知不知道因为你们偷拿唐毅的银票，我今天差点就回不来了。听着唐静的怒吼，唐昊捂着脸当场就懵逼了，父亲竟然不听他狡辩，为了唐毅打他。唐画瞳孔也不由瞪大，满脸的难以置信。严双玉也是满脸震惊，瞪着蓄泪的双眼盯着唐静。以往无论对错，唐静都会站在他们这边，现在竟然为了唐毅打了唐昊，这上朝回来怎么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了？唐毅看着这一幕，脑袋也有些短路，这老头又在玩什么把戏？老爷，你怎么了？明明是小易要伤害画和浩，你怎么？严双玉眼一眨，眼泪簌簌而落。唐静现在正在火头上，见到严双玉为了袒护儿子，竟然又想在他面前搬弄是非，多年积累的不满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引爆了。他话没说完，唐静猛地抬手，一巴掌便向着严双玉的脸覆盖过去。啪！严双玉直接被一巴掌扇在地上，摔得四仰八叉。啊！剧烈的疼痛让严双玉不由惨叫出声。然而相比于疼痛，他此时最震撼最难以置信的是唐静竟然敢打他。
20年了，过去20年，只要他一落泪，这个男人便心软了。但现在他竟然为了唐毅而打他。老爷，严双玉委屈的眼泪罢了。无知妇人，你平时就是这么教儿子的？我唐家哪怕算不上豪族贵族，那也是书香门第，你竟然教他们偷盗，陷害他们的兄弟，你太让我失望了。知不知道，就因为他们偷盗，会给唐家带来灭顶之灾。唐静愤怒至极，看到金簪和地上的砚台碎片，他便猜测到事情的真相。但他并不是因为真相而愤怒，也不是要帮唐毅出头，他是做给唐毅看的，让唐毅消气的。否则唐昊唐化偷拿唐毅银子的事情传到皇帝的耳朵，那事情就严重了。唐化唐昊顿时目瞪口呆，这还是那个宠爱他们的爹吗？那个宠爱着他们的爹竟然在帮唐毅出头，他竟然在帮唐毅。上个早朝，爹还被换了。而严双玉见到怒火中烧的唐静，脸色速速变白，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能让唐静这么生气，肯定是唐化和唐毅从唐毅那里偷拿的银子有问题。可那不就是几张银票吗？几张银票还能让唐家有灭顶之灾？唐毅也猜到了大概，应该是当日买尸的那个中年男人身份不简单，现在看来不仅不简单，而且在朝中位高权重，而且他极有可能是唐静的政敌。所以查到他和唐英的身份后，直接告诉了皇帝。然后皇帝在今日才找了唐静谈话，对唐静就是一阵阴阳。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皇帝还真有点意思啊。看这情况，应该也是个老鹰屁。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凭借这些消息，他可以全方位拿捏唐家众人。好了，唐侍郎，戏就别演了。唐毅早就看穿唐静拙劣的演技了，他冷笑一声道：放心，我没那么闲，要将事情闹大，但前提是把我的银子还给我，5000两，少一文都不行。唐静闻言这才松了口气，他看向严双玉，冷声道：银子给他。严双玉面色僵住，唐化和唐昊脸色也很不自然。怎么有问题？唐静盯着严双玉，双眸又冷了几分。严双玉都快急哭了。老爷，唐家现在没银子了，小姨要5000两，我上哪找5000两去？唐静听到这话，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他稳住身形，目光难以置信地盯着严双玉。银子呢？我明明记得柳如玉过世的时候，清账下来唐家还有5万两银子可用，这才多久？你说没银子了？唐毅脸上也带着冷意。5万两，那是母亲留给他和唐英的。但这个女人掌管唐家后，如同暴发户一般，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甚至严双玉刚掌家的那段时间，唐昊和唐化身上揣的银票就没有低于3000两过。老爷，唐家这段时间生意不景气，加上世家往来随礼以及府上的各种开销，唐家现在的确没有太多银两了。严双玉低声解释，眼泪哗啦。我见犹怜。但他此时已经镇定下来，所谓的危机其实就是唐毅而已，只要稳住唐毅，皇帝就算有怒火也不会说什么，毕竟这是臣子的家事。你唐静想要一个耳光直接扇过去，却硬生生忍住，差点气晕了。败家娘们，5万两银子，他才进这个家门多久就没了？不知怎地，此时的他忽然有些想念亡妻。如果柳如玉还在的话，断不可能出这种事。老爷，虽然唐家没钱了，但我们可以用一家店铺抵押给小易。见唐静脸色越发难看，严双玉急忙看向唐毅道：小易，你看这样如何？唐家拿出一家店铺给你，店铺可以从唐家独立出去，以后的收益都归你所有，不入府库，怎么样？以资抵债，可以是可以，但现在就唐家这半死不活的样子，唐家店铺能值几个钱？唐二夫人想得真美好，一间店铺就想将我打发了。唐毅直接竖起了5根手指道：想要拿店铺抵债可以，但我要这个数。闻言，严双玉面色骤冷，刚从京剧中回过神的唐昊当场跳了起来：5间，你怎么不去抢？唐毅淡淡瞥了唐昊：5间，你也太瞧不起我了，我说的是50间，这才叫抢，你疯了？唐家店铺总共也不过20间，哪里来的50间给你？严双玉声音都尖锐起来，难以保持白莲花的状态了。刚对柳如玉生出一丝怀念的唐静，听到这话，瞬间又脸色铁青，冷冷地盯着唐毅，恨他趁火打劫。逆子，你不要得寸进尺，5间店铺哪怕卖了也有不少钱了。逆子，呵呵，就冲堂侍郎这个称呼，50间店铺或者5000两现银，我今天还非要不可了。唐毅冷笑一声道：安然，你们可以不同意，但我保证，只要我没死，今天之内必到宫门前跪求觐见陛下。所以唐侍郎，我劝你最好想清楚，是你的前途重要，还是店铺和银两重要？唐毅说完，没有理会唐家众人，冲着躲在门后的唐英招了招手，将唐英叫了过来，在他耳中低声说了2句，开始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唐英大眼睛顿时瞪大，随即重点了点头，转身回屋里。严双玉以为唐毅和唐英又在耍什么阴谋，一咬牙道：50间店铺唐家没有，但可以将朱雀街的迎客酒楼转给你。迎客楼地段好，单论价值超过5万两，现在抵5000两转给你，可行？唐化和唐昊顿时脸色大变，就连唐静也不由猛地皱眉。朱雀街的迎客酒楼价值5万两或许夸张，但是抵个几10间店铺可是绰绰有余。母亲，
您这……唐画焦急开口，然而不等他说完，严双玉立刻给了他一个眼色，接着看向唐毅道：“只不过迎客酒楼对面就是天香楼，现在我该抵给你的已经给你了，就看你敢不敢要了。”听到这话，唐画猛然反应过来，唐昊的眼睛也顿时亮起，哈哈，母亲高啊！自打天香楼出现后，迎客楼的生意就变得极差。迎客楼毕竟是唐毅母亲留下的资产，如果唐毅接手，以他的性格必然不会出售，那么他就得想方设法让迎客楼生意回暖，届时肯定和迎客楼对面的天香楼抢生意。而天香楼的背后可是长公主府，要是唐毅一不小心得罪长公主，那神仙都救不了他。谁不知道长公主可是京都赫赫有名的毒寡妇？唐毅本来开出50间的天价，就是有和严双玉讨价还价的余地，从一家店铺谈到了一家酒楼，这个价码唐毅已经很满意了。尽管他的对面是天香楼，沉吟了一下，唐毅眯眼道：“有何不敢？毕竟我不像你的2个蠢货儿子，连经营酒楼都不会。”严双玉大怒：“唐毅双手抱在胸前，冷冷打断：“别忘记我之前说的话，契约必须得唐画和唐昊跪着递给我，还有唐侍郎、唐二夫人，你们2位也得给我弯腰道歉。诬陷我偷盗银子，一句道歉都没有。以前的我也许就忍了，但现在在我这里过不去。”唐静、严双玉以及唐画、唐昊都猛地抬起头，脸色冰冷地盯着唐毅：“唐毅，你别太过分了！”唐画沉声怒吼：“他是金榜第一，要跪着给唐毅道歉，开什么玩笑？还是那句话，你们可以选择拒绝，我现在就去皇宫大门跪着求见陛下。”唐毅目光盯着唐静，淡淡道：“我想唐侍郎应该不想闹得这么大吧？”唐静怒火中烧，唐毅敢让他道歉，那是大不孝。但闭着眼睛猛吸几口气后，他还是说道：“都按照他说的做，家丑不可外扬。父亲、老爷，我再说一遍，按他说的做。”唐画和严双玉很不甘心，却也不敢违抗唐静的命令。很快，严双玉的婢女就将酒楼契约拿过来，双方签了契约后，唐毅便站在几人的前方，背着双手淡淡看着手持协议过来，面色狰狞铁青的唐画和唐昊：“唐毅，这是酒楼协议，请你收下。”2人重跪在唐毅面前，屈辱的眼睛都红了。以前都是他们强迫唐毅下跪，现在他们却不得不跪在唐毅面前，何等讽刺！唐毅，银票的事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唐静和严双玉站在唐画和唐昊身后，这时也微微弯腰道歉。然而在他们弯腰的那一瞬间，唐毅抓过唐画手中的契约，然后侧身躲开了，露出了躲在他身后的唐英。此时的唐英双手正抱着一副简陋的牌位，正是母亲柳如玉的牌位。见到柳如玉的牌位，唐静脸色大变，严双玉面色扭曲，唐画和唐昊也都瞬间蹦了起来，气得暴跳如雷。唐毅，唐家众人暴怒：“嘘，别吵吵！”唐毅却竖起一根手指在唇边，示意他们噤声：“这是你们欠我娘的，我只是替她收了一点点利息而已，别急，接下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好玩，现在你们可以滚了。”唐毅没有看唐静等人一眼，拉着唐英转身回了屋。哐，门重重关上。唐毅，你放肆！许久，唐静暴怒的声音才在院中传开。与此同时，状元街下朝之后，很多官员都直扑状元街而来。武将自然是要一览诗仙风采，文臣是要将这帮武将大忙的斯文败类抓出来，好好的修理一番。我去，那是谁？那是左骁卫大将军苏定坤吧？哎呀，那是户部尚书刘文刘大人吧？这什么风将他吹过来了？天啊，那是孔太傅，是咱文坛泰斗啊！他老人家怎么也亲自来状元街了？他们都是来找诗仙的。我操，该不会是昨日在门口卖诗的那2个小乞丐吧？难道他卖的那首诗真是好诗？是好诗，能流传万年的好诗。见到这么多大人物汇聚状元街，状元街当场就炸了。一个青年激动地跳上桌，大声道：“诸位，这就是诗仙昨日卖出去的那首词，名字叫《满江红点精忠报国》。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此时周围已经围过来了很多人，听着青年慷慨激昂地念出这首词，只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短短100余字的词，却气势恢宏，大气磅礴，气吞山河。我靠，不愧是诗仙，服了！妈的，昨天我还问他师从何人，质疑他，这是往自己的脸上甩巴掌。靖康耻，犹未雪，那是我大燕所有人的耻辱，岂能不雪？整条状元街都沸腾了，都被满江红的雄心壮志所折服，所有人都激动不已。难怪那些大人物坐不住了，一首诗词能影响国家走向，这谁坐得住？该死的，那家伙是谁？人群中，户部尚书刘温指着桌上的少年气到跳脚。这首词他们已经封锁了，还没从宫里传出来，结果现在却被人大肆渲染。我要没看错，那应该是狄仓那老混蛋的讣文。有人咬牙切齿道：“
听到这话，一群文官都气炸了。老贼无耻，我等定不与你甘休。查出来了吗？那诗仙到底是谁？刘温声音冰冷。没查出来，所有线索都断了。刑部侍郎赵克摇了摇头，看来是宫里那位插手了。只有宫里那位插手才能干净利落抹掉痕迹。闻言，一群大臣再度磨牙。陛下，你也无耻啊！那就守株待兔，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刘温看着沸腾的状元街，眼底有冷光。不为我所用，必被我所杀。这种人不能留给那些粗鄙武夫，否则就是我等的笑话。此人绝对不可留。翌日，唐毅带着唐英出了唐家，叫了一辆马车前往状元街。结果刚到状元街，就看到整条街被围得水泄不通，两人都傻眼了。这才2天没来，状元街竟然这么繁华了。来，诗仙摊位，正宗的诗仙摊位。诸位，当日诗仙就是在这写下“满江红”了，在下不才，贺诗仙乃是8拜之交。滚蛋！你和诗仙8拜之交，那我是谁？喧嚣声不断传来，甚至很多人还撸着袖子干起了架。唐毅和唐英相视一眼，唐英瞪着一双大眼睛：“哥，你摊上事了。”唐毅抬头重新看了一眼状元街，才发现当日卖诗画的摊位，现在清一色都在卖满江红，连招牌都是清一色显目的诗仙摊位，有水墨画版的，有行书版的，有草书版的，都号称正宗的诗仙手记。我擦，你妹，侵权了呀！唐毅顿时就火了，妈的，2天没出来，错过这泼天的富贵了，让这群狗贼蹭了一波大流量。兄弟，需要满江红原版吗？我这里有当日诗仙手写满江红的原稿，10两给你了。耳边有声音传来，唐毅扭头看去，就看到身侧站着一个小贩，正贼兮兮的从怀中掏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写的俨然就是满江红。唐毅当时都给气乐了，你手中的满江红是原本，那你大爷的搞得像是非法交易一样，诗仙就这么见不得人吗？唐毅黑着脸想要打人了。唐英捂着嘴，差点忍不住捧腹大笑，不得了了，再这样下去，哥哥要被玩坏了呀！兄弟，诗仙他老人家不想暴露身份，实不相瞒，我和诗仙很熟。小贩挤眉弄眼，唐毅一脚就踹了过去，滚！熟？我认识你吗？赶走小贩。唐毅揉了揉眉心，唐英牵着他的手道：“哥哥，咱们还要卖诗吗？现在卖诗会不会被人打？现在状元街中估计全部是诗仙了，敢自称诗仙的估计都被打残了。”唐毅头疼，他也没想到岳飞的《满江红》竟然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也对，虽说大言文坛兴盛，但这几年还真没出过什么好诗好词。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坛被一群老家伙掌控，各种学派流派门槛固化，搞得现在大言文坛暮气沉沉的，没有太大的活力。出世的诗词不是跟风，就是强拼硬凑出来的，要么就是各种舔，没有半点自主思想了。一首大气磅礴的《满江红》写尽了男人的雄心壮志，怎能不让人动容？卖危机和机遇共存，不能畏畏缩缩。唐毅沉吟了下，还是决定拼一把。这天大的流量不能只便宜了这些商贩，他也要蹭点自己的流量，说不定一首诗能卖出天价呢。现在酒楼虽然到手了，但是已经临近倒闭，没有钱酒楼根本就盘不活，更别说还需要重新装修。哥，加油，我在外面等你。唐英看着拥挤的人群，下意识缩了缩脖子，还是不进去了。等下哥哥身份要是暴露了，肯定引起大轰动，会连累。我不能连累哥哥。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脱离你的视线范围，同时给你把风。唐英双手捧在胸前，可怜兮兮的眨巴着大眼睛，保证。唐毅看着唐英向后退，黑着脸，差点忍不住给他一板栗。经过几日的调养，这小妮子在他面前已经渐渐恢复活泼，就是太气人了。当然，只是在他面前，面对严双玉和唐静，他依旧畏惧。滚！你大爷的，敢糊弄老子，老子打死你！这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阵骚乱。唐毅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老乞丐正被一个穿着警服的青年带着护卫噼里啪啦的走出状元街。老东西，没点本事还敢出来招摇撞骗？你是诗仙的弟弟慈仙，人家诗仙不过20岁，你特娘的都快50岁了。唐毅和唐英相视一眼，都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太残暴了。哥，那打人的家伙一看就是有钱人，卖给他。唐英手指着刚才殴打老乞丐的青年，开口说道：“这家伙既然被乞丐爷爷给骗了，那说明他很好骗，可以降低哥哥的难度。行，你在这等着，我过去找他聊聊。”唐毅挥了挥手，向前走去。白衣青年还在骂骂咧咧的，唐毅笑着拱手道：“兄台，可是要买诗词，在下有一诗。”滚蛋去！梁少现在烦躁着呢，他自诩聪明，结果被老乞丐骗了100两，写的诗却狗屁不通。他原本正在和一个青楼花魁拍拖，让他写一首美女诗哄人家开心，结果老家伙张口就来：“哎呦美女哟，你的胸好大，屁股那么翘，看得老夫心痒痒你妈。”这种话他要在青楼说出，会被喷成孙子好吧？结果刚教训完老乞丐，竟然还有人敢来骗他，老子看上去像冤大头吗？谁都想坑一下我。梁少冷哼一声，目光落在唐毅的脸上，随即一愣：“等等，我怎么感觉你有点面熟啊？”哦，想起来了，你是。梁少一把抓住唐毅的手，满脸激动。唐毅脸色瞬间变了：“我那天惨不忍睹，脏兮兮的，现在换上
这身行头算得上是焕然一新了，这都还能被认出来，这不科学啊！啪！梁少的话没说完，唐毅瞬间反抓住他的手。诗仙在这，真正的诗仙在这，我抓住诗仙了！唐毅高高举起梁少的手，大声道：“我听到诗仙的感慨了。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才是诗仙，这才是真正的诗仙。”周围的人原本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唐毅的话，诗仙他们今日都打趴下不下100个了。结果听到一句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有人眼睛齐齐亮起，齐刷刷的转过头，盯着梁少的目光都炙热起来。没错，是诗仙，诗仙才有这种水平。诗仙，给我赋诗一首，我出千两。诗仙，我家小姐对你倾慕依旧，特邀你一叙。诗仙，哈哈，老子可逮住你了！顷刻间，整条状元街的人都围了过来，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梁少，诗仙，谁他妈是诗仙了？唐毅，你大爷！老子就想和你打个招呼，你竟敢如此害我！唐毅，你大爷！你给老子等着！梁少破口大骂，挣脱唐毅转身就逃。少爷，我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群人都追着少爷？一群护卫还在殴打蜷缩在地上的乞丐，看到整条街的人都在追自家少爷，瞬间全都懵逼了。诗仙，少爷自都认不全，怎么就成诗仙了？诗仙，你别跑，给我赋诗一首。唐毅也在追，他其实不想追的。梁少开口叫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知道是自己误会了。但唐英在梁少的前方撒丫子狂奔，逼得他不得不跟着追过去，不然这妮子被人群冲散，后果不堪设想。这事闹的误会大了呀！而且从前身的记忆中，他知道梁少和前身是好友，只是母亲过世后延双玉上位，想要扶持唐化而杜绝他和梁少等人见面，这也就导致唐毅和梁少已经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没见了。当时青涩的少年如今已经常开，两人也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彼此，这才有了误会。你们特妈别追了，老子不是诗仙，老子是诗仙大祖宗！梁少怒吼，看到身后跟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他差点都吓尿了，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你不是诗仙，你跑什么？有人怒吼，你们特妈不追我，我能跑吗？梁少直接回怼，别听他胡说，他就是诗仙，前方的小孩就是证据。有人直接指着唐英大声说道。果然见到唐英，众人都更加激动了。没错，是诗仙无疑了。当日诗仙就是带着个孩子一起摆摊卖诗的。啪！唐毅抬手捂脸，兄弟，不是我不解释，现在是根本解释不清了呀。坏哥哥，你要害死婴儿了。唐英跑在最前方，这时大眼睛中都是泪，他这小短腿怎么可能跑得过大人的大长腿吗？好在跑过半条街，他看到了一条细小的巷子，直接就窜了进去。梁少不知道他的身份，自然只能往前狂奔，一群人也从巷口外追了过去，而哥哥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巷口，正双手撑着膝盖，假装大口大口喘气。哥，那是梁家哥哥，他不会有事吧？唐英认识梁少的，之前哥哥被禁足，梁少带着人来找过哥哥几次，还给他带来了好多好吃的，但都被二哥抢了，应该可能大概也许不会有事。唐毅看了一眼黑压压望不到头的人群，道：你在这里找个位置躲一下，我得去救一下那家伙，免得发生意外，大不了就暴露诗仙的身份呗。放心吧，前面有人帮他，不会有事。这时一道略显冰冷的声音传来，唐毅下意识将唐英护在身后，就看到站在前方的是个铁塔一般的男人，是当日买诗的中年男人的护卫。男人看向唐毅，微微颔首道：走吧，我家主人要见你，已经等了很久了。唐毅知道中年男人的身份不简单，恐怕是朝中的某个大人物，不然满江红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他出手，那梁少的安全应该没有问题了。好，劳烦带路。唐毅抱着唐英跟在了赵虎身后。这时一辆双辕青铜马车正在唐毅对面缓缓驶来，马车车帘掀起半角，车中坐着的正是容颜倾城的孔诗兰。此时的他眉头微皱，看着唐毅的目光充满困惑。他来状元街原本是来碰碰运气，看下能不能碰到那所谓的诗仙。他想邀请其参加沈园诗会，能写出《满江红》这种旷世诗词的人物，压制唐化应该没有问题。结果诗仙没有遇到，倒让他见到了唐毅兄妹。和当日他上门相比，唐毅和唐英的精气神好得太多了。看着两人站在状元街口纠结斗嘴的样子，说实话那一幕挺温馨的，只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大跌眼镜。总之不知道唐毅是不是为那被殴打的老乞丐出头，竟然逮住平远博世子大叫诗仙，然后整条街就乱套了。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秋儿也在盯着唐毅，美眸很激动，小姐这是好事耶，没想到小姐要找的诗仙竟然被唐少爷给找出来了。孔诗兰看了一眼秋儿，抬手在她的额头弹了一下唇。秋儿揉了揉额头道：小姐，难道诗仙不是唐少爷说的那个人？不会吧，可是那两句诗好有水平啊。孔诗兰眉头微皱，是啊，这两句诗很有水平，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可问题是这两句诗不可能出自梁少之手，那家伙就是京都出了名的败家子，他懂得作诗才是见鬼，那就只能是出自唐毅。难道他就是诗仙？不可能吧，这家伙都没在学院结业，加上一直遭到严双玉的打压，恐怕连字都认不全。
他会是诗仙。孔世兰抬手揉了揉眉心，忽然觉得对唐毅还是缺少了解，需要重新调查一下了。只是等他从沉思中回过神，街上已经没有了唐毅的影子。半刻钟后，唐毅跟着赵虎来到了状元街外的一家酒楼。进入房间，唐毅便看到包厢中除了当日买诗的中年男人，还有2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而除了当日买诗的中年男人外，那2个老者唐毅都认识。他连忙将唐英放下来，拱手道：“见过狄老将军，见过福王爷。狄苍是大言的大将军，可以说是大言军界的定海神针，前身自幼那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能不认识吗？至于福王，是先皇的哥哥，当今皇帝的伯父，年轻时也是风云人物，曾经以一张嘴忽悠瘸了东隅的10万大军。可惜哪怕有这2个风云人物在，大言依旧没有躲过靖康耻。先帝、先皇后都被北狄人凌辱致死。小子，你就是那个小诗仙，好，诗写得好，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狄苍竖起大拇指，对这个礼貌的小家伙当时就充满好感。唐毅微怔，老王爷见到他脸上的疑惑，笑着解释道：“你的一手《满江红》坚定了陛下和北狄开战的意志，让早就磨刀霍霍的武将看到了希望。原来是这样，难怪《满江红》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唐毅嘴角微微抽搐，那惨了，那群文官不得恨死我啊！见过狄爷爷，见过福王爷爷。唐英跪在地上，直接磕头行礼。软糯糯的声音将狄苍和老王爷的思绪拉了过来。看到跪在地上精致的小女孩，心都快融化了。好孩子，来爷爷这里。狄苍立即向着唐英伸出手。滚开，就你那双刀一样的手，别伤到孩子。福王打掉狄苍的手，慈祥看向唐英，来，小家伙，来福王爷爷这里，爷爷这里有好吃的。怎么地，老东西，要打一架？2个老者当场就争上了。见到2个老者撸着袖子要干架，唐英立即搬着一个椅子跑到2人中间，眨着一双大眼睛道：“爷爷，我坐这里。”2个老头立即休战，各种好吃的都摆到了唐英的面前。怎么，就我寂寂无名，让你心里都不羡？颜文帝有些不满，抬手敲了敲桌子。唐毅有些尴尬，道：“晚辈唐毅，还不知道大叔怎么称呼？我叫萧策，你可以叫我萧叔。”颜文帝直接报出自己名字。沉雕寺赵虎脸色顿时都变了。陛下，你怎么连化名都不用，直接报出自己的真名啊？直接叫你的名讳，那可是大不敬。萧策，唐毅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线索，他也就没有太在意，恭敬行礼，见过萧叔，还得先谢萧叔了。要不是萧叔出手，估计现在唐家大门现在都被人踏平了。唐毅不是傻子，满江红闹得这么大，惊动了满朝文武，想要查出他的身份轻而易举，但现在他诗仙的身份没人发现，只能说明有一股未知的力量干预了。而他认识的并且有这个实力的，就只有眼前这男人。得感谢你自己，那天像个乞丐一样，没什么人认出你的身份，我才有操作空间。颜文帝有些烦躁地挥了挥手，道：“今日不买诗，朕真的很烦呢。已经决定要打了，但是北狄骑兵已经吓破很多人的胆了。我想听听你有没有对付北狄骑兵的法子。”唐毅指了指自己，愕然道：“萧叔，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这种事你怎么问我呢？狄老将军和老王爷都在这里呢，他们可是前辈，我哪敢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唐毅无语，再说这是国事，万一这种事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小子，朝廷已经决定要打了，但是依旧有很多人反对，陛下为这事烦着呢。狄苍给唐英剔掉鱼刺，将鱼肉放到唐英的碗中，道：“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就是了，再说只是闲聊。”颜文帝也是瞪了唐毅一眼，道：“惊到了吧？闲聊而已，你怕什么？”唐毅笑道：“那对付骑兵的话，当然是马克沁重机枪了。”颜文帝、狄苍齐齐抬起头：“马克什么枪？可没啥，开个玩笑。”唐毅坐了下来，沉吟了一下，道：“这个时代要对付骑兵，方法其实很多，譬如打造陌刀、勾连枪，然后组织敢死队，下砍马腿，上挑骑兵。但这需要军队有很强的素质和勇气。咱们大言的军队，说实话做不到。”颜文帝想要反驳，话到嘴边成了一声轻叹。要是军队有这种素质，哪里还有靖康耻？所以只能在武器上下功夫。而对付骑兵最好的武器就是弓弩，但咱们的弓射程太近，杀伤力也不够，往往射2波就被骑兵贴脸了。但我知道一种弓箭，复合弓，杀伤力大，射程远，对付骑兵绰绰有余。还有诸葛连弩，能一次性发出10几支箭，可以和复合弓搭配使用。唐毅侃侃而谈，狄苍和颜文帝相视一眼，眼中都有震惊。一直没说话的老王爷也抬起头打量着唐毅，这小家伙说什么？他还真有办法对付骑兵啊！复合弓、诸葛连弩，这都什么武器？没听说过呀！啪！狄苍一把捏住唐毅的肩膀，道：“有这种好东西，还不赶紧拿出来！”嘶！唐毅只觉得肩膀都碎了，疼得直抽冷气。老将军，你想要也得给我时间，让我把设计图画出来啊！你现在就要，我上哪里给你弄去？颜文帝拍掉狄苍的手，道：“那就先画出来，刚好老王爷要出城巡查几天，画出来后让人送到老王爷手中，尽快让军中迅速打造出来，日夜赶工，先赶一批出来试试效果。”老王爷点点头，道：“只要图纸出来，这件事我亲自抓，只要能杀北狄狗，
赔上我这条老命都可以。老王爷脸上带着狠戾，狄仓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颜文帝也是轻叹了一口气。他们都是靖康耻的经历者，都有亲人死在那场劫难中。老王爷的妻儿就是在那场劫难中离世，那种绝望而羞辱的画面，他们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唐毅察觉到气氛凝重，只是不知道当年的事，只好保持沉默。唐英看到刚刚对自己和蔼的老人，现在满身的杀气，连忙将面前的烧鸡推到老王爷的面前。爷爷你吃，爷爷不要死，要长命百岁。他不知道仇恨，就算哥哥以前被大哥二哥欺负的半死，他也只是愤怒而已。但是他对饥饿有着极度的恐惧，以为只要吃饱了就不会死。一句话让老王爷当场老泪纵横。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战争，他的儿子不战死，他孙女应该也是这般大了吧。好，爷爷吃，爷爷也不会死。老王爷亲手掰下一根鸡腿给唐英，自己撕下一根鸡翅塞进嘴里道：爷爷要活着，看着我大言拿儿，血洗当年之耻。颜文帝闻言脸色有些黯然，他何尝不想雪耻呢？但当年那一战已经将大言的脊梁打折了，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跪着生就可以不用死了。可是他们忘记了，他是皇帝，大言的皇帝，他不是傀儡。萧叔，既然是闲聊，那有些话我就直说了。唐毅由于前世的职业习惯，这几日从唐静的书房中拿了不少的资料和舆图，大概了解了北境的局势。这几日闲着无聊，我研究了一下北狄和咱们打过的仗，发现他们对大言发起战争，大多都是为了掠夺过冬物资，大部分是在大言秋收时开战，少部分则是冬季过不下去的时候才开战。可现在咱大言秋收过去1个多月了，他们还只是陈兵边境，并没有开战的迹象，这不合理。要说他们想等到冬季再开战，那现在集结几10万兵马等几个月，人吃马嚼都得耗死他北狄，更不合理。我觉得北狄可能是和东虞联手，企图分割北境了。他不是胡诌，而是研究过后觉得最有可能的结果，否则没办法解释北狄这反常的举动。然而听到他的话，狄仓却笑了：哟呵，小子，你还研究军事呢？想法是好的，不过北狄是不可能和东虞联手的。你见过老虎需要联合麋鹿捕猎吗？大言和东虞都是人家桌上的菜。颜文帝嘴角也有了笑容，道：东虞现在内部矛盾重重，没时间和北狄掺和，而且东虞刚刚和大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丞相范雍回乡祭祖，其实暗地里就是为了和东虞签订这条约。所以就像老将军说的，东虞和大言在北狄眼中都是菜，现在没开战，那是因为人家根本就不屑我们的防御。老王爷看了唐毅一眼，皱眉道：本王倒是觉得小唐说的有理，还是让东虞的暗谍查一下吧。颜文帝和老将军相视一眼，笑着点头。年轻人能多想是好事，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吗？唐毅挠了挠头，笑道：都说了闲聊嘛，你们就别逮着我的话头不依不饶了。话是这么说，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猜测，北狄陈兵边境是为了策应东虞军队的行动，因为只要东虞军队出其不意攻下雍城关，就能将北境和京都分割开，到时候北境就是案板上的肉。如果他是将领，他就会这么做。打仗这玩意儿就是打一个信息认知。老梁说东虞内部矛盾严重，没时间和北狄掺和，但他觉得恰好相反，解决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对外战争。曾经的畜生小日子就是这么干的。好了，不聊那些糟心事了，聊一点私事。狄仓靠过来，冲着唐毅挤眉弄眼：小子，你不知道你那手《满江红》对那群文官造成多大的打击，现在想想他们的脸，老子都觉得解气，但那不太合老夫的心境，你再给老夫来一手，让老夫好好气气那群软骨头。颜文帝端着茶杯，也笑着看向唐毅，今日他不买诗，就是因为狄仓要买。这老家伙在宫里差点将他烦个半死，不然他会将这老家伙带来见唐毅。符合老将军心境的诗还真有，辛弃疾的破阵子不就是吗？只是唐毅还没说话，唐英稚嫩的声音已经响起：爷爷，先付钱。我哥哥说了，买诗可以，先付钱。唐毅嘴角猛地抽搐了下：妹啊，那是因为当时咱们没有选择，怕被骗了，但现在咱面前的是2个皇族成员，一个威震天下的大将军，他们会赖账吗？而且你哥有求大将军啊。可老将军童言无忌。唐毅还想挽救下，老将军已经将500两银子拍在他的手中。哈哈，小姑娘说的对，先给钱，连你萧叔都没例外，老夫也不能例外。老家伙愣着干嘛？笔墨伺候啊！老将军直接冲着陈雕四怒吼。很快陈雕四便找来了纸笔。老将军，你是真连点拒绝的余地都不给我呀？唐毅毛笔沾墨，挥笔边写边道：老将军，话先说好啊，我要是写的不好，银子我就不要了；我要是写得好，我需要老将军帮我在将军府打造个训练场。我现在身体太虚，给自己打造了一套训练方式，但唐家场地有限，没办法放开练。将军府有点兵教场，借我折腾一段时间。话说完，一手破阵子为敌老将军壮词以继之，便写完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好吗？唐毅刚收笔，
老将军便迫不及待抢过纸张，将词念了出来。他水平并不高，别看前2日早朝闹得贼凶，那特妈都是装出来的。所以他念完这一首诗，虽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还是说不出好不好。下意识求助看向颜文帝和老王爷，结果却看到颜文帝手中的茶杯吧嗒一声掉在地上，老王爷手里的鸡翅膀也掉在地上了。好吧，确定了，这是一首好诗，这词足以和《满江红》相媲美，便宜你这老匹夫了。颜文帝有些吃味，特别是看到破阵子为敌老将军壮词以继之这几个大字，只觉得那是相当刺眼。先不说你狄仓算不算大言名将，单凭这首词，你狄仓就足够名垂千古了。老王爷看向唐毅，指尖下意识颤抖起来，看得出来他此时也很异动，很想让唐毅也给自己写一首，但想想还是忍住了，万一写的没狄仓这首好，那这老东西尾巴不得翘上天了。哈哈，这样我就放心了，老子等下要去状元街，老子要好好的气气那群老贼。哈哈哈！狄仓抬手拍着唐毅的肩膀，大笑道：“小子，不就是建个训练场吗？你想建什么随便建，随你折腾。”唐毅连忙站起拱手道：“行，那就多谢老将军了。老将军、萧叔、老王爷，要没什么事，我先告辞了。”唐毅再度拱了拱手，带着唐英离开酒楼。只是临出酒楼，唐英挣脱唐毅的手，跑到颜文帝的身边跪了下来，恭恭敬敬行了一礼。因儿还没给叔叔行礼，因儿拜见萧叔叔，萧叔叔好。颜文帝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好个聪明的小丫头，这一声叔叔叫的我都不敢白接啊！女孩子给银子太俗气，那叔叔便送你一块玉佩吧。”颜文帝将唐英抱了起来，摘下腰间的玉佩挂在了唐英的腰上。见到这一幕，老王爷、狄仓、陈雕寺等人脸色都变了。那是皇帝的随身玉佩，象征着皇族身份啊！陛下竟然就这样送给了唐英，但几人都不敢声张，不然会暴露颜文帝的身份。唐英没敢接，回头看向唐毅，唐毅嘴角也在轻微抽搐。他知道唐英单纯只是想给萧叔行个礼，毕竟之前给狄老将军和老王爷行了大礼，不能少了萧策。可问题是这么一搞，搞得像是他故意让妹妹去要好处一样。唐毅刚想开口拒绝，颜文帝冷哼一声道：“关他屁事，这是我送给英英的，英英不用管你哥，你喜欢就好。”唐英扭着小腰转了一圈，玉佩一晃一晃的，很好看脸。谢谢萧叔叔。行了礼，小丫头一蹦一跳回到唐毅的身边，牵着唐毅往外走。唐毅只能尴尬告退。看着唐毅牵着一蹦一跳的唐英离开的背影，颜文帝、老将军、老王爷3人脸上的笑容便渐渐敛了下去。妈的，唐静这王八蛋真不是个东西！呸！老将军往地面吐了口唾沫，满脸嫌弃。狄仓很瞧不起唐静，这要是他的儿孙这么成器，他做梦都得笑醒。结果唐静这老东西竟然对唐毅弃之如敝屣，真不知道他那个阴险的大儿子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唐静那边我已经敲打过了，就看唐静懂不懂朕的心思了。他的心思要是一股脑都在大儿子身上，那朕也帮不了他。颜文帝轻叹口气，这个少年的确很让他欣赏，但欣赏归欣赏，他也不能插手臣子的家事。要是唐静不能理会他的意思，依旧和唐毅对着干，那将来后悔的必定是这老东西。这小子是个人才，陛下为何不直接培养？老王爷有些疑惑地看向颜文帝，皇帝既然这么喜欢唐毅，直接给他个官做做，培养成心腹不就可以了？还不是时候，火候还不到。颜文帝摇头，随即颜文帝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笑道：“再等等吧，现在他诗仙的身份，目前就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而孔家那妮子为了阻止朕指婚，自己要搞个什么沈园诗会，朕倒是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老王爷和狄仓愣了一下，就明白了颜文帝的意思。如今科考刚过，金榜题名的学子都在等朝廷给补缺的机会，要是直接让唐毅做官，肯定会让天下学子所不满。但如果唐毅能在沈园诗会力压所有人，名动天下，那就不会有问题了。哎呀，最烦这些弯弯绕绕了，让人头晕，直接一点不好吗？狄仓烦躁地挥了挥手，转身就往外走，随你们怎么玩吧，老臣先不和你们聊了，哈哈，老夫先去状元街采那群老家伙去。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比采那群文官更带劲？状元街。此时追了梁少一路的各家仆从也都相继回到了状元街汇报。户部尚书刘温、刑部侍郎赵克等人听完下人的汇报，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了。梁少、平远伯的败家儿子，大字都不识几个，你们是怎么将他错认成那个能写《满江红》的斯文败类的？刘温脸色铁青，敢给武将写诗词的文人都是斯文败类。更丢人的是，动用权力找了2天，没有将这败类找出来就算了，今日还被人给耍了。是有人说他是诗仙，而且还抛出了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样的名句，所以大家才对他深信不疑。赵科冷声说道：“他堂堂刑部侍郎，审案查案的高手，竟然连这种小手段都没看穿，就那么被人给耍了。这诗不是出自梁少之手，应该是那个冤枉他的人，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唐静沉声说道：“只有那个写《满江红》的诗仙才有这种水平，而他们竟然让那家伙在眼皮地下溜了。”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愤怒，唐静问道：“查了吗？这么多人看着，总不能连当时和梁少接触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吧？”话落，唐静便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
目光都极为怪异。和我有关？唐静心头猛地一跳，总不能诗仙是他的画吧？赵可冷笑一声道：“我问了那个被梁少收拾的老乞丐，他说梁少在逃跑的时候骂了一句唐毅。你大爷！唐毅那个懦弱的家伙，不可能，不会是他的。”唐静没有半点犹豫，几乎下意识地否定不会是他。我这儿子懦弱无能，在我大儿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能有心气写这等事？即便有心气，他也没那份能力。今日他来状元街，应该也是为了买事儿来。孔家即将要举行的沈园诗会，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唐毅正在为沈园诗会做准备。废话，我们自然知道不可能是唐毅，不然你觉得大家还能心平气和和你坐在这里？刘温冷哼，众人也在冷笑。诗仙真要是唐毅，现在早连你唐静一起收拾了。哈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诗仙又有新作了。这是小诗仙给老夫写的词，哈哈，这可是一首不输《满江红》的诗词。这时，状元街上忽然传来了狄仓浑厚的声音。唐静众人齐抬头看去，果然看到狄仓正龙行虎步走进了状元街。而听到他的话，众人脸色都阴沉下来。不可能吧？他们找了2天都没找到的小诗仙，狄仓不用找就找到了，而且还亲自给狄仓赋诗一首。这斯文败类，真想和武将一条道走到黑吗？诗仙又有新作了？真的假的？老将军，现在整条状元街至少100多个自称诗仙的人呢，你老别上当了呀！刚刚追一个假诗仙10余里，别不是又是假的吧？状元街无数人都向着狄仓围过来，都在议论纷纷，没有几个人相信狄仓的话，因为他们刚刚上过当，追了一个纨绔子弟整整10条街，最后还给追丢了。放心，老夫的手中的词绝对是小诗仙的真迹。行吧，今天老夫大发慈悲，让你们赏析下小诗仙送给我的词。老将军虽然老了，但武艺高强，身体灵活，双脚在地上一踏，整个人便凌空跃起，轻松跳上了状元街的屋顶。随即摊开手中的纸张，洪钟一般的声音传遍全场。词名：破阵子，为敌老将军壮词所记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整条状元街原本嘈杂无比，然而随着老将军的声音响起，整条状元街便渐渐安静了下来。醉里挑灯看剑，开篇短短6个字，便将一个苦闷、忧思到独自喝闷酒的武将刻画得淋漓尽致。喝醉了却不睡觉，反而挑灯看剑，估计落寞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后面视线直接拉到军营，将军营的生活、战场的壮阔都写到了极致，那是何等的气吞山河。然而将军收复山河的初心未改，却已经满头白发，何等悲凉。如此比例，除了诗仙，谁还有这本事？因此老将军的已经念完了，但整条街依旧一片死寂，仿佛时间停止。茶楼中，唐静、刘温等一群人也都目瞪口呆，呼吸急促。这的确是一首好词，一首足以和《满江红》相媲美的词。可这2首词都是站在武将的角度写的，所以2首词都气势恢宏，大气磅礴。可这2首词都给了这些粗鄙武夫，简直暴殄天物啊！楼顶，老将军背着双手，意气风发，看着状元街震惊的众人，又看了一眼酒楼中咬牙切齿的刘温等大臣，他心头那是一个畅快。哈哈，你们平时不是很牛逼吗？平时左一句粗鄙武夫，右一句粗俗野人，现在傻眼了吧？当然，更让狄仓期待的是，要是这群家伙知道他们心心念念要找出来的小诗仙就是他们最看不上的唐毅，脸色还不知道有多精彩呢。诸位，老子就问你们，小诗仙为老夫量身打造的这首诗怎么样？狄仓按手挺胸，老脸上满是嘚瑟。听到他的话，状元街上静了一瞬，瞬间就爆炸了。老将军，这是一首绝世无双的好词，不愧是小诗仙，服了，不服都不行。老将军，小诗仙究竟是谁？能说说吗？刘温和唐静一群大臣看着状元街上沸腾的人群，气得脸色铁青，愤怒到发狂。他们还想将小诗仙揪出来凌迟，却没想到小诗仙反手就是一个巴掌，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打在了他们脸上，啪啪作响。他们讨厌狄仓这老匹夫，他却用一首词让狄仓给千古流芳了。他们心心念念想要千古留名的事，却让狄仓轻而易举做到了，这让很多大臣当场就破防了。啪！刘温怒火中烧，一巴掌拍在桌上，指着狄仓喝问：“老东西，小诗仙是谁？”狄仓抱着双手，鼻孔朝天：“小诗仙是谁？你们不配知道，好好享受吧，你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狄仓大笑一声，转身离开了。看着狄仓的背影，唐静、刘温一群人脸色阴沉至极。小诗仙必须尽快救出来，不然任由他这般胡搞，他们将会是整个大研的笑话。唐毅自然不知道自己抄的一首词引起了那群大臣多大的仇恨，这时的他正悠哉地带着唐英前往朱雀大街收酒楼。哥哥，我不是打击你，你这一壶酒真的为酒楼扬名？唐英看着唐毅手中提着的酒坛，大眼睛里满是怀疑。哥哥说这是绝世美酒，可他昨天明明见到这不过是哥哥用一车普通的酒煮出来的，叫什么白酒，名字听起来就很奇怪好吧？当然这将是咱们酒楼的招牌之一。唐毅扬了扬手中的蒸馏酒，这个时代的好酒
喝起来和水没太大区别，酒精度高达50的酒，在这个时代那才是真正的美酒。这是他用来给酒楼打广告用的。虽然酒楼还没正式开业，但广告打出去了，那开业的时候不至于太冷清。他可不想让严双玉母子看笑话。很快，马车在迎客楼外停下，从马车上跳下来，唐毅和唐英手牵着手就在风中凌乱了。左边是迎客楼，右边是天香楼，都是酒楼，却是两极分化。天香楼宾客络绎不绝，热闹不已，而迎客楼一个客人都没有。海爷，你行行好，千万别砸呀！真不是不将公主府放在眼里，是我们老板不在，我们说了不算啊。这时，酒楼中传来了争吵声，这是有人来找麻烦。唐毅眉头微皱，拉着唐英进了酒楼。刚进酒楼，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男人就见到了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立即指着唐毅道：“海爷，这位就是我们的新老板，唐家四少唐毅。海爷，你有什么话，直接找我们老板，我们老板说了算。”唐毅认识掌柜，是严双玉的一个远房表舅李有才，同时也是唐画和唐昊的头号狗腿。由于他经常去唐家，没少帮着唐画和唐昊欺凌前身。怎么回事？唐毅皱眉问道。前方是个穿着蓝衣的青年，而青年的身后还跟着两个身材魁梧肌肉炸裂的男人，看上去就不好惹。哦，你就是新任老板？青年打量了一下唐毅，笑道：“小老板，你怎么回事？报名参加我天香楼举办的斗酒大会，却给我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酒，是觉得我天香楼好糊弄吗？”融合前身记忆后，唐毅瞬间明白了这斗酒大会是怎么回事。斗酒大会每年由天香楼主持，京都各大酒楼和酒商参与，汇集京都的所有美酒，供给10位裁判品尝，胜出者美酒将会被挂在天香楼楼顶，而只要胜出，美酒将会给酒楼或者酒商带来泼天的富贵，甚至极有可能成为宫廷御酒。只是此时听完青年的话，唐毅嘴角不由抽了抽，妈的，这分明就是严双玉挖的坑。唐毅看向李有才，李有才立即弯着腰，满脸恭敬，只是嘴角却充满嘲讽，眼中也满是戏谑。他是酒楼的老板，每年在账簿上做点手脚，就能轻轻松松顺走几百两。现在唐毅来当老板，那就是挡他的财路，谁挡他的财路，他就要谁死。唐毅没有和李有才说什么，只是看向魏海道：“魏兄，我不记得有报名参加斗酒大会，这其中可能有误会。”魏海眼睛眯了起来，上下打量着唐毅，确定他并不知情后，心里大概也猜测到了一些东西，显然是有人想要借他天香楼的刀杀人啊。他看向唐毅的目光顿时就变得怜悯起来，指着李有才说道：“可能的确是有一点误会，但昨日李掌柜汇入了我500两，要我将迎客楼的斗酒名额加上去。名单我们魏总管已经看过了，已经没有了反悔的余地。”魏海盯着唐毅，嘴角虽然带笑，但声音却充满冷意：“小老板，别怪我没提醒你，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你今日要是无法给出美酒，为半月后的斗酒大会做准备，我会被魏总管弄死，但在我死之前，我肯定会弄死你。”唐毅脸色难看下来，难怪严双玉放手放得那么干脆，还真是给他挖了一个大坑啊！要不是他阴差阳错提前搞了蒸馏酒，今天拿不出好酒给魏海，恐怕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了。老板，我是按照你的命令汇入魏业报名的，你不能不认账啊！要是拿不出参赛美酒，我们真的都会死的。李有才丝毫不在意为号点出他贿赂的事，指着站在酒楼中的一群小二和厨师义愤填膺道：“老板，他们都只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不管他们的死活啊！”唐毅看着李有才颠倒黑白加道德绑架，嘴角泛起冷笑：“老头，你还真是找死啊！”唐毅走上前，抬手拍了拍李有才肩膀上的褶皱，平静开了口：“李有才，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美酒啊？真是不好意思，美酒我真的有。”李有才猛地抬起头，老眼瞪大：“不可能！严双玉说了，这家伙就是个穷光蛋，怎么可能有什么美酒？”英儿，唐毅抬手打了个响指，唐英立即从他身后露出脑袋：“哥哥，我来了。哦，美酒我拿来了，给你。”众人这才注意到唐英手中正抱着2小坛酒。唐毅从唐英手中接过酒坛，将一坛递给魏海，道：“魏兄，这就是我迎客楼参赛的美酒。”不可能！李有才当场跳了起来，指着唐毅手中的酒坛，声嘶力竭：“海爷，你别上当，他就是唐家的一个小丑，怎么可能会弄出什么美酒出来？唐毅，我告诉你，参赛美酒必须得是自家酿造，否则就是属于作弊，后果你可承担不起。而且这包装粗陋不堪，好酒能是这包装？海爷，你别上当了。”魏海看着手中的酒坛，也觉得包装太过随意了。他抬头看向唐毅，唐毅走到酒桌取下一个酒杯，随即撕开了酒坛的封口。顷刻间，一股浓郁的酒香就在众人鼻息下萦绕，让魏海都不自觉吸了吸鼻子。“魏兄，尝一下。”唐毅倒了一杯酒，递给了魏海。魏海接过酒杯，在鼻息下过了一遍，随即仰头一口入喉，咳。酒水刚入喉，他直接弯着腰一阵咳嗽，一张脸也像是被火烧一样，憋得通红。妈的，这什么酒？怎么这么辣？但好爽！看到他的样子，李有才苍白的脸色瞬间恢复了血色，以为唐毅的酒有问题，当即冷声呵斥：“唐毅，你竟敢谋害海爷！你……”然而话没说完，就看到魏海猛地抬起头，手中酒杯向唐毅递了过去，脸上也有些纠结：
那个小老板，能再来一杯不？李有才，李有才顿时瞪大双眼，难以置信。所以魏海之所以咳嗽，不是因为酒有问题，而是因为酒太烈了。这怎么可能？严双玉不是说了吗？唐毅不可能酿出美酒的呀。最后一杯，这可是我等下要孝敬魏老的。今日的事有点误会，的确应该登门道歉。唐毅再度给魏海倒了一杯酒。本来他弄蒸馏酒，除了要打广告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用酒和天香楼的总管魏渊攀点关系。而天香楼的总管魏渊嗜酒如命，原本还想找个什么理由，却没想到严双玉连理由都帮他找好了。魏海听唐毅开封的那壶酒是准备给师傅的，顿时有些震惊。小老板，这酒不是你用来参加斗酒大会的吗？在斗酒大会之前，酒是保密的，你这可就是自己泄密了。唐毅笑道：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对自己的酒很有信心。小老板倒是自信，就冲你这2杯酒，等下师傅那里我跟你说说话。魏海大笑一声，看了一眼李有才，当场把李有才吓得瑟瑟发抖。小老板，我也不喜欢吃里八外的人，需要帮忙吗？唐毅摇了摇头道：不用，我自己能搞定。魏海笑着点点头，带着人离开了酒楼。魏海一走，李有才脸色速速变白，他盯着唐毅，依旧难以置信。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弄出有资格参加斗酒大会的美酒？严双玉说了，你就是个废物，你不可能有的。唐毅淡扫了一眼李有才，脸上看不出一点情绪。然而他越是没有情绪，李有才就恐惧。他答应严双玉贿赂魏海，不全是因为相信严双玉，而是他在心底也瞧不上唐毅，一个能随意被下人踩踏的废物，能翻出多大的浪花来？结果唐毅现在举手间就将他和严双玉联手设的局破了。废物，你们对我是真一无所知啊！唐毅轻笑一声，随即伸手入怀，抓出了一个包裹，丢在桌上。啪的一声，包袱散开，露出了里面白花花的银子，足有200两，都是碎银子。看到银子，一众迎客楼的小厮和厨师都是眼前一亮，齐齐看向唐毅。唐毅脚一勾，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靠着椅子道：听好了，现在宣布2件事。第一，涨工钱，以后迎客楼员工每月基本工钱5两银子，奖金全勤，业绩另算。第二，从现在开始开除李有才，李有才不再是迎客楼掌柜。第三，愿意留下来的人把李有才打残丢出去。听到唐毅的话，所有小厮顿时都震惊了。什么？每个月5两？天爷爷，足足比以前高了几10倍啊！四少，不，老板，这是真的吗？真的每个月都有5两银子？哈哈，每个月5两，我就能娶个好媳妇了，干个几年，岂不是还能在京城买房了？大厅所有人顿时激动起来，看向李有才的目光已经像是在看白花花的银子。之前他们没少被李有才打压和克扣工钱，早就想打他一顿了。现在有四少坐镇，还怕什么？唐毅，你敢？我可是夫人的人，你敢动我，夫人饶不了你！李有才脸色煞白，连连后退。哦，我很怕严双玉吗？唐毅随意挥了挥手，拉着唐英出了门。一群迎客楼的小二和厨师直接向着李有才扑了过去，拳脚疾风骤雨般落在李有才的身上。啊！你们敢？别打，打死人了！我错了！李有才当场将掌柜打得鬼哭狼嚎，直到将李有才打得鼻青脸肿满身血，2个小厮才拖着李有才丢出了迎客楼。而这时，唐毅已经带着唐英来到天香楼侧面，在侧面的老槐树下摆放着一张靠椅，靠椅上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而老者身后站着的正是之前在天香楼的魏海。晚辈唐毅见过前辈。唐毅恭敬行礼。英英见过爷爷。唐英直接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爷爷。老太监不理唐毅，但看到唐英，嘴角顿时有笑容溢出，招了招手让唐英起来，走到了他的面前。小家伙叫什么名字？老太监抬手揉了揉唐英的脑袋，目光不经意间瞥到唐英腰间的白色玉佩，揉着唐英的手不由轻微僵了下。爷爷，我叫唐英，这是哥哥亲手给你酿的酒，送给你。唐英双手捧着酒坛，眼睛弯成月牙。哥哥说了，这是天下1等1的好酒，整个天下的好酒都没有哥哥这坛紫酒好。一边说，唐英一边拉开了封盖。顷刻间，一股浓郁醇厚的酒香就在空气中传开。老太监本来以为唐毅利用妹妹跟他套近乎，但闻到这个酒香，他小眼睛瞪大，几乎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好酒，好酒啊！唐毅前世作为特种兵，他的意识里只有进攻，从来就没有被动挨打。严双玉那个女人势力无比，竟然答应以资抵债，肯定是有问题的。而这种问题又不是什么绝密，待唐英下2次管子，也就打听得差不多了。迎客楼面临倒闭，一部分原因是经营不善，但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天香楼的存在。天香楼背靠公主府，是京都最大的酒楼。天香楼的掌柜魏渊，宫里出来的太监，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有这些信息，足够他做很多事情了。小子，你这是想干嘛？魏渊闻着酒香，肚子里面的馋虫馋得都打滚了，但他只是抬手拍了拍唐英的脑袋，却没有接他手中的酒坛。眼前的少年让他越来越看不懂了。他之前说过，要是眼前这少年不懂事，他会将其当成玩具好好的收拾收拾。但这里面的不懂事，是指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和天香楼争流。只要他本本分分地做他的生意，他也懒得管。毕竟天香楼作为京都第1酒楼，想要抢天香楼生意，
做的什么美梦？唐毅拱了拱手道：晚辈刚刚接手迎客楼，接下来需要修缮一番，才能重新开门营业。修缮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点点吵，还请公公海涵。老太监老眼眯了一起，定定看了唐毅一会儿，颇感意外。你这带着孩子带着酒，俨然一副要和我好好谈谈的样子，结果就为了这个？唐毅沉吟了一下，笑道：也不全只为了这个。晚辈酒楼开业后，会与天香楼公平竞争客源，届时还望公公勿要怪罪。老太监愣了一下，笑得跟只狸猫似的。他身后的干儿子魏海也是对唐毅的话嗤之以鼻，冷笑一声道：小子，你脑子没问题吧？你觉得你那小小酒楼的生意能比得过我们天香楼？天香楼上下共6层，连带后面园林在内，占地100余亩。越是往上，身份越高，想要上顶层，家里至少得有个正3品坐镇。而迎客楼呢，上下2层，占地不过几亩，也想和天香楼争锋，可笑！唐毅有自知之明，笑道：自然是比不上，但好歹有点小秘方，能赚点养家糊口的小钱。他从未想过要和天香楼对着干。一般像天香楼这种大酒楼，鱼龙混杂，客人都是来自5湖4海，非富即贵，完全是一个大型的情报基地，更别说还有皇族的背景。他就是穿越者，现在也不过是各光杆司令，还没办法玩得那么花。但是就算短期内没办法玩得这么花，让一家酒楼生意兴隆，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有些事还是说在前面比较好，免得到时候发生误会。爷爷，我快坚持不住了。唐英嘟着小嘴说道，他小手高高捧着酒壶，小手已经在颤抖了。魏海正想怒斥，老太监抬手阻止了他的话，笑眯眯接过唐英手中的酒坛，随即在小女孩期待的眼神中仰头喝了一口，酒水入唇，老太监只觉得整个口腔都辣翻天了，就像是火焰在嘴里燃烧一般。一口咽下，那种灼烧感瞬间席卷全身，仿佛要将他整个人点燃。哈哈，好酒，这是什么酒？老太监舒服长吟，以前也喝过不少好酒烈酒，但和唐毅送的这坛酒比起来，以前的那些好酒烈酒和水没什么区别。蒸馏酒，晚辈的独门配方。唐毅笑道：爷爷，这可是我哥哥用了一大车酒煮出来的哦。唐英眉眼弯弯，语气全是对哥哥的夸耀。老太监抬手敲了敲唐英的眉心，笑道：小东西，原来这是几10坛酒煮出来的呀？你这把你哥哥的配方泄露给爷爷了呀？唐英一呆，大眼睛瞪大，哎呀，真的是爷，酒咱家收下了，以后多送几坛过来。老太监笑着挥了挥手，下了逐客令，晚辈告退。唐毅识趣地带着唐英离开天香楼，唐英还不忘让老太监保守秘密。老太监笑着答应，魏海却是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干爹在他们面前还从未有这么好的脾气过。看着兄妹俩离去的背影，魏渊嘴角笑容渐渐收敛，让人重新查一下唐毅这个少年不简单。魏海一愣，摇头道：干爹已经查过了，他在唐家没什么地位，未如弃子。弃子？老太监老眼盯着魏海，目光犀利，他杀过人，而且那种眼神，死在他手中的人绝对不是1、2个。这种人物，你说他是弃子？愚蠢！魏海脸色巨变，怎么可能？传闻中一个养在府上的废物，怎么可能杀过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魏渊目光落在唐英的身上，那小女娃有陛下的玉佩啊！而这时，唐毅已经重新回到迎客楼，给10几名员工补发了工资，让他们联合选出了一个暂时暂代掌柜的家伙，将重新装修的事宜交给他们后，唐毅才带着唐英离开。只是刚出门，一辆马车便停在他的面前，车帘掀开，老王爷笑着冲他招了招手道：唐家小子，上车。唐毅抱着唐英上了马车，有些诧异道：王爷不是要出城巡查吗？怎么又绕到这里来了？老王爷笑道：是要出城巡查，而且已经出城了，只是越想越不爽，凭啥狄仓那老匹夫能有那样的好诗词？小子，你也得给本王赋诗一首，否则本王可不饶你。原来是为了这个，唐毅并不缺少诗词，道：王爷需要什么样的诗词？说一下要求，我来做。老王爷沉吟一下，道：靖康耻，当时本王站在京都城墙上，看着往日繁华，如今却断壁残垣，但老夫却无能为力。唐毅明显看到说这话的时候，老王爷脸上原本平静的脸上杀意凛然，显然曾经的事对他来说是挥之不去的耻辱。唐毅沉吟了一下，道：明白了，那晚辈便以一首春望赠与老王爷吧。老王爷一愣，等下，你现在做？不用想想。唐毅摇头一笑，不用。随后在福王惊呆的目光中，唐毅将诗缓缓吟诵出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哈哈哈，好诗，好诗啊！哈哈哈哈！呜呜！老王爷呢喃了几遍，曾经的凄凉无助感瞬间填满整个胸腔。先是为诗词大笑喝彩，紧跟着想到惨死的妻儿，便止不住落泪。呜咽哀嚎，好生的安慰了一番老王爷，将其送出城后，唐毅直接回到了唐家。回到小院，唐毅便让唐英自己玩。他回了房间，开始将答应给萧策的复合弓和诸葛神弩的图纸画出来。他没有注意到，在院中追逐蝴蝶的唐英已经追出了小院。小女孩经过几日的调养，
已经朝气蓬勃，身上手上的伤也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此时宛若蝴蝶一般翩翩起舞，铃铃笑声也在风中回荡，以至于唐英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脱离了哥哥给他标注的安全范围。哟，是你这个小贱种呀，玩得挺高兴吗？一道戏谑的轻喝声在身后响起，唐英小小的身体仿佛遭到雷击一般，当场冷冷打了一个激灵。他缓缓转过身，站在不远处的正是唐昊和灵竹。以前被唐昊和灵竹欺凌的记忆一股脑地涌进脑中，唐英只感觉浑身上下都疼痛起来，吓得小脸煞白。但他还是恭恭敬敬地弯腰行礼：“婴儿见过二哥二嫂，婴儿不该乱跑，婴儿这就回去。”唐英埋着脑袋转身离开。灵竹想到这几日唐毅给他带来的耻辱，眼底一片怨毒。他笑着蹲下身，拦在唐英的前方，温和道：“怎么了，小婴儿？你很害怕嫂子呀？”唐英小小的身体微微一僵，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孩子，嫂子以前对你严苛，那是因为爱护你呢。”灵竹双手落在唐英小小的臂膀上，双手掐着他刚刚有点肉的臂膀，渐渐加重力道：“小婴儿最乖了，告诉嫂子，你哥哥这几日在干嘛呢？还有，你们的银子是从哪里弄来的？”手臂传来剧烈的疼痛，唐英感觉自己2条手臂都快要碎了，疼得他小小的身体紧绷，小脸煞白，眼泪大颗大颗从脸上滚落，但他依旧咬着唇摇头，没有说话。哥哥说了，卖尸的事暂时是他们的秘密，不要告诉唐家其他人，他要好好的守护哥哥和自己的秘密。小婴儿，你不乖哦，是不是不想做个乖孩子了？灵竹又抓住他的大腿肉，猛地一拧，啊！婴儿疼得惨叫出声，却又下意识双手捂住唇，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哥哥说了，没有哥哥的陪同，绝对不能自己跑出院子，是自己追蝴蝶不小心跑出院子的，是自己的错，不能连累哥哥。小贱种，你嘴还挺硬，我让你嘴硬，我让你嘴硬，说，你说不说？见到唐英不配合，灵竹彻底被激怒，脸色怨毒而狰狞。他双手在唐英的身上乱掐乱打，却忍住没有在唐英脸上动手，足足在唐英瘦弱的身上施暴了5、6分钟，直到唐英站都站不稳了才停下来。而此时的唐英都快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唐昊抱着双手在一边看着，脸色戏谑而嘲讽，时不时往唐毅的院子看一眼，怕唐毅那个疯子忽然出来。贱种，贱种，贱种，和你娘一样的贱种，小小年纪你清高什么？你清高什么？你给我跪下，给我跪下磕头，替你跟那蠢货道歉，赔罪。灵竹歇斯底里，那天唐毅狠狠在他脸上甩了一巴掌，让他这几日整张脸肿得都没脸见人，甚至还害得他们夫妻误会，传出一些风言风语，结果他却没有受到半点惩罚，这算什么？这不公平！小野种，你还挺有骨气，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脚硬。唐昊一脚踹在唐英的背上，将唐英踹翻在地，他上来又补了2脚，唐英蜷缩在地上，小小的身体瑟瑟发抖，而他腰间的玉佩也掉在了地上。见到玉佩，唐昊和灵竹相视一眼，眼神都变得炽热而贪婪。这块玉佩单单看色泽就是一块上好的玉佩，单论价值恐怕都得数万两银子。果然，唐毅的母亲肯定给唐毅和唐英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富，不然他们这几日怎么可能有钱到处潇洒？哎呀，唐昊，你看你对小英做了什么？灵竹狠狠瞪了唐昊一眼，心疼地将唐英从地上抱起来，抬手将唐英身上的灰尘都拍掉，笑盈盈道：“小英儿，这种玉佩你和哥哥还有吗？”唐英咬着薄唇，轻微摇了摇头：“没有了呀。”那也没关系。灵竹将玉佩收了起来，嘴角笑容一点点变冷：“玉佩呢？嫂子先帮婴儿收着了，将来婴儿嫁人的时候，嫂子再给婴儿做嫁妆。不过婴儿要记得保密哦，不然……”灵竹的手落在唐英的大腿上，唐英吓得连连后退。哈哈，唐昊和灵竹大笑，手牵着手转身离开。唐英站在原地没敢动，直到唐昊和灵竹的背影消失，唐英才转身向自己的和哥哥的院子狂奔，一边跑一边抹泪片刻。他终于跑进了小院，努力将院门关上，才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哭了许久，他才从地上爬起来，努力抹掉脸上的泪水，露出了笑脸：“英英不哭，英英要坚强。英英不要让哥哥担心，可是好疼呀。”唐英走到井边，努力打上来了小半桶井水，脸上的灰尘清洗干净，然后他便进了房间。房间中，哥哥还趴在桌上忙碌，还在绘制图纸。看着哥哥的背影，唐英努力调整状态，走进房间：“哥，我能帮你吗？”“可以啊，等哥哥稳定下来，送你上学堂，你就能帮哥哥了。”唐毅笑着应了一句，随即他将诸葛神弩和复合弓的图纸拿起来，重新检查过一遍，确定没有问题后，便将图纸折叠起来，藏到了暗格中。明日还得去一趟状元街，将图纸交给萧策或者老王爷的人。想到老王爷，唐毅又不由想起老王爷获得那首词时的样子，心头也莫名的有些触动。他提笔蘸墨，重新将这首《春望》写了下来，打算到时候再郑重送给对方。唐毅，你大爷的，给老子滚出来，老子要弄死你！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怒吼声，哐！听到怒吼声，唐英吓得一激灵，手中的杯子都落在了地上。唐毅看到唐英脸色煞白，连忙蹲了下来：“英儿，怎么了？吓倒了？别怕，是梁家哥哥来了。”梁少会打上门，早在唐毅的意料之中。
就是没想到他会大晚上的过来。哥哥，我不怕，我没事。唐毅摇头，怕哥哥发现自己受伤了。唐毅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抬手想要将写好的春望收起来，只是手刚刚落在纸张上，他双眼陡然眯了起来。之前怀疑唐画的3元极地有问题，可能存在徇私舞弊，现在可以试探一下。如果他将这首诗词拿出去炫耀，说是自己写的，那证明他没什么墨水，没什么可担心的。而且这首诗已经送给老福王，他真敢偷出去装逼，那事情可就好玩了。想到这些，唐毅笑了笑，用牙齿将纸张压在桌上，才牵着妹妹出了房间。从房间中出来，唐毅便看到唐画正带着7、8个少年站在院中，站在最前方的俨然就是双手叉腰怒火中烧的梁少。显然今日祸水东引让这家伙背锅，这家伙还很生气。而在梁少身后站着的都是前身以前的好哥们，其中还有表哥柳文燕。只是此时柳文燕脸色冷得很，而其他人竟然和唐画相处得很融洽。看到这一幕，唐毅眸色渐冷，融合前身的记忆，他知道严双玉故意让唐画接触梁少这世家子弟，就是在为唐画积累资本。瞧这样子，难道这群蠢货真被这货忽悠瘸了？不应该啊，梁少这群家伙虽然不怎么靠谱，但也不至于这么没脑子吧？哎，小梁，你小子别那么大火，小姨肯定不是故意的。小姨的性格我了解，乖巧懂事，出卖祸害兄弟这种事他肯定不会做。对面唐画还一副好哥哥的样子，在极力帮唐毅解释。然而越解释，梁少脸色就越黑。你特娘的被几千人追10条街，你再回来和老子说这话！梁少现在腿都是软的，咬牙切齿道：画哥，你别替那小子求情了，我会冤枉他吗？老子这次不打他一顿出气，难消心头之恨。其他人也看向唐画，纷纷附和：画哥，你就别替那小子说话了，见面就害兄弟，该打。就是这小子几年不见我们，凭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轻易让他好过。画哥，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下手不会太重的，顶多就是有点重而已。唐画心说，别给我面子，最好直接打死，脸上却一脸惭愧，双手合十不断作揖：别伤了兄弟和气，千万别伤了兄弟和气，我替我弟弟给大家道歉了，行不行？唐毅实在看不下去了，出声打断：行了，唐画，别演了，再演下去我就要吐了。然而他话没说完，梁少已经蹦了起来，指着他怒喝：唐毅，你大爷的，滚过来受死！话落，他更是直接上手，很想给唐毅一拳。今日被几千人追10条街，差点把他吓得尿失禁，但手抓唐毅肋下的肉时候，抓了几次却都没有抓中，唯独光秃秃的骨头架子格外硌手。梁少脸上的怒火当场就变成了错愕，他双手立即在唐毅身上一阵乱摸，甚至连唐毅的屁股瓣都没有放过，结果摸到的全是凸出来的骨头。滚！你干嘛？乱摸什么？老子取向很正常。唐毅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抬手将梁少推开：喂，我妹妹在呢，你给我注意一点影响。梁少却直接跳了起来，红着眼睛，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少他妈废话，肉呢？你的肉呢？他一把拧住唐毅的衣襟，眼睛泛红。妈的，以前我们一群人最特妈肥的就是你的肉去哪里了？都去喂狗了？唐家人一直说你很好，你特妈就是这么好的。以前他们来找唐毅，唐家人总是说唐毅在读书，在准备科考，各种理由堵着他们，他们信了，没有再来找唐毅。特妈的，不该信的呀！唐家在苛待他的兄弟，他们在花天酒地的时候，他的兄弟在受苦。梁少怎么了？见到梁少这么失态，柳文燕一群人也懵了。不是说好了将唐毅抓过来打一顿吗？唐毅没哭，你特妈怎么先哭上了？摸他，你们过来，给老子摸他！梁少指着唐毅，冲着柳文燕一群人怒喝：你们别乱来，我特妈是男人！唐毅当时就迷了，搞什么鬼？被一群男人摸，老子不要面子的吗？他下意识想要逃，结果柳文燕一群人一拥而上，上下其手将他摸了一遍。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是柳文燕在玩闹，然而摸到唐毅身上的光架子，所有人都明白了梁少的意思，脸色顿时都阴沉了下来，气氛一时间陷入了沉寂，甚至有些压抑。没有理会唐毅，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齐齐地看向唐画，眼底怒火都在翻涌。唐画看着这一幕，顿时有些傻了。你们刚刚一口一个画哥的叫，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怎么我陪伴你们这么多年，还比不过唐毅陪你们的那几年吗？唐画嘴角笑容僵硬，这一幕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他还以为这几年他已经将这群纨绔轻松拿捏了，唐毅这废物是不可能取代他在这群纨绔心中的位置的。但现在看来情况很不对，所有人一副要吃了他的样子，事情好像超出了控制了。就连唐毅见到这一幕也是有些错愕，他还以为几年不见和这群家伙的关系感情淡了，被唐画插足很正常，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转折。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唐画心头有些发毛，面上依旧保持着笑容。然而梁少外衣裹着的石块已经重重砸在了他的脸面，当场让他鼻血飙射。小妾养的也配和老子说话？整死他，打，弄死他！柳文燕一群人立即一拥而上，拳脚噼里啪啦往唐画身上招呼。啊！唐画抱着头蜷缩在地上，惨叫不绝于耳。唐毅看着这一幕也是相当诧异，他还真没想到这群家伙竟然会给他出头。
好吧，看来他们没有被唐画忽悠瘸，依旧很正没有完，还让他心里面莫名的有点小温暖。唐英躲在唐毅的身后，这时悄悄从唐毅身后探出小脑袋，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兄弟，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梁少走过来，抓住唐毅的手，眼睛红红。唐毅嘴角猛地抽了抽，两个男人红着眼睛手牵手，这画面有点不忍直视啊。他默默将手从梁少的手中抽出来，道：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子和你有一腿呢。梁少一脸伤心，我们有一腿不是很正常吗？当年我们可是光着屁股躺过被窝的。唐毅黑着脸，小时候的黑历史不要提，倒是几年不见，梁少越发的不要脸了。好了，表哥别打了，他的命留给我。唐毅和梁少拉开距离，连忙让柳文燕他们停手。真将唐画打死了，那太便宜这货了，而且他也不想因为唐画让这群兄弟背上官司，不值得。我曾经就说过，让你们别相信唐画，他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你们还不相信，现在信了。柳文燕丢下染血的外套，很不满，当初唐画接触他们，他就知道唐画没安好心，毕竟姑姑就是被唐画的母亲害死的，那个女人教出来的人能是什么好鸟？结果当时梁少等人都被唐画的花言巧语所忽悠，没有完全相信他。现在听到柳文燕的话，一群人面色讪讪，妈的，我们也没想到唐画竟然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啊！而此时的唐画已经满身是血，软泥一般瘫在了地上。可，好了，今日团聚，别提晦气的事了。梁少手搭在唐毅的肩膀上，挤眉弄眼道：为了给小易补补身体，我提议今晚上换阴房走一波。今晚换阴房，三大花魁一起打茶围，这可是难得的盛事。今晚咱们帮小易搏一搏，说不定他能成为一夜遇三大花魁的男人。众人一听，也都齐齐附和。这个可以有，我支持。的确，小易现在这身体很需要女人滋润下，那就赶紧了，晚了可就打不了茶围了。唐毅逆着他，呵呵，给我补身体，老子看是给你补吧。这是知道了我身份，想要让我帮你撬开花魁的门。兄弟，这个忙你得帮，因为今晚想要开花魁的门的是咱们以前的敌人刘周，你还记得吧？就是户部尚书的那个傻缺儿子。梁少低声道：今晚他用唐画的诗想要做梅香姑娘的入幕之宾，我就不想让他如愿。而且你小子是小诗仙吧？既然你小子是小诗仙，那三大花魁今晚你必须全包了，咱们要狠狠踩那孙子一脚。闻言，唐毅眸色微冷，刘周他自然知道唐画的好哥们，因为户部尚书刘温和唐静同属一党，两家有很多往来。以前刘周过来找唐画的时候，对前身非打即骂，拿钱身当狗溜，那今晚青楼就得走一趟了，是不为了泡花魁，是为了报仇，只是还得矜持一点。不去，我刚弄到一首诗，还没背熟呢。唐毅故意大着声音，将话题往诗词上引，他挣脱梁少的束缚，道：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妹妹呢，妹送我家去。梁少直接将他的小厮叫来，让小厮将唐英送去平远伯府，交给他姐姐暂时照顾几个时辰。唐毅听到这家伙英明的决定，气得要打人，为了上青楼将妹妹送到梁家，传出去人家怎么看他？可惜反对无效，一群人就这样拥簇着他离开了唐家。而地上一关不整头发散乱的唐画却没人看一眼。该死的，该死的，你们给我等着，等我三元及第，等我平步青云，我要让你们一个个生死族面。唐画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怒火滔天，一群纨绔，一群连功名都考不上的败类，竟然也敢瞧不起他。除了出身，他们还有什么比得上他的？唐画咬牙扫了一眼唐毅破旧的小院，他满脸嫌弃，一甩衣袖离开小院。走了没几步，他忽然想到唐毅刚才说他弄到一首诗，回头看了一眼唐毅的房间。唐画转身向着唐毅的房间走了过去。远处刚走出院门的唐毅向小院看了一眼，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唐画进了唐毅的房间，见到他房间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连被子都被折成整洁的豆腐状。唐画虽然有些错愕，却没有太在意，只是当看到桌上的那首词的时候，他瞳孔骤缩，脸上是浓浓的震撼。等仔细读完这首诗，唐画的脸已经不是震撼，而是开始狰狞起来。好诗，好诗，好诗啊！只是这样一首好诗，唐毅这废物如何能配得上这样一首好诗的？他不配啊！此时此刻，唐画总算明白为何唐毅总是往状元街跑了。这个废物就是去状元街淘诗的，他想要淘到好诗买下来，在孔世兰的沈园诗会上赢他。哼，那是做梦！唐毅，你一个废物，只会玷污这首好诗。这首诗现在是我的了。皇宫御书房，皇帝正在批阅奏章，陈雕寺带着太子萧从走了进来。行礼之后，皇帝看向太子萧从，有了考笑的心思。太子，对于北境你怎么看？太子萧从作为储君，自然知道如今大言和北狄正在北境对峙，战事可能一触即发。想到这几日麾下那些大臣的议论，他当即拱手道：回父皇。儿臣觉得我大言尚未有和北狄一战的资本，儿臣认为还是求和为好。我大言如今繁华昌盛，不缺少银子和女，够了。颜文帝脸色骤沉，打断太子，他双手叉腰，愤怒在原地转了一圈，指着太子道：你是太子，是储君，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手底下
那群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哪里还有一个储君的样子？太子吓得跪在地上，拱手道：“父皇息怒，儿臣知错。”颜文帝想到大言现在的局势，抬手揉了揉眉心道：“罢了，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你的身边也不能完全是这些没有家国天下的人。朕给你个人，唐毅，礼部侍郎唐静的儿子唐毅，此人有大才，朕给你个任务，想尽一切办法将他收为己用，有他在，能稳定你的太子之位。”如今大言表面看似平静，但夺嫡战争却极其激烈，只是因为有他压着，他那些有异心的儿子才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压制不了太久了。而太子性格太软，要是镇不住那些权臣，就只会沦落为那些权臣的傀儡。是，儿臣明白。太子面色恭敬，心头却已经很不满了。唐毅没听说过，但就是因为这家伙，父皇才生气的。因此从御书房出来，太子脸色十分难看。侍读太监刚过来，他挥了挥手，冷声道：“备马车，孤要出宫。另外给孤查一下唐毅。”陛下，出事了。与此同时，御书房中，陈雕寺焦急禀报，高阳公主在从护国寺回来的路上，自己骑马摆脱了护卫，丢了。秦淮河畔，一辆马车缓缓在河边停下，车帘掀开，漂亮的小丫鬟跳下马车，扶着穿着一身白裙、圣洁如仙子的孔诗兰下了马车。孔诗兰下了马车后，又亲自扶着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下了车。兰儿，你身体不好，想要出来给我说我去接你，陛下又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你这样自己一个人乱跑，陛下会担心的。女孩正是皇帝最喜爱的高阳公主萧兰，孔诗兰和她自幼一起长大，关系极好。只是萧兰患有肺痨，自幼身体不好，一直被陛下养在宫里，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导致这丫头性格极为跋扈，3天2头就想偷偷溜出宫玩。我才不要呢！告诉父皇，可，他就告诉我母妃，母妃知道又要哭兮兮，烦死了。萧兰丝毫不顾自己咳得半死，一蹦一跳拉着孔诗兰往前走。好了，兰姐姐，别说我了，我听说胭脂楼刚刚研究出了很多胭脂，咱们赶紧去看看。孔诗兰脸色一变，道：“你身体不好，这东西可不能乱用，不然你又要咳个不停了。”萧兰沉吟了一下，大眼睛眨了眨，那我就闻闻，我闻闻总可以了吧？兰姐姐，快点走了，再晚一点，父皇该来抓我了。孔诗兰看着女孩俏脸上的哀求和可怜，心还是软了。行吧，只能看看，你要是敢往嘴上抹，看我怎么收拾你。胭脂楼顾名思义是京都最大的胭脂铺，里面收拢了来自整个天下的各种胭脂，位置又在全是青楼的秦淮河畔，因此生意极为红火。只是孔诗兰拉着公主刚刚穿过人流，就遇到抱着手走在前方，正在和一群狐朋狗友吹牛逼的唐毅。四目相对，两人都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梁少等人看到这一幕，也都跟着停下了脚步。唐毅其实和孔诗兰没有太多交集，前身以前和他见过几次，但没说过话。前几日他霸气去唐家退婚，也没有和他说一句话。但毕竟彼此有可能会成为皇帝下旨赐婚的对象，还是让唐毅感觉有点怪异。那种感觉就像是去嫖被媳妇抓住了一样，莫名有点小紧张。沉默了一瞬，唐毅微微颔首：“孔小姐，好巧，你也来逛青楼。”这话一出，唐毅自己都呆住了。妈的，怎么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梁少、柳文燕一群人瞬间都懵了，眼睛都瞪得如铜铃。乖乖，你就是这样和美女说话的？在你面前的可是号称京都第一美女的孔诗兰，你这第一句话就问人家是不是也来逛青楼？老兄，人家出身名门，各方面都是这个时代女性的翘楚，会做出逛青楼这种事吗？果然，孔诗兰眉心沉了沉，拉着萧兰退到一边，不敢打扰唐少爷的雅兴。青楼唐少爷还是自己去吧。兰姐姐，青楼是对面那个幻音房吗？萧兰指着不远处的幻音房，上面还有好多花枝招展的女人在挥动着手帕呢。可，兰姐姐，要不我们也去看看？萧兰拉了拉孔诗兰的手，有点跃跃欲试。孔诗兰吓了一跳，让你一个公主进青楼，你知道多少人被灭口？第一个被灭口的就是我。是什么事？敢进入那种地方，打断你的腿！孔诗兰脸色冰冷看向唐毅：“唐大少爷，请带你的朋友离开，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你也没必要做解释。”唐毅一群人再待着，他怕劝不住萧兰。这妮子的倔劲一上来，10头牛都拉不回来。只是这几日刚刚对唐毅积累起来的一点点好感，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如此浪荡子，怎么可能是小诗仙？好吧，那你们早点回去，女孩子大晚上在外面不安全。唐毅抬手摸了摸鼻，这误会大了。然而这句话一出，唐毅明显察觉到孔诗兰的俏脸更冷了，他冷笑一声，淡漠道：“那就不劳唐少爷担心了。”孔诗兰逮着2步一回头的萧兰走了。梁少、柳文燕一群人目瞪口呆地盯着唐毅，许久，梁少才没好气道：“不是，有你这么和姑娘说话的吗？你这几句话，句句踩进去啊，老兄！那是孔诗兰，京都第一美女孔诗兰，别人想要有机会和她说话都没有，你这大好的机会就这样浪费了。你废柴！”梁少恨铁不成钢，唐毅脸色有些尴尬，这能怪我吗？老子前世是特种兵，最擅长的就是打打杀杀，谈恋爱哄女人这种事，老子又没有经历过，唯一的一点就是和电视上学的。行了，走去换营房，今晚老子不让他破身。
老子就不姓梁。梁少咬牙切齿，他觉得唐毅不会和女人打交道，完全是因为这几年被恶毒后母困在唐家，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造成的。今晚必须让唐毅知道女人的美妙。一群人拥簇着唐毅进换婴房，甚至已经开始教授他各种姿态了。而在他们身后，一辆马车缓缓驶了过来，车帘掀开，太子看着被拥簇着进换婴房的唐毅，脸色阴沉至极。殿下，我们需要等吗？侍读太监问道。等，让本宫在青楼外等着他出来。他以为他是谁？他也配？太子放下车帘，冷声道：大才，流连于烟花柳巷的大才吗？这家伙不知道使用什么手段骗了父皇罢了。回宫，数字不足与谋。而这时，唐毅和梁少等人已经进了换婴房。哎呦，梁少爷，您总算来了，姑娘们可都想死你了。刚进换婴房，风韵犹存的老鸨就甩着手帕，扭着腰走了上来，见到唐毅微微一怔，这位公子有点面生呀。唐毅微微颔首，一直被禁足在家，能不面生才见鬼。梁少兰在唐毅的面前没好气道，就是因为太生才带来你这里熟悉熟悉的，赶紧的，好姑娘，先给我这兄弟来一打，把他伺候好了，本少爷重重有赏。当然要是梅香姑娘有空那就更好了。梅香，换婴房的头号花魁。唐毅无语，这就是老手和新手的区别，两句话就开始飙车。只是听到梁少的话，唐毅明显察觉到周围都安静了下来，气氛也极为诡异，就连老鸨笑容也有些僵硬。梁少，要其他姑娘还行，但梅香姑娘正在打茶围呢。老鸨面色为难，梅香是换婴房的头号花魁，但想要见她不是有钱就行，还要打茶围让梅香自己选入幕之宾，那就打茶围。今日爷对梅香，不是我这小兄弟对梅香志在必得。梁少直接将唐毅推到前面来，老子以前没法成为入幕之宾，那是老子没本事，老子认了。但知道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吗？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唐毅这家伙一定就是现在风靡京都的小诗仙。这一点梁少也是通过状元街的事想到的。梁少看似浪荡纨绔，但很多方面其实心细得很。茶围，呵呵，小小茶围在小诗仙面前，那不是随便拿捏。见到昂首挺胸的梁少，柳文燕一群人也懵了，怎么回事？这家伙今天看上去很有底气啊，他哪里来的底气？嘻嘻，梁少，您可真会开玩笑。老鸨手帕都甩在了梁少的脸上了，给梁少挤眉弄眼，低声道：如归属，你别砸姐姐场子啊。现在刘温大人的公子刘周也在上面打茶围呢，他可是找来了今年金榜第2的位子真位大才子帮忙。你这时候要是过去了，不是找虐吗？老鸨瞪眼，你小子什么德性我不知道，和姑娘在床上，你好歹还能哼哼两声，但论文采这东西，他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柳文燕等人也都下意识拉住梁少，在换婴房他们和刘周交锋不是1、2次了，但每次都败得一塌糊涂。哈哈，梁少，几天不见，你又觉得你行了？这时头上已经传来一道嘲讽声，唐毅抬头看去，就看到一个青年正趴在2楼围栏，戏谑盯着他们，正是户部尚书刘温的儿子刘周。既然觉得上次脸被打得不够肿，现在又想将脸递过来，那就上来呗。刚好梅香姑娘的茶围还没开始，少爷我正无聊呢。要搁以往，梁少还有点怵，但现在有唐毅在，该发怵的是他刘周好吗？刘周，你狂个毛，以前那是给你的脸而已，知道吗？梁少翘着大拇指指着自己道：今日对付你根本用不着我出手，我小弟就能将你们按在地上摩擦。说着他凑到唐毅耳边低声说了句：没错吧，我的唐小诗仙。走，兄弟们，老子带你们报仇去。梁少哈哈一笑，掏出一枚金子，随手丢给老鸨，一马当先昂首挺胸上了楼。柳文燕一群人看着他的背影，顿时面面相觑。草啊，梁少你大爷的玩什么把戏？别上去不是踩人家，是我们他妈被人家踩了呀。唐毅一阵愕然，随即无语的摇了摇头，这家伙单凭自己的怀疑就敢玩得这么大，要是自己不是小诗仙，那他可就玩砸了。不过不得不说，这家伙脑子挺好用，居然能猜到一行人上了楼。2楼坐满了很多人，都是梅香的茶客，见到他们上楼，目光都落在他们身上，目光都有些怜悯和玩味。哟呵，你们还真敢上来啊！刘周双手撑着椅子，指了指坐在身侧的一个儒商青年，笑道：给你们介绍下，这位呢是今年会试第2名位子真位大才子，金榜第2，很了不起吗？梁少嗤之以鼻，他手落在唐毅的肩膀上，将唐毅向前一推，上吧，别怕，有哥哥在你身后，你不会败的。唐毅脸皮抽了抽，睨了一眼梁少，拜你妹，我现在想抽你。唐毅，哈哈，刘周自然是认识唐毅的，而且他和唐画的关系很好，自然也知道唐毅的一些情况。他指着唐毅，当时就大笑了起来。梁少，你确定要他出手？哈哈，他这些年在唐家当牛做马，字都认不全，他出手？梁少啊梁少，你是觉得自己输的不是太惨，让这家伙上来搞笑的？话落，刘周上前揽住唐毅的肩膀道：诸位，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吏部侍郎唐进的儿子唐毅，他哥哥就是即将3元及第的唐画。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他吗？刘周翘着大拇指指着唐毅道：大是因为咱们这位唐大少爷嫉妒心那是非常的重，
见到他哥哥比自己优秀，竟然起了下毒谋害哥哥的念头。唐侍郎一怒之下，这才将他禁足在唐家。听到这话，现场顿时一片哗然。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这小子小小年纪，竟然这么恶毒，非人哉！难怪这几年不见人影呢，原来还有这回事。亏他哥哥还一直在外面为他说好话。众人议论纷纷，冲着唐毅指指点点。柳文燕看着这一幕，脸黑如墨，冷冷地盯着梁少：“妈的，你最好给我解释下，将我弟弟推出去受辱，我饶不了你。”梁少抱着双手，波澜不惊：“放心，一切尽在掌控中。知道你们嘲讽的是谁吗？你们嘲讽的是老子认定的小诗仙啊！嘲讽的越狠，等下你们就摔得越惨。”唐毅淡淡扫了一眼刘周，淡漠道：“你废话有点多了，不过你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应战似乎说不过去。想怎么比，文的武的，你选，我奉陪。”他原本不想玩的太过了，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那就不客气了。然而刘周听到唐毅的话，笑声更大了：“还以为你还是当年的唐家嫡子呢，现在的你在我眼中不过垃圾一般罢了，还敢在我面前狂妄，哈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听到唐毅的话，刘周顿时大笑：“还文的武的我选，既然你这么爱玩，那我就陪你好好的玩玩，就赌我们今晚谁能以诗词打动梅香姑娘，成为梅香姑娘的入幕之宾。”他抬手指了指地面道：“你若输了，跪下磕10个响头，叫一声爷爷我错了。我若输了，同样如此。当然我不会输。”众人闻言震惊了：“不是你们俩玩大了呀？唐毅输了，打的是唐静的脸；刘周输了，打的是刘温的脸。可特妈你们的爹是一伙的呀，你们这么搞，不怕你们的爹先打起来吗？”唐毅也想到了这点，当即就痛快答应了。能让唐静不痛快的事，他还是很愿意干的。可以，我没问题。唐毅看向刘周，那么问题来了，你要是赖账怎么说？赖账？刘周摊开双手，目光逆着全场在场的所有人，都做个见证。我和唐毅谁输了，谁要是反悔，谁就是乌龟王八蛋，断子绝孙，天打雷劈！唐毅眼角跳了跳，这么狠，还真是一点退路都不留。不过也好，刚好新账旧账一起算，算是给前身报仇了。好，没问题，如你所愿。唐毅爽快答应。整个幻音房瞬间喧嚣起来，所有人都错愕地看着唐毅。我去，这家伙是疯了吧？这都敢答应？刘周手中有金榜第2坐镇，这小子有什么？刘周可是说他连字都认不全，哈哈，金榜会员唐画不是他哥吗？可惜不会帮他。梁少踮着脚尖，抱着双手，满脸嘚瑟：“刘周啊，刘周，你上当了呀！”柳文燕一群人见到这一幕，都紧张的要死，恨不得将梁少按在地上捶一顿。妈的，你们俩在打什么哑谜啊？我们都快担心，你还在这里嘚瑟。金榜第2的魏子征淡淡扫了唐毅一眼，不由嘲讽一笑。他和唐画的关系极好，自然知道唐毅的情况，一个废物也敢在他面前跳，蚂蚁一般的东西，随随便便就能捏死。茶围正前方半透明的帷幕后，梅香的丫鬟铃铛从帷幕后观察着唐毅和刘周，嘟了嘟嘴道：“小姐，你说他们谁会赢啊？”梅香容颜绝世，正坐在秦安后抚琴，闻言头都没抬，只是平淡的笑了，笑容中有几丝伤感和惆怅，更显我见幽灵。我倒是希望唐毅能赢。这段时间，刘周千方百计纠缠他，想要娶她为妾。一旦进了豪门，他就只能成为刘周圈养的玩物。等到颜老色衰，等待他的只有死亡，打死他都不会进豪门的。小姐，铃铛眼睛红了，以小姐的性格，要是遭到逼迫，肯定是活不成了的。而刘周见到唐毅答应的这么痛快，脸色更是猖狂至极，哈哈，唐毅啊唐毅，没想到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没脑子。魏子征，动手吧，教教他怎么做人。魏子征靠着靠椅，手中轻轻转着折扇，状态显得极为慵懒，甚至还打着哈欠，仿佛对付唐毅根本就不值得他出手一般。唐毅，是吧？魏子征折扇轻轻敲着掌心，看着唐毅道：“我也不欺负你，我若先出手，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众人的目光顿时都落在了唐毅的身上，想要看他怎么破局，却见唐毅轻微摇了摇头，道：“话说错了，是我出手，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所以为了你好，还是你先出手吧，否则就真是我在欺负你了。”众人所有人当时都迷了，靠，这么猖狂的吗？人家敢狂，那是因为人家是金榜第2，有狂妄的底气。你呢？你有什么？哈哈。刘周指着唐毅，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梁少举起手，逆着刘周道：“刘周，别笑得太开心了，免得等下你哭不出来。各位，我作证啊，我这小弟真没吹牛逼，他要真动手，那魏子征真没得玩了。”梁少伸手入怀，再度摸出一颗金豆子，随手丢给不远处的老鸨。这样吧，为了避免我小弟太欺负人，我决定增加一点难度，那就连绿柳和秋菊2位姑娘的茶围也一起打了吧。3位美女伺候我小弟，这不失为京都一大美谈。这话一出，全场瞬间就爆炸了。靠，猖狂，太猖狂了！魏子征，别客气了，给老子好好的修理修理这家伙。妈的，人同时打3个花魁的茶围，这在京都还从未出现过，想什么美事呢？所有人义愤填膺，我们都是冲着3位花魁来的，你一个人睡3个，我们睡空气吗？柳文燕一群人也已经被梁少气得咬牙切齿，
一下子想撬开3个名动京都的花魁的门，排除全市整个京都谁能做到？就算曾经那些自诩为文坛奇才的大儒，也都没有做到。唐毅能做到。这一刻，就连幻音房中悠扬的琴声以及琵琶声，都有了一瞬间的凌乱。显然，坐在帘幕后面的3大花魁也被梁少的话惊到了。梁少，你他妈是疯了吧？刘周也震惊了，这混蛋是疯了吗？竟然敢比他还狂！然而，唐毅扭头看了一眼梁少，却是笑道：“难度是上升了，但还是太欺负他们了。为了以示公平，唐毅竖起2根手指，道：针对每个姑娘，我只写2句诗或者词，便可让他们心悦。但凡多写1句，算我输。”闻言，原本喧嚣的幻音坊瞬间陷入了死寂，连琴声都停止了，所有人都死死盯着唐毅。妈的，原本以为梁少增加难度已经够疯狂了，没想到唐毅竟然比他还狂，竟然敢说只用2句诗词就能敲开花魁的门，开什么玩笑！操，太猖狂了！你以为你是谁？是京都风靡的小诗仙吗？妈的，本来我挺同情这家伙的，现在老子想抽死他！狂妄，他以为他是小诗仙吗？魏子征，上，搞死他！沉寂一瞬，整个幻音房又一次大爆炸了。原本以为刘周和唐毅够狂妄了，现在和唐毅一比，呵，他们之前的狂妄简直就跟娃儿一样。就连梁少这时也是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兄弟，你是不是玩得太过火了呀？我给你增加难度，是相信你能写出好诗句，狠狠打刘周等人的脸，结果你直接把难度提到了地狱级。你用2句跟人家一首完整的诗词相提并论，纵然你是小诗仙，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柳文燕一群人也都目瞪口呆。刘周怒火中烧，愤怒的额上的青筋都凸出来了。魏子征也是脸色阴沉，拳头紧攥，手中的折扇都被捏变形了。本来是想借着踩唐毅和梁少一群人成为全场焦点的，结果比试还没开始，唐毅却已经狂妄到成为全场焦点。好得很！魏子征手中折扇指着唐毅道：敢在我面前狂妄的人，不是没有，但不包括你。你可以开始了，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没有出手的机会的。所有人的目光齐齐落在唐毅的身上，却见唐毅微微颔首，笑道：哦，如你所愿。在全场的注视下，唐毅走到桌边，手持毛笔，分别在3张纸上写了诗句。很多人都围了过来，想要看他写的什么，但都被梁少带着柳文燕一群人拦住，不准靠近唐毅。妈的，梁少，今天的事玩得太大了，你到底有没有信心？柳文燕脸色铁青，素来清冷的她此时忍不住爆了粗口。唐毅在唐家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今日要是输了，他将会成为整个京都的笑话，在唐家将再无半点容身之地。放心，山人自有妙计。梁少扇着折扇，一脸淡定。如果说刚才还有疑虑，那么他现在已经完全确定，唐毅就是小诗仙。等唐毅装完逼，他来收尾就是了。反正他今天被几千人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到时候他就自曝小诗仙是他兄弟，诗词是他找小诗仙写的。毕竟唐毅现在小诗仙的身份不能暴露，陛下想尽办法帮唐毅遮掩。要是在他这里玩砸了，鬼知道会不会被陛下灭口啊！片刻，唐毅收了笔，将纸张折叠起来，看向梁少道：写完了，接下来怎么个章程？梁少抬手拍了拍，3个丫鬟便端着托盘走了过来，从唐毅的手中接过纸张，便将纸张送回帘幕后。看到唐毅竟然连思考都没有，便将诗词写了出来。魏子征顿时嗤笑起来，呵，装神弄鬼！一首好的诗词是经过不断的加工和修改的，能一气呵成写成诗词的，只有那些文坛大儒。唐毅，你是吗？刘周盯着唐毅，也是满脸戏谑，谁说不是？咱们唐大少爷想一次性敲开3位花魁的门，这是那些文坛大儒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咱们唐家少爷可是信誓旦旦的说能做到。哈哈！幻音房中顿时响起一阵嘲笑声。唐毅扫了他们一眼，耸肩一笑：好笑，你们也就能笑这么一会儿了，等下你们想笑，恐怕都笑不出声来了。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起哄声，很多人都在嘘他：装，你继续装，看你能装多久。而这时，丫鬟也将纸张送到了帷幕后，将托盘放在桌上。铃铛从托盘中取出纸张，递给梅香，气鼓鼓：小姐，这就是那唐毅写的诗，还一个人要敲开小姐和秋菊小姐他们的门，太嚣张了，说不定人家真有这本事呢。梅香接过纸张，指尖轻轻敲了敲丫鬟的额头，随即她将纸张摊开，只一眼，她便呆在上场。那一双美眸渐渐瞪大，接着连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心跳如雷。片刻，她猛地站了起来，直接向着帷幕外跑了出去。幻音房中众人还在议论纷纷，见到梅香跑了出来，俏脸上还带着焦急和激动，一时间都愣住了。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便见到站在台上的梅香脸认行礼道：不知哪位是唐毅唐公子，奴家今夜诚邀公子入房一叙。与此同时，在梅香身后，2个身材高挑容颜绝世的女人也急匆匆地上了台。唐毅公子，秋菊诚邀唐毅公子入幕一叙，奴家必定好好伺候唐公子。唐公子，选我哦，奴家绿柳技术可好了。全场瞬间死寂，刘周瞪大眼睛，下巴都快掉地上了。魏子征惊得目瞪口呆，手中的折扇都掉在地上了。而现场所有人更是惊得嘴巴张大，都能吞下自己的拳头了。
柳文燕一群人也是满脸呆滞，难以置信。就连知道真相的梁少，这时整个人也是懵逼的。唯独唐毅脸色平静，摸了摸鼻，有点满脸惆怅。哎，美女都选我该怎么办？好为难啊！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在安静的若真可闻的幻音房，却宛若惊雷。还在震惊中的众人当场就炸了。我特妈的，他竟然做到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那些文坛大儒都做不到的事，他怎么可能做到？内幕，一定有内幕。不是说这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吗？这叫字都认不全。众人暴跳如雷，难以置信，特别是看着唐毅一脸惆怅的样子，更是气得想要打人。靠啊！这下真让这家伙装到了，这不可能，不可能！刘周也回过了神，猛地站了起来，面目狰狞。黎香、秋菊、绿柳，你们敢和唐毅勾结？你们是想死吗？魏子征也是站了起来，手指着梅香怒道：唐毅一个废物，他懂什么写诗？你们竟然选他做入幕之宾，而且还只写2句，把他写的诗句亮出来，否则难以服人。对，有本事把诗词亮出来！众人也纷纷附和。梁少走到唐毅身边，肩膀撞了撞他，道：既然他们有这要求，那就满足他们嘛，咱们是好人，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梅香看向唐毅，见到唐毅微微点头，他美眸扫了众人一眼，嘴角笑容妩媚，选唐少爷为入幕之宾，自然是因为唐少爷写的诗句。诸位，谁要是能写出比唐少爷更好的诗词，那今晚的入幕之宾，奴家可选他。他小心翼翼打开手中的纸张，略显清冽的声音传遍全场。唐少爷给奴家写的诗句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场的很多人都是读书人，对诗词情有独钟，因此听完梅香说完这2句诗，那些质疑和嘲讽的人脸色都僵硬了起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不全，只有2句，但短短2句是将平淡的梅花写得超凡脱俗，写得俏丽可人，写照传神，堪称千古第一咏梅诗。嘶嘶，顿时一道道抽冷气的声音在空气中传开。我操，不是说唐毅是个废物，字都认不全吗？你管这叫字都认不全？自古咏梅诗无数，这2句一出，今后谁还敢写咏梅诗？难怪梅香姑娘忍不住亲自跑出来，就这2句诗，她的身价能暴涨数10上百倍。舆论顷刻间就逆转了，原本众人还觉得唐毅嚣张，现在才发现人家那是嚣张吗？人家那是谦虚，陈述自己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算哪门子的嚣张？刘周看着这一幕，脸色青红交替。他虽然才华不怎么样，但诗词品鉴还是会一点的。这2句诗的含金量有多高，他还是知道的。整个大研能写出这诗词的人，恐怕只有现在风靡京都的小诗仙。魏子征脸色也渐渐泛白，这样的诗词他写不出来。唐毅却脸色平静，似乎这一切和他没什么关系一般。站在唐毅身边的梁少却已经压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了。妈的，老子冒着砍头的危险将唐毅拉过来报仇，此事不报更待何时？他当即指着刘周，满脸得瑟道：怎么样，刘周，老子就问你服了没？服不服？早就给你们说过了，我小弟出手，你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你们还当老子吹牛逼呢？每一个字都像巴掌一般甩在刘周的脸上，他怒火冲天，杀意凛然。以及什么？不是还有4句吗？他就不信了，唐毅给绿柳和秋菊写的诗还那么好，只要其中一人写的稍微差强人意，让魏子征逮住机会，能写出2句比唐毅更好的诗词，那他就还有机会。毕竟梁少说了，他的诗词要同时敲开3个美女的门才赢，有一个没敲开，他依旧是输。没错，还有写给绿柳和秋菊姑娘的诗。魏子征也攥紧拳头，沉声喝道：行，你们想自取其辱，我们自然乐意奉陪。梁少手搭在唐毅肩膀上，冲着他挤眉弄眼，随即看向台上的2大美女道：绿柳姑娘、秋菊姑娘，你们就帮我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吧。刘周和魏子征想要在这2位美女的诗词上找事，想得可真美，想要挑小诗仙的毛病，他们有这个本事吗？众人的目光也都齐齐落在舞台的绿柳和秋菊身上，他们也很好奇，唐毅给这2大花魁写的诗句是什么？其中最激动的自然就是老鸨了，看向唐毅的目光就和看到亲爹一样。唐毅写给梅香的那2句诗，只要运作一下，就能将梅香的身价提高无数倍。要是绿柳和秋菊同样得到2句好诗，那换英房就赚大发了呀。舞台上，秋菊盈盈一笑道：唐少爷给我写的诗句是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绿柳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冲着唐毅抛了抛媚眼道：唐少给奴家写的乃是千古之句，秀色言古今，荷花羞玉颜。2大美女声音妩媚，动人心弦。结果整个幻音房却再一次寂静下来。写给梅香的诗句是以咏梅来形容美人，而写给绿柳和秋菊2位姑娘的则是直接写美人。虽然也只是残句，却将美人的倾城容颜、雍容仪态写得淋漓尽致，每一句都是传世神作。妈的，老子服了！谁说唐毅是废物？老子大巴掌甩在他脸上！虽然只是残句，但就是残句反而更吸引人啊！唐家这么厉害的吗？唐画金榜会员，唐毅才华横溢，这算不算一门双绝？回过神，整个幻音房再度喧嚣起来，都在议论纷纷，对唐毅能同时敲响3大美女的门这件事，那是没有半点怀疑了。妈的，
这么好的诗词都甩在脸上了，再质疑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刘周听着周围的议论声，脸色那是青一阵紫一阵。刚才他故意贬低甚至诬陷唐毅，将唐毅说得罪大恶极，这些人还义愤填膺，现在他们竟然都翻脸了，都在夸赞唐毅。关键是唐毅写给绿柳和秋菊的诗，每一句都是千古名句，好到让他有点绝望。魏子征也是脸色煞白，跌撞坐回了椅子，连茶水都撞翻了。此时的他哪里还有之前的狂妄和意气风发，已经仿弱落水狗。唐毅抱着双手平静看向两人，刘周、魏子征，春宵苦短，别浪费我的时间，行就出手，不行那就认输吧。早和你们说过的，我若出手，你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你们不信，现在可信了。唐毅的话每一个字都如同扇在脸上的巴掌，让刘周暴跳如雷。魏子征，你不是金榜第2吗？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刘周破防了，刚才装多大的逼，现在就丢多大的脸。他双手拎着魏子征的衣襟，怒吼写，立即写出比唐毅更好的诗词出来。写不出来，我特妈冻死你！魏子征此时面无血色，眼神都有些涣散了。他到此时还难以置信，唐话口中的废物竟然这么厉害，将他踩在了脚下。写不了，这诗词每一句都是传世之作，我写不了。魏子征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心头那是一个后悔，早知道就不该为了巴结刘周故意踩他唐毅。现在好了，不出一天，整个京都都知道他堂金榜第2的魏子征都不是唐家一个废物的对手，恐怕连他的电视都要受此影响了。啪！刘周一个大巴掌甩在魏子征的脸上，暴跳如雷。你写不了，你写不了，你刚才装什么啊？你装什么？随即他猛地看向唐毅，怒喝，我不会输的，我不会输。唐毅，你作弊，对，你作弊，这是唐话写的诗句，你偷唐话写的诗句，一定是这样。刘周脸色狰狞，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所有人也都看了过来，忽然觉得刘周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啊。唐话，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他也配？唐毅冷哼，老子抄的是前世龙国那些牛逼哄哄的诗人的诗，唐话写得出来这种诗？开玩笑呢！咳，梁少干咳2声，该我上场了。他抱着手走上前，拉长脖子瞅着刘周的脸。刘周啊，刘周，你还真是输不起啊！都这时候了，还想颠倒黑白呢？没错，诗词不是唐毅写的，是我找小诗仙写的。对，就是现在风靡京都的小诗仙，我和他可是好兄弟。今天为了掩护他，我可是被几千人追了10条街。唐毅听到这话，嘴角猛地抽了抽，我去，小看了这家伙了呀，还不蠢，这也能让他圆回来。而听到梁少的话，现场顿时一片哗然。靠，原来是小诗仙写的，竟然是小诗仙写的，是小诗仙，那就没有问题了。整个京都也就只有小诗仙能写出这种意境的诗词。小诗仙，梁少，你竟然真和小诗仙有染？现场没有人质疑梁少的话，毕竟梁少今日被几千人追了10条街，就是因为有人看到他和小诗仙有交集，而且这么完美的诗词就应该出自小诗仙之手。刘周原本还想诬陷唐毅转移注意力，结果却没想到诗词竟然还真不是出自唐毅，而是出自小诗仙，那个名动京都的小诗仙。不等他说什么，梁少盯着他冷笑出声，刘周，你有什么资格比比？别忘了，你不过也是想拿魏子征写的诗词成入幕之宾的。当然你觉得有必要对峙，我可以将小诗仙叫过来，不过前提是后果你承受得起，毕竟现在你爹和那些文臣都拼命找小诗仙，但小诗仙已经被陛下藏起来了，到时候陛下一发怒，哦豁，会掉脑袋的哦。这话一出，刘周当场就被吓住了。他很清楚这段时间小诗仙给父亲带来多大的麻烦，现在只要一步当直，他爹就跑状元街就只有一个目的，将小诗仙救出来。但若是小诗仙被皇帝藏起来了，皇帝对他的重视可想而知，真让梁少叫来了，身份暴露，皇帝为了灭口，说不定能将整个幻音坊给灭了。他不敢赌。刘周攥紧拳头，冷冷地盯着扫了一眼梁少，转身就走。梁少，今日算你们好运，我们走。然而他刚站起来，唐毅已经挡在他的面前。怎么，赌约不想遵守了？跪下，叫爷爷，或者我让你断子绝孙。你敢？刘周狞笑一声，手点着唐毅的胸口道，我爹是户部尚书刘温，你敢动我，就是和刘家为敌，你敢吗？我敢。唐毅侧头看向梁少，道，去找把刀来，菜刀也行，反正也就切2两肉，不用那么讲究。唐毅声音平静，但在场的一众男人却下意识地夹紧了腿。2两肉，那2两。刘周也是脊背发凉，喉咙下意识地滚动起来。唐毅太冷静了，说这话时竟然没有半点情绪波动，仿佛杀人砍人这种事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般。单单这一句话，刘周敢确定，唐毅要是手中有刀，真敢阉了他。好，很好，唐毅，我记住你了。刘周笑着点着头，仿若一个疯子一般。他膝盖缓缓下弯，跪到了地上，冲着唐毅砰砰磕了10个响头，额头都磕出血了。随即他抬头逆着唐毅笑道，唐爷爷，孙子错了，你饶命，孙子给你行大礼了。每一个字说的杀意腾腾。众人看着这一幕都目瞪口呆。老天，唐毅竟然真敢让刘周跪下叫爷爷，他怕不是疯了吧？你们这样搞，不怕你们的爹打起来吗？梁少，
柳文燕一群人全都站到了唐毅的身后，这样刘周跪唐毅一个人，相当于也跪了他们了。只觉得多年所承受的窝囊气，这一刻终于得到彻底释放，畅快啊！唐毅挥了挥手，道：“也可没你这种窝孙，滚吧！”刘周从地上爬起来，抬手抹了一下额头的血迹，放在嘴里舔了舔。这事不算完，唐毅，今日你给我带来的所有屈辱，我都会还到你舅舅身上。哦，我刚叫你爷爷，那就是我太舅爷爷。放心，我会给太舅爷爷五马分尸的。唐毅脸色骤沉，舅舅是户部右侍郎，在刘温的手底下当差。刘周的意思是要给他穿小鞋。刘周，你敢！我爹是冤枉的。唐毅还没说话，耳边传来了柳文燕的怒吼声。唐毅回头，才发现表哥柳文燕脸色苍白的可怕，问道：“表哥，怎么回事？”“哎呦，你不知道呀？”刘周装得一脸震惊，道：“柳公瑾挪用户部数10万税银，证据确凿，已经被拿下狱了，只等刑部和大理寺开审定案，到时候最轻也得全家流放3000里，重一点的话。”刘周抬手在脖子上一抹，脑袋一歪，舌头一吐，道：“全家死光光！”哈哈哈！话落，刘周带着人大笑着转身走了。“你找死！”柳文燕大怒，当场想动手，但被梁少和其他兄弟死死抓住。梁少看向唐毅，有些尴尬道：“今日叫你出来喝酒，其实一部分原因就是柳家的事。柳家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快叫天不应，叫得不灵了。现在我们能求的就只剩下你了，因为确定了你是小诗仙，那也就确定你和陛下关系很好。我知道，但我不能说，谁他妈让你不知道萧策就是皇帝的？那你直接说事情会死吗？还要搞这一出？”唐毅脸色阴沉的想要打人，这件事他的确能插上手，老将军和萧策都能帮点忙，他不能不管。这些年要不是柳家暗中接济，他和妹妹早就饿死了。这不是怕你搞不定，提前给柳文燕饯行吗？梁少挠着头，他发誓用唐毅踩刘周，真的是顺带而已。哎呀，唐少，现在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柳大人肯定会福星高照的。老鸨走了过来，对着唐毅挤眉弄眼，人家3个姑娘还在等你，又穿的那么少，夜里冷，可是很需要唐少怜惜的。说完，给梁少打了个眼色。梁少一挥手，一群人立即将唐毅抬了起来，送到3大美女面前。3位美女，今晚我这位兄弟可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伺候他，伺候好了有赏。唐毅顿时脸就黑了，靠，我舅舅还在牢房中受苦，你们让我在床上快活，我特妈还是人吗？他想要挣扎，结果绿柳和秋菊抱得贼紧，紧紧抓住他的手。嘻嘻，唐少别害怕嘛，奴家会很温柔的。来，唐少，奴家最会疼人了。3个女人左拥右抱，拖着唐毅就进了房间。看到这一幕，打茶围的一群男人心哗啦啦碎了一地。砰！房间中，唐毅直接被丢在柔软的大床上。等一下，我有话要说。唐毅连忙爬起来，却见到围在窗前的3个女人，一口开始脱衣服，特别是绿萝，绿裙已经褪下，只剩下了红彤彤的小肚兜。清风徐来，那双子峰的风景不是一般的美好。我操，你们玩真的？唐毅的喉咙下意识滚动了下。嘻嘻，绿萝将绿裙往唐毅脸上一丢，人也向他倒了下来。唐少，奴家来了。等等，我不是那种人。唐毅吓得躲到床角，刚想从床角钻出去，秋菊已经倒了下来，挡在了他的前方。他轻笑一声道：“那好啊，奴家很想知道唐少是哪种人。”梅香也坐在床边，将唐毅3面包围。唐少，别挣扎了，什么这种人那种人的，到了奴家的床上，只剩下一种人，那就是男人。怎么，唐少不想做个男人吗？唐毅说得好有理，老子竟然无言以对。3个女流氓，这是吧？有误会。唐毅还想挣扎下，道：“你们找错人了，给你们写诗的是小诗仙。喂，别乱来，别脱。喂，那是我裤子。我靠！”话没说完，3个女人已经围了过来，左右开弓，脱他衣服裤子。唐毅可不想真被3个女人给强了，传出去还怎么见人？他手猛地一揽，直接将3女人揽在怀中，又一个饿虎扑食，在3个女人的尖叫声中，整整齐齐将她们压在了床上。随即，唐毅直接横跨在她们背上，手掌就落在她们身后挺翘的部位，啪啪啪，3个大巴掌上去，3个女人瞬间尖叫起来，眸中带水的看着他。真当我没脾气是吧？要不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身份走出来，真以为我会怕你们？还排队？3个一起上，老子都不带怕的，只是老子脑中的作风还不允许老子这么做。都给我好好趴着，再胡闹，别怪我不客气。唐毅从3大美女的身上爬起来，想了想又不甘心，背着身在她们身上扒拉了几下，直接将3个红色肚兜扯了下来。啊呀呀！身后传来3个女人的惊叫声。唐毅忍住没回头看，直接走到桌边取下毛笔，沾了墨水，推着回到床边，将毛笔递给3大美女，在上面写几个字，欠唐毅出夜，3月内偿还。听到这话，3大美女都震惊了，瞪着美眸盯着唐毅。现在给你，你不要，还要等3个月？一个大男人，你这么放不开吗？不想屁股遭罪，就乖乖写。唐毅恶狠狠地威胁。梅香、绿柳3人娇躯陡然僵住，别说这家伙没半点怜香惜玉，打得真疼。3人只得轮流写下欠条，交给了唐毅。唐毅将肚兜收入怀中，随即一个箭步冲到窗边，直接从窗户上跳了下去。3飞，
哪个男人不想？但现在他还真放不开，加上舅舅还在牢房中受苦，他在这里逍遥，快活说不过去啊！呀，他逃了！三个女人看着空荡荡的窗户，双手交叠在胸前遮住风光，都面面相觑。要搁其他男人，这时候不得乐翻天了。结果唐毅逃了，他逃了，是个男人吗？你倒是稀奇，这么放不开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见。梅香有些咬牙切齿道：“算了，今晚你们就在这里歇息吧。他逃了这件事务必保密，就当他在这里睡了一晚好了。”秋菊抿了抿唇道：“姐姐，你真的确定他就是小诗仙吗？会不会真如梁少所说，诗词是小诗仙写的，他给唐毅的？”梅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看向绿柳道：“柳儿，你怎么看？”绿柳光着身体，扭着小蛮腰走到桌边，端起茶轻抿一口，道：“之前是有点怀疑的，但现在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小诗仙。至于为什么，女人的直觉。”秋菊白了他一眼：“直觉，你就敢睡他？”梅香抬手拍了拍两人，道：“他是不是小诗仙？这个谜底很快就会揭晓了。但我们必须感恩，是他救了我们。有唐毅这几句诗，他们在换婴房的身价必定暴涨。那些觊觎他们美色，想要对他们用强的人，就得好好的掂量掂量了。”而这时，唐毅已经穿过人流，远离了换婴房。要是仅仅是一个女人，他还能应付，但那是三个，以这身体现在的情况，半个晚上就得被吸干，惹不起。砰！结果唐毅刚从一个小巷口出来，就和一个女人撞了一个满怀。唐毅被撞得退了一步，而对面的女人直接被撞得仰面倒地。到底之后竟然没有了动静。喂，姑娘，你别碰瓷啊，是你撞的我。唐毅打量着女人，女人容颜倾城，有点婴儿肥，只是此时脸色显得极为苍白，而且唐毅觉得她有些眼熟。见到她散落在地上的兜里，唐毅嘴角猛地抽搐了下。这不是之前孔诗兰身边的女人吗？这么娇弱的吗？撞一下就晕了。姑娘，你没事吧？能听到我说话吗？唐毅皱了皱眉，出于本能反应，他走上前探了一下女人的脉搏，随即脸色骤变，女人竟然没有了脉搏，连心跳也没了。来不及想太多，唐毅连忙将女人抱到空旷的灯光下，将她的脑袋仰了起来。听好了，不管你听不听得见，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救不回来你别怪我，救回来了你可别叫着我娶你那一套。唐毅双手交叠在女人的胸前，开始给她做心肺复苏。唐毅，你干嘛？你放开篮儿！这时一道娇喝声传来，是孔诗兰的声音。接着四面八方有着凌乱的脚步声传来，不想让他死就别打扰我，还有让你的人滚远点，我要保证这里空气流通。唐毅头都没抬，冰冷的声音传开，语气不容置疑，让孔诗兰有些发愣。但看到萧兰面色苍白昏迷在地上，他大概也能猜测出唐毅在干嘛，没有任何犹豫，他看向身侧的身材魁梧的男人道：“即统领，命令你的人立即散开，方圆3里内不准任何人靠近。至于这里交给我，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还有，将这里的情况迅速汇报陛下，让宫里的太医迅速赶过来。”男人是公主萧兰的侍卫统领，看了唐毅一眼，一挥手，围过来的公主府护卫立即向四面八方散开，同时立即让人将事上报给皇帝。与此同时，秦淮河畔一辆马车正在大道上疾驰，马车中颜文帝揉着眉心，脸色阴沉至极。陛下，您别担心，孔太傅不是来信了吗？公主殿下和孔小姐在一起呢。陈雕四看到颜文帝很焦躁，下意识想要安慰，不担心，这能不担心吗？文帝睁开眼，怒道：“他以为他和别的小娘一样吗？他从小体弱多病，风一吹就倒，他还敢和朕玩离家出走？朕过去抓住他，朕也不敢怎么样。”陈雕四忍着笑，就知道陛下你舍不得。陛下，出事了。这时车外传来赵虎的声音：“公主殿下忽然发病，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什么？颜文帝猛地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磕在马车车顶，他却顾不上半点疼痛，沉声喝道：“朕这儿有太医跟随，立即速赶过去。兰儿要是出了事，朕饶不了你们。”是。赵虎应了一声，立即驱赶马车往秦淮河方向赶去。很快，马车便赶到了现场。颜文帝焦急要下车，赵虎的声音再度传来：“陛下，唐毅正在救治公主殿下，严禁任何人进入。”唐毅？颜文帝猛地掀开了车帘，有些震惊道：“他还会治病？胡闹！”结果颜文帝话没说完，整个人就呆住了。此时不远处的地上，女儿安静躺在地上，唐毅正跪在她的身侧，双手交叠，正在挤压她女儿的胸口。压还不算，压几下后，他竟然还敢嘴对嘴亲他女儿，放肆！别拦着，朕要砍死他！颜文帝当场就爆炸了。治病？你管这叫治病？陛下，他这是在羞辱公主殿下，不可饶恕！颜文帝身侧的御医也是气得暴跳如雷，怒道：“治病？天底下就没有如此治病的？闻所未闻，闻所未闻！陛下，请让老臣为公主诊治。”孙有道是太医院最好的太医，此时他出手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孙有道刚起身，就被渐渐缓过气的颜文帝拦住了。行了，让那小子折腾，且让他折腾，治好了朕重有赏，治不好朕亲自灭了他。颜文帝虽然愤怒，但没有失去理智。以他对唐毅的了解，这小子性格沉稳，不像是什么浪荡子。虽然孙有道医术精湛，
但现在他进去，反而有可能会影响到唐毅。陛下，此子明显是在胡闹啊！孙有道错愕地看着皇帝，皇帝竟然宁愿相信一个乱来的少年，也不相信他。朕信他。颜文帝默默开口，只是有些咬牙切齿。孙有道还想说什么，陈雕寺抬手拉住他，轻微摇了摇头。而不远处，孔诗兰看着唐毅对萧兰又压又亲，早就呆住了。唐毅，你干嘛？你疯了？回过神，孔诗兰声音都尖锐了起来。她这是在轻薄公主，轻薄皇家公主，她不要命了吗？而且女子归玉何等重要，传出去公主还怎么见人？少废话，别吵我！唐毅冰冷声音传开，孔诗兰气得恨不得咬死他。不吵你，不吵你，可能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连宫里最好的太医，就算给公主诊脉都不敢搭在她的手上，你现在却敢对公主又摸又亲。唐毅现在很焦急，态度能好就不回公主，到时候追究下来，他可吃不了兜着走，估计还得人头落地。在做了一次心肺复苏后，唐毅再度俯身给萧兰做人工呼吸，结果唇刚落在她的唇瓣上，原本昏迷的女人竟然忽然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唐毅和萧兰的身体都僵住了。随即唐毅便看到萧兰的瞳孔渐渐瞪大，他就知道坏事了。他正想解释，萧兰已经尖叫出声：啊，你干嘛？流氓，抓流氓！萧兰一把推开唐毅，手脚并用往后爬。唐毅失力坐在地上，整个人都是懵的。娘的，这不科学啊！一般情况下，难道不是该有一个苏醒的缓冲期，让这女人适应周围的环境吗？结果这个女人竟然直接跳过了缓冲期。孔诗兰看着连滚带爬向后躲的萧兰，一双美眸也是微微瞪大，原本苍白的俏脸顿时变得激动起来。原来唐毅不是胡闹，他竟然真的救回了公主。兰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孔诗兰直接向着公主萧兰扑了过去，将她死死抱在怀里，让你别乱跑。你跑什么？你乱跑什么？马车中，颜文帝看着这一幕，愣了一下，原本铁青的脸当场融化，浓浓的笑意在他脸上绽放开。既会写诗，还能治病救人，此子越发让他刮目相看了。小子不错，又一次没辜负朕的信任。颜文帝满脸笑容，随即赶紧放下车帘，免得被唐毅给发现了。颜文帝身侧的御医孙有道瞪大眼睛，一脸的活见鬼，还真是在给公主治疗啊！天底下竟然真有这种治病的方法！孙有道简直难以置信，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理。亲几下，摸几下，然后一个没有脉搏、没有呼吸，几乎已经认定死亡的人，竟然奇迹般活了。不用针，不用药，也能治病。陛下，这小子是何方神圣，竟然有这种本事？孙有道缓缓转头看向颜文帝，咽了咽口水，问道：还好刚才皇帝没有同意让他下车救治，不然非出大问题不可。何方神圣？哼，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兔崽子罢了。颜文帝冷哼，但嘴角怎么也压不住。啧，这小子对公主又摸又亲的，要不招魏续算了。想到这种可能性，颜文帝还是下意识的摇头，将这个念头掐灭。唐毅他有大用，将来磨练出来肯定是大言重臣，这一点他相信自己的眼光。要是做了驸马，就不能有太大的权力，只会限制他的成长。而且兰儿这丫头已经病入膏肓，能拖多久还是个未知数。陛下，我能见见这小兄弟吗？臣很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孙有道搓着双手，激动问道。颜文帝睨了他一眼，道：想知道，回去自己研究去。话落，他对孙雕寺道：孙雕寺，今日之事瞒不住，让宁川将唐毅带去锦衣卫关一个晚上，算是朕教训过了，免得这小子被那群御史弹劾。朕不想听到任何有关他轻薄公主、无视皇威的奏折。关在老四的隔壁吧。还有，派人去接下唐英进宫。没有人会在乎他救了公主，那些御史和文官在乎的是他对公主不敬。他不想将来唐毅身份曝光，这些事被那些文官用来攻讦唐毅，何况这还涉及女儿的声誉。孙雕寺应了一声，当即让人传令。至于为什么关在老四隔壁，那是因为今日太子见了唐毅后，只跟他说了一句：此子不堪大用，给颜文帝气的想抱起揍人。怎么，你身为太子还怀疑朕的眼光？但想想又算了，既然太子无福消受，那唐毅这小子就交给老四了。归根结底，所有皇子中，老四才是更像他的那一个。兰姐，他亲我，他还摸我，他耍流氓。萧兰指着唐毅，一边擦着嘴，一边鼓着腮帮子道：抓住他，本宫要杀了他，本宫要将他千刀万剐。兰姐，我不干净了，怎么办呀？唐毅脸都黑了，我是在救你好吧？什么叫亲你摸你？我那是做心肺复苏，哪里是在耍流氓了？再说那最后胸前那一下怪我吗？本来我想收手的，你这一动我才不小心摸到的，不过还挺大，一只手竟然长不完，那还真惨了，亲了不干净了，过几天就有小宝宝了，太可怕了。唐毅从地上爬起来，抬手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一听这话，萧兰顿时瞪大双眼，吓得脸都白了。唐毅，你吓唬他干嘛？孔诗兰气得咬牙切齿，这混账得了便宜还卖乖。他连忙安抚萧兰道：兰儿，别听他胡说八道，亲一下不会有宝宝的，而且他是在救你。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你刚才没有了脉搏和呼吸，如果不是他亲你摸你，后果无法想象。孔诗兰也搞不懂怎么回事，
难道公主是被这家伙非礼羞愤醒来的？兰姐，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萧兰眼泪簌簌而落，美眸死死盯着唐毅。我知道的，黄姐被驸马亲了一下，黄姐就有宝宝了。她亲了我，还摸了我，我也会有宝宝。我要让父皇杀了她。我是公主，她敢玷污我？唐毅目瞪口呆，他本来就想回怼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而已，却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还当真了。她多大了？18岁总有了吧？18岁了还不知男女之事。孔诗兰恶狠狠瞪着唐毅道：混账，你满意了？他自幼病弱，一直单独休养，除了陛下，他见过的男人就没几个，连教他读书识字的先生都是女先生，他哪里知道这些事？唐毅无语，也就是说，这个女人这方面就是一张白纸。他摸了摸鼻，求助看向孔诗兰，那你安慰安慰呗。结果孔诗兰也是俏脸难看，安慰？怎么安慰？男女之事，萧兰是一张白纸，她懂的也只是一点皮毛啊。像这种事，那都是出嫁前夜嬷嬷才教的。可，好了，你别哭了。唐毅只好亲自上阵，道：我刚才就是吓唬你而已，亲一下不会怀孕，睡一起才有可能会怀孕。总之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你先别纠结这事，重要的是，你这病我能治，治好了，你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可以想做自己的事，到时候要怀孕什么的，你自己去探究去。孔诗兰、萧兰几乎瞬间抬起头，真的，萧兰的病，太医说是不治之症，不是可死，就是还在可死的路上，等将内脏都磕碎了，他也就死了。现在唐毅竟然说自己能治，砰！马车中颜文帝听完汇报，再度猛地站了起来，脑袋再度重重砸在车顶，这一次却感觉到疼了。他捂着脑袋坐了下来，却激动的浑身都在轻微颤抖。女儿的病一直是他的心病，这些年遍访了天下多少名医，得到的结论都只有一个，无药可救。现在唐毅这小子竟然说他能治疗，颜文帝几乎瞬间就相信了唐毅。他刚刚不就已经救醒了儿了？孙友道目瞪口呆，指着前方的唐毅说不出话来。他能治疗肺痨？开什么玩笑！这个他们无数大夫都攻克不了的难题，在这少年口中竟然如此不值一提。看着两位美女希冀的眼神，唐毅点头道：真的，弄点液态青霉素应该会有效果，不过我需要尝试培养一下青霉菌，大概需要半个月，也就是说你还需要咳嗽半个月左右吧。制作青霉素虽然有难度，但能克服，无非就是一些设备有点难搞，不过可以将图画出来，让古代的琉璃厂家烧制出来，实在不行他也可以试着自己烧。钱世深为顶级全能兵王，被人称作地狱杀神的存在，这些都是他平日里为了应付野外战场自己研究掌握的基本技能而已啊！才半个月。孔诗兰和萧兰相视一眼，面上都激动无比，特别是萧兰，大眼睛还挂着泪珠，却已经死死抱着孔诗兰，又蹦又跳了。他都咳了好几年了，不介意多咳半个月。你要能治好我，我就不杀你了。片刻，萧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道：虽然你这人很讨厌，但要是有了宝宝，本宫就勉为其难接受你做爹吧。唐毅嘴角抽了抽，我谢谢你啊。这女人这他妈什么脑回路啊！唐毅转身就走，还差点被路上石头给绊倒了。哈哈，笨蛋，这都能被吓到，你刚才的本事呢？萧兰掐着腰冷哼。孔诗兰也是掩唇而笑，看来不仅仅是兰儿在感情上是白痴，这家伙也强不到哪里去。铮。然而唐毅刚走几步，2把刀便挡在了他的前方，周围更是有数十人围了过来，将他重重包围。唐毅这才注意到，这些人不是之前的护卫，而是穿着飞鱼服，腰挎绣春刀锦衣卫。锦衣卫那可是直属皇帝的机构啊！宁川，可，你想干嘛？萧兰跑出来拦在唐毅面前，瞪着走过来的青年，他是本公主的救命恩人，你们敢动他？孔诗兰俯身行礼道：您千户，这里面有误会，唐毅是在救公主，而非冒犯公主。宁川面色冷傲，只是冲着孔诗兰和萧兰拱手道：公主殿下，孔姑娘，我是奉命行事，还请别为难我。话落，他手压着绣春刀，看向唐毅道：唐毅，轻薄公主，蔑视皇族，本官今晚拿你下狱，等候发落。北镇抚司，那对大言人来说就是阎王殿，进入北镇抚司的能活着出来的没有几个人。唐毅手缓缓攥成拳，他是不可能束手就擒的，否则进了北镇抚司，那就是人家案板上的肉，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呀。唐毅目光盯着宁川的喉咙，擒贼先擒王，他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然而宁川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上前一步按住了他的手，用只能2人听到的声音道：别挣扎，这是你萧叔的意思，你今晚闹得太大，瞒不住，将来肯定被人拿出来说事，今晚处理过你了，将来就不会有人敢拿这件事在陛下面前控告你。萧叔，萧策。唐毅双眼微眯，萧叔这么牛逼，还能指挥动锦衣卫？兄弟，我们是锦衣卫，给个面子，自己走，总比我们为了面子强行压着你走好吧。宁川手落在唐毅的肩膀上道：男人是该有勇气，但我们可是万里挑一的锦衣卫，你这小身板怕是撑不过几回合。唐毅目光扫了一圈，所有锦衣卫都手压着刀把，跃跃欲试地看着他。唐毅顿时有点愕然，这什么意思？初次见面没惹你们吧？这么大敌意干嘛？好，我跟你们走。唐毅点头，一是知道萧策身份不简单，
而且对萧策有一定的信任。二是，妈的，锦衣卫这群家伙不知道为何敌意这么大，都巴不得他动手呢。他虽然很强，奈何这具身体距离他巅峰状态还差得太远，想要压制住这100来个大内顶尖高手，机会渺茫。而且一旦动手打起来，杀招迭出，势必造成伤亡，这可不是唐毅想要看到的。唐毅，萧兰气得跺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没事，他们找我有点事而已。唐毅看向孔诗兰道，孔姑娘，麻烦你派人和梁少说一声，今晚让他帮忙照顾我妹一宿，我明天再去接我妹妹。孔诗兰微微颔首，看着唐毅被锦衣卫带走，萧兰气得咬牙切齿，我这就回宫找父皇，他救了我，父皇不能这么不讲理。哼，你私自外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和朕讲理？颜文帝冰冷的声音传来，萧兰当场吓得一个机灵，回头果然看到颜文帝坐在马车里，正冷冰冰地盯着他。孔诗兰没想到竟然惊动了皇帝，吓得跪下行礼，只是膝盖还没落地，便被陈雕寺扶了起来。孔小姐，陛下微服出巡，不用行礼。话落，陈雕寺冲着萧兰拱手道，公主殿下，请回府吧。萧兰不敢违抗父亲的话，只得搭拢着脑袋道，兰姐，我先回去了，过几天再找你玩。皇帝却看向孔诗兰道，小女娃，听说你要举办沈园诗会，对抗朕的指婚。孔诗兰娇躯微微一僵，随即俯身行礼道，回陛下，臣女的婚事，臣女想自己做主。自己做主？颜文帝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孔诗兰咬着薄唇，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况这是陛下指婚。他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大逆不道，但孔诗兰还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道，是臣女的婚事，臣女想自己做主。父皇，兰姐的婚事，你就让她自己做主吗？萧兰假装咳得上气不接下气，道，父皇指婚，又不知道对方品行如何，指婚要是兰姐过不好怎么办？颜文帝瞪了一眼萧兰，没理会女儿拙劣的演技，道，若指婚唐毅呢？萧兰猛地抬起头，啊，那是我孩子他爹啊，父皇。孔诗兰心头没有半点犹豫，道，臣女还是那句话，臣女的婚事，臣女想自己做主。颜文帝闻言笑了起来，他指尖轻轻敲着马车窗沿，片刻才道，好，朕准了。既然要办沈园诗会，不要用你的名义，用你爷爷的名义吧，办大一点，最好将京都豪门权贵都请到场，而且朕还答应你，沈园诗会结束后，朕会收回成命，不再给你指婚。孔诗兰心中顿时翻江倒海，震撼无比。他爷爷可是当今大研文坛领袖，大研过半的官员都是他的学生，以他的名义，那京都权贵豪族都会悉数到场。但他不明白的是，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朕也会亲临。听到这话，孔诗兰脑袋顿时嗡嗡作响。皇帝也会亲临？他的沈园诗会，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逼皇帝退婚的一种示威。结果皇帝还同意了他的示威，不但如此，还亲自为他背书，这到底怎么回事？臣女谢陛下。孔诗兰服了一礼，想不通，那就回去请教爷爷再说。孔诗兰，你可别后悔啊！颜文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放下车帘，马车驶离胭脂楼。萧兰一看，顿时急了，父皇，我还没上车呢，你走了我怎么办？你公主府的车驾已经来了，等着他们送你回去。颜文帝的声音淡漠传来。孔诗兰站在原地，面上依旧带着浓浓的困惑。后悔？后悔什么？我绝不后悔。而这时，马车中的颜文帝都快压不住嘴角了。哼哼，不指婚好啊，好男儿自然要留给自家闺女嘛。北镇抚司监牢，唐毅刚进监牢，一股腐朽掺杂的血腥的难闻气息便扑鼻而来。与此同时，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也从廊道中传来，宛若厉鬼哀嚎。不用怕，我们会很温柔的。宁川轻笑，他觉得像唐毅这种官宦子弟，见到这样的恶臭和惨叫，肯定会当场上吐下泻，吓得屁滚尿流。却没想到唐毅竟然一脸平静地看着他，我不怕呀，不就是关一夜吗？你们锦衣卫这么穷的吗？监牢都锈迹斑斑了，竟然都不换。铁生锈了后就会变脆，一掰就断了。唐毅抬手一掰，果断一根生锈的铁柱便断成2截。看着断开的牢门，宁川脸皮都在微微抽搐。特妈的，我们需要你来给我们上课吗？谁他妈疯了，敢掰锦衣卫的牢门？找死吧！这牢房的布局也不行，通风口太少，太潮湿了，多点通风口会更好。看着唐毅打量着监牢摇头，宁川和身后的一群锦衣卫都在磨牙，很想动手打他一顿。锦衣卫的牢房是让人恐惧的，不是让犯人舒坦的。宁川咬牙切齿，唐毅点点头，这倒是，不然也不会有锦衣卫是阎王殿的传说了。这是正在审讯。路过一间审讯室，唐毅发现有锦衣卫正在审讯犯人。犯人戴着手铐脚铐站在锦衣卫对面，头发凌乱，但身上并没有伤，显然没有受刑，但右手手指似乎受伤了，包扎的布上还渗着血。他面色平静，腰杆挺直，双手靠在桌案上，有条不紊地回答锦衣卫的问题。身侧放着的则是他的行李，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一套衣服2本账簿。唐毅的他职业病一下就上来了，站在审讯室前，看着锦衣卫审讯犯人。曹，你干嘛？你现在还是个犯人？宁川愤怒，妈的，这么不给面子，信不信老子将你丢进去过一遍大刑？他是什么人？唐毅扭头看向宁川，
和你有关系吗？宁川反对，没关系，就是好奇而已。唐毅转身继续往里面走，没有再问。他是从惠州来的商贩，录影有点问题，早上被抓了，但问题不大，等他的保人给他做保，他就可以走了。当然，前提是得交一大笔保释金，不然锦衣卫的牌面不要了。惠州在南边吧？唐毅双眼眯了起来，道：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可能就在说谎了。哦，那你说说看，怎么就有问题了？宁川眼微眯，嘴角略带嘲讽。跟在宁川身后的锦衣卫也都嗤笑出声。锦衣卫二处都没查出有问题，你看一眼就知道有问题了。二处那群家伙，那是出了名的狠厉，没问题都能帮你搞出点问题，有问题他们还会放过。唐毅也没在意众人的嘲讽，淡淡道：南边一连下3天大雨，从南边过来的人多少会沾一点泥，但是他身上一点泥都没有，这就证明他不是从南边来的。这是二处的案子，不归一处管。宁川也没有太在意，只是抱着绣春刀笑道：说的有理，那他不会骑马或者是坐马车吗？这样他身上也不会有泥吧？唐毅睨了一眼宁川，道：他行李只带了2本账簿，1件衣服，说明他是一个人，无论是骑马还是马车，他都会被雨淋湿吧。就算他租用的马车，他不需要下车住宿，下车吃饭，只要下车总能沾点泥吧。听到这话，宁川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此时此刻，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少年不是玩闹，而是真的看出了一些二处没有在意的消息。继续，宁川抬头看向唐毅，道：你还看出了什么？唐毅摇了摇头，道：我去，你们都不读书的吗？腰杆笔直，腿微分，双手举案，这是北狄皇帝卫队军官的典型坐姿。这个人应该是长时间这样做，养成了习惯，所以他在面对审讯的时候也这样做了。说到这里，唐毅抬起了手，道：其次，他食指和中指受伤了，而且是几个关节一起受伤。你觉得做什么才会受这样的伤？所以他可能不是受伤，而是为了防止被你们看出来，生生削掉了手指上的茧。毕竟北狄皇帝的卫队个个都是神箭手。听到这话，宁川终于变了，其他锦衣卫看上唐毅的目光也充满震惊和错愕。如唐毅所说，那这家伙就是北狄的奸细，而且是刚刚抵达大研京都的奸细，说不定还是个大人物。灵报，把情况告诉二处，他们要是不理，案子我们接受。宁川下达了命令，一个锦衣卫立即领命离开。宁川拍了拍唐毅的肩膀，再也没有之前的嘲讽：小子，可以啊，要是真如你所说，真确定了这家伙是奸细，功劳有你一份。锦衣卫一处众人看着唐毅，眼底终于不再抱有那么大的敌意，难怪被陛下看中，这家伙还真有点本事的。客气，随手为之而已。唐毅耸耸肩，一句话让众人又想打他了。很快，唐毅就被丢进一间牢房中，刚被带进监牢，耳边就有咆哮声传来：快来人，给老子一点酒，再给老子来点肉，老子都快特妈饿扁了，信不信老子出去弄死你们这些狗奴才！唐毅听着隔壁牢房传来的怒吼声，中气十足，声音浑厚，就这气势哪里有半点饥饿的样子？再饿他3天估计都没问题。宁千户，隔壁关的是谁？宁川就等唐毅发问，道：隔壁关的是四皇子萧帝，他把强抢民女的宁安侯世子给砍了，被陛下关在隔壁，不给吃喝。哦，对了，他砍的那个人是我弟弟唐毅，他砍了你弟弟，你还能如此风轻云淡？你们可还真是兄弟情深啊！兄弟，高阳公主虽然有些刁蛮，但绝对是我大研最漂亮的公主。宁川笑着冲着唐毅竖起大拇指，看了眼隔壁，故意扯着嗓子大声道：你这又亲又摸又压的，简直完成了我们男人想干却又不敢干的壮举，就冲这一点，我请你喝酒。唐毅，操，这狗贼要害我！果然，隔壁牢房静了一瞬，传来呼啸一般的怒吼：宁川，你他妈的说什么？隔壁的你是谁？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老子他妈杀了你！唐毅愕然地看着宁川，这就是你说的安稳睡一晚，明早放我出北镇抚司？靠，我信了你的邪！宁千户，这就过分了呀！唐毅咬牙切齿道：放心，明日一定会放你出去的，只是横着出去还是竖着出去，看你的造化。宁川轻笑一声，潇洒转身离去。有多潇洒？潇洒到扭胯的幅度太逆天，腰间的钥匙直接被甩出去。好巧不巧地，钥匙甩隔壁牢房去了。我操，宁川你大爷！唐毅见到这一幕，顿时脸都绿了，威胁道：宁千户，你确定要这么玩？你这样玩很容易把路给走窄了呀！宁川摆了摆手，竖了个中指，头也不回走了。陛下让你们一个晚上就得擦出火花，四皇子又不是绝世美女，擦个屁的火花啊！陛下说的对，男人要激情澎湃，有什么比打架更容易磨合感情的吗？只要不打死就行，应该打不死吧？四皇子下手应该有分寸的吧？不管了，陛下不是很看好这小子吗？要是他连在四皇子手上活下来的本事都没有，那就对不起陛下的看重，被打死也是活该。哐当！与此同时，唐毅已经听到隔壁传来锁链落地的声音，显然四皇子已经将门打开了。扑面而来的危机感陡然让他身体紧绷。接着，唐毅就看到一个身材魁梧、头发凌乱的青年，双手枕着头，拖着一条长长的粗铁链，出现在了脑门前。就是你小子，非礼我妹妹！萧帝嘴里叼着稻草，一边扭脖子一边甩手。
拖在身后的锁链在他手中缠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铁拳。见到这一幕，唐毅眉心直跳。铁链至少100斤，一般人别说1只手，就是2只手也不一定能提起来，但在他手中竟然跟棉花一样，似乎没有半点重量，是个高手。唐毅顿时全神戒备，道：“不是非礼，我是在救他。”废话真多。话没说完，前方青年已经一脚踹开牢门，一拳向着他砸了过来。唐毅脸色骤变，抬手格挡。萧帝的招式很普通，唐毅甚至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招了，只要挡住萧帝的拳头，顺势一个过肩摔将其摔出去。结果轰，他先飞出去了。萧帝看似没有什么力道的拳头砸在手掌的瞬间，唐毅觉得自己像是被一头奔马撞在身上一样，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他当场就被砸飞出去，身体落在2丈开外。霎时间，唐毅只觉得自己整条右臂都碎裂，那种钻心的疼痛让他冷汗直冒。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力度了，只是此时唐毅已经顾不得手上的疼痛了。他抱着右手站起来，看着对面的青年，脸色充满忌惮。妈的，他有预感萧帝是个高手，可没想到这么高啊！这特娘的怎么打？皇宫，贤妃请宫。皇帝收拾过高阳公主后，便直接去了贤妃寝宫。见到皇帝脸色很难看，赵贤妃笑着挥了挥手，将左右都平退后笑道：“陛下还在为北京对峙担忧。”皇帝在贤妃的搀扶下坐了下来，怒道：“不仅仅是北京对峙，还有朝中的一堆糟心事。朕已经力主打了，旨意已经下得明明白白，结果户部给朕说户部没钱了，能调出来的银两不足50万两，还搞什么内部自查，查出了柳公瑾挪用税款50万两。柳公瑾是什么样的人，朕不知道吗？那就是个兢兢业业的老实人。户部为了给朕一个交代，竟然将他推出来挡灾，简直岂有此理！”贤妃抬手给皇帝顺了顺气，道：“所以你准备着手肃清朝野和贪官了？这时候动他们，恐怕会影响到北京战事。”皇帝一拳砸在桌上，怒道：“这时候不动他们，那才是影响北京战事。算了，不说这个了。唐英那小姑娘呢？”颜文帝环顾一周，没找到唐英。贤妃笑道：“孩子让嬷嬷带去洗澡了，她不知道这里是皇宫，一直以为是她的萧叔叔家而已。臣妾也没告诉她臣妾是贤妃，只说臣妾是她的萧婶婶。这孩子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贤妃话没说完，嬷嬷已经眼睛通红的跑了进来。“娘娘，娘娘，那孩子，那孩子！”嬷嬷指着里屋说不出话来。唐英。颜文帝和贤妃猛地起身，快步进了房间。房间中，唐英正蜷缩在床角，没有了刚刚进宫时的活力，警惕地盯着周围所有人，脸色更是苍白无比。看到眼前的女孩没有了当日的灵气，颜文帝脸色皱了。“混账东西，你们对她做了什么？”屋里所有人都被吓得跪了下来，床上的唐英也被颜文帝吓得一哆嗦，连忙摇头道：“萧叔叔，别怪姐姐和奶奶，是婴儿不好，是婴儿的错。”老嬷嬷跪在地上，老泪纵横。“皇爷，那小娃娃身上全是伤，他不允许我们帮他洗澡，到处跑，他摔倒了，我们才发现他身上全是掐伤和挫伤，大片大片的，全身几乎没一块好肉了。”颜文帝和贤妃脸色顿时大变。“婴儿，过来，让叔叔看看你的伤。”颜文帝一步上前，想要将蜷缩在床角的唐英抱起来，然而唐英却躲得更远了，连连摇头，嘴角努力挤出笑容：“叔叔，婴儿没事的，婴儿休息一下，马上就能好了。”“好？怎么好呀？好多伤口都还在渗血呢，这孩子的多疼呀！”老嬷嬷伤心欲绝，一群宫女也都泪流满面。颜文帝听到这话，心也提了起来。贤妃拍了拍颜文帝的手臂，道：“陛下，让臣妾来吧。”贤妃走到床边坐了下来，看着躲在床角的女孩，女孩精致漂亮，特别是眉毛和唇角，简直和她母亲如出一辙。她的心抽痛了下，笑着看着唐英道：“英儿，来婶婶这里，按理说你不该叫我婶婶的，你该叫我小姨。”“小姨？”唐英抬起头，眼中有疑惑。贤妃点头道：“对，小姨，我和你娘亲可是最好的姐妹哦。她还没嫁给你爹爹的时候，我们可是天天在一起。她说了，将来要是生了个女孩，就叫英儿。你娘弹琴可好了，比小姨还要好。”唐英想到母亲弹琴的样子，大眼睛中眼泪簌簌而落。娘亲弹琴很好脸，婴儿好想娘亲，婴儿没娘亲了。一句话刺痛了贤妃的心，她抬手揉了揉唐英的脑袋，将唐英抱到了自己的怀里，道：“谁说的？婴儿这么好，小姨也是婴儿的娘啊。乖，让小姨看看你身上的伤，不然小姨会伤心的。”唐英躲在贤妃的怀里，轻微地点了点头。得到允许，贤妃缓缓掀开唐英的衣服，果然看到她瘦到几乎见骨的身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伤，很多都是掐的，指印深入血肉，还有打的，力道之重，硕大的巴掌印在孩子身上清晰可见。贤妃眼泪再也忍不住，瞬间决堤。她又缓缓脱掉唐英的裤子，她那2根竹竿般的腿上也全是伤，特别是大腿内侧已经被捏得肉烂，渗着鲜血。贤妃想到唐英进宫时被嬷嬷牵着进来的孩子还一蹦一跳跪地给她行礼，那时的她得承受多大的疼痛啊！贤妃将唐英抱在怀里，没有说话，身体却在轻微的颤抖。她母亲要是知道她受这么大的苦，她得疼死啊！呼呼！此时
颜文帝已经喘着粗气，宛若一头困兽，愤怒地来回踱步，怕吓到孩子。他没有出声，只是眼中的寒意几乎化为了实质。唐英不过一个5岁的孩子，什么仇什么恨，对一个孩子下如此毒手。小姨，我没事的，我很快就会好的。唐英小脑袋在贤妃怀里拱了拱，道：小姨，不要告诉哥哥好不好？哥哥知道了会打死二哥和嫂嫂的，我不要哥哥担心。所以是唐家老二和老二媳妇打的。颜文帝脸色铁青，转身就往外走。好个唐静，放任嫡子不管不说，还教子不严，你还有脸为百官楷模？朕饶不了你。陛下，不可！贤妃叫住颜文帝。颜文帝停下脚步，回头看来，贤妃抱着唐英道：这是臣子的家事，陛下管不合适，等唐毅出来吧，让唐毅自己解决。唐毅若是解决不了，臣妾来解决。臣妾是他们的小姨，臣妾解决合情合理。颜文帝自然知道这些，只是还是好气啊！朕一个皇帝，朕那么多孩子和女儿，朕也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但朕至少不会伤害他们。唐静，你枉为人父。贤妃点了点唐英的鼻尖，笑着点头道：好，小姨答应你，不告诉哥哥，但你得洗衣下药浴，小姨帮你涂药，不然不用小姨告诉我，你哥哥一定会知道的。唐英用力点头。翌日，殿试正式开始。一大早，唐静便带着颜双玉和唐昊夫妻俩去唐画的院里忙里忙外，单是衣服都足试了100多套才选定，发冠、鞋、发髻都是一套一套的试过之后才搭配起来的，足耗时2个时辰，唐画才穿戴整齐。此时天已经亮了，站在院中手持折扇的唐画俊美飘逸，公子无双。哎呦，不愧是我儿，单是这气质，皇宫大殿中就不会有人是我儿的对手。颜双玉眼角含泪，激动道：今日的新科状元定然是属于我儿子的，对吧，老爷？唐静也对唐画的这身装扮很满意，笑着点头道：画儿是我亲自教出来的，他的才华自然能艳绝天下，力压天下文人。走吧，今日为父带你夺状元去。唐画挑了挑唇，看向西院的目光有些玩味，道：爹，要不要和小姨说一声？不用了，等你夺得状元回来再邀请他参加庆功吧。唐静嘴角笑容收敛，唐毅那张嘴太毒，他可不想唐毅影响到唐画。然而一夜了，唐家却没有人发现唐毅和唐英不在家。皇宫御书房，颜文帝刚刚换好了朝服，便召见了宁川。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监牢的情况。昨晚唐毅和萧帝相处如何？萧帝那小子有没有将唐毅打服？收服。颜文帝嘴角带笑，他对萧帝这个儿子也是很喜欢的。他性格洒脱，有主见有想法，只是自幼在外长大，江湖气有点重。不过收服唐毅这小子应该不是太难。结果颜文帝却看到宁川跪在地上，面色很怪异，欲言又止。颜文帝心头忽然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道：妈，出现了意外，萧帝没将唐毅收服。宁川不敢隐瞒，连忙拱手道：回陛下，臣觉得不是4殿下收服了唐毅，是唐毅收服了4殿下。宁川将昨晚所看到的说了一遍。颜文帝，这也能行？颜文帝沉吟了半晌，叹气：哎，没一个中用的。不过他确实失策了，没考虑到老4对高阳的宠溺，更没想到唐毅那小子竟然敢直呼他大名，为自己背书。陛下，昨日唐毅入狱时，还帮锦衣卫甄选出了一名北狄间谍，虽然不爽唐毅，但宁川并没有打压他的功劳。北狄间谍，这小子还有这种本事？颜文帝也有些无语，这家伙还真是到哪里都不闲着呀。宁川拱手道：陛下，已经审讯过了，这是供词。宁川从袖中取出供词，递给了陈雕嗣。此人名为吴勇，是大言背叛者，是北狄可汗身侧伺候的奴隶，靠自己的本事成了北狄可汗最信任的人之一。这次他潜入大言，就是为了随时掌控大言的动向。还有审讯中，臣拿到了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事关重大，还请陛下决断。颜文帝原本对间谍并不在意，大言和北狄肯定会打上一场，互派间谍试探很正常。但听到宁川的话，他意识到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从陈雕嗣手中接过供词，颜文帝看完之后，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北狄和东虞勾结，企图吞并大言北境，这不可能。大言和东虞刚刚签订互不侵犯盟约，负责签订盟约的丞相还没回到大言，东虞怎么可能和北狄勾结在一起？颜文帝并不相信东虞和大言之间的各类盟约，虽然是丞相范雍前往边境签订，可推动这件事，然而颜文帝摆明了就是在发泄不满。兵部备战不勤，户部备战懈怠，已经将皇帝给激怒了。今日要是写不出一篇劝谏的好诗词，事情恐怕没那么容易结束了，而且还得是一手堪比《满江红》的诗词才行，这就为难人了，连他们都做不到，更别说这些初出茅庐的甲榜士子了。唐静也是面色难看，只觉得皇帝过分了。《满江红》那种诗词，天下有几人能写得出来？陛下，臣……唐静下意识站了出来，想要反驳。颜文帝一个冷眼看了过去，老东西，纵容儿子虐待女儿，朕还没和你清算，你还敢废话？唐静触及颜文帝的死亡眼神，身体一僵，后面的话当场改了口。陛下圣明，臣无半点异议。群臣齐齐看向唐静，脸色难看。没有异议？你儿子能写得出来吗？你就敢没有异议？今日要是写不出来，丢的是我们所有人的脸。
不是你唐静的脸。唐静看到众人盯着自己的眼神，也是冷汗涔涔。你们别这么看着我，有本事你们向陛下争取。好啊！唯独唐画激动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皇帝所要求的条件，唐毅房间中的那首春望不就适合吗？哈哈，那就用他的诗来成就我吧。陛下，小臣作为此次科考第一，理应为天下学子做个表率。唐画当即站了出来，拱手大声道：陛下，那首《满江红》虽然写得极好，写得慷慨激昂，然却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陛下，大言虽大，但好战必亡，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满江红不过是误国误民之词，陛下应当弃之如敝屣。而我大言诸位大臣为我大言江山殚精竭虑，死而后已，这是我大言之幸，他们才该是获得陛下体恤之人。今日便由臣替诸位大臣为陛下献上一首劝谏诗。唐画声音正义凛然，听到他的话，群臣看着他的目光都变得柔和起来，虽然口气是狂妄了点，但这话说得很得人心嘛。我们殚精竭虑劝和，那是为了大言的和平，为了能少死一点人。可是陛下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苦心呢？非得再来一次靖康耻，陛下才老实。颜文帝看着唐画，眼睛也是眯了起来。哼，一开口又是满嘴的仁义道德，可耻！其他人劝谏朕还尚可听一分，唯独你唐家没资格对一个5岁的小女孩下死手。你劝谏朕，滑天下之大稽。哦，那小爱卿，请开始你的表演吧。颜文帝抬手，嘴角带笑，笑容中带着嘲讽。满江红是误国误民之诗，那朕倒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软骨头能写出什么慷慨激昂的诗来。众人的视线也都齐齐凝聚在唐画的身上。唐静攥紧拳头，更是紧张到手都在冒汗，一颗心砰砰跳。唐画嘴角泛起一抹阴谋得逞的笑，他背着一只手在大殿上信步，佯装沉思。片刻后，唐画开口了，声音中带着一丝悲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众人原本就在全神贯注，紧张又期待，现在这4句诗一出，几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在此时有了一瞬整齐的停止。短短4句就将战后城市的破败、沧桑、凄凉感拉满。昔日繁华的城池，如今断壁残垣，如何不让人感伤落泪？这难道不是当年靖康耻的场景吗？颜文帝瞳孔也是微微一缩，倒是小乔这家伙了，倒真是个有才的。短短几句诗也勾起了他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画面。但和群臣不同，群臣是激动，而颜文帝感到的只有耻辱。靖康耻过去10几年了，可没有谁知道，他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当年藏在了东宫的狗洞里。他们还想他再次藏一次狗洞。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后面4句，唐画猛地高高举起双手，声音陡然拔高，回声传荡全场。回声还在回荡，但整个大殿却安静的可怕。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站在大殿正中的青年，不知道是感动还是之前满江红的耻辱，现在让人帮洗刷了。很多大臣都眼睛通红，泪眼朦胧。原以为满江红已经是一时之绝唱，没想到唐画这一首劝谏诗更是惊艳卓绝。最重要的是，唐画这小子说了，这首诗是站在他们角度写的。哈哈，陛下，你看呐，我们没有怯战，我们真的在忧国忧民。你看我们都忧死的头发都掉光了，连发簪都插不了了。哈哈，谁说我们写不出来的？我们写出来了。谁说我们文人写不出劝谏陛下止戈休战的诗句的？谁？好，不愧是金榜第一，写得好，唐侍郎，你交了个好儿子。沉寂片刻，整个大殿瞬间就沸腾了。之前被满江红压一头的文官，现在彻底放飞自我，激动的不顾形象，咆哮连连。好在唐毅没在，唐毅要是在，他觉得杜甫要是知道自己这首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竟然被人这么曲解解读出来了，恐怕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唐静激动的浑身颤抖，老眼通红。好啊，好画，好样的！唐静拍着唐画的肩膀道：不愧是我唐静最优秀的儿子，哈哈，太给爹长脸了。今日起，看谁还敢在京都说我唐静宠妾灭妻。唯独一群武将看着激动的文臣都懵逼了。写得很好吗？病恹恹的没半点气势，哪里好了？颜文帝此时脸色也有些复杂，看来还真是小看唐静了。这老匹夫私德很差，但不得不承认生的儿子很有才，一个唐毅，一个唐画。可惜了，要是唐静能善待唐毅，那唐家就是一门双杰；要是算上唐静，那就是一门3进士。这是何等的荣耀！很好，小爱卿不愧是金榜第1名，果然才气过人。颜文帝拍了拍手道：就凭这一首诗，朕钦点你为此次科考的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唐画一听，激动的眼睛都红了。翰林院修撰，朝中重臣哪个不是翰林院出来的？想要封王拜相，首先你得是翰林院出身。但唐画又岂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6品修撰？现在正是拉拢群臣，在群臣心中打好形象的好机会，岂能错过？陛下，臣宁肯不要这状元，只求陛下止戈休战，与民用息。唐画跪了下来，脑袋重重磕在地上，道：臣请陛下为我大言江山社稷，与北狄和谈，莫要再起刀兵。一众主和的大臣也都齐齐站了出来附和。陛下，
唐状元说的对，请陛下收刀兵。何谈？陛下为江山社稷，望陛下三思，莫要真让我大言山河破碎。陛下，臣附议。唐化看到身后乌压压跪着的一群人，只觉得热血沸腾，一种带头大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感觉贼爽。闻言，原本不掺和的一群武将当时就怒了：啥玩意儿？老子都准备好了，你们现在说不打了？滚你们大爷的！军队都出发了，将领都选好了，你们现在说不打，开什么玩笑？一群武将顿时不乐意了，暴跳如雷。然而却没有人理他们，一群粗鄙武夫理他们作甚？唐静直接无视一群武将，站出来冲着颜文帝拱手道：陛下之前说了，只要能写出一篇劝谏诗，便有的谈。陛下，君无戏言啊！颜文帝看着这一幕，脸色阴沉至极。他刚才的确是这个意思，以为没人能写出比《满江红》更好的诗词，却没想到唐化写出来了，这让他一时间进退两难。不打，军队都派出去了，粮草已经在筹集了，圣旨也下达了。这时候说不打，那群武将会怎么想？打，这是他之前所说的话，难道要他一个皇帝自食其言？陈雕寺很清楚颜文帝此时的处境，低声提醒道：陛下，明千户将人带来了。颜文帝一怔，心头顿时就有数了。谈可以谈，不过在谈之前，朕让你们先见一个人。颜文帝大喝一声道：来人，把人带上来。宁川便拎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进了大殿。见到锦衣卫带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进来，一众文官心头顿时一突，心头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有锦衣卫掺和的事，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陈宁川参见陛下。宁川将吴勇丢在地上，跪地行礼道：人已带到，请陛下定夺。闻言，一众大臣顿时一头雾水。颜文帝看向吴勇，冷然道：已是何人？来大言所为何事？从实招来。吴勇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盯着颜文帝：我乃是朔立可汗帐下谍者吴勇，专门负责对大言的谍情报收集。哈哈，一群愚蠢的蠢猪，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朔立可汗即将率领30万铁骑，会同东夷30万大军一起将大言瓜分殆尽。哈哈哈！闻言，所有人顿时脸色大变，整个大殿当场也喧嚣起来。什么？北狄和东夷联手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东夷刚刚与我大言签订盟约，他们怎敢背刺我大言？放肆！你是何人？竟敢在此胡言乱语？说谁指使你干的？一众大臣顿时怒火中烧，冲着吴勇怒斥。此时此刻，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皇帝的一出戏，为了杜绝和谈而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东夷和北狄刚刚签订了互不侵犯盟约，签订盟约的丞相还没回大言，东夷就对北狄出手了，这可能吗？这绝对不可能！呵，哈哈哈，哈哈哈！吴勇手脚都戴着脚铐手铐，浑身鲜血淋漓，但听到群臣的怒斥，笑得那是一个疯狂，涕泪横流，笑声几乎瞬间压过了大殿的声讨。狗贼，你笑什么？有人忍不住怒斥：我笑什么？我笑你们这群狗贼啊！吴勇努力直起腰杆，盯着坐在主位上的颜文帝：怎么样，皇帝陛下，感觉到悲哀吗？感觉到羞耻吗？这就是你的大臣，这就是你的国之栋梁，文不思治，武不思战，你觉得大言还有救吗？哈哈，你们只能等着我北狄大军南下，再一次遭遇屠戮，杀得干干净净。吴勇手猛地一挥，手中铁链直接被甩飞，吓得满朝大臣连连惊慌后退。颜文帝面无表情，却觉得自己的脸已经被打肿了。一众大臣被这么羞辱，顿时怒火中烧。唐静直接指着吴勇怒斥：看你也是大言人，却成了北狄人的狗，叛徒，你也有脸在这里叫嚣？我不是！吴勇怒斥：我不是大言人，在15年前我就已经不是大言人了。吴勇手扫过全场，恨意滔天：大言人，呵呵，哈哈，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这3个字。你们知道这些年我们在北狄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女儿，每天每夜都遭受北狄人的凌辱。我们的孩子刚刚出生，对，就是刚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等待他们的是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通红的烙铁在他们粉嫩的屁股上，嗤的一声，烧焦的肉味在鼻息下蔓延，然后就是孩子哇哇的哭声。此后余生，他们的身份只有一个，奴隶。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们，若非你们这群所谓的朝中栋梁贪权卖国，贪生怕死，我等无数百姓又怎会遭此厄运？是你们眼睁睁你们的子民被北狄掳走而无动于衷。敢问一句，谁才是狗贼啊？哈哈哈！吴勇指着满朝文武，仰天大笑，眼泪混合血液落下，以至于他整张脸青白交替，狰狞至极，极为恐怖。一群文臣想到吴勇所说的画面，顿时都头皮发麻，而狄仓等一众武将却都攥紧拳头，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愧地低下了头。颜文帝平静看着发狂的吴勇，心头就像是被刀扎一样。大言人，呵，我呸！我是叛徒，我不可饶恕，可我依旧以你们为耻。大言有你们必亡！哈哈！吴勇状若疯狂地看向颜文帝道：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要杀要剐尽管来，我若皱一下眉头，便对不起被折如死去的万千同胞。颜文帝看着站在大殿上的吴勇，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叛国最该当诛，卖国最该当剐。可是
他们曾经也曾忠君爱国，谁曾爱过他们？颜文帝的目光落在满殿大臣的身上，只觉得此时的他们格外的刺眼。忠君爱国，哼，不知民间疾苦，不懂百姓所求，不过口号罢了。宁川，带他下去吧。颜文帝没有下令杀吴勇，他是皇帝，主宰一切，可他没这个脸。吴勇依旧大笑，被宁川拖下去了，但他依旧大笑。但出大殿大门的时候，他仰头喷出一口鲜血，连同咬断的舌头也喷了出去。他咬舌自尽了。活到现在，他就是想站在这大殿上说点自己想说的话而已。他活着，他在北狄的家人就得死。颜文帝猛地站了起来，只见那个男人已经缓缓往的下跪了下去，但仰着头瞪着眼睛看着北方。如果不被唐毅发现身份，他要做的就是将大颜数10万大军送进北狄和东夷的包围圈，灭掉大颜的有生力量。他不后悔，他只是恨这个国家将他们给遗忘了。他们不是猪羊，他们是人。最后吴勇的脑袋缓缓垂下，只有含糊不清的声音传来，呵呵噜噜噜，那是他的遗言，却没人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吴勇死了，一个谍者，一个大颜的叛徒死了。但整个大殿却一片寂静，很多文官都满脸惊惧，都被这一幕给吓到了。至于唐化，此时已经被吓趴在地上，整个人冷汗淋漓。老将军狄苍仰着头也看向北方，一双老眼已经泛红，眼中是难以掩饰的愤怒和自责。如果他当年坚持，如果他当年不交出兵权，如果他当年没有上赵贵的当，一举反击杀回去，这些悲剧是不是就不会上演了？颜文帝站在龙椅前，也是久久无言。许久，颜文帝才看向宁川，淡淡道：“带下去，埋了吧。”宁川拱手行礼，招了招手，2个锦衣卫立即上前，驾着吴勇便出了资政殿。伺候的宫女太监立即冲了出来，迅速将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很快，大殿上再度恢复了平静，仿佛方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陛下，此贼人自强于大殿之上，就是想要让陛下对其报以同情，陛下不可上当啊！唐静站了出来，沉声道：“而且，如今我大颜已经和东夷结盟，条约由我大颜宰相亲自签订，岂能有假？此贼人竟说东夷已经和北狄勾结，简直是无稽之谈。”其他大臣也回过神，纷纷附和：“唐大人所言极是，陛下，这是北狄在挑拨离间啊！陛下，切不可因为一名叛徒的话而误了我大颜。陛下，东夷和我大颜结盟，乃是陛下亲手推进的，陛下是想要推翻自己的结论吗？”颜文帝看着大殿上义愤填膺的大臣，心头只觉得一阵阵发凉。如果说之前他怀疑吴勇的情报，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但他的臣子，他的股肱之臣，第一时间竟然不是去佐证吴勇的证词，而是去找借口找理，有反驳吴勇的证词。报800里加急，800里加急，东夷集结30万重兵，正界到北燕，企图偷袭我大颜雍城关。东夷企图与北狄勾结，1月内瓜分我大颜北境。这时，大殿外传来了怒吼声，声音由远而近，声嘶力竭。什么？颜文帝猛地站了起来，狄苍也是猛地抬起头，都齐齐往大殿外看去。2人脸上都充满震撼。唐毅那兔崽子竟然说的是真的，吴勇的证词也是可靠的，北狄和东夷竟然真的联手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而刚才还义愤填膺的一众文臣，这时也是全都傻了，只觉得脑袋上天雷滚滚。北狄和东夷密谋，正计划夺取北境，开什么玩笑？大颜和东夷刚刚签订互不侵犯盟约呀，前往签订契约的丞相还没回到京都，东夷便已经撕毁协议了。但如果这是真的，那大颜必定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这时800里急报已经入了大殿，颜文帝冷喝道：“给朕传上来！”陈雕嗣连忙跑下大殿，从已经虚脱的骑士手中接过急报，快速送到颜文帝的手中。颜文帝接过急报，翻开看完后，整个人愤怒的眼睛都红了。密报是东夷的锦衣卫密谍和北燕的锦衣卫密谍联合发回来，盖有东晋边军主帅苏定安的大印，也就是说，所报之事属实。北狄秘密出兵30万，企图从北燕借道，从侧面直穿大颜雍城关，再有20天的时间就会兵临雍城关下。雍城关一旦被突破，整个大颜北面将无险可守，北狄大军轻而一举能攻进大颜，不出3日，京都城外就能见到北狄的骑兵，而京都想要北援，至少需要1个多月，时间根本来不及。啪！颜文帝直接将急报砸在唐静的面前，眸色如刀，看看吧，好好的给朕看看。唐静捡起地上的唐报，很多大臣也都围了过来，看完唐报后，全都面色惶恐，一些大臣吓得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了。该死的，东夷可耻，竟然敢背信弃义！哼，什么互不侵犯，这是他们的毒计。北狄陈兵边境，是为了牵制我们的注意力；东夷和我们结盟，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可耻！一众文武大臣气得怒火冲天，暴跳如雷。颜文帝看着唐静等一众大臣，淡漠开口：“谈，好啊，可以，现在可以谈了。朱清以为将大颜北境，拱手送给北狄，如何？”颜文帝声音冰冷，在大殿上传开。一众大臣听到他的话，顿时齐齐跪了下来：“臣等万死，陛下恕罪！要朕恕罪，你们何罪之有啊？”颜文帝站了起来，居高临下的盯着群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多好的诗词啊！这不就是诸位爱卿的真实写照吗？很好，现在到诸位爱卿出力的时候了。啪！颜文帝一巴掌拍在龙案上，居高临下看着资政殿上跪了一地的大臣，必须给朕谈，朕给你们半天的时间，给朕想办法破敌。你们不是想谈吗？朕现在就给你们机会，谈不拢，朕就摘了你们的脑袋。颜文帝站了起来，快步往大殿外走。狄仓，和朕来。他可对这群蠢材不抱任何希望了，要他们勾心斗角，他们厉害得很；要他们出谋划策，如果不团结一致，他们的计策有个屁用。现在他只想见唐毅。当日那少年说的信誓旦旦，显然已经有了应对之策。想到这里，颜文帝心头那是10000个后悔啊！早知道如此，当日就该听那小子把事情说完，那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白白的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狄仓自然知道颜文帝现在想要见唐毅，也快步跟在身后。颜文帝和狄仓走了，一众文官站在资政殿上，面面相觑，欲哭无泪。该死的，早知道如此，我们就不该拖延的，不然现在大军已经在支援北境的路上了。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现在是想办法破敌，北敌30万大军南下，和东夷30万大军夹击北境，北境根本就支撑不了几天。如果解决不好，恐怕大言不是在经历一次靖康耻，而是灭国。听到灭国2字，整个大殿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唐话也是双眼无神，怎么会这样？明明他今天惊艳全场，他才是主角，应该众星捧月，现在却被遗忘在角落里了。北镇抚司监狱经过一夜的磨合，唐毅和萧帝已经哥俩好了。闲聊下来，唐毅总算知道这家伙贵为皇子，为何总是一身匪气了。他自幼是在武当长大的，小的时候就跟着师兄师姐走南闯北，行侠仗义，快意恩仇，随后又被扔去边军历练了几年，这要还有皇家贵气，那才见鬼。他也是半月前才回到京都，回到京都的第一件事就是拔刀砍了宁安侯世子，也就是宁川的弟弟宁二。也就和萧帝相处1个晚上，唐毅才发现，虽然自己拼命在唐静的书房补充这个世界的知识了，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譬如武功他也会，前世10几个敌人也别想近他的身，甚至就连之前面对宁川身后的锦衣卫，他自认前世的自己也有一搏之力。可当昨晚见到萧帝一拳将地面砸出一条10几米的裂缝后，唐毅就特妈怀疑人生了。科学？我科学你大爷！科学家的祖宗来到这个世界，也无法解释什么叫真气，好吧？于是原本还想在萧帝面前拿捏姿态的唐毅，当场就老实了，生怕萧帝一个不高兴，一拳将他砸成2截。两人聊了半宿，迷迷糊糊中才相拥睡了过去，以至于早上的时候，清醒过来的两人第一时间就是检查菊花。操，喝酒就喝酒，你抱着我干嘛？萧帝瞪着眼睛，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妹，你还好意思说？你那拳头比我脑袋还大，就架在我脑袋上，我敢动吗？唐毅也很崩溃，主要是憋尿二兄弟有了反应，然后又从后面抱着萧帝，想到那画面简直不忍直视啊！那是你让我教你武功？萧帝怒，呵呵，你那是教吗？你那分明是想拿我当沙包，你欺负我妹！胡说，我那是救她！妈的，你昨晚说梦话了，好大，一个手掌抓不完，薄唇好软，很舒服。唐毅盯着萧帝，一张脸黑如锅底，你大爷，你能有点脑子吗？就算老子说梦话，那呸，老子从来不说梦话。唐毅，你可以走了。两人大眼瞪小眼，宁川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开门，和这蠢货待在一起，影响智商。唐毅转身就走，义正辞严，溜了，不溜要被打呀！他凭什么能走？我凭什么不能出去？萧帝咬牙切齿。宁川漠然看着他，你砍了我弟弟，我现在没和你动手，很给你面子了。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你想练，我陪你。不用，我就喜欢坐牢。萧帝顿时满脸笑容，连连摇头。唐毅看了一眼宁川，心说这家伙肯定比萧帝还牛逼，不然就萧帝那拼命3郎的尿性，能这么轻易就算了。昨晚你指证的间谍死了。两人往监牢外走，宁川忽然说道。唐毅脚步微微一滞，道：能说说？宁川想了想，将事情原本给唐毅说了一遍，这是颜文帝的意思。唐毅听完后，站在北镇抚司的大门前，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埋在哪里？许久，唐毅开口问道。北城外10里地最高的那座山上，那里看北境能看得更远。宁川抬头看向北方，谢谢。唐毅笑了笑，道：走吧，去见萧叔和狄老将军。小半个时辰后，状元街外的酒楼中，唐毅推开门的时候，果然看到了萧策和狄仓已经在里面。两人见到他，目光那是一个炙热。刚刚经历萧帝的事，唐毅都看得有些发毛，身体后仰，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小子，你有退敌之策？颜文帝直接开口问道。现在他没时间，直接开门见山。有，时间上也来得及，足够了。唐毅也没有废话，他是要走5路夺权的，谦虚个毛。他说道，退敌之策就是东抗东虞，北放北敌。简单来说，在东境立即封锁边境，断绝和东虞的所有来往，调集重兵在边境集结，做出要全力攻打东虞的样子。既然他们毁约，
那就做出不死不休的态度出来。至于我大言北境，则可内紧外松，可以直接提前开放边境护市，甚至可以优惠一点。往年一只羊能换50斤米，现在一只羊可以换60斤米。唐毅话没说完，颜文帝一巴掌拍在桌上，眼眸极亮，妙极了！他已经明白了唐毅的意思，东抗东虞，北放北敌。说直白点，就是在东晋制造紧张局势，在北境佯装放松对北敌的戒备等级。紧张局势让东虞以为大颜要攻打东虞，再让东虞知道大颜和北敌还互市，那东虞会怎么想？东虞肯定会觉得北敌和大颜已经勾结在一起，等着他们的军队过去送死呢。毕竟这些年北敌几乎都是靠大颜养着的，如此一来，东虞只能将军队撤回去。而北敌呢？北敌向大颜开战的借口就是过冬物资。行，你们不是要过冬物资吗？换给你们就是了。而且换物资的时候，可以适当放一些流言，告诉北敌人他们的可汗发动战争是想要拿他们的命去换他的荣华富贵，他们有物资过冬了，没必要再拿命去给别人做嫁衣。这种事那群御史玩的贼溜，派个御史过去就可以了。到时候就算北敌可汗强行开战，军心不稳，他还能打。哈哈，就算东虞不凑热闹，边境护市就是制裁北敌王庭最好的计策。颜文帝兴奋不已，唐毅点头道：此举不但能拉拢北敌边民，甚至北敌权贵们看到如此汇力互换，也必然坐不住，会参与进来。届时他们一旦习惯，北敌王庭想要再乱动，可就没现在容易了。那么我们便将在后续博弈中占据主动，进可攻，退可守。好，好！颜文帝激动站起身，呸！满朝文武皆是土狗辈，还不如一个少年呢。他双手叉腰，心情大好，冲着唐毅道：小子，你这次立大功了，赏赐我们汇报上去，包你满意。小子，真有你的，满朝文武都搞不定的事，你竟然3言2语就搞定了。狄仓一巴掌拍在唐毅肩膀，也是相当满意。原以为这小子只是写诗厉害，没想到眼界也不错，问题也看得挺透彻。朝中文臣武将还在内斗的时候，他却连解决问题的策略都已经想到了，这一点真难得可贵。唐晋这老小子非人哉！老将军也是破口大骂，愤愤不平。多好的孩子啊！瞧瞧这智商，瞧瞧这勇气，再瞧瞧这气势，特妈的有哪一点比不上唐化那个兔崽子？唐晋那老小子真是瞎了眼了。此时颜文帝和狄仓都很激动，北敌30万大军压境，东虞30万大军策应，那得是多大的危机？弄不好可不仅仅是丢失北境，而是灭国。但这样的危机就这样被眼前的少年3言2句给破了。虽然他提供的只是思路，但有思路就够了。至于细节有一群阴谋家帮他补充。颜文帝虽然对朝中那群大臣不抱太大的希望，但玩阴谋阴阳人这种事，他们的确是一把手。只是现在听到狄仓这老东西提起唐化，颜文帝的好心情顿时就没有了。扫兴，没事提那只会阿谀奉承的蠢货做什么？颜文帝很清楚，唐化今天这一出，显然就是在交投名状。他爹是丞相一党，他交投名状也无可厚非，但颜文帝就是很不爽。你一个新科状元，难道不该先向朕表忠心吗？唐化就是你那个兄长，人不怎么样，才华是真不错。想到那首劝谏诗，颜文帝虽然不满，但还是由衷觉得不错，就是感觉诗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似乎被曲解了。今日殿试，他一首劝谏诗，差点让陛下下不来台。颜文帝脸色有些阴翳，道：如果不是因为你指认的间谍以及东晋的800里加急，今日在资政殿恐怕真得闹翻天了。当然现在想翻天的是朕，那群叫嚣的家伙能想出退敌之策还好说，想不出退敌之策，哼，看朕回去怎么收拾他们。唐毅闻言愣了一下，随即也只是笑了笑，并不在意。看到他的样子，狄仓手拍着他的肩膀道：小子，那家伙得了状元，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在意啊？唐毅耸耸肩道：没什么可在意的，唐化的唐晋真传又是科举第一，殿试被钦点为状元，很正常。好吧，还是有点在意的，可以说说他写的什么诗吗？唐毅还是觉得得看看唐化是什么水平，万一几天后的沈园诗会题目和前世那些大佬的诗词都不搭边，到时候没得抄，那就扯淡了。狄仓看向颜文帝，陛下你来说吧，我不会背，平时让你多看点书，你还说是朕为难你？颜文帝瞪了狄仓一眼，看向唐毅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等，你说这首诗是唐化写的？颜文帝话没说完，唐毅已经惊得站了起来。我特妈，这是杜甫的《春望》吧？春望怎么就成了唐化的劝谏诗了？难不成这家伙也是穿越者？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立马就被唐毅自己给否决了。要是穿越者还是唐化这尿性，那简直丢穿越者的脸。那这首诗只可能是他偷的。昨晚他被梁少他们叫出去的时候，唐化就在院中，而当时他刚好将送给老王爷的这首《春望》给写了下来。应该是他们离开后，唐化潜入了屋中，将这首诗给拿走了，然后这首诗就被唐化当成自己的用了，在电视上夺魁。无耻啊！怎么样，吓到了吧？告诉你，在大殿上的时候，所有人都吓到了。颜文帝想到当时的那个场景，摇了摇头道：那群文官自以为有了代言人，
笑声差点没把资政殿给震塌陷了。唐毅嘴角微微抽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唐画是抄的，这首诗我已经送给了老王爷，现在成为老王爷的专属了。春望，当日离开的时候，老王爷连诗的名字都改了，名字就叫老福王义尽康耻。这等老福王巡查回来，他的专属 BGM 被人给偷了，以那老头的性格还不得爆炸，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事情闹大了会不会牵连到他和唐毅。唐毅看向颜文帝，几次想要开口说出真相，但还是忍住了。现在说出来有种妒贤嫉能的感觉。颜文帝和狄老将军信不信还两说，关键是连他也是抄的，只是他抄没人知道，唐画抄了会出大事情。好了，唐毅别那么在意，你写的《满江红》和《破阵子》不逊色于劝谏诗。颜文帝怕唐毅想不开，笑着安慰。话落，他嘴角笑容渐渐收敛，不提这件事了，有件事的告诉你，不过你不要激动，唐英受伤了，遍体鳞伤。哐当，他话没说完，唐毅已经猛地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都被掀翻在地。听到这动静，守在门外的陈雕寺和赵虎几乎瞬间破门而入，齐齐护在颜文帝的身前。赵虎手中的剑更是瞬间出了鞘。此时的唐毅脸色阴沉，双眸凛冽，那全身弥漫的杀意几乎化成了实质，冰冷而强势的压迫感扑面来。谁干的？我妹妹不是在梁家吗？唐毅声音寒冰彻骨。颜文帝和狄仓都被唐毅此时的气势所震慑到，这种气势一般只有百战悍将身上才有，但现在他们却从眼前这少年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连府邸都没出过的少年，上哪里去练这份杀气？是唐昊和林竹干的，把我的玉佩也顺走了，真是好大的胆子！颜文帝也是脸色冷冽，先是抢他给唐毅的银票，再是抢他给茵茵的玉佩。唐家人还真是狗胆包天，要不是不好干涉唐家内宅事，也没到在唐毅面前暴露身份的时候，他非得让唐家人知道冒犯天威的后果。唐英现在没事，昨日贤妃娘娘刚好在梁家，将他带回宫照顾了。颜文帝挥手让陈雕寺和赵虎退开，道：“你去皇宫等吧，我们回去让人通知一下宫里，把唐英送出来。那孩子很懂事，在极力伪装，事情你解决，解决不了，贤妃帮你解决。至于婴儿那里，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唐毅身体猛地颤了颤，心头像是挨了重重一刀，很疼，有痕迹的。昨天晚上他明明发现唐英失去了白天的活力，变得胆小恐惧，可是他还以为是因为梁少一群人的到来让他害怕了。唐毅自责的想要给自己2巴掌。萧叔，我和你们一起进宫。唐毅眼睛红了，道：“我去宫外接他，不见到他我不放心。”颜文帝同意了，一群人出了酒楼，上了马车，马车便向着皇宫驶去。皇宫资政殿，此时议论争吵了半天的一众大臣，没想什么退敌之策，而是已经想好了退路。迁都，既然北狄和东虞联合，总共60万大军攻打北境，党是肯定挡不住了的。一旦北狄和东虞大军合兵一处，突破大研最后的堡垒雍城关，不出3天，北狄的骑兵就会出现在京都城外。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迁都，先把大研国都迁到南方，远离北狄和东虞联军的攻击范围，再争取更多的时间来逃命。不对，是来布局，完美。半个时辰后，颜文帝连龙袍都没换，穿着便装直接回到了资政殿。唐毅的退敌之策，他需要第一时间和一众大臣商讨。好了，诸位爱卿，朕给了你们2个时辰的时间，可有计策了？现在你们可以说了，朕听着。颜文帝龙行虎步在群臣中穿过，向着龙椅走去，声音传遍全场。哼，朕倒是要看看你们几十上百人讨论了2个时辰，有没有谁的想法和唐毅不谋而合？要是有，那证明你们还有救；要是没有，看朕怎么收拾你们。陛下，为今之计，唯有迁都了。颜文帝心里正想这事，身后已经传来了户部尚书刘温的声音。他正爬台阶，身体顿时一个趔趄，差点一头栽倒在地。迁都！颜文帝猛地转过身，看向站在身后的刘温，声音都拔高了8度：“你说什么？你再给朕说一遍！”颜文帝当场就爆炸了。他想过无数答案，可他从未想过会从这群大研重臣的嘴中听到这么炸裂的答案。迁都！朕迁你祖宗！颜文帝差点忍不住破口大骂。如今大研表面繁华，但内部早就被蛀空了，到现在还能撑着，就是因为皇帝还在京都固守住了大研最后一点气运。要是皇帝将帝都南迁，仗还没打呢，皇帝先跑了，这仗还能打？大研天下还有谁敢反抗？迁都！陛下，为今之计只有迁都。刘温没有察觉到皇帝的怒火，重重拱手道：“陛下，北狄和东虞共60万联军，乃是虎狼之师，北境边军难以抵抗。而京都想要派兵驰援，最迟也得1个月的时间才能赶到北境，而届时战败已成定局。臣以为此时不应再派兵北援，而是派兵护送陛下。”滚！颜文帝蹦起就是一脚，刘温当场就被踹翻在地，摔得一个四仰八叉，没有了半点读书人的斯文。一众大臣顿时目瞪口呆，谁都没想到平时如雅斯文的陛下竟然拎着裙摆跳起来踹人啊！不斯文，一点都不斯文。迁都，这就是你们商讨了2个时辰给朕的计策？呵呵，哈哈，朕这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北狄和东虞，朕的上万万子民
任由北狄和东夷欺凌羞辱，为奴为婢是吗？颜文帝手指着群臣，声音凛冽：这是你们所有人的意思，是吗？面对皇帝的怒火，群臣心头顿时有些毛了。谁都没想到，他们素来儒雅的皇帝竟然对迁都这么反感。陛下，大敌当前，切莫意气用事。刘温从地上爬起来，跪在颜文帝前方。皇帝生气了，又如何？人家60万大军压境，打不过还要硬打，那不是理智，那是愚蠢。天下苍生，哼，我们活着，苍生才配活着。我们活着，我们在哪儿，哪儿就是大言。至于百姓，命有他们重要吗？当然没有。陛下乃是95之尊，不可冒险。刘温正义凛然道：如今北狄和东夷整个待旦，准备充足，而我大言北境只有20万边军，兵力相差太大。陛下难道要倾尽全国之力，打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争吗？请陛下三思。刘温重跪在地上，歇斯底里。臣附议。唐晋也出班，附和道：陛下，刘尚书所言极是。如今北狄大军压境，东夷又背信弃义，我大言危在旦夕，还请陛下迁都南下，以免靖康之耻再度重演。刘温、唐晋的党羽也都站了出来，纷纷向皇帝上奏，支持迁都南下。陛下，为大言江山社稷，臣请陛下迁都，请陛下迁都。臣附议。看在大殿上跪了近一半的大臣，颜文帝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了。好，很好，你们好得很呐。颜文帝目光冰冷扫过全场，手指了指脚下的大殿。就在朕踏入这座大殿之前，朕还在给你们机会，还在想经历过刚才那无勇的事，你们会不会有人有退敌之策？结果你们让朕很失望，你们只想逃，你们还想重塑靖康之耻，你们还想让百姓被敌贼掳掠而去，让他们受尽屈辱，最后站在这大殿上戳着朕的脊梁骨骂你们，可耻，可耻至极。颜文帝手指着群臣，暴怒开口：退敌之策，你们没有，朕有。朕出宫2个时辰，刚好问到一策，你们且给朕听好了。此计名为东抗东夷，北放北狄。北狄和东夷虽然密谋，可他们有嫌隙，东夷人不可能听从北狄人指挥，北狄人也看不惯东夷人，这就是机会。首先打草惊蛇，集结兵马东进杨洞，做出要攻打东夷的架势，甚至必要时可以攻打东夷，逼东夷撤兵回援。然后瞒天过海，在北境开放互市，允许北狄人和大言交换过冬物资。最后反间分化东夷和北狄的关系，让东夷和北狄的关系彻底破裂。颜文帝侃侃而谈，唐毅之前只说了个大概，但此时他却补充了很多细节，将策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了所有大臣的面前。讲得这么清楚，就算是白痴也知道该怎么做。果然，原本不在意的唐晋、刘温等一群主张迁都的大臣，越听颜文帝的话越心惊，最后都不由脸红耳赤。颜文帝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巴掌一般甩在了他们的脸上，让他们脸上火辣辣的。刚才听到北狄和东夷联手，集结60万大军要攻打大言，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怎么解决大言的危机，而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迁都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但现在颜文帝却手把手教他们，不用迁都也能让北狄和东夷联军不攻自破。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反间计，一连串的策略用下来，只要执行好、执行到位，瓦解北狄和东夷联军不是问题。而玩阴谋明明是他们的长项啊！很快唐晋和刘温便意识到不对劲了。陛下刚刚说什么？离开的这2个时辰是去问计去了。他出去一趟，回来这危及大言的危机就有了应对之策了。这个给陛下出谋划策的人到底是谁？直到颜文帝说完，全场一片死寂。颜文帝居高临下，看着众人的脸色，看到他们脸上的震惊，他嘴角不由泛起一抹嘲讽。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没有痛骂一场后的得意，只觉得格外悲哀。朝中这些大臣大多都被靖康耻吓破胆了，内斗猛如虎，外战软如羊。如果朝纲不能重振，下一次恐怕大言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而这次如果没有唐毅献计，恐怕这些大臣会联合所有的门阀豪族一起施压，真逼着他向南迁都，率领数十万人向南迁都。想到那个画面，颜文帝就脊背发凉。而这种事，这些大臣打着为大言江山社稷的旗号，真干得出来？颜文帝甩了甩脑袋，将脑中杂乱的思绪驱散。不能想，想多了想要杀人。诸位爱卿，觉得朕此计如何？颜文帝居高临下，冷声问道。一句话就像是巴掌一样甩在群臣的脸上。群臣面色讪讪，陛下你是故意的吧？有计你早说啊，你早说，我们也不会说什么迁都这种话了。群臣对颜文帝有些埋怨，但都恭恭敬敬地出声恭维。陛下圣明，此计定能解我大言之危机，有此策略，定能大破北狄和东夷联军。陛下大才，臣等自愧不如。此时主张迁都的刘温和唐晋等人也都老实了，和他们大费周章迁都相比，皇帝的策略明显是上策，而且仗可能还打不起来，大言顶多就是失去一部分物资而已。物资他们不缺，你们自然是自愧不如。知道这是谁的计策吗？颜文帝居高临下的盯着众人，嘲讽一笑，此计便是写《满江红》和破阵子的小诗仙提供的。呵呵，满朝文武
竟然比不过一个少年，朕都为你们感到羞耻。闻言，整个瞬间一片哗然，竟然是他，怎么可能？诗词写得好，谋略也如此高，此人到底是谁？小诗仙，别让我知道你是谁！有人震惊，有人错愕，有人气急败坏，脸色都格外精彩。特别是唐静、刘温一群人，此时脸上不仅火辣辣的，更有一种被人生生灌了一坨屎的感觉，被恶心到了。那家伙一手满江红和破阵子，将他们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现在北狄和东虞60万联军正准备攻打大研，他们吓得惊慌失措。又是皇帝的小诗仙站了出来，一计为大研定北境，安天下。小诗仙到底是谁啊？唐静、刘温等人都在心头怒吼。唐化脸色青一阵紫一阵，愤怒的青筋突起。他是状元，今日整个京都最耀眼的应该是他，但现在风头都被那什么小诗仙给抢了。该死的，藏头露尾的败类，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和我争？唐化攥紧拳头，恨欲狂。无论你是谁，我都会将你踩在脚下，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狄仓看着唐静、刘温等人的表情，脸上别提多嘚瑟了。别说这种别人不知道，就只有自己知道的感觉，还贼爽。陛下，小诗仙有如此之才，是我大言之幸。唐静懒得再猜，直接出班问颜文帝。只是这等天纵奇才，不知是何方高人，还请陛下引荐给臣等认识。一众大臣目光也都齐齐落在颜文帝身上，眼神都极为复杂，期待、炙热、愤怒、仇恨。颜文帝很清楚，这里面不少人想要知道唐毅的身份，单纯只是确定他的身份后除之而后快。只是唐静啊，那是你的儿子，不知道真相揭露日，你又如何自处呢？颜文帝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唐静，冷笑开口道：诸位爱卿放心，再过几日，爱卿们就能见到他了。朕也很期望将他介绍给诸位爱卿认识。哼哼，朕很想到时候知道唐毅的身份，你们的脸色会何等精彩。沈园诗会，朕还真有点等不及了。说正事，中书拟旨800里加急速成丞相，让他暂缓回京，立即返回东晋，协助大将军苏定安主持东晋大局。北境则由边军主帅秦简主持大局，督察院再挑几个御史北上协助。你们嘴上功夫不是厉害吗？朕倒是要看看你们有没有福王当年的风范。最后，颜文帝目光冷冽扫过全场，卿等该还钱了。群臣一听，当时都懵逼了。还钱？还什么钱？颜文帝冷哼一声道：你们从国库拿，不借走的银两，10日之内自己还回去。10日后，朕会派人亲自查此案，届时被查出来，朕定斩不饶。这都是你们逼朕的。颜文帝一甩衣袖，转身离开。话说到这份上了，要是还有人找死，那就怪不得他了。而听到颜文帝的话，很多大臣顿时都脸色煞白，冷汗涔涔。国库的钱大多都是他们以借的方式取出来的，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想过要还。现在皇帝让他们还钱了，小诗仙又是小诗仙。相比于欠款，唐静更关心的是小诗仙的身份。他看向身侧的刑部侍郎赵科，沉声问道：怎么，你们还是没查出小诗仙是谁吗？赵科逆着唐静冷声道：我们查到的小诗仙就是你小儿子唐毅。唐毅？唐静和唐化相视一眼，皆不由冷笑道：不可能，不会是他，他连字都认不全，怎么可能会是那什么诗仙？赵科脸色铁青道：不是因为不可能，所以我才没有公布。他可能是有人为了混淆视听，故意转移注意力的对象。有人？除了皇帝还能有谁？唐静沉吟了一下，微微颔首道：那就赶紧查，先把这个人查出来。这个人的威胁实在太大了，以前皇帝很好对付的，自从和那什么小诗仙接触过后，感觉就失控了。再这么下去，谁扛得住？话落，唐静拱手看向全场，笑着开口：诸位，今日为了庆祝我儿高中，本官在天香楼设宴，还请诸位赏光。颜文帝没走多远，听到这话脸色骤沉。大言现在内忧外患，你竟然还想着庆祝？庆祝什么？庆祝东虞和北狄的联军攻打大研吗？陈雕4，传朕旨意，唐静教子不严，朕免去其侍郎之职，待他宴会开始后，你亲自去。颜文帝声音低沉，他本暂时不想动唐静，奈何这老东西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皇宫，唐毅站在宫门外，一等就是一个时辰。一辆马车终于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哥哥，哥哥，我在这里。唐英站在马车上，正拼命向他招手。小姑娘扎着好看的发髻，穿着新衣，在阳光下宛若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唐毅的眼睛却有些发涩。妹妹快乐是真的，但伪装也是真的，就为了不让她担心，她宁愿自己忍着疼，也不喊一声疼。又蠢又傻，可又让人心疼。哥哥，我给你说，小姨送给我好多好多东西呢，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唐毅正伤感呢，就看到唐英掀开车帘，从马车中拉出来了一个大美女。女人20出头，身材高挑，身上穿着简单的白裙，不仅将凹凸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还显得极为端庄大气。加上此时清风拂来，她一袭白裙正随风猎猎而动，宛若仙子凌尘，美不胜收。不愧是跟在贵妃身边的女人，就这份气质，就不是一般大家族的小姐所能比拟的。唐毅暗暗感叹，感叹过后就只剩下尴尬了。贤妃和母亲是闺蜜，叫一声小姨没什么问题，送唐英吃的玩的也没问题。
可送的美女问题就大了，感觉就像是给他找老婆一样。关键是唐英和他的小院就只有一间房，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容易擦枪走火。杜灵飞见过唐少爷。女人微微欠身行礼，解答了唐毅的疑惑。我奉娘娘之命，照顾茵茵小姐一段时间。娘娘说，茵茵姑娘终归是姑娘，虽然还小，可少爷一直照顾，终归是不方便，将来对茵茵小姐的声誉不好。唐毅本来就想过段时间给唐英买个丫鬟伺候的，毕竟唐英是女孩子，她虽然是哥哥，但很多事情做起来还是不方便。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贤妃娘娘竟然也想到了这点，并且派了身边的人过来，不是说不好，就是太漂亮了，万一不小心成了伺候她就不好了，那就有劳姑娘了啊！宫前召节。唐毅挠了挠头，和女人打交道，他真没什么经验啊。杜灵飞抿唇而笑，在他的记忆中，文采风流的才子可都是风流倜傥，没想到堂堂的名动京都的小诗仙，似乎不太擅长此道啊。她是贤妃身边的女官，皇帝和贤妃谈话的时候没有逼着她，她自然知道唐毅的身份。哥哥，姐姐很漂亮，但你不能把我忘记了呀。唐英在马车上一蹦一跳的宣布主权，哥哥我还在这里呢，我昨晚都没睡好，我好想你啊。唐毅摇头，怎么有种争宠的既视感？走，咱们回家。他也没有揭穿唐英隐瞒受伤的事，伸手将她抱了起来。回家。唐英重点头。虽然小姨很好，小姨和娘一样很温柔，可是哥哥在哪里？哪里才是家？杜灵飞看着前方兄妹俩打闹着离开，顿时有些无语。有马车不坐，你们想要走回唐家吗？那得走2个时辰啊。他只能跳下马车，跟在兄妹俩身后，同时让车夫驱车跟在后面，直到杜灵飞看到唐毅让唐英自己去买吃的，自己去买玩具，还自己手插着腰和那些商贩讨价还价，他才明白了唐毅的用意。他是在帮妹妹疗伤呢。身体上的伤10天半月就能好，可心理上的伤呢？心理上的伤很难治疗，若是治疗不好，将会是陪伴一生的梦魇。唐毅要做的显然就是让妹妹开朗起来。想到昨晚那个躲在床角瑟瑟发抖的女孩，再看现在双手叉腰意气风发的女孩，杜灵飞忽然觉得或许有一种爱真的能抚平一切伤害吧。可那个杜姑娘能不能借点钱？唐毅的声音传来。杜灵飞眨了眨眼，有些诧异地看着身侧面色尴尬的少年，说好的宫前召节呢？可昨晚被关在监狱，钱没了。唐毅说得很模糊，故意掩去了去青楼的事情。杜灵飞取下腰间的荷包，从里面取出100两银票递给唐毅。在唐毅伸手去接的时候，杜灵飞忽然向后缩了一下，唇角微扬，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唐少爷写得非常好。娘娘说那姑娘能获得唐少亲手写的2句诗，是她的造化。这语气怎么听得有些酸呢？唐毅手抚着下巴，目光打量着杜灵飞。行吧，也给你写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话落，唐毅抬手抽掉他手中的100两，算你买的。杜灵飞却已经呆在当场，俏脸震惊，美眸瞪大。他原本只是想要逗弄一下唐毅而已，毕竟堂堂名动京都的大诗仙，竟然沦落到要和他借钱。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误会了他的意思，开口就给他来了一首美人诗。杜灵飞是贤妃身边的女官，但也是出身书香门第，是为了逃婚故意进宫伺候贤妃的，因此他很清楚唐毅给他写的这首诗含金量有多高。哪怕他出身书香门第，哪怕他容颜绝世，可是仔细品过这首诗后，不知道为何杜灵飞总觉得自己似乎有点配不上这首诗啊。这首诗要是流传出去，能够震动整个大言文坛。这笨蛋！杜灵飞看着给唐英付账的唐毅，忽然有些咬牙切齿，一点都不解风情。这时候怎么能说买呢？只是看这家伙的样子，似乎一首震烁古今的诗词，好像还没有那100两重要啊。他快步跟上唐毅，低声道：名字叫什么？唐毅知道牵着唐英，知道他说的是李白的诗，道：清平吊点赠杜灵飞。杜灵飞脚步微微一滞，俏脸微红。这家伙看起来也不是完全不懂。唐毅和杜灵飞带着唐英足足逛了1个多时辰，直到东西将马车塞得满满当当地，装不下了，唐英才心满意足地回到马车。或是因为太累了，唐英上车没一会儿就在唐毅的怀中睡了过去。趁着唐英睡觉，唐毅掀开了女孩的新衣，果然看到了她身上密密麻麻的挫伤和淤伤。宫里的药很好，擦了药，女孩身上的伤已经结痂，可看上去依旧惨不忍睹。这要是没有擦药，她得多疼。她昨日给自己清洗干净，回到房间强行挤出笑容，问能不能帮自己画图的时候，她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唐昊、林竹，我饶不了你们！唐毅双目通红，低声怒吼。公主府，公主萧兰在御医的调养下休息了1个晚上，气色已经恢复了许多，蹲在秋千架上，手里正提着一串葡萄，一颗一颗的往红唇中塞。而坐在她面前的正是孔诗兰。这么说来，这次殿试的状元就是唐画了。萧兰看着愁眉不展的孔诗兰道：兰姐，你不是说这在你的意料之中吗？意料之中，你还愁眉苦脸？孔诗兰放下茶杯道：唐画能中状元，的确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没想到的是，他的诗竟然写得这么好。这首劝谏诗足以和《满江红》以及《破阵子》相媲美。
沈园诗会要是唐画同样能写出这种诗词，那全场恐怕没人是他对手，除非能找到那个小诗仙。但这家伙神龙见首不见尾，现在整个京都都是他的传说，就是不知道他是谁。萧兰皱着小脸道：“我父皇不会告诉我诗仙是谁的，那老头子坏得很。不过咱们可以去问梁少呀，咱们去把他打晕，带回来逼问。”萧兰兴致勃勃，美眸泛光。他不是说诗仙是他兄弟吗？昨晚他在青楼用诗仙的几句诗，可是出尽风头。孔诗兰吓了一跳：“你还是别闹了，昨晚你因为剧烈运动，心跳脉搏都没有了，差点没把我吓死。要不是唐毅，现在你还能不能坐在这里吃葡萄都两说。再让你跑出去闹，出了点事，那整个公主府的人恐怕都得陪葬。没有用的，我让兄长去问过了。”孔诗兰摇了摇头道：“他们现在都在锦衣卫大楼，昨晚唐毅被抓走后，他们也被抓走了。显然颜文帝是想刻意隐藏小诗仙的身份，唐毅、梁少等可能知道小诗仙身份的人都进了监狱。而且昨晚颜文帝说的话，他也一字不落地转给了爷爷。但爷爷听完之后沉思了好一会儿，也只是问了他一句会不会后悔。他不知道爷爷和颜文帝的哑谜，自然也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了，他不后悔。可是即便后悔，他该后悔什么？兰姐，我觉得吧，唐画会不会就是小诗仙啊？萧兰双手托腮道：“你没发现吗？无论是《满江红》还是《破阵子》，还有今日电视的劝谏诗，都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都写得老气横秋的。”孔诗兰也有过怀疑，但他摇头道：“不会是同一个人。《满江红》和《破阵子》都是站在武将的角度写的，因为这两首词让文官丢了很大的面子。唐画自命清高，不可能和武将有牵扯的。”听完孔诗兰的话，萧兰顿时更加的烦躁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父皇可真能藏。他从秋千上跳下来，拉着孔诗兰的手臂道：“既然如此，那咱们今日先去唐家宴会凑凑热闹，探探唐画的虚实，先找一下这家伙的弱点。就算没有小诗仙，到时候咱们也有办法对付。”孔诗兰沉吟了一下，点头：“现在也只能暂时先这样了，但你得听我的，不许跳不许闹。”东宫，太子萧从正在书房作画，画卷上是一个身姿妖娆的姑娘，但没有画脸。殿下，今日唐家为庆祝唐画高中状元，正在天香楼大宴宾客。长公主说殿下可以去一趟，一来可以收拢群臣，二来可以将唐画等一群年轻俊杰收在东宫麾下，为殿下效力。边上侍读太监红烛恭敬说道。太子头都没抬，依旧轻盈给画描边，直到将画中女子的裙子全部染红，仔细欣赏了一会儿，脸上才有了笑容。唐毅呢？姑姑那边查过了吗？他怎么说？父皇说了，此人能威胁到姑的东宫之位，姑姑调查是什么结果？红烛笑道：“大公主说唐毅不过是废物一个，估计是贤妃娘娘在陛下耳边聒噪，才让殿下将其收在麾下听用的。背景是有点，说他能动摇殿下的地位，纯属扯淡。”哦，太子眼睛眯了起来，沉吟片刻，轻蔑一笑，笑容中带着浓浓的不满。父皇还真把姑当成垃圾站吗？什么垃圾都往姑这里放，既然于姑没用，那就让他继续待在他的垃圾堆吧。至于唐家，一个侍郎一个新科状元，的确值得拉拢。太子放下手中朱笔，拾起桌上的画卷看了一会儿，道：“备车吧，去一趟天香楼。既然唐家摆宴，这个面子姑给唐画。”侍读太监拱了拱手，转身下去准备。半刻钟后，太子的马车在太子卫的护送下出了东宫。天香楼，此时整个天香楼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唐家要被皇帝赐婚，现在又出了个状元，加上有丞相一党的扶持，将来必有大作为。京都很多大族都很给面子，自然都带着家眷参加了唐家的庆功宴。唐侍郎，恭喜恭喜，你教出了一个好儿子，令人羡慕啊！唐侍郎，令公子雄姿英发，必定是人中龙凤，恭喜！唐侍郎，令郎这次可是给咱们长大脸了，不然咱们还被那不当人子的鸟事先压着呢。唐静带着唐画和唐昊亲自站在大门前迎客，每个人到来都会夸赞唐画一番，这让唐静父子三人心头那是一个自豪，只觉得多年的憋屈终于在这一刻扬眉吐气了。酒楼中，原本出身不高，以前处处矮人一等的严双玉，此时在一群官宦女眷中，却高傲得如同一只孔雀。诸位夫人有所不知，我家画那是自幼就聪明，2岁识字，3岁学文，7岁就能赋诗作画了。那时候的他可是10里8乡出了名的神童，连教书的老先生都夸赞这孩子将来必定有大气。果然，我儿就高中状元了。严双玉带着灵烛，在一群女人中炫耀，连以前那些不堪的过往，现在在他嘴里都成了荣耀。一众妇人也都在附和，夸赞他教育的好，唐画有今日的成就，他功不可没。说的严双玉笑得都合不拢嘴了。此时此刻，要是唐毅在这里就好了，好叫那废物知道，他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又如何？他唐毅就是永远比不上我儿唐画的废物。而与此同时，唐毅也已经来到了天香楼外。天香楼的对面就是正在装修的迎客楼。唐毅没有进自己的迎客楼，也没有进天香楼，只是淡淡看了一眼站在大门前迎客的唐家父子3人，便转身向不远处的角落走去。在天香楼左侧偏僻的屋檐下，一个发须洁白的老人正安静地靠在躺椅上，一边喝酒一边晒太阳。
此时太阳已经西下，夕阳打在老人的身上，让他多了几分的慈祥和温和。但唐毅知道，这位老人曾经肯定是凶名赫赫的人物，因为他半场的胸上全是纵横交错的刀疤。唐毅将一壶酒放在老人的面前，打开瓶盖，然后平静地坐在老人的身侧，没有说话。许久，老人实在抗拒不住酒香的诱惑，而且这酒见空气时间久了，味就没了。小子，有事求咱家就说，没必要糟蹋酒，美酒无罪。老太监捡起地上的酒壶，盖上盖子，的确有事，想借您的地方办一点私事。唐毅点头，会出人命？老太监问了一句。唐毅摇头道，不会，但可能会发生一点动乱。老太监想了想道，那一壶酒不够，天香楼要是出了动乱，砸的是天香楼的招牌，你小子凭一壶酒就想砸咱家的招牌，不能够。当然，除非你办的私事能有个说服咱家的理由。唐毅眼底闪过一丝冷意，道，我妹妹受伤了，遍体鳞伤，而凶手现在正在里面春风得意。老人微闭的老眼陡然睁开，看向唐毅，是昨日那小娃娃。唐毅点头，老者微微颔首，随即靠在躺椅上，声音平静而冷漠，去吧，打狠一点。唐毅站起身，恭敬冲着老者躬身行礼，重新回到天香楼前，看着络绎不绝的宾客，唐毅脸上不由有些讥讽。唐家的大概情况他是知道的，唐浩母子俩已经将唐家生意搞得亏成渣，府里连几百两都拿不出来了，而天香楼宴客打底万两起，他还真搞不清唐家现在哪里还有银子来大宴宾客。当然这和他没关系。四弟，你总算来了。还没走到大门，唐话已经笑着迎了上来。今日是咱们唐家的大喜之日，你要是不来，我和唐浩都准备回去扛着你过来了。唐话揽着唐毅的肩膀，笑着冲唐静道，爹，看吧，我就说小义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唐毅淡淡扫了唐话一眼，这是拿话点他呢。我是拿了你的师夺的状元位，但你要有大局观，为了唐家你就得忍气吞声。呵，想得美。怎么来了也没话对你哥说吗？唐静看到唐毅来，心里是有一点点欣慰的，毕竟今日是唐家宴会，唐家嫡子却不知道算怎么回事。只是看到唐毅脸色淡漠，他顿时不满了，一个个刚刚中状元，连几句祝福的话你都不知道说吗？唐毅淡淡一笑道，我说恭喜，他可能会掉脑袋，你确定？殿试道师那可是欺君之罪，搁在这个时代，不仅唐花要掉脑袋，难说还会连累全家。放肆！唐静脸色骤沉，险些忍不住一巴掌甩在唐毅脸上。你个刚中状元，前途无可限量，你敢诅咒他？唐毅，你别不识好歹，在你面前的是新科状元，也是翰林院修撰，还敢狂妄！唐浩冷哼一声，满脸的意道，信不信我哥现在一句话，整死你就跟整死一只蚂蚁一样。唐花瞪了唐浩一眼，道，自家兄弟说那些死不死的干嘛？话落，唐话揽着唐毅的肩膀，附身在他耳侧。在外人看来，两人是在讲悄悄话，因为唐话的嘴角笑容儒雅迷人，然而他的话却极为冰冷，充满挑衅。我的好弟弟，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那一首诗，恐怕状元还真和我没缘。我知道你不甘，但不甘你又能如何呢？你现在只能忍着，想反抗，呵呵，你觉得你这废物的话谁相信你？说到这里，唐话笑意更浓了，道，帮你写那首诗的应该就是那所谓的小诗仙吧？这样吧，你告诉我小诗仙是谁，我保证让你和唐英安稳过完余生，如何？小诗仙是不能活的，只有找到他，让他彻底的闭嘴，他盗窃师获得状元的事才会永远隐藏下去。唐毅闻言也是笑了起来，道，唐话，好好跳吧，你也就能跳这几天了，等收拾你的人回到京都，你会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至于小诗仙，唐毅抬手指了指自己，道，不好意思，外面盛传的小诗仙就是我。唐话说的话是压低声音说的，没有人听到，但唐毅却没有压低声音，他的话唐静和唐浩也都听到了。唐话和唐浩忍不住差点仰天大笑，你是诗仙？哈哈，你是诗仙？你要是诗仙，那秦淮河上能将整个京都文人的尸体填满了。唐静也是脸色铁青，下意识想要捂住唐毅的嘴，好在这时候该来的宾客已经来了，门前只有他们父子几人，不然让人听到唐毅的话，还不知道的闹出多大的笑话呢。混账东西，想要荣耀，那就和你哥一样用本事去挣，吹牛算什么本事？唐静走上前怒斥道，我知道你羡慕你哥，他中了状元你心里不平衡，但你今天给我老实点，敢丢人我饶不了你。唐毅睨了一眼唐静，哼，又自己加戏，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心里不平衡了？他正想说话，这时街外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太子驾到！听到这话，原本喧嚣的酒楼瞬间安静下来。唐毅循声望去，果然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在上百兵马的保护下渐渐往酒楼这边驶来。很快马车便停在了天香楼外，一个年轻太监掀开车帘，搀扶着一个青年从车上下来。青年身材颀长，穿着一身锦衣，一头长发被金冠束缚，整个人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儒雅的书生气。唐毅上下打量了太子，总觉得这家伙的面相和萧策有几分相像啊。也对，他怀疑萧策是某位王爷，那就是皇帝的兄弟，那个太子有几分相像也说得过去。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唐家的庆功宴
竟然连太子都惊动了。在他身侧，唐静、唐画、唐昊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太子亲临，那是给他唐家天大的面子了。参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殿下。唐静、唐画以及酒楼中的所有人都齐齐跪下行礼，唯独唐毅只是弯腰做了一个拱手礼。满场站着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唐毅前世作为军人，他有自己的骄傲，前世除了父母，他谁都不跪，现在是名义上的爹，不配让他跪。至于跪太子，他膝盖没那么软。放肆！你是何人？见太子为何不跪？太子是独红烛面色一冷，厉声呵斥。唐静吓得脸都变了，赶紧抬手拉了拉唐毅的裤脚，唐毅却不为所动。太子抬头看了唐毅一眼，笑着抬手拦住红烛。哎，没事，今日是唐家大喜的日子，咱们是客，可别扰了主人家的兴致。都起来吧，姑和你们一样，都是来参加宴会的，不必多礼。众人谢恩站了起来。太子走进天香楼，从唐毅的身边经过，却没看唐毅一眼，他径直走到唐静的身边，笑着说道：“唐侍郎，恭喜了，你可交了一个好儿子，20几岁的新科状元，纵观历史长河，也没有几个人。唐画很不错，才华横溢，能力出众，本宫很欣赏。但唐侍郎也要注意其他孩子的教育问题，免得将来出去丢了唐家的脸。”唐静一张脸顿时又青又紫又红。虽然太子没指名道姓，但谁不知道他说的就是唐毅？唐家的脸都被这混账丢光了。周围的人也都戏谑看着唐毅，对唐毅指指点点。看着这一幕，最激动的莫过于严双玉了。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柳如玉生的儿子连给他儿子提鞋都不配。哎，可惜小姨这孩子了。严双玉看着唐毅，有些感伤。这孩子很聪明，可惜刘姐姐过世后，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芥蒂。要是他能放下芥蒂，在我的悉心教导下，就算不能金榜题名，也绝对不会差，也不至于不懂规矩，冲撞了殿下。二嫂林竹冷冷一笑，扶着严双玉道：“这怎么能怪母亲呢？母亲对他已经很好了，吃喝用的都比大哥和唐昊他们还要好，是他自己不争气，怪谁呢？”听两人这么一说，众人看向唐毅的目光都多少带有一点厌恶了。规矩没规矩，才学没才学，还敢冲撞当今太子，简直没一点点家教。难怪当初唐静要将外室接回唐家，不将外室和优秀的孩子接回家。难道任由这样的废物败坏唐家名声？唐毅自然察觉到周围众人的异样目光，也知道太子在指桑骂槐，但他并没有在意。他今日来只为妹妹讨一个公道，其他的和他有关系吗？唐画，你很不错。这时太子已经走到唐画的身侧，他抬手拍了拍唐画的肩膀，道：“父皇让你进翰林院做修撰，是器重你，好好干，将来必定前途不可限量。”唐画睨了唐毅一眼，激动拱手：“是，臣必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哦，那你就是唐昊了。太子目光落在唐昊身上，唐昊身体一颤，连忙激动道：“是的，殿下。”没想到太子也知道小臣。太子微微颔首，笑道：“自然是知道的。你唐家三兄弟，兄长进翰林院从政，弟弟从军在外征战，只有你则从商达里家族，你可是最重要的一环。无论兄长和弟弟想要成功，都离不开你的支持。”唐昊一听，顿时激动的心潮澎湃，哈哈，看吧，连太子都不得不承认我厉害。唐毅，你也配和我争？多谢殿下夸奖，我一定更加努力的。唐昊重重拱手，激动说道。唐静听了太子的夸赞，心头满是欣慰。和严双玉生的3个儿子，就没有谁让他失望过，唯独唐毅。唐静目光落在唐毅身上，心中不由充满失望。他母亲柳如玉当年号称京都第一才女，而他当年也是金榜题名进士出身，天时地利人和都让这混账给占了，怎么就扶不起他呢？你要是表现稍微好一点，获得太子殿下的几句夸赞，你将来的路也会好走不少。结果你烂泥扶不上墙。殿下，这是我四弟唐毅。这时唐画故意将话题引到唐毅的身上，他们3兄弟都被太子夸赞了，现在他提起唐毅，所有人都只会认为他是在帮助唐毅，但他的目的却是将唐毅彻底踩在脚下。太子看了唐毅一眼，笑道：“他很好，姑就不做点评了。”只是声音中略带嘲讽，他实在搞不清楚这么个废物，父皇为何会说他能动摇自己的地位？他凭什么？唐毅扫了唐静和太子几人一眼，笑着摇了摇头：“是很好，比起你们虚伪做派，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也的确比你们好多了。殿下，里面请。”唐静不想再让儿子丢人现眼，做了个请的手势，邀请太子入席。然而唐昊又岂会错过这个当着太子的面狠狠落唐毅面子的机会？他当即看向唐毅手中的卷轴，笑了起来：“唐毅，你这东西破破烂烂的，该不会是从垃圾堆中随便捡来的吧？今日可是我们大哥大喜的日子，谁的礼物不是价值连城？你别故意埋汰大哥，赶紧拿出去丢了，免得拿进去丢人现眼。”唐昊的声音不高，又刚好能让所有人听到。果然，太子停下脚步看了过来，唐静脸色也是阴沉下来。唐毅手中的卷轴果然破旧不堪，而且还有灰尘，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挂在墙上很久了，让他随手从墙上扒下来送礼的。唐毅，你又闹什么？滚出去！唐静有了不好的预感，指着大门冷声呵斥：“冲撞太子，送破旧礼物，这混账东西今日就不是来参加庆功宴的，是来捣乱的。”
唐侍郎不用那么着急赶人，我自己会走，当然前提是我得办完我的事。唐毅抬手将手中的卷轴丢给唐昊，同时向他逼了过去。你不是想知道是不是从垃圾堆里拿出来的吗？那就看看吧。唐昊没想到唐毅会将卷轴丢过来，慌忙伸手接住，但只抓住卷轴的顶端，以至于卷轴当场打开了。残破的卷轴上只有4个猩红的大字：血债血偿。看到这4个大字，满场瞬间寂静。血债血偿。天香楼大殿中，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直抽冷气。这4个字的重量，怎么着也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吧？这家伙是和唐家有多大的仇，竟然选择在这种场合直接贴着唐家的脸开打。太子儒雅的脸上笑容终于僵硬了，他站在这里，相当于是给唐家站台了，却没想到唐毅竟然还敢玩这么一出。唐画也愣住了，他和唐昊一样，以为唐毅顶多就是拿一幅破旧的画恶心他们，他既然敢做，那么他们自然要让众人知道，他们这个嫡子兄弟是何等的无耻。但谁能想到，这破旧的画轴中竟然还藏着这样的秘密啊！唐静一张脸又青又紫，此时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唐毅。混账东西，你又要闹哪样？唐家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你这么大的怨气！严双玉和林竹已经站了起来，虽然努力维持笑容，但此时看向唐毅的目光都格外的怨毒。今日可是唐家的高光时刻，是他们春风得意向满京都权贵豪族炫耀的时刻，现在可别全毁在唐毅的手上了。特别是唐昊，此时拿着这幅卷轴，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该死的废物，老子才你是看得起你，你反抗什么？你竟然还敢反抗！唐昊在心里怒吼，一张脸都狰狞起来。本来只是想借太子的事狠狠将唐毅踩进尘埃里，让他这辈子都别想翻身。谁能想到，他在这破旧的画中竟然还敢这么大逆不道！血债血偿，唐毅，你放肆！我们欠你什么债了？你血口喷人！唐昊心神大乱，慌不择言。而唐毅此时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抬手抓住了他的手，猛地向外一拧，咔嚓，骨头断裂声瞬间传遍全场，所有人都神经绷紧。下一秒便看到方才嚣张的唐昊已经倒在地上，一只手已经向后弯出一个诡异的弧度。接着，唐昊的惨叫生杀猪一般传开，而唐毅平静地站在唐昊的身侧，捡起掉在地上的破旧画轴，随手丢在了唐昊的脸上，将他脑袋都覆盖起来。欠什么债？现在知道了。唐毅淡漠开口，声音不高，但落在安静的场中却宛若惊雷。很多人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被唐毅的举动吓到了。今日可是唐家的高光时刻，整个京都多少人在羡慕，现在竟然发生这种事，而且还是唐家窝里斗，简直就是一出大戏啊！混账！混账！混账！唐静终于回过神，看着被打残的二儿子，气得暴跳如雷。混账东西，无理取闹就算了，你还敢胡闹伤人，伤害你哥哥！嘘！唐毅竖起一根手指在唇边，示意唐静安静。他看着唐静，脸色认真，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摄人的气势。唐侍郎，我没有无理取闹，我是在救唐家。至于无理伤人，你不妨问问你的宝贝儿子和他的妻子，他们对我妹妹做了什么？闻言，原本惨嚎的唐昊声音戛然而止，女眷中的林竹也是脸色煞白。原来爆发点在这，原来这废物今日大闹天香楼，竟然是为了那个小贱人出头。一个老贱人生的小贱人罢了，打死打残又怎么样？和唐家的兴衰比起来，他算个屁！爹，我们没有对唐英做任何事情，唐毅是在诬陷我们。唐昊怒吼，林竹也拼命摇头，这种事情定然是不能承认的。在场的可都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事情曝光他们会遭到无数人的唾弃，而听到他们的话，整个大厅已经议论纷纷。有意思，唐毅在唐家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狠狠打唐家的脸，看来有故事啊。唐侍郎，你这家宅好像不怎么安宁啊。妹妹，差点忘记了，唐毅还有个小妹，唐家虐待了他小妹。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唐静脸色青红交替，唐画心头也是怒火中烧，对唐毅的恨几乎瞬间攀到了巅峰。今日高中状元是他的高光时刻，但在皇宫，他被那个神秘的小诗仙压一头，现在庆功宴上又被唐毅给贴脸甩巴掌，简直不可饶恕啊！小易，我知道小妹摔伤了，但你不能因为小妹摔伤了就把事情算在唐昊夫妻的身上吧？唐画站了出来，看着唐毅，这时候了，他还不忘维持他好哥哥的形象。没错，爹，就是唐英自己摔的，我和林竹将他扶起来，唐毅就把账算在我们身上。爹，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唐昊秒懂唐画的暗示，大声哭嚎：娘，是儿媳的错，儿媳只是看到妹妹追逐蝴蝶摔倒，便好心将她扶起，却没想到成了四弟发难的借口。林竹也跪在严双玉的面前，哭唧唧惨兮兮：哎，起来吧，这事不怪你们，哎，怎么会闹到这一步呢？这事情交给你爹处置吧，他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严双玉满脸心疼和不忍，将林竹拉了起来。结合唐画和严双玉的话，很多人顿时点头，相信了他们。相比于唐毅，唐家众人的话自然更有可信度。一个没有半点规矩，连太子都敢冲撞的人，说出来的话能有几个人信？原来是这样，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呗，这种人最为可恶。哼，他也姓唐，自家砸自家的局，愚蠢，还以为是好兄长为妹妹出头，没想到却是利用妹妹诬陷哥嫂，可耻！
局势几乎瞬间逆转。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唐画冷冷地扫了一眼唐毅，和我斗，你还太嫩了。唐静开始也是很错愕，难不成唐昊和林竹去找唐英的麻烦了？但听完唐画的话，他想到之前唐毅也是利用唐英做戏，想要离开唐家的事，几乎瞬间就相信了唐画的话。这又是这混账东西的苦肉计！混账东西，别再丢人现眼了，给我滚回去！晚上回去再收拾你。唐静很愤怒，但他没有失去理智。这时候收拾唐毅只会让人看笑话。今日已经够丢人的了，唐侍郎，姑说两句吧。太子笑声传来，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唐毅开始不敬他，又在他面前大言不惭，还在他面前将唐昊打残了。就在他面前，彼此距离不过7尺，简直半点没将他这个太子放在眼里。少年人，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年轻人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太子看着唐毅，脸上带着笑容，语气透着高人一等的责备。你还小，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并没有那么难。呵。然而面对众人的指责，面对唐静的怒斥，太子的嘲讽以及众人的戏谑，唐毅也只是轻笑一声。可笑，唐画，你是不是觉得几句话煽动下就能颠倒黑白了？他搬过来一张椅子，拖着椅子向前走去，目标很明确。林竹这个女人让妹妹遍体鳞伤，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那么小小的孩子，她竟然敢下此毒手，那她就得有付出代价的觉悟。我今日过来就不是来讲理的，也不是来听你们讲理的。在我这里，谁伤害我妹妹，就算有天大的理由，也别给我扯道理。我妹就是道理。话落，唐毅手中的椅子直接向着不远处的林竹砸了过去。林竹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逃，周围的宾客更是吓得四处逃散，尖叫连连。谁也没想到太子还在，并且太子都出言阻止了，唐毅竟然还敢悍然出手，而且是下死手。轰的一声，椅子重重砸在桌上，当场砸得4分5裂，桌上的美酒佳肴也都散了一地。而唐毅趁着混乱已经冲了过去，林竹没逃出几步，便已经被唐毅抓住，重按在满是汤汁的桌上。他年纪那么小，那么天真，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友好，从未以邪恶心思揣测过任何人。你是怎么下得了手的？唐毅声音冰冷，落在林竹的耳中，仿佛死神的轻语。那铺天盖地的杀意将他包裹，他吓得浑身颤抖。这一刻终于体验到了什么叫死亡的恐惧。唐毅，我错了。林竹下意识道歉，只是话没说完，唐毅已经抓起了桌上的筷子，狠狠地将他摊在桌上的手扎了下来。唐毅，你敢？唐毅，你放肆！太子唐静、严双玉的声音齐齐响起，想要阻止。然而唐毅充耳不闻，筷子瞬间将他手掌扎穿。我不接受道歉。同时他冰冷的声音响起。啊！林竹手捧着被筷子扎穿的手臂，惨叫声席卷整个天香楼。他想怒骂，想诅咒，想要唐毅不得好死，但话到嘴里全都化为了惨叫。他怕死，不敢触怒唐毅。听着林竹凄厉的惨叫声，又看着按着林竹的少年，众人只觉得脑袋嗡嗡响，头皮发麻。太狠了！他们还第一次见到如此果断狠厉的少年郎。唐静脸色铁青，愤怒的如同一头困兽，呼吸都带着低沉的咆哮。毁了，全毁了！好好的庆功宴成了唐家的杂耍宴了。严双玉已经花容失色，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温柔，他面色苍白而怨毒，恨意滔天。该死的贱种，贱种，你毁了我儿的宴会，你毁了我儿！唐画看着唐毅，却是下意识地退了2步，心头莫名的发寒。以前他从未正眼看过唐毅，但现在的唐毅让他莫名的感到恐惧。太子脸上的和煦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愤怒。敢在他面前如此狂妄的人，唐毅还是第一个。天香楼外，那个坐在偏僻角落中喝酒的老太监，脸上难得有了笑容，杀伐果断，没有半点拖泥带水。这就是情报中所说的废物。这小子有故事啊！抱歉，诸位，打扰大家的雅兴了。唐毅随手将灵烛丢在桌上，冲着众人拱手道：“我的事办完了，这就走。你们接着奏乐，接着舞，喝好吃好。”闻言，众人顿时都满脸黑线，这人心惶惶，满地狼藉，还怎么吃好喝好？唐毅，逆子，逆子！唐静回过神，指着唐毅暴跳如雷，气得说不出话来。唐毅没有理会他，转身往天香楼外走去。他一路走出，沿途的人都主动让开了路，和他拉开距离。站住！太子忍无可忍，冷漠开口：“姑说的话，你没听到？听到了又如何？”唐毅冷笑：“教我做事，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唐毅脚步没停，没看太子一眼，俨如太子之前夸赞唐家3兄弟没将他放在眼里一般。作为一国太子，现在北狄大军压境，国难当头，你该想的是如何替陛下分忧，而非费尽心思拉拢权臣，勾心斗角。说句实话，像你这种太子，一般在历史上不会有太好的下场。他半点不客气，当场就对了回去。萧策、老将军、老王爷3人加起来都超过200岁了，但他们还在殚精竭虑，还在为大言的未来担忧。就连他这个异界来客，都希望这个国家能强大起来，不被其他国家欺凌。而当朝太子风华正茂，想的却不是大言安危，而是巩固自己位置，结党营私，不顾江山与百姓。这样的储君能是什么好东西？但他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呆住了。听到了什么？这家伙竟然教太子做事，还将太子训成了孙子，这太疯狂了呀！这家伙难道不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吗？他难道不知道诽谤蔑视皇族也是死罪吗？唐化眸色阴狠，连唐昊也忘记挣扎了，嘴巴张大，得罪太子，他死定了！逆子，你给我闭嘴，还不速速跪下，给太子殿下赔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静吓得心惊肉跳，差点没当场去世。虽然他不喜欢唐毅，这混账还将庆功宴搅得一团糟，但也不想唐毅因此而送命。太子也愣住了，他贤名在外，走到哪谁不是客客气气的接待？现在唐家一个不成器的少年，竟然当众训斥他，骂他不懂为皇帝分忧，真是找死啊！太子心头怒火中烧，杀心四起，但面上却依旧保持着温和笑容。不能因为这个废物就毁了他经营10几年的好形象，但不杀他，难消他心头之怒。受教了，说得对，如今大言内忧外患，孤荒废国事，私自外出参加宴会，着实不该。太子走出，冲着唐毅的背影拱手一礼，道：“只是你作为臣子，在孤面前伤人，在孤面前上蹿下跳，将孤置于何地？将大言律法置于何地？于情于理，孤今日都不能纵容于你。”红烛一挥手，等候在外面的10几个太子卫力即围了过来，堵住唐毅的去路。见到这一幕，众人知道事情大了，唐毅的狂妄终归要将自己玩死了。唐毅，你放肆！谁给你的胆子冒犯太子的？唐化站了出来，满脸的恨铁不成钢，还不快跪下给殿下赎罪！你想害死我唐家吗？今日好好的庆功宴都被你搅黄了，你还要连累父亲和你一样身败名裂吗？唐化站在道德制高点，以好哥哥的形象指责呵斥唐毅，如此方能挽回一点丢失的颜面。闻言，唐毅却是摇了摇头，道：“唐化，面具戴久了，别以为就会成真的了。唐静会身败名裂，这是肯定的，但不是因为我，而是你。我今日不揭穿你，不是我没这个实力，而是有些事让别人来说，比我开口更有说服力。不急，沈园诗会，老王爷赶得上，偷窃老王爷的专属 BGM， 到时候你自己和他老人加解释去。”唐化瞳孔抖缩，心头顿时一阵心虚。别人来说，谁？这废物难道还有后手？但那又如何？我是陛下钦点的新科状元，就算那小事先出面指认，能证明得了我抄袭？想到这些，唐化带笑容道：“唐毅，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想说什么你直接说出来。父亲和太子殿下都在这里，他们可以给你做主。”唐静更是气到发抖，大声怒斥：“放肆！混账东西，殴打兄长嫂嫂！你现在还想攀咬大哥吗？”虽然不知道唐毅打的什么哑谜，但他清楚这混账的哑谜肯定是不怀好意，他是真想将唐家给毁了呀。唐毅看了一眼唐静，果然这老头对唐化太信任，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质疑的地步。就是不知道真相被赤裸裸揭开的时候，唐静能不能扛得住？这个时代可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要是被气死了，和我有关系吗？唐侍郎、唐状元，既然他不领情，你们又何必自讨没趣？太子笑着看向唐毅，淡淡道：“此事还是交给孤处理吧。”唐毅当着孤的面伤人，这是挑衅大言律法，大言律法不容侵犯。来人，立即将唐毅拿下，押送京兆府等候发落。太子卫立即向唐毅围上来。殿下，唐静想说什么，但手被唐化拉住，冲着他轻微摇了摇头。唐静看了唐毅一眼，只得闭上了双眼。罢了，是这混账自己找死，不能因为他而害了整个唐家。且先让他去牢里吃点苦头，等太子气消了，再想办法捞他出来吧。如今只能这样了。然而下一秒，唐静差点被吓死，因为唐毅竟然又抓起了一把椅子。这混账东西竟然还想反抗！逆子，逆子，逆子！唐静顿时指着唐毅，气得说不出话来。而唐化、严双玉、林竹都激动起来。对，就是这样，去反抗吧！敢反抗，他就死定了！见到唐毅抓起椅子，太子眸色一冷，道：“敢负隅顽抗，杀无赦！一个废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底线，该死！”唐毅抬头轻笑一声：“刚好，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束手就擒。不过殿下最好想清楚，今日动了手，我们就是敌人了。是敌人，那我就不能让你坐上那个位置，否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是敌人，今日我若不死，你这太子的位置坐不了太久了。”闻言，太子怒极反笑：“敌人？孤很怕和你成为敌人吗？”他冷漠挥手，动手。眼看大战一触即发，离得近的人都下意识向后躲开，免得波及。此时，很多人看向唐毅。唐化看到这公主不太聪明的样子，走了出来，展现出自己最迷人的笑容。他做了一个世子礼，笑容让人如沐春风。殿下，我弟和弟妹已经说了，唐毅的小妹是自己摔倒。萧兰自然是认识唐化的，看到唐化竟然说唐毅诬陷人，顿时就不满了。你谁啊？你说摔的就是摔的，那我还说你们诬陷我的人，不，你们就是诬陷我的人。萧兰抱着唐毅的手，唐毅抽了几次都没抽出去。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不要脸！我要去父皇那里告你们！众人，唐化、太子，众人顿时都有些懵。什么鬼？什么叫我们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难道不是他一个人欺负我们一群人吗？他在当着我们一群人的面行凶，搞得鸡飞狗跳的。你说我们欺负他？可。唐毅干咳两声，
道：“给我点面子，他们欺负不了我。”萧兰美眸一瞪，道：“是他们不给我面子，我干嘛要给你面子？”唐毅错愕地看着萧兰：“不是，女人，你这什么脑回路？皇妹，你别太过分了。”太子脸色阴沉，一字一句：“他伤人。”这里所有人有目共睹，但他说唐昊和林竹伤害他妹妹，那都是他的一面之词。你不要被他给欺骗了。你会骗我吗？萧兰美眸看向唐毅，目前没有。唐毅嘴角微抽，怎么有种狗血小情侣的既视感？你会负责吗？你会娶我吗？你不进去吧？听到了，他说没骗，那就是没骗。萧兰抬起头，美眸睨着全场。今日这个男人本宫保定了，谁不服？憋着。话落，他拉着唐毅转身就走。孔诗兰站在萧兰身侧，见到这一幕，只能无奈摇了摇头。说好的一切听我的呢？遇到这狗男人，你把承诺都忘得干干净净了。然而太子为守在前方，没有让路。萧兰转身看向脸色铁青的太子，道：“太子哥哥，护卫本宫也是有的，你真想和本宫开战吗？”话音刚落，唐毅便看到前方街道迅速有上百穿着便装的人马向着天香楼围了过来。萧兰不喜欢人跟着，保护他的人都在暗中，特别是经过昨晚的事后，皇帝增加了他的护卫人数，不是怕保护不了他，而是怕他又跑丢了。当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唐毅的身上，这家伙到底对公主做了什么，让堂堂刁蛮任性的高阳公主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唐静更是吓得差点魂飞魄散。公主和太子捉对厮杀，那他唐家就该人头滚滚了。孔诗兰也吓到了，瞪了唐毅一眼，想办法劝住这小魔鬼，不然事情要通天了。唐毅也是满脸无语，这和他的计划出入太大了。本来他的计划就是搅黄唐家的庆功宴，将来唐化的事情曝光，愤怒的皇帝便不会牵扯到他和唐英。再说自己又是给复合宫诸葛神弩，又是筹谋华策，皇帝总不能这么不给面子吧？只是他真没想到，一个唐家庆功宴竟然将太子和公主都牵扯进来了。真打起来，那事情就失控了。别，没必要，这是法治社会，咱们要讲法。唐毅连忙拉住萧兰，道：“证据，我有证据证明唐昊和林竹伤害了我妹妹。有个玉佩是萧叔送给唐英的，被林竹抢走了。”唐毅看向唐静，语气带着提醒：“唐侍郎，就是之前给我和唐英银子的那位萧叔。”轰隆！唐静本来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现在听到唐毅的话，瞬间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给唐毅和唐英银子的萧叔叔，就是当今皇帝萧策啊！老天，一个唐家宴会竟然将皇族3个重量级的人给牵扯进来了，而林竹竟然还抢走了陛下的玉佩，那是陛下的玉佩。众人看到唐静吓得跪在了地上，也都震惊了。我去，还有大瓜，姓萧？谁？哪个姓萧的能将唐静吓成这样？太子也是一阵诧异，玉佩呢？小畜生，玉佩在哪？这时唐静忽然暴起，直接冲到唐昊面前，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玉佩呢？赶紧把玉佩给我！唐静声音都带着颤音。上一次严双玉私自用了陛下赏赐唐毅的银子，陛下和他聊了半炷香，差点将他聊到阎王殿。现在唐昊和林竹又抢走陛下赏赐给唐英的玉佩，能不能活着和陛下再聊半炷香还两说呢。要是以往，陛下肯定只是敲打，可现在北狄和东夷大军压境，他不仅主张迁都，作为吏部侍郎还给儿子庆功，说不定陛下一不开心，他就是那只被杀了颈猴的鸡。唐昊当场就被打懵了，他和林竹当日把唐英打得半死，的确是从唐英手中抢走了一块玉佩，只是他没想到一直不相信唐毅的父亲竟然为了一个玉佩打他。林竹的脸色也是苍白下来，顾不得手上的疼痛，下意识想要将挂在腰间的那块极为好看的玉佩藏起来。但严双玉见到儿子被打，心疼坏了，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他，一把夺走林竹腰间的玉佩，快步拦在了唐静的面前。老爷，你打孩子干嘛？孩子有什么错？唐毅说一句话你就信，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号吗？严双玉眼一眨，眼中立即蓄了泪，他又想用眼泪忽悠瘸唐静。老爷，你别听小易胡说，小浩和林竹没有抢夺唐英的玉佩，这玉佩是臣妾给小浩和林竹置办的礼物，前2日是他们结婚1周年的日子。说着，他摊开了手掌，掌心中的玉佩便出现在了唐静和太子的面前。然后唐静石化当场，太子也如遭雷击。那是父皇的玉佩，那是父皇的玉佩，父皇的玉佩成了这个女人置办的礼物，你在开天的玩笑吗？唐静，你大胆！随即太子的暴怒声传开，好吗？你家真会玩，姑在帮你们收拾唐毅，你们竟然敢在姑后面捅刀子！父皇的贴身玉佩出现在你妻子的手上，还成了他置办的礼物，特妈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父皇？说父皇和你妻子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吗？唐静也是吓得感觉血肉都当场被剥离，魂魄也被打到九霄云外。他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为了袒护儿子，竟然众目睽睽之下将皇帝的玉佩给亮了出来。好在此时他的前方只有他和太子，而现在明显有很多人为了凑热闹已经向前围了过来，其中不乏朝中大臣，他们经常和皇帝打交道，会不认识皇帝的玉佩，顾不得其他，也顾不得丢人了。唐静一步上前，
一把夺走严双玉手中的玉佩，同时一个巴掌就甩在了严双玉的脸上。无知妇人，这时候还敢撒谎！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比其娘之，这是皇帝的玉佩，你是有多大的面子，能拿到皇帝的玉佩做礼物？疯了吧你！唐静多年来对这个青梅竹马很是宠爱，很多时候都听之任之，但现在他第一次有想要将这个女人打死的念头，坑死人了！比唐毅那混账还坑！众人见到严双玉被一巴掌扇到，都非常的诧异，目光死死盯着唐静藏进袖中的玉佩。所以，那块玉佩到底是谁的？到底是谁的玉佩，能让唐侍郎失去理智？老爷！严双玉当场就被打懵了，捂着脸，简直难以置信。以前他这一招，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秒秒钟拿捏眼前的男人，但现在他竟然为了一块玉佩而打他。这些年，他可是从未打过他，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但看到唐静那张阴冷到狰狞的脸，严双玉很清楚眼前的男人是真的愤怒了，甚至此时他的怒火远远超过了唐毅大闹庆功宴。他不知道的是，唐毅大闹庆功宴，唐家顶多就是丢人现眼而已。但要是皇帝的贴身玉佩出现在他这种妇人的手中，各种流言不知道传成什么样。到时候皇帝一怒，唐家满门估计都得在菜市场把脑袋码得整整齐齐的。唐画也傻眼了，想要为母亲说两句话，却不敢插半个字。孔诗兰和萧兰相视一眼，美眸中都有疑惑，他们也没有看清玉佩。唐静藏玉佩的速度太快了，就连唐毅这时候眉头也是皱了皱，没想到萧策的玉佩竟然能让唐静这么失态。不过想想唐毅就明白了，萧策可是皇族，应该是京都的几位实权王爷之一，贴身玉佩要是出现在唐静的枕边人身边，靠，这种无端揣测可不是一般男人能承受的。直到现在他都没敢猜那个人就是皇帝圣旨道。就在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一道略显尖锐的声音传来，所有人齐抬头向外看去，就看到一个小太监捧着圣旨在禁军的护送下走了进来。唐画的眼神骤然亮起，圣旨肯定是给他的。今日他高中状元，陛下虽然说了让他入职翰林院，可是还没有明旨，现在只要陛下明旨下达，那今日丢了的颜面他就还能挣回来。唐画立即上前跪地行礼，陈唐画接旨。小太监微微一怔，我有说圣旨是给你的吗？他笑着道，唐状元请起，圣旨是给唐侍郎的。唐画面色一僵，尴尬站了起来，圣旨竟然不是给他的，他还以为今日在资政殿里压所有人，皇帝另有赏赐，给我的。唐静心头猛地一突，心头忽然有了强烈的不安，但他还是跪了下来，道：陈唐静接旨。陈雕寺展开圣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吏部侍郎唐静教子不严，纵其二子与其妻行凶，殴打幼女，致其遍体鳞伤，枉为百官表率，这免去吏部侍郎之职，然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依旧暂留其权，为国效力，钦此。轰！唐静如遭雷劈，呆在当场。免掉吏部侍郎之职，暂留其权，简单来说就是去掉你吏部侍郎的职位。你以后不是侍郎了，但你依旧可以行使吏部侍郎的权利。能不能官复原职，看你接下来的表现。接下来表现好，那就官复原职；表现不好，那就滚蛋。当然，此时更让唐静震惊的是，唐昊和林竹竟然真的伤害了唐英，连皇帝都知道了，但他这个做爹的竟然还蒙在鼓里，甚至不相信为女儿出头的唐毅。唐毅没说谎，说谎的是他最信任的儿子和妻子，这让唐静一时间难以接受。众人看着这一幕，也都脸色震惊和诧异，低声议论：我去，原来是真的，他们真的在虐待唐毅的妹妹。哼，亏我还信了严双玉的话，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虚伪的毒妇。原来是我们错怪唐毅了，没有规矩的人，原来是外世子啊！听着众人的议论，严双玉呆在当场，面色煞白。我没有，我不是毒妇，这都是唐毅的陷害。严双玉在心头怒吼，一张脸扭曲而狰狞，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唐昊、林竹被吓得瑟瑟发抖，脸色苍白的没有半点血色。该死的，教训一下那小贱人而已，怎么连皇帝都惊动了？唐画也傻眼了，这种事以前他经常做，也没见出什么事，怎么现在就闹出这么大动静了？直接上达天听。此时最愤怒的是太子萧从，他面色铁青，额间青筋隐隐凸现。虽然这些议论都是对唐家的不屑，可此时每一句话让太子感觉都像是被人狠狠在脸上甩巴掌。他之前可是还夸赞唐家众人，唯独没有夸唐毅，这家伙不值得他夸奖。甚至他还和唐毅说，少年人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没那么难。可现在皇帝一道圣旨，直接揭开了唐家的丑陋。他所谓优秀的人，不过人面兽心，而那个他最瞧不起的人，反而品德高尚起来了。那他之前为唐家出头算什么？简直就像小丑一样。原来他以前背负了这么多。孔诗兰看了一眼唐毅，眉头微皱。现在他有能力反抗了，那他以前弱小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呢？他得经历多少黑暗？忽地，孔诗兰脑海中莫名想到了当日上门时，少年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手持棍棒，和唐家众人对峙的场景。那瘦弱的身体竟然莫名让他有点心疼。父皇英明，父皇万岁，父皇英明神武。萧兰激动地挥舞着小拳头，在唐毅的肩膀上捶了2拳。可以啊，你竟然能请洞父皇帮忙，我要说和我没关系，你信吗？
唐毅摸了摸鼻，他也没料到皇帝会出手。皇帝出手早在唐毅意料之外了，不过想想也算在意料之中，毕竟这段时间唐静的确跳得有点欢了，皇帝不敲打他都对不起他。总之是好事情，皇帝做了他最想做的事。切，我才不信！萧兰撇嘴，很快他打量着唐毅的侧脸，嘴角又不由扬起。别说这家伙近看还是怪好看的脸，那生的孩子应该也会很好看的吧？唐侍郎，接旨吧。小太监宣读完圣旨，见到唐静没动静，笑着提醒。唐静这才回过神，推着肩接旨：臣谢主隆恩。小太监一甩拂尘，清了清嗓子，道：传贤妃娘娘口谕，唐氏妇言双玉，心肠歹毒，苛待原配子女，赏一巴掌。说完，小太监走到严双玉面前，恭敬行了一礼：唐夫人得罪了。话落，扬手，啪！严双玉当场被打摔在地，打得他披头散发，满脸是血。但他依旧满脸震惊，难以置信，竟然为了唐英那个小贱人，贤妃竟然亲自下场敲打他。他一个后宫妃子，凭什么管官员内宅的事？全场死寂！谁都没想到，不仅皇帝惩罚了唐静，连贤妃都没有放过严双玉。唐家的脸今日算彻底丢光了，就连唐毅此时也目瞪口呆。不愧是小姨，打得好，就俩字解气。要不是因为身份限制，这个女人她早就想锤了。公公，过分了！唐画挡在母亲的面前，声音冰冷至极。小太监恭敬拱手道：贤妃说了，本妃是唐毅和唐英的小姨，待其母刑罚，天经地义。天下百官若不服，尽管上表弹劾本妃。告辞。话落，小太监转身带着人走了。传旨太监走了，现场气氛却极为怪异。整个天香楼所有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太子殿下，请问我现在可以走了吗？还是要继续大战一场？你选，我都奉陪。最终还是唐毅打破了沉默，只是这打破沉默的方式太强横，让无数人嘴角都在抽搐。你是嫌事情还不够大，还想将事情闹得再大点？萧兰也上前一步，坚定站在唐毅的身侧。孔诗兰和萧兰一起的抿了抿唇，也只能站在唐毅的另一边。看着这一幕，太子双眼阴翳的吓人。一个唐毅他不在意，可萧兰和孔诗兰他不得不重视。走吧。太子挥了挥手，前方的太子卫让出了路。唐毅带着萧兰和孔诗兰转身离开。唐静，管好你的家事，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太子一甩衣袖，冷哼一声，也带着人走了。唐侍郎，家里该收衣服了，告辞。唐侍郎，家里小妾要生了，老夫得赶回去看看。太子走了，参加宴会的宾客也都寻找借口开始离席。片刻功夫，整个天香楼就空荡荡的了。今日他们见证了唐家的高光，同样的，今日他们也见证了唐家的狼狈。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唐家将会是京都的热门话题。饭后笑料，整个天香楼只剩下了唐家一群老弱病残。唐静手持圣旨，脸色铁青，唐昊和林竹还躺在地上生死不知，严双玉扶着桌子摇摇晃晃，唐画则是看着门外的唐毅，恨意滔天。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唐毅造成的。老爷，他们太过分了。严双玉可怜兮兮上前，想要唤醒这个男人的怜爱。你们很好。唐静闭上眼睛，冷冷地道：回家，回祠堂。今天太累了，他已经没有心思应对。而这时，出了天香楼的唐毅再度向着躺在角落里的老太监走去，他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道了谢，才转身离开。老太监自始至终都闭着眼睛，没有说话，直到唐毅走远，他才睁开眼来，看着唐毅的背影笑了起来。是个有意思的少年，心性上乘，目前手段暂时稍缺，不过此人要是得到陛下重用，有了成长机会的话，将会是大敌。他从身后走出来的魏海微微一怔，干爹是不是看错了？还有，干爹为何会准许他在酒楼胡闹？要是长公主追究下来，干爹少不了又要被训斥。魏渊看了一眼手中的美酒，道：因为咱家也是有孙女的人，谁要是敢动咱家孙女，咱家会杀光他九族。至于训斥，若非咱家孙女需要照顾，咱家会害怕他训斥。魏海闻言，面色不由一暗，干爹被迫出宫，就是因为他的孙女需要保护，其他人他谁都信不过，不然陈雕寺在他干爹面前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老祖宗。唐毅，你是不是知道小诗仙是谁？萧兰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跟着唐毅走在街上，直接开门见山问道：昨晚你们在换营房，梁少不是说了吗？你们和诗仙是好兄弟，是认识。唐毅想抽回自己的手，女人却抱得更紧了，他只能指了指自己，道：我就是小诗仙，小诗仙就是我。真的？萧兰美眸骤亮，我就说嘛，我看上的人怎么会差？孔诗兰指尖在萧兰额头敲了一下，没好气道：笨蛋，也就你信。我查过了，他可是连学堂都没结业，字都认不全，会写诗，你也太高看他了。孔诗兰怀疑过唐毅就是诗仙，可是经过仔细筛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唐毅不可能是诗仙，他的怀疑早就被他推翻了。唐毅，小诗仙到底是谁？方便透露下吗？我有事找他。唐毅看了一眼身侧美眸略带哀求的孔诗兰，顿时一阵无语。诗仙就在你面前，你怎么就不相信呢？说了实话，人家都不信。唐毅沉吟了一下，换了个说法，放心吧，小诗仙也会参加沈园诗会，唐画不会独占鳌头。真的？
孔世兰猛地拉住唐毅的手腕，幸福来得太突然，他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这几日为了找小诗仙，他可是耗费很大的心思。真的，他亲口说的。唐毅点头。闻言，孔世兰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唐毅没有必要在这种事上骗他，他相信唐毅的话。萧兰却靠近唐毅，低声道：“兰姐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我孩子的父亲肯定不会差。”唐毅和孔世兰这话要是传到皇帝的耳中，问题可就大了。公主，有些事情吧，我觉得还是解释清楚比较好。唐毅看着萧兰，脸色非常认真而郑重。我那是在救你，而且亲一下是不可能怀孕的。萧兰美眸眨了眨，兴奋道：“是这样吗？那你跟着我回公主府，教教我怎么才能怀孕。”唐毅，得，这天聊死了。皇宫御书房已经入夜，颜文帝站在窗前，看向北方，眉宇间是难以掩饰的忧愁。沉雕寺，朕终归还是冲动了。许久，颜文帝轻叹。沉雕寺微微拱手，没有说话。他知道皇帝只是自言自语，不需要他回答。朕今日不该在资政殿说出唐毅的计策，只是听到那群老贼竟然要朕迁都，朕没忍住。如今这消息恐怕已经是瞒不住了，要是让北狄和东虞先得到消息，后果很严重。哪朝哪代不会出现几个通敌叛国的人？别看这些大臣一副忠臣直臣的样子，但颜文帝很清楚，如果北狄大军真的兵临城下，恐怕会有不少人绑着他这个皇帝上城墙，献祭给北狄。他在大殿上说了唐毅的计划，恐怕有人会转手便将情报送给东虞和北狄，换取将来求活的机会。陛下放心，锦衣卫已经全面布控，不会让消息流出去的。沉雕寺笑着说道：“只要能够控制3日左右，打了时间差，就算消息流出，北狄和东虞也来不及阻止了。”话音刚落，一个小太监进来禀报：“陛下，锦衣卫千户宁川求见。”沉雕寺恭敬退到了一边。皇帝没有转身，只是眉头皱了皱道：“宣。”很快，宁川便进了御书房，行礼后道：“陛下，户部左侍郎顾城在家中暴毙了。”颜文帝猛地转过身，脸色错愕道：“什么？”宁川道：“中毒而死，看似自杀，但臣怀疑他是被人谋杀的。”颜文帝一拳砸在窗沿上，脸色铁青道：“朕刚刚让欠户部债务的官员还债，户部主管钱财的侍郎就暴毙了。呵呵，好的很呐，以为杀人灭口，朕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吗？宁川，朕给你10天的时间，10日内朕要知道真相。10天？宁川听到这话脑袋都大了。以往这种案子都是刑部和大理寺主办，只要能办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那就结案。你好我好大家好，直接交给锦衣卫，只能证明皇帝动怒了，要彻查到底。但10天内查出真相，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臣遵旨。宁川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颜文帝沉吟了一下，道：“朕给你派个助手吧，让唐毅协助锦衣卫办案。朕原本还想再等等的，既然有人不想朕等，那朕就不等了。”沉雕寺，你旨封唐毅为锦衣卫百户，明日开始到锦衣卫入职。说到这里，颜文帝看向宁川，道：“把老四也放出来吧，朕让他们磨合，本来就是要办户部的案子，既然现在案发了，那就让他们在案子中磨合。”宁川想到唐毅和萧帝，头顿时更大了。这2个家伙都是刺头，偏偏还有一个是皇子，本来查案就够糟心的了，现在还要带他们2个，更糟心了。臣遵旨。宁川接了旨意，心事重重离开了御书房。颜文帝抬手捏了捏眉心，脸色难看至极。很好，忍不住了是吧？真以为朕抓不住你们的尾巴？那这一次，朕就让你们看看朕的决心。唐家，唐毅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月上中天，为了给萧兰解释清楚亲一下不会怀孕，足足浪费了他整整2个时辰的时间。唐静已经等在院中，此时的他面带威严，眸色森冷，衣袍整洁，俨然已经走出了今日宴会的阴影。为什么选择在今日？唐静冷声质问。要不是唐毅选择在今日报复，唐家也不会丢人丢得如此彻底。唐毅早就知道唐静会来兴师问罪，他急于证明自己是对的，急于证明当年没有宠妾灭妻。那么在颜双玉和唐画母子的面前，他的智商等同于0，挺悲催。为什么不去看唐一？唐毅反唇相讥，他要是看过妹妹的伤，就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我问你为什么选择今天？唐静有些恼羞成怒，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问你为什么不去看唐一？她也是你的女儿，怎么心虚了？唐毅在木椅坐下，双手枕着头，但眼底全是愤怒和嘲弄。是不是好不容易说服自己相信颜双玉和唐画，相信他们不是有意隐瞒，是为了唐家的利益？你怕自己看了唐英的伤会动摇，会对自己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大儿子产生怀疑？哼，唐侍郎，你活得真可笑。被唐毅说中心事，唐静脸色顿时青一阵紫一阵。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唐静深吸一口气，冷声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唐家的荣耀更重要。但因为唐毅，今日唐家刚刚爬到巅峰，就被重新踹回尘埃里。唐一眯眼看向唐静道：唐侍郎，我其实不屑和你解释的，但你听好了，我只说一次，信不信那是你的事。首先，唐画获得状元的诗是抄袭了我的诗。其次，唐画用我的诗获得的状元，那么他先前金榜题名的成绩就可能有问题。你最好查一下他私下到底有没有舞弊。最后，如果有舞弊，
那唐侍郎就要小心了，你有把柄在人家手上了。唐毅冷笑一声道：否则一旦东窗事发，唐侍郎自己数一数，哪条罪名不足灭唐家全家的？这就是我搅黄唐家的庆功宴之一，我为的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剥离和你唐家的关系。你那几个乖儿子好大儿做死没关系，但别连累我和妹妹。唐静呆在当场，唐毅的话宛若滚滚惊雷，将他的脑袋给离了一遍。唐静脑袋一片空白，呆愣许久才回过神，看着唐毅怒吼道：不可能，这不可能，你胡说什么？你哥是状元，是我悉心调教出来的状元，他怎么可能会舞弊？唐毅，你别比不过你哥，你就诬陷他，得，信念崩塌。唐毅抬手道：玉佩还我，回去奶你家孩子去，简直是不可理喻。唐毅从唐静手里夺过玉佩，转身就回了房间。杜凌飞站在门外等唐毅，见到唐毅过来便道：别担心，你妹妹不知道她过来了，醒来后吃了点东西又睡着了。唐毅看了一眼房间中熟睡的唐英，道：你也休息吧，我去隔壁，有事情叫我。这段时间他只能暂睡那间小小的柴房，总不能让人家一个大美女去柴房睡吧。东院，唐画、唐昊、林主整齐跪成一排，严双玉坐在他们前方，正用药膏涂抹脸上的伤。今后你们别再招惹唐毅和唐英那两个小畜生，接下来的事娘亲自来办。严双玉面露歹意，唐毅不能再留了。2日后天刚亮，唐毅便带着杜凌飞和唐英出城给母亲扫墓。今日是母亲的忌日，过去2年钱申和唐英都被禁足，无论是清明还是逢年过节，严双玉都不准钱申和唐英给母亲扫墓，理由都如出一辙，嫌晦气。儿子给母亲扫墓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他眼中竟然如此不堪。唐毅有些后悔，今日出门的时候应该请示一下严双玉的，要是他敢说晦气2个字，他会当场将严双玉供在家中的父母牌位劈了当柴烧。老子祭拜母亲你嫌晦气，你天天上香不晦气了？母亲的墓在北城外，原本唐毅以为2年没有人给母亲扫墓，母亲的墓肯定会杂草丛生，但是抵达之后他才发现母亲的墓很干净，显然有人定期过来扫墓。唐家的人薄情寡义，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么给母亲扫墓的应该是外婆或者是舅舅，而如今舅舅还官司缠身，如今身陷囹圄，他不能不管，而要查这件事恐怕还得找萧策帮忙。想到这里，唐毅顿时有些惆怅，宫里那老皇帝不道德呀，帮你出谋划策，说好的奖励呢？这都过去2天了，毛都没见到。娘，过去2年没能来给你扫墓，是我的错，以后我和婴儿会定期来看你，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妹妹的，有我在，以后谁敢欺负她，我必定会让其付出1000倍万倍的代价。娘，对不起，我以后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条路和你所期望的不同，我要和这个世界争一争，看一下能不能让这个世道稍微变得好一点。唐毅带着唐英给母亲上了香，磕了头。以前母亲最大的期望就是她和妹妹能健康幸福生活下去，至于风暴，有父亲和母亲在前面扛着，可最后扛下所有风暴的只有母亲而已。唐静的肩膀一直都为严双玉母子而流，她和妹妹在唐静眼中不过是权力交织下的产物罢了。哥哥，娘在这里会不会很孤单？唐英看向唐毅，眼睛一眨，眼泪大颗大颗从眼角滑落，她都快忘记母亲的模样了。回去之后咱们重新给母亲立个牌位吧，立一个好牌位。唐毅揉了揉妹妹的脑袋，唐家不认母亲，不让母亲进祠堂，没关系，他和妹妹认就可以了。凌飞，你照顾一下我妹妹，我去办点事。回到山下，唐毅将唐英交给杜凌飞，一个人重新爬上了另一座最高的山。那座山山顶立着一座没有立碑的土坟。唐毅走到坟边站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取出酒壶，在坟前倒了半壶酒。随即唐毅坐在坟旁，也静静看着北方。许久，唐毅往自己嘴里灌了一口酒，道：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应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间接杀的第一个人，但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依旧会选择揭穿你。北境16州沦陷，几10万人成为北狄的奴隶，10几年了，大言对北境16州的归属连个屁都不敢放。你们恨，应该；你们想要大言覆灭，应该。只是你选择的方式不对，你可以自己组建势力，自己把军队拉起来，然后杀到京都，将那些不作为的王八蛋干死。那样，就算你失败了，我依旧会说一声牛逼。可是，你不该选择这种方式，这样会害死无数无辜的人。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立场，毕竟有些理是没办法讲的。唐毅喃喃自语，他已经从宁川那里知道了一切，知道这个男人在大殿上怒斥满朝文武，怒斥皇帝，最后向北自尽，甚至自尽的时候，因为咬断了舌头，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遗言说了什么，只知道当时的他血溅3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或许只有我知道。唐毅站了起来，将酒壶中的酒全倒在坟前。前世作为军人，还差一个地方没有收复，而坟中男人的愿望，无非就是想要北境16州回归罢了。嘟！这时号角声忽然传荡整个山谷。唐毅转身看去，只见山下蜿蜒的道路上，正有一支军队浩浩荡荡向北开进，战马嘶鸣，战旗激荡，宛若一条火色长龙一般向北席卷而去。
那是援助北境的大军终于开拔了。唐毅有些羡慕，当年霍去病马上封侯的时候，应该也就他现在这般年纪吧。又过了一天，唐毅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等的人，宫里的传旨太监。宫里那个老皇帝总算想起了他这个功臣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吏部侍郎之子唐毅，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擢升为锦衣卫百户，立即到锦衣卫入职。唐毅听着小太监宣读圣旨，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还好，和预想的出入不是很大。锦衣卫，天子直属，号称天子监，上可审公卿王侯，下可斩贪官污吏。虽然名声早就被那些文官弄得臭不可闻，但权势滔天，刚好可以借助这个身份查一下舅舅的案子。花了100两送走了传旨太监，唐毅便返回房间，换上了飞鱼符和绣春刀。虽然他身体还没有补回来，还是有点虚，但他穿着飞鱼符和绣春刀出来的时候，还是把院中的杜灵飞和唐英惊到了。飞鱼符穿在他的身上，穿出了一股英武的气质。呀，大哥好漂亮！唐英瞪着一双大眼睛，他还第一次见到哥哥这么好看呢。现在的哥哥出去，肯定能迷倒京都一大群小娘。唐毅抬手敲了敲女孩的脑门，没好气道：漂亮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对你哥，你应该说好帅，太帅了，酷毙了。杜灵飞走了过来，绕着唐毅转了一圈，也是啧啧称奇。不错，这身衣服感觉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穿在你身上总感觉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怎么说呢，感觉很正气。说句实话，我觉得这才是锦衣卫该有的样子，就是不知道这样才华横溢的大才子，闻名京都的小世仙进入锦衣卫，将来他的身份暴露了，又有多少文人要骂娘了。嘻嘻，想到那个画面就很令人期待啊。杜灵飞嘴角勾起，忍不住畅想起来。唐毅很清楚杜灵飞来到他的身边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唐英，大部分原因还是为了高阳公主萧兰，因为他能救公主萧兰，而萧兰就是贤妃娘娘的宝贝女儿，所以唐毅直接将培养青梅素君的事交给了杜灵飞，等青梅素君培育出来，他再亲自提炼就是了。同时唐毅交代杜灵飞，让他找工匠重新修建一栋小房子。从目前来看，贤妃娘娘没有让杜灵飞回去的打算，她可不想一直住在狭小的柴房。昨日严双玉倒是过来了一次，哪怕脸都被打肿了，表面文章她还是得做。贤妃娘娘的贴身女官住在西院狭小的院子，于情于理她都得出面邀请杜灵飞住到东院去，同时也假惺惺的让唐毅和唐英搬回去。唐毅还没说话，就已经被杜灵飞一口回绝了。甚至唐毅能看到这美女眼中翻涌的怒火，如果不是因为身份限制，严双玉估计要被赏一顿巴掌了。唐毅交代完事，刚从西院出来，就看到严双玉带着唐画兄弟俩站在院中。此时看着穿着飞鱼浮挎着绣春刀的他，脸色都难看到了极致。唐毅，你的狗屎运还真不是一般的好。严双玉冷冷地盯着唐毅，咬牙切齿，那样子恨不得将唐毅给当场撕碎了。这个以前任由他们拿捏的蠢货，现在仿佛觉醒了一般，短短几日竟然让他们吃尽了苦头。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了锦衣卫这重身份，想要对付他就更难了。运气是不错，一不小心就成了锦衣卫了。唐毅弹了弹衣袖，笑道：当官的感觉还挺不错，你们随意，我上班去了。走了2步，唐毅回头警告：对了，别进西院，否则我会生气的。严双玉气得差点跳脚，唐画手也攥成拳，怒火翻涌。你得意什么？进了锦衣卫，你会死得更快。唐画向前走了几步，脸色冰冷道：将你禁足这几年，以唐家嫡子身份在外行走的是我，除了你那几个不入流的狐朋狗友，京都那些豪门贵族的少爷小姐，只认我唐画。刚好锦衣卫中就有好几个和我关系要好的勋贵子弟，放心，你进入锦衣卫，我会让他们和你好好玩的。唐毅向后退了2步，装得一脸恐惧。啊，真的好可怕，我好害怕。唐画见到他夸张的样子，差点忍不住扑上去和他打一架。以前的唐毅各种羞辱都不敢放一个屁，现在这家伙出口能噎死人，且让你狂着吧，有你生死两难的时候。唐画压下心头的怒火，冷笑：在我眼中，你永远不过是蝼蚁罢了，想翻天做梦，就是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堆里。唐昊也是鼻孔朝天，冷笑。唐毅目光扫了严双玉母子3人一眼，笑了。刚刚消停2天，你们又觉得自己行了？行吧，你们想蹦跶，那就尽情蹦跶吧。唐毅也懒得管，只要不牵扯到妹妹，你们想怎么玩，我奉陪。哦，对了，我现在是锦衣卫了。唐毅抬头，目光盯着唐静，清澈的目光带着几分锐利，仿佛能看穿人的心思。唐画被他的目光盯得有些发毛。我现在有权了，我可以查一下你那首名动京都的劝谏诗是怎么来的，同时我也可以查一下你这金榜会员是怎么来的。一听唐毅这话，严双玉当场爆炸了。唐毅，你胡说八道什么？比不过画，你就这样诬陷他？唐画死死盯着唐毅，双手紧攥成拳，指尖隐隐泛白。唐毅看着2人的反应，心头凉了半截。妈的，看来是猜对了，不单单是电视倒是这么简单，重要的是唐画的会员可能真是舞弊出来的，那可是科举舞弊，妥妥的欺君之罪啊！等真相查清那一天，搞不好连他都要被连累。不行不行，这样的唐家老子
替前身拿回来干嘛？都乱到根了，还是想办法赶紧撇清关系，跑路吧。哦，开个玩笑，别那么紧张。唐毅冷笑一声，压着绣春刀转身离开。然而他的笑容却让唐画和严双玉脊背发凉，这家伙太危险了，绝不能再留了。娘，大哥，钱庄那边催债了。唐昊现在没时间管唐毅，他已经自身难保。为了给唐画办一个风光的庆功宴，他们和地下钱庄借了1万两，期限3日还，现在已经逾期了。都怪唐毅这贱种，他怎么不死？他该死，该死！严双玉脸色铁青，跺着脚咒骂：要不是唐毅破坏了唐画的庆功宴，他们礼物收到手软，别说1万两，就算10万两，还不是信手拈来？3元及第，京都传奇，谁不想巴结沾喜气？结果唐毅大闹一场，把庆功宴搅黄了。那些前来祝贺的达官贵人和世家豪族，走的时候顺带连礼物也带走了。一场原本该享誉京都的庆功宴，最终成了大笑话。唐画也暗恨不已，和钱庄那边商量下，再拖3天吧。他说道。严双玉和唐昊看了过来，唐画附着手道：3日后就是沈园诗会了。沈园诗会这次是大办，是以太傅的名义发的帖，听说各国使馆都会派人参加，甚至连陛下都会亲临。只要我在沈园诗会将所有人都踩在脚下，获得陛下赐婚，1万两银子算什么？就算是10万两、100万两，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他丝毫不担心唐毅会揭穿他殿试舞弊的事，毕竟陛下金口玉言，他的话就是圣旨，不可违抗。说他抄袭，那就相当于直接推翻陛下钦点他为状元的事情，而陛下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更何况，只要找到且弄死那个小诗仙，这件事就将死无对证。唐画脸色阴狠无比，而严双玉和唐昊却顿时激动起来。没错，一旦沈园诗会唐画夺魁，所有困难都将迎刃而解。欠钱庄1万两，到时候估计钱庄还自己倒贴10万两给唐画庆祝呢。好，我儿有自信就好。严双玉抬手帮唐画捋平如山，道：我儿聪明绝顶，娘当年踩着他娘上位，你现在也一定要将唐毅那废物踩在脚下，为娘出一口恶气。唐毅出了唐家，自己打车雇了一辆马车去北镇抚司报道。人家锦衣卫上班都骑马，他这上班坐马车，要是被锦衣卫同僚见到，非得被嘲笑不可。因此马车在北镇抚司100余米的时候，唐毅便让车夫停车，下车步行进了北镇抚司。结果刚进北镇抚司，唐毅就见到了熟人四皇子萧帝。此时的萧帝也是穿着飞鱼扶腰挎绣春刀，和他一样都是锦衣卫百户。两人齐停下脚步，彼此相视一眼，随即想到那晚的事都是菊花一紧。靠，现在锦衣卫的标准都这么低了吗？连你这样的弱鸡竟然也能进来？看到唐毅穿着飞鱼服，萧帝很不爽。要知道锦衣卫就算最低级的士兵，也都有以一敌10的本事。至于唐毅，他一只手就能陪他玩遍各种姿势，连你这种没脑子的都能进来，我凭什么不能？唐毅反唇相讥，打不过老子还骂不过。靠，你说谁没脑子呢？信不信我一拳砸死你？萧帝当场就爆炸了。唐毅一脸震惊，指了指脑袋道：老子这东西，你确定你有？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就拿你刀砍宁川的弟弟宁儿这件事，你觉得你做的怎么样？萧帝没有反应过来唐毅的意思，嘚瑟道：我一刀差点将他砍死，解救了被强抢的民女，爽得要死。哼，这就是鲁莽不带脑子。唐毅冷笑。萧帝嘴角顿时猛地抽了抽，靠，这家伙说的话怎么和父皇说的一样？他骑墙偷听了？唐毅盯着他，但莫开口。我要是你，我会先让宁儿追着我打，然后自己给自己弄点伤，再将事情捅大，到时候满朝文武官员、礼法、律法全都站在身后，届时宁儿会被流放3000里，而满京都的人都会知道你四皇子是个侠义之人。结果你直接砍了宁儿，落人口实，逼得陛下不得不安抚宁家，将你打入大牢。明明一手好牌，偏偏打得稀烂，你说你蠢不蠢？萧帝面色尴尬，这么一说，感觉的确有点蠢。怎么回事？这家伙说的话怎么和父皇说的又一模一样？你看，这样算下来，你还觉得你有脑子吗？唐毅补充结论。萧帝下意识点头，听君一席话。我靠，上当了！我靠，唐毅你大爷，你玩我！萧帝当场蹦了起来，只是视线中哪里还有唐毅的身影？此时的唐毅已经溜进了北镇抚司的大楼中，循着门牌找，很快找到了宁川的办公室，抬手敲了门，很快宁川的声音便传来：进。唐毅推门进去，才看到里面坐着20几个人。他刚进门，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他的身上，有人好奇，有人目光玩味，甚至很多人都冷笑挑衅。唐毅莫名的有些心虚，这第一天上班，应该还没时间得罪人吧？明千户，新丰锦衣卫百户唐毅，奉旨向你报道。唐毅抱拳，声音洪亮。锦衣卫百户萧帝，奉旨前来报道。萧帝也是抱拳，大声说道。说话时还不忘狠狠瞪了唐毅一眼：你给我等着，等出了这里，咱们的账慢慢算。唐毅撇嘴：幼稚。宁川见到两人的小动作，心头烦闷的厉害。2个刺头，真不知道陛下到底在想什么，竟然派你们2个刺头参与办案。好了，给大家介绍下。宁川站了起来，指着唐毅说道：这位是唐毅，他是明千户，他还用介绍吗？
现在谁不知道他是大英雄？宁川话没说完，一道略带嘲讽的声音已经传来。唐毅循声望去，见到说话的是个30出头的青年。青年他并不认识，只是此时看他的目光充满冷意，甚至还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杀意。唐毅微微皱眉，他不记得自己何时得罪过这么一号人物，这是有误会。唐毅，他是赵安，晋安侯府小侯爷，隶属锦衣卫千户苏狂麾下。你指控的北狄间谍吴勇，是他们抓获的。宁川提醒。唐毅一怔，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是觉得功劳被他抢了，所以才对他发难。赵百户，这话什么意思？他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什么意思？呵呵，用我们2处的功劳换你这一身衣服，怎么样？穿得舒服吗？赵安站了起来，猛地抬手抓住唐毅的衣襟，一脸狞笑。妈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牛逼，随手就破了北狄探子案？知不知道，就特妈因为你，我们2处辛苦布了10几天的局，就这样被你给搅黄了。而你呢，拿着属于我们的功劳进入锦衣卫，你觉得公平吗？锦衣卫2处的人盯着唐毅，目光都透着冷意。他们逢案必破，吴勇案让他们丢了很大的脸。唐毅眸色一凝，眼底寒意骤聚。抢他们地宫，他们是怎么有脸说这种话的？要不是他出手，他们现在恐怕已经将吴勇安然送出去了。只是他还没说话，宁川冷漠的声音已经响起：赵安，将人放开，这里是我1处，他是我1处的人。宁川站了起来，脸色难看。唐毅可是陛下钦点的将，他要是出了事，那他也死定了。宁千户，别着急嘛，赵安有分寸。身材魁梧的2处主办苏狂着看向宁川，笑容中却透着一抹血腥狰狞。到手的功劳被人抢走了，你总不能让我麾下的兄弟连个屁都不放吧？他指尖轻轻敲着桌案，目光落在唐毅的身上，冷笑：小子，你能入锦衣卫是因为这份功劳，但我2处的功劳不是那么好拿的。今日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不该你管的事不要管，否则后果很严重。看在宁川的面上，就断你一手作为惩戒吧。他一挥手，赵安抬手便向唐毅的手臂抓去。小子，接受摧残吧。赵安冷喝，只要抓住唐毅的手绷直了，膝盖猛地一顶，啧，这小子的手肯定像竹子折断一般，发出清脆悦耳的咔嚓声，美妙极了。然而他们却低估了唐毅，作为曾经的战场杀神，又岂会束手就擒？他当场一个膝撞，直接往赵安胯间撞了过去。赵安武功还算过得去，但如此近的距离，哪怕他武功再高，也根本来不及反应。轰！偷袭得手，赵安身体陡然一哆嗦，抓向唐毅的手也僵在半空，整个人就像是被点了穴道一般，呆在了原地。我没说话，你们是觉得我没脾气，抢你们的功劳？你们哪里来的脸在这里乱废的？同时，唐毅冰冷的声音响起，目光扫视全场，一群无能狂怒的垃圾东西。唐毅抬手在赵安身上轻轻一推，赵安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仿佛发了羊咸风。整个房间当场寂静，所有人几乎都下意识地夹紧了腿。妈的，太狠了！就这一下，赵安还不得蛋碎？萧帝都下意识和唐毅拉开距离，感觉胯下凉，嗖嗖。苏狂脸色一点点冰冷下来。他之所以如此强势，是因为听说唐毅胆小懦弱，那刚才的架势足以将一个胆小懦弱的家伙吓得半死，却没想到唐毅竟然敢反抗，以至于他的心腹现在口吐白沫，只剩下淡淡的忧伤了。而且这厮还敢大骂他们是垃圾，简直就是在哐哐打他的脸。唐毅，你找死！谁给你的脸？敢动我的人！苏狂手一拍，桌上的绣春刀飞起，他手在空中一扫，寒光一闪，绣春刀骤然出了鞘。苏狂，你敢！宁川怒喝，他也没想到苏狂竟然敢玩得这么大，他此时竟然真想杀唐毅。然而这时萧帝已经抬手将唐毅拉到身后，戏谑地盯着苏狂，他的脸我给的，怎么你有意见？萧帝翘着大拇指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唐毅，霸气开口：我大言四皇子燕王萧帝，我萧帝的头号手下，动他你算哪根葱？苏狂是吧？给老子滚一边去站好！特妈的垃圾！苏狂显得气得一头栽倒，又来一个骂他是垃圾的人。偏偏这个人他不敢动手，甚至不敢出言反驳一句。唐毅本来挺感动的，但现在怎么看，怎么感觉这家伙都是变相占自己便宜呢？头号手下，特娘的，听着跟头号鹰犬似的。他是我1处的人。宁川抬手打了个响指，冷声道：在我1处动我的人，苏狂，你是觉得我1处好欺负是吧？哗啦！1处的人瞬间全部站起，手压在腰间的绣春刀上，和2处的人脸贴脸对峙，气氛剑拔弩张。苏狂脸上杀意腾腾，手中的刀指了指宁川，又看了眼萧帝。宁川，燕王殿下，想清楚，你们真想为了这废物和我2处为敌？宁川，别忘了这次户部的案子是你求着我们和我们2处一起侦办的，还是你觉得你们1处有这2个愣头青，不需要我们2处就能勘破此案？他冷冷地盯着宁川道：明日你是想要我们2处，还是想要这霸占我2处功劳的废物？你想清楚，想清楚再说。声音充满威胁。果然宁川脸色难看，户部侍郎的案子有点邪，他们查了几天都没有半点线索，
这才厚着脸皮让二处协助破案。二处无案不破，对一处来说确实是一大助力。但唐毅可是陛下极为重视的人，而且让唐毅入锦衣卫协助查案是陛下的旨意，只是为了保密，他并没有向一处和二处的人公布唐毅在陛下心中的地位。萧帝性格直爽，哪里见得苏狂这般猖狂，当场就要动手。妈的，老子都抬出自己身份保人了，还敢这么嚣张！锦衣卫千户，二处主办，很特妈牛逼吗？老子连柿子都砍过了，不介意再砍你一个锦衣卫千户。唐毅站在萧帝身侧，能清晰感受到他气势的变化，急忙一把拉住他，别瞎搞啊！这种时候得动脑子，要是打起来一处不帮忙，咱俩恐怕有点难搞。就算要打，咱先找一点帮手。宁头，其实这没什么可想的，人家根本就没打算和你合作。唐毅话一出，所有人齐齐看向他，苏狂眼中更是闪过一抹厉色。唐毅直接选择无视，苏狂的心思他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既然对方不给面子，想要废了他，那他还需要给对方留情面吗？苏千户对我发难，并非觉得我抢了他们的功劳，他是做给宁头你看的呢。吴勇的案子，哪怕宁头拯救了他们，他们仍然觉得宁头你过界了。敲打我，其实就是敲打宁头你。以后他们的案子你别过问，但是一处的案子他们要过问。唐毅目光扫了一眼一处的众人，忽然为这群家伙感到一点点的悲催。简单来说，就是一处管得了的，他们二处管；一处管不了的，他们二处管。立威，这就是苏千户的目的。闻言，宁川看向苏狂的目光有冷意，一处一群人脸色也难看下来。靠，这家伙说的好有道理。二处一群人则是面色讪讪。怎么，你们相信他？苏狂冷笑一声，他自然不承认，只是看向唐毅的目光已经带着森森杀意。原本只是借唐毅给一处立威，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唐毅拿他们立威。不是说这家伙就是个废物，软弱无能吗？就这思路，这叫废物，这叫软弱无能。不承认也没关系。唐毅摊了摊手，看向宁川，宁头，他现在正等着你求他呢。只要你开口让他留下来，那接下来主导户不案子的就是他们了。将来案子破了，功劳也全是他们二处的。咱们一处的兄弟累死累活，将来论功的时候，也不过是拿二处不要的边角料罢了。搞不好，届时他们还会故意踩一处一脚，造谣咱们办案不力，尸位素餐啊！一处众人已经相信了唐毅的话，现在被他的话一激，当场就爆炸了。靠，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主意呢！我说这次你们怎么这么好说话呢？不愿意协同办案，你们直接说就是了，有必要搞这一出吗？妈的，原本我还以为是唐毅不懂事，没有大局观，原来是老子低估了你们二处的无耻！操，老子特妈又不是不能办，非得求着你们吗？一处一群人顿时怒火冲天，当场怒斥。二处的人原本还有点理亏，现在被人直接贴脸开大，自然也懒得忍了。特妈的，老子就是不想和你们一处联手破案，怎么了？给你们脸了是吧？瞧瞧你们一处这一年的破案效率也敢跳，滚蛋！吵什么吵？爷爷辛苦破案，功劳凭什么要你们拿大头？一处和二处的人针尖对麦芒，吵得脸红耳赤，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撸袖子，只等命令就大干一架。萧帝看着这一幕，顿时瞪大眼睛，我操，这一招牛啊！动嘴，居然让把一处的人全出成盟友了。苏狂，还需要装下去吗？宁川冷眸睨着苏狂，苏狂没有理会宁川，只是冷冷地看了唐毅一会儿，笑着开口，不装了，没必要。他指着唐毅，盯着苏狂，正如他所说，我就是想要户部的案子，这个案子只有我们二处能破，你们一处不行。听到这话，一处一群人顿时怒火中烧，瞧不起谁呢？妈的，没有你们二处，我们还不破案了是吗？只是怒归怒，迫于苏狂的威压，始终没有人敢骂出来。宁川也是怒了，虽然他很清楚这其中有唐毅的挑拨离间，可相比于唐毅的挑拨离间，他更不爽的是苏狂的不识好歹。敲打我，你大爷的，给你脸了是吧？老子知道吴勇身份的第一时间往上报的同时，让人将事情告诉你了，你他妈当时醉死在女人的肚皮上了，你现在怪我？不需要，案子我们自己破，就不劳你们二处操心了。宁川抬手指着大门，下逐客令，苏狂，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人滚了。妈的，真以为老子找你们帮忙是觉得你们的能力比一处强？老子单纯是觉得人多力量大，或许你们能注意到我们一处没注意的细节。至于你们破案率高，呵呵，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子还不知道吗？为了破案，你们不择手段，滥用私刑，不讲规矩，不遵法律，一个案子查出真相了，却又造成了多少冤案，老子都羞于你们为伍。苏狂目光骤冷，嘴角却带着笑容。宁川，看来你对这个新人很有信心啊。苏狂没有理会宁川，目光盯着唐毅，那就别废话了，敢不敢玩一把大的？我们二处输了，脱光绕着京都跑一圈，你们输了，同样脱光绕着京都跑一圈，同时我要他的脑袋当夜壶。苏狂舌尖舔了舔手中的刀刃，狂妄至极，一切都是因为这废物才失控的，他必须死！哈哈，苏头威武，苏头霸气，一处的，你们刚才不是很狂吗？拿出你们刚才的气势来！二处的人也都狞笑起来，冲着一处众人叫嚣。看到这一幕，一处一群人攥紧拳头，
脸色铁青，心头只觉得屈辱无比。真答应下来，以二处不择手段的作风，他们的确没有任何胜算。宁川心头也是窝火的不行。论武功，他比苏狂高出好几个档次，但论无耻，他远不是苏狂的对手。赌就赌，怕他们干嘛？萧帝的暴脾气当场就爆炸了，他肩膀撞了一下唐毅，道：“你怎么说？别说你也怕了，不是怕，是筹码不等。”唐毅睨了一眼苏狂，道：“他们输了，只是裸奔，我们输了，不仅要裸奔，还得奉上我的项上人头。我的头很贵的。”唐毅看向宁川，拧头：“咱们一处有多少人？算上外勤，30人。”宁川眉头微皱，这家伙想要干什么？唐毅点点头，看向苏狂道：“这样吧，我们输了，脱光衣服城外跑1圈外，我的脑袋只要你能拿走，随便你处置。但是你们若是输了，脑袋丢我当夜壶就不用了，隔音。不过你们除了脱光跑1圈外，得给我们一处所有同僚每人1000两。你们敢赌吗？”闻言，宁川瞳孔骤缩，一处一群人也都瞪大双眼。我操，小子你来真的呀？太年轻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这群人有多无耻。就算后面查不到真凶，他们也能合理安排出一个真凶出来，这就是二处无案不破的手段。等等，宁川连忙站出来，想要阻止。苏狂冷笑一声，直接抢先开口道：“好，有意思，赌了。”苏狂挥了挥手，二处立即有人将契约拿了出来。他将契约丢到宁川面前，道：“零千户，签字吧，把字签了，赌约就成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心等着脱裤子，到城外裸奔了。”哈哈！宁川看着手中的文书，气到爆炸。妈的，连契约都准备好了，果然是早有预谋。而唐毅和萧帝这两个蠢蛋，竟然一脚踩进人家的坑里面去了。一个皇子全身光着在城外裸奔，皇家的颜面何在？你们还真他妈敢玩！但现在都到这一步了，他还能怎么办？只能冷着脸将契约书给签了。至于唐毅和萧帝，等下再收拾他们。签了，滚吧！宁川签了协议，将契约丢回给苏狂。苏狂接了契约，大笑一声，带着二处的人离开。等下，宁头，我补充几句。唐毅睨了苏狂一眼，嘴角微挑，只是笑容充满冷意。苏千户说我抢你们的功劳，谁给你们的脸的？唐毅走到苏狂的面前，目光和苏狂冰冷对峙。如果不是我推测出吴勇的身份，现在吴勇已经被你们放走了。然后你们拿着吴勇的巨额保释金潇洒，吴勇呢，则是在我大研京都潇洒，不断将我大研的情报输送回北狄，让北狄和东隅更好的瓜分我大研北境。到时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会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敢问苏千户，这是不是你们的功劳？唐毅眼神冰冷，声音陡然拔高，说话全场死寂。二处众人都面色铁青，眼底寒意逼人。这话很诛心，就差指着二处骂他们通敌叛国了。一处一群人却是满脸错愕，这家伙这么狂的吗？竟然将他们不敢说的话直接对在了苏狂的脸上。苏狂眉心直跳，差点忍不住拔刀砍人。没话说了，那就好好闭嘴，别学野狗狂吠。唐毅面带微笑，抬手帮苏狂捋平有些凌乱的飞鱼服。做人要懂得感恩，我们一处帮你们破了案，避免了重大损失，是你们的恩人，对待恩人记得要客气点。好了，说完了，现在你们可以滚了。唐毅潇洒退到一边，几句话对得二处众人脸色青红交替，苏狂脸色更是森冷至极，还以为彻底将一处踩在脚下了，没想到离开竟然反被唐毅踩回去，该死啊！好，活好，此处该有掌声。哈哈，萧帝也觉得解气，当场给唐毅鼓起了掌。好，说得好，就不能惯着他们，听到没？老子他妈是你们恩人，对恩人客气点。一处一群人也都鼓起了掌，心头郁结顿时一扫而光，就连宁川嘴角也有了笑容。苏狂手下意识攥成拳，盯着眼前的少年，杀意凛然。敢在他面前嘚瑟的人有很多，但是都死光了。笑吧，尽情的笑吧，这是你们这辈子最后的笑容了。苏狂冷哼一声，带着二处的人离开了房间。现在一处的人被唐毅弄得同仇敌忾，真要动手，他们占不了一点便宜。北镇抚司宁川办公屋内，二处的人一走，掌声也就消失了。包括宁川在内，一处所有人看着唐毅和萧帝的目光已经变得不善起来，甚至连门都堵住了，大有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架势。此时一处所有人心头都有些憋屈和窝火。妈的，二处本来就霸道，但为了查案大家还能周旋下，就显得你们牛逼是吧？你们把事情头摊开说了，爽是爽了，但要是赢不了怎么办？赢不了所有人都完蛋。两位爷满意了？宁川双手叉腰在原地转了一圈，有些咬牙切齿。这两个家伙是连他都没问就擅自做了决定了，其他人也都怒火中烧，火气太大，压不下去怎么办？这要是输了，老大的脑袋落地，一处全员裸奔，被二处还得被踩着摩擦，再无翻身之日。你小子怕他二处做什么？萧帝拍着胸口道：有我们参与，这案子还不是信手拈来？宁川盯着萧帝，嘴角都在轻微抽搐。信手拈来你大爷！就你这莽样，破案到最后恐怕真成破案了，破坏的破，到时你一个皇子自然不用裸奔，但我们呢？唐毅看了一眼萧帝，这时候咱能先低调一点不？现在只剩下一处自家人了，高调是要挨打的，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宁川看向唐毅，
眼睛微眯。唐毅明显从他眼中看到了寒芒，这家伙明显是想找机会揍他们。他下意识摇头，萧帝直接揽着他的肩膀道：“宁头，不用问他，这我小弟，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唐毅，擦，我他妈什么时候成你小弟了？不过虽然我想法跟你一样，但你想死别带上我啊！你们看到他们的拳头都已经捏起来了吗？果然，宁川嘴角露出危险的笑容，他拍了拍手，双手又摊开，道：“既然如此，那诸位还等什么？先给咱们一处的2位新人来一套来自一处的关爱吧。”一处的10几个人立即摩拳擦掌围了过来。好的，宁头，我们一定会让新人感受到我们一处的关爱的。老子就想看看他们的骨头是不是和他们的嘴一样硬。一处一群人心头窝着火，现在只想收拾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一顿。萧帝正大喘气呢，见到这一幕面色都僵住了。兄弟们，有话好好说，别恩将仇报啊！其他人他不怕，收拾他们跟收拾小鸡仔没啥区别。可一处还有宁川这个疯批高手，平时看起来还算正常，但特妈一旦动手打架，那就是个疯子。之前他劈宁川弟弟，宁川这厮愣是不顾一切跟他打了整整1天1夜，要不是最后圣旨赶到，把他给关进牢狱，还不知道最后咋样呢。宁头，我有个提议，打归打，有本事别用真气，我们来一场男人间的碰撞。唐毅知道宁川是想用这种方式让他和萧帝尽快融入这个群体。呵呵，这一招当年他练菜鸟的时候玩的贼溜。萧帝猛地扭头看向唐毅，靠，你疯了？用真气老子还能反抗下？不用真气，我们连几个呼吸都坚持不住。哟呵，小子还挺有骨气嘛。宁川双手撑着桌子，逆着一处的兄弟道：“既然人家下了战书，那你们还等什么？12打2，我数10个数，10个数，要是他俩没倒下，那倒下的就是你们。”宁川双手撑在桌上，握拳的手竖起1根手指，开始。新人接招吧！早就看唐毅和萧帝不顺眼的一处汉子，当场就向着2人扑了过来。靠，有种单挑，群殴算什么本事？萧帝丢掉手中的绣春刀，撸着袖子要冲上去。唐毅连忙拉住他，道：“跑起来，不要和他们近身纠缠，将他们分开，在运动中找机会消灭敌人，这叫运动战。”萧帝，你大爷！话没说完，萧帝已经甩开他的手扑了上去。跑！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临阵脱逃，跑什么跑？男人就要正面刚。萧帝冷喝，跃起扑进了人群。唐毅气得半死，老子都制定好作战计划，需要你来配合完成，结果你自己单干了，有没有一点团队意识？白痴！唐毅骂了一句，转身就跑。房间足够宽敞，而室内陈设的桌椅、瓷器等都是名贵物件。一处的人有所忌惮，不敢使出全力，唐毅便利用这些东西，靠灵活走位躲避攻击，坚持10个数就是胜利。4、5，宁川戏谑的声音在房间中传开。他一直注视着战局，看到萧帝被几个人压在地上暴锤，他不由摇了摇头。唉，可怜的孩子，看来猜得不错，陛下让这家伙进来，就是为了给唐毅背锅的。他目光又落在唐毅身上，眼睛不由眯了起来。唐毅以1对6上蹿下跳钻桌子，看上去很狼狈，但是给宁川的感觉却很有节奏，他是在故意示弱，想找机会反击。想到这里，他不由觉得有些好笑，一个不会武功的家伙的反击能掀起什么浪花来？6、7，你们行不行？6打1还被当猴耍，想要去洗马桶是吧？宁川冷哼，按照他的预测，这时候唐毅和萧策已经趴在地上求饶了。听到宁川的话，围攻唐毅的锦衣卫只觉得颜面大跌，当场就怒了。原本6人还有点配合，现在一愤怒，配合就乱了。唐毅看到这一幕，就知道自己久等的时机到了，他没有再逃，而是转身向着围过来的锦衣卫扑了过去。一个挡击顺势抓住一名锦衣卫的手，顺势将其狠狠摔了出去，力道之重将沿途桌椅都给掀翻。与此同时，更是一爪捏在一名锦衣卫的裆部，双手猛地向上一推，直接将对方推飞出去10几米。而其他几人也都遭到相似的招式，几乎当场丧失了战力。我操！宁川看着这一幕都忘记了数数，震惊无比。他是高手中的高手，自然一眼就看出唐毅不会调用真气，甚至武功都不会。可特娘的一个不会武功的家伙，将他几个精锐手下打趴下了。而且很明显，唐毅出手就是杀招，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动用真气，他想杀死这些锦衣卫的话，易如反掌按着萧帝在地上揍的锦衣卫，这时也都目瞪口呆，都忘记收拾萧帝了，还以为萧帝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没想到最难啃的竟然是唐毅这个不会武功的家伙，竟然将他们一群会武功的兄弟打得没有了反抗之力。萧帝看了眼站在前方的唐毅，又看了一眼倒在地上哀嚎的锦衣卫，一双眼睛也是瞪大如2只铜铃。这还是那个连他一拳都接不住的小弟吗？在他手中一拳都接不住的家伙，现在竟然打赢了锦衣卫，而却被压着打。操，丢人丢人啊！萧帝拳头砸着地板，没脸见人了。操，是老子的错觉吗？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小子越战越勇，招式太狠了，招招毙命，老子还是第一次见。不仅仅是越战越勇，这家伙的招式有点意思，要是他身体再强壮一点，恐怕不用真气和他对战，
我们都得死在他的手中。揍萧帝的一群人也都在议论，还好刚才选择的是萧帝，不然的在唐毅手中吃大亏。时间到，宁川走了过来，打量着唐毅，难怪能被陛下看中，这小子还真不简单，会治病救人，还会一手杀人计，这特娘的还玩起左手一右手舞了。小子，你过关了，以后你就是我们一处的人了。你刚才的招式叫什么？唐毅没有隐瞒道：黑龙18手。黑龙18手，这名字够霸气。宁川打量着唐毅道：这黑龙18手是你自己创造的吧？唐毅想了想，说不是也没有人相信，这些都是他在特种部队学到的。他只好点头道：为了反抗欺凌，自创自学的。宁头见笑了。宁川脸皮猛地颤了颤，见笑，老子可不敢。这武技快准狠，很适合近身搏斗，反正连老子都创不出来，敢见笑？一群人再度震惊了，一个不会武功的人研究出来的武技将他们给打趴下了。娘的，丢人丢人啊！行了，时间不多了，现在开始商讨案情。宁川走回主座，户部的案子没时间耽搁了，要是让二处先破案，那后果不堪设想。头，我想去见一下我舅舅。唐毅向前一步，拱手道：柳公瑾现在就关押在南镇抚司。唐毅想要确定一下舅舅的情况，而且他看向宁川道：我舅舅是户部右侍郎柳公瑾，可能会知道一点其他信息。然而听到他的话，原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房间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唐毅看到宁川的眉头皱了起来，而一处的其他同僚目光都有些怜悯和幸灾乐祸，这让唐毅的心部由一突。舅舅该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吧？不可能吧，老皇帝不是傻逼，舅舅的案子原本是刑部和大理寺查，现在交给了锦衣卫，显然老皇帝也知道舅舅是替罪羊，案子交给锦衣卫，显然是不想让舅舅成替罪羊，如了某些人的愿，将人转到锦衣卫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着想。然而想到这里，唐毅嘴角已经在抽搐，安全个毛，天底下最不安全的就是特妈是锦衣卫啊！宁头，我就在哪？唐毅急了。宁川揉了揉眉心，这一刻他的心比唐毅还要凉，要不是唐毅提醒，他都忘记柳公瑾和唐毅还有这层关系。可特妈狗约的二处已经对柳公瑾过刑了，妈的，现在让这小子见到柳公瑾，天知道这次头会干出什么事来。唐毅，宁川知道现在不能让唐毅见柳公瑾，可是一抬头，那小子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眼底有不容拒绝的含义。宁川武功高强，在整个京都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但现在面对唐毅的目光，他竟然莫名的有点小害怕。好吧，你后面是陛下，我惹不起。你去吧，这是我的令牌，拿着我的令牌，监牢中的犯人你都可以审问。宁川将手中从怀中取出令牌，随手丢给唐毅。谢宁头。唐毅接过令牌，拱手离开。等等我跟你一起去。萧帝双手枕着头，打着哈欠跟在唐毅身后。等两人出了会议室，一处的一众同袍都齐齐看向宁川。宁头，现在让唐毅去见柳公瑾，不合规矩吧？柳公瑾是唐毅的舅舅，按照规矩，这种涉及亲属的案件，唐毅是要回避的。规矩在他面前算个屁！再说他身边还有燕王殿下，你们拦得住？宁川直接甩锅给萧帝。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妈的，这是二处捅的篓子，他干嘛要替二处背锅？大家同是锦衣卫没错，可他宁川还讲规矩。还有，去请一下孙神医过来。宁川觉得现在唐毅最需要的是大夫。一群一处的同僚顿时面面相觑。操，咋回事？怎么感觉头儿很迁就唐毅啊？难不成头儿和这家伙有什么情况不成？唐毅之前和萧帝在锦衣卫监牢待过，算得上轻车熟路了。两人进了监牢，老头立即围了上来。他认识萧帝，自然满脸谄媚：殿下，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想要审哪个犯人，您说一声，小的亲自给你提过去。萧帝懒洋洋地瞥了牢头，道：柳公瑾在哪个监牢？带路，本王要见他。老头愣了下，道：柳公瑾，殿下，柳公瑾现在二处的人不是正在审着吗？那老家伙倒是嘴硬，都被吊了一个晚上了，都没有开口。现在赵安带着人刚刚过去，今日要是再不开口，估计活不了了。话音刚落，牢头只感觉周围的温度忽然都降了几分。萧帝察觉到身侧那犀利的杀意，整个人也瞬间精神了。带路！老头不敢耽搁，带着两人穿过甬道，来到了锦衣卫的审讯室。刚进门，唐毅便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人被捆着手脚吊在半空，他的底下是一缸盐水，但盐水已经被鲜血染红。而此时赵安正手持皮鞭，一边接着一边的抽在他的身上，一边下去，皮开肉绽，鲜血伴随着盐水滴落在底下的盐水缸。老东西，老子特妈今日不审你，老子今日就是来泄愤的。你那宝贝外甥差点让老子断子绝孙，老子就让你这老匹夫生死两难！哈哈，惨叫吧，哀嚎吧！赵安狞笑，仿佛一头恶魔正在戏耍自己的猎物。萧帝见到这一幕，顿时怒不可遏。锦衣卫只要证据确凿，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但绝对不能滥用私刑，屈打成招。他正想怒斥，只是话还没出口，手便被唐毅抓住，阻止了他。萧帝才发现，此时的唐毅脸色冰冷无比，他没有说话，但浑身散发的寒意让他都感到心悸。唐毅抬步向着赵安走了过去，
脚步平缓，没有半点凌乱，而脚步声则是被赵安的狞笑声吞没。而随着不断靠近，他手中的绣春刀也一寸寸拔出。绣春刀第一次出鞘，唐毅直到走到赵安身后3、4步，站在赵安身侧的锦衣卫才发现了他，吓得瞳孔抖缩。赵安，小心！赵安听到同僚的提醒，猛地向前扑倒，然而还是晚了，唐毅的刀已经劈了下来。呲啦！赵安的背后瞬间被劈出一道10几厘米的伤口，飞鱼服几乎瞬间就被鲜血染红了。赵安扑出去数米后停下来一摸，手掌全是血，抬头看到前方双手持刀的唐毅，赵安脸色顿时就狰狞起来。刚刚在一处被这混账偷袭，一膝盖差点将他干到断子绝孙，现在又被唐毅偷袭，差点被一刀宰了。要不是躲得快，这一刀能直接将他脑袋劈碎。唐毅，你他妈敢伤我！哎呀，你找死！你找死！你找死！赵安又惊又怒，暴跳如雷。萧弟，麻烦把我舅舅放下来。唐毅平静说了一句，手中的刀却指着赵安。赵安，你们2处就是这样办案的，敢滥用私刑，屈打成招，你们就是这样无案不破的。特妈的，户部左侍郎被杀案和舅舅有个鸡毛关系？他被冤枉下狱的时候，户部左侍郎还欢蹦乱跳，哼哼，哈哈，是又怎样？赵安狞笑，满脸凶狠，他根本没将唐毅放在眼里，直接就承认了。没错，我就是在滥用私刑，我就是在公报私仇，那又如何？你能拿我怎样？你敢拿我怎样？赵安手中的刀绣春刀出鞘，指向唐毅，一个不会武功的废物，你能奈我何？来人！唐毅偷袭同僚，企图包庇救出柳公瑾，罪不可赦，听我命令，立即将他乱刀砍死，剁成肉泥。要是唐毅躲在一处，他或许还有点忌惮，但这混账既然跑到监牢来，那就是他自己找死了。2处的锦衣卫得到命令，立即绣春刀出鞘，将唐毅包围起来。唐毅下意识攥紧了手中的刀，喂，怎么个意思？一群狗奴，当本王不存在呢？萧帝手压着绣春刀，语气有些不满。我堂堂一个皇子在这里，你们竟然这么无视的吗？殿下，这是我和唐毅的私仇，殿下最好别管。赵安淡淡扫了萧帝一眼，一个在朝堂没有半点根基的皇子，猖狂什么？而他们2处的背后可是太子，如今大言朝中，哪个皇子敢与太子争锋？私仇？你官以律法之名，你给我说这叫私仇？萧帝站在唐毅身侧，抬手拍了拍唐毅的肩膀，别怕，叫一声哥，我帮你。唐毅老兄，我这都准备以死相搏了，你还给我谈条件。萧兰不想救了。唐毅瞪了萧帝一眼，筹码而已，老子没有吗？要搁前世，哪怕3、5个顶级特种兵，他也不放在眼里。但在这个世界，别说3、5个人，锦衣卫1处2处随便拎出来一个人，一旦用了真气，都能将他虐成渣。他到现在都没搞清楚，那虚无漂亮的真气到底是个什么鬼？嘿，开个玩笑，你是我哥，你是我大哥。萧帝当场拎着刀，义正言辞站在唐毅面前，这是我大哥，谁敢动我大哥，先从我身体上踏过去。操，还是好生气啊！唐毅你妹的，你最好能用这句话吓唬我一辈子，不然老子一天虐你800遍。萧帝话没说完，唐毅便看到萧帝已经冲了出去。赵安等人脸色大变，他们也没想到萧帝竟然说动手就动手，只能纷纷提刀迎敌。然而下一秒，赵安等7、8个人身体便已经倒飞出去，重重砸在不远处的墙壁上。赵安落在地上时，已经脸色煞白，大口咳血。他们7、8个人联手，竟然在萧帝的手中没走过一招。唐毅心头直发毛，这家伙竟然这么厉害的吗？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你们狂什么？除了锦衣卫的身份，你们在本王面前一无是处。萧帝扛着绣春刀，扭头看向唐毅，一副痞子样。你杀还是我杀？算了，还是我杀吧。我是皇子，我是皇子，我怕谁？萧帝扛着刀向着赵安等人走去。唐毅抬手拦住他，道：你帮我护法，我自己来。萧帝一怔，眨了眨眼，你一个文官家的少爷，你敢杀人？唐毅微微颔首，没错，我敢。实不相瞒，曾经死在我手中的敌人，没有1000也有800了。看着唐毅和萧帝挤眉弄眼，赵安和2处一群人脸色煞白，终于知道怕了。以前都是他们想着怎么杀人，想着用什么办法折磨人，现在终于轮到他们被别人研究怎么杀了。唐毅，你敢？我们是2处的人，敢杀我们，苏千户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赵安想要搬出太子，但最终还是没敢将太子牵扯进来。苏狂，我很怕吗？唐毅捡起地上的皮鞭，在手上拉了拉。我这个人很好说话，你们怎么对待我舅舅的，让我怎么打回去就行。同时我也不好说话，不想死就别反抗。唰，唐毅手中的皮鞭当场砸了过去。赵安下意识想躲，但见到萧帝绣春刀一翻，躲开的身体又缩了回来。啪的一声，唐毅的鞭子甩在了他的肩上，当场皮开肉绽。皮鞭上有倒刺和盐水，那疼痛可想而知。赵安疼得身体哆嗦了下，却没有叫出声来，只是冷冷地盯着唐毅，那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死人。啪啪啪，唐毅丝毫没有理会赵安要杀人的目光，一连10几鞭下去，赵安终于承受不住，疼得浑身颤抖，喉咙发出低沉的哀嚎声音。唐毅，你给我等着！你今日要不杀了我，让我逮住机会，我必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赵安咆哮，他身侧的那几个锦衣卫此时也都被吓得低下头，不敢看唐毅。杀你，那太便宜你了。唐毅冷笑，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死亡。滚吧，去告状吧，回去告诉苏狂，这个锅太大，我舅舅背不起来，所以我舅舅我保了，他要是不爽就让他给我憋着。唐毅随手将皮鞭丢在赵安面前，赵安下意识向后缩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竟然对唐毅生出恐惧，他顿感屈辱，抬头看向唐毅，赵安一张脸都扭曲了起来，呵呵，哈哈，凭你也敢屡次三番挑衅我们二处，我们二处要杀的人，天王老子都保不住，凭你也配？赵安挣扎着爬了起来，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沫，这36鞭我给你记着，好好活着，这鞭子我会千倍万倍的还给你的。话落，赵安大笑着离开了监牢。萧帝见到这一幕，很不满，这种人不宰了，留着过年呢。要是他，早刷刷几刀砍了，哪有那么多事？唐毅睨了萧帝一眼，冷笑道：“谁说不宰的？但让他这样死了，那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们好好尝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恐惧。”看着唐毅的笑容，萧帝脊背莫名一阵发凉。眼前这家伙本来就阴险，加上有父皇做后盾，还别说二处这次可能还真就踢到铁板了。别想太多，我不会玩阴的。唐毅看出萧帝的心思，瞪了他一眼道：“我们现在是锦衣卫，我们是执法者，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遵纪守法。真要在这里杀了赵安他们，那我们和赵安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既然看不起法，将律法玩弄于股掌之中，草菅人命，那我们就用法来收拾他们。”唐毅决定将二处这些年办的案子全部复查一遍，只要有冤假错案，那他们就死定了。萧帝抬手拍了拍脑袋，有些烦躁。哎呀，烦死了，最讨厌这些条条框框了。我说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这里还有一个人。柳公瑾虚弱的声音传来。舅舅，我在呢。唐毅连忙跑过去，将柳公瑾扶了起来。此时柳公瑾遍体鳞伤，已经是个血人，没有了曾经沉稳儒雅的半点影子。唐毅握着柳公瑾的手，目光森冷。舅舅，你放心，你今日受到的伤害，我会千倍百倍还给他们。不要！柳公瑾很虚弱，死死抓住唐毅的手。他冲着唐毅摇了摇头，道：“户部的案子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别掺和进来。这个案子涉及太大，没人能办得了的。谁办谁死。”柳公瑾身体微微颤抖，被打得遍体鳞伤，他都没叫一声。但现在想到户部的案子，他却忍不住颤抖。唐毅一怔，果然，舅舅知道一些内幕的。舅舅，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唐毅刚开口，柳公瑾拼尽全力将他推开。胡闹，牵扯太大，侦查下去朝堂肯定不稳。到时候皇帝要是翻脸不认人，极有可能会将查案的人推出来祭天，以平息群臣的怒火。你参与进来，十死无生。萧帝摸了摸鼻，别胡说，我爹是那种人吗？好吧，我爹还真是。唐毅指了指萧帝，道：“舅舅放心，这位就是当朝四皇子，是我的顶头上司，就算到时候查不下去，背锅也轮不到我，有他顶着。可，我只是个小人物。”柳公瑾沉吟了一下，看了一眼牢头。萧帝会意，冲着牢头道：“看什么看？还不去安排一间干净的牢房，再烧一桶水和拿几身干净的囚服过来。”牢头连连称是，带着狱卒走了。柳公瑾握住唐毅的手，道：“小毅，舅舅知道的也不多，但我觉得顾城的死和国债有关。这些年，很多大臣从户部借的银子，账都是顾城做的，而他做的账极有可能是假账。现在他死了，那些大臣要还给户部的银子，恐怕就是假账上的数目，那可是足足相差几倍，甚至数十倍的账目。”一听这话，萧帝当场跳了起来，满脸怒火：“操！那是国库的银子，是国家的钱，他们拿国家的钱还敢做假账？他们是疯了吧？”唐毅没理萧帝，脸色已经凝重起来。难怪舅舅说牵扯太广，这案子要查下去，恐怕真相大白会得罪一大票大臣啊！可要是不查就得脑袋落地，还得连累一处全员裸奔，他已经没有退路了。舅舅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唐毅安慰了一下柳公瑾，便将柳公瑾背到了一间干净的牢房，又给柳公瑾清洗了伤口，取出口袋中蒸馏好的一小瓶酒精帮其消毒。看着唐毅认真熟稔的样子，将萧帝看得一愣一愣。原来你真会医术啊！萧帝终于放心了，原本还有一点点怀疑，以为这小子是想占妹妹便宜呢。毕竟妹妹那么漂亮，自己家的好白菜可不能便宜猪。不是太懂，也只会一点皮毛而已。唐毅无语，感情这家伙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相信他。这时宁川带着孙有道也来到了牢房外，见到唐毅，孙有道眼睛亮得吓人。哦豁，这不是那天晚上救公主的小神医吗？当晚他对小公主又亲又摸的，就把公主救回来了。他这几日冥思苦想，愣是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要找小神医问清楚，但想到皇帝那天晚上摆的臭脸，只好作罢。但现在遇上了，陛下总不能还拿保密来收拾他吧？小神医，真的是你啊！孙有道快步向着唐毅走了过去，满脸激动：“小神医，我总算是见到你了。你不知道，这几日我都快想死你了。”咕咚！唐毅看着眼前的孙有道，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老先生，我们认识吗？”
什么叫想死我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有一腿呢。萧帝立即凑过来，满脸八卦。站在门外的宁川和锦衣卫一处的人却是满脸错愕。孙有道的脾气有多臭，他们是知道的，单单请他过来这一趟，就被他骂了一路了。结果现在竟然对唐毅和颜悦色，甚至还有那么几分的讨好。就特娘的因为唐毅会点医术，救了公主。老夫孙有道，太医院院士。孙有道冲着唐毅微微拱手，迫不及待地问道：小神医，你快给老夫说说，你当晚救了儿公主的原理，为什么又摸又抱又亲，就能将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心跳的公主殿下从鬼门关拉回来？全场瞬间一片死寂。萧帝脸色僵硬，原本想凑过来听唐毅和孙有道之间有什么大瓜的，没想到吃瓜吃到了自己身上了，又摸又亲又抱。妈的，唐毅，你究竟对我妹妹做了什么？宁川和锦衣卫一处的人此时也都目瞪口呆，他们知道唐毅救了公主，但怎么救的他们并不知道。没想到竟然这么劲爆。孙神医，你确定这家伙真的是在救人？这种救人方法闻所未闻啊！就连消毒疼得直哼哼的柳公瑾此时都忘记了疼痛，抬头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外甥。你小子平时3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现在还有这胆子了？唐毅脸也有些黑了。老头，你有没有一点医德？这种事能随便乱说吗？这可是事关公主的声誉，你不怕皇帝要你的脑袋？我还怕皇帝要我的脑袋呢。那不是又摸又亲又抱，那是心肺复苏。唐毅开口解释，不然萧帝这妹控又要爆炸了。公主虽然没有了脉搏和心跳，但只要在心搏骤停的短时间内，通过胸腔挤压和人工呼吸等手段，可以让她重新恢复心跳。这就是我那天晚上救公主的原理，可不是又亲又抱又摸。众人听得一脸懵，孙有道却已经大概明白了唐毅的意思，激动的面色涨红。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孙有道攥着拳，魔怔一般在牢房中自言自语，原来心脏和脉搏不再跳动了，人还是有机会救回来的。如此一来，可以少死很多人啊。孙有道2步上前，抓住唐毅的手臂道：小神医，这方法，老夫能否将其告知天下？这急救方法没有太高的难度，不是医者也能急救，这是利于天下的大事。心肺复苏在后世的确是常识了。唐毅没有拒绝，当然可以，不过等我抽空再教一下你们再普及。心肺复苏虽然简单，但也需要掌握技巧。听到这话，宁川等人看向唐毅的目光都带着一丝佩服了。连孙有道都赞赏的急救方法，唐毅只要不对外公布，那就是他的秘密。他可以靠着这一套急救方法和医术赚整个京都甚至整个大研的钱，但是他却选择将急救方法公开，并且还要亲自给孙有道等人示范，现场教学。单论这心胸就能碾压无数人，连想要揍唐毅一顿的萧帝这时都撇了撇嘴，不和他计较了。唯独柳公瑾又一次瞪大双眼，医术，外甥你还会这个？没听说过呀。小神医大意，老夫代替天下人谢过神医了。孙有道郑重拱手一礼，连他都觉得自己的要求过分了，没想到唐毅竟然毫不犹豫答应了。瞧瞧，这就是格局，小事不足挂齿。唐毅干咳一声道：只是我研制的外伤药还没有出来，不知道孙神医身上可有金疮药？孙有道看了一眼柳公瑾，立即道：有，老夫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他当即叫来药童，从药箱中取出2瓶上好的金疮药递给了唐毅。多谢。唐毅谢过后开始给柳公瑾上药。柳公瑾这时才回过神，看着近在咫尺的外甥下，一时问道：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外甥吗？该不会被人替换了吧？他实在有些不敢相信，那个胆小懦弱的外甥竟然敢干出这么出格的事。就算是为了救公主，但这又摸又亲，那就是对皇族的大不敬。整个大研有几个人敢这么做？他竟然还做得理直气壮。唐毅没想到老舅一句话就道出了真相，笑道：替换了，以前你认识的外甥已经死了，现在在你面前的是重生之后的唐毅。柳公瑾却误会了唐毅的话，眸色微闪，脸上满是自责。他轻叹口气道：哎，苦了你和小英了，是我们没有照顾好你们兄妹，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这些你们不该承受的。唐晋狗贼，哼，非人哉！听到这话，众人这才想起唐晋宠妾灭妻的事，一处原本对唐毅还有点小意见的人，心头那点不爽瞬间烟消云散了。黑龙18手虽然掏得蛋疼，但生在爹不疼娘恨死的家庭，他要是没点防身手段，恐怕早死了。倒是孙有道很好奇唐毅为什么用酒给柳公瑾擦拭伤口，这其中又有什么说法？只是现在气氛似乎不太对。狱长，那就麻烦你这段时间多多照顾一下我舅舅了。唐毅握住牢头的手，2张白2银票便落在了牢头的手掌中。虽然有萧帝的余威，但他不能不懂事。牢头原本不敢收的，只是收了几次手都没有收回。唐毅握得太紧了。行，唐皇不，唐少放心，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柳大人。他要出点事，你唯我是问。唐毅怔住，唐皇什么鬼？萧帝这王八蛋到底和这家伙说了什么？唐毅心头忽然升起浓浓的不安，看向萧帝时，却见这家伙正昂首挺胸，还朝他挤了挤眼睛，那样子似乎在说：放心，我出手稳得很。唐毅也不好说什么，和柳公瑾告辞，一群人便出了监牢。牢头恭敬将所有人送出牢房，腿一软，直接坐在了地上，
全身都被冷汗湿透了。老大，二处的人要替身柳大人，咱们根本就拦不住。你怎么答应唐毅不让柳大人受到伤害呢？狱卒连忙走过来，将牢头扶起来。牢头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道：拦不住也得拦，拦不住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妈的，太吓人了！唐毅竟然是陛下的私生子，四皇子你大爷的！你告诉老子这秘密干嘛？这要是暴露了，老子会被陛下灭口的好吗？监牢外，小神医，你看什么时候有空去我们太医院做客？出了监狱，忍了很久的孙有道终于按捺不住了。唐毅想了想，道：孙神医，等破了户部的案子吧，我舅舅还在牢狱中，户部的案子不破，我不放心。孙有道当即看向宁川，冷着脸道：3天内把案子破了，否则你家老爷子就等死吧。宁川，这关我什么事？怎么受伤的又是我？他家老爷子这段时间病重，全靠孙有道看诊开药维持生机，要是孙有道撒手不管，老爷子恐怕撑不过半个月。哎呦喂，老神仙，你就饶了我吧。宁川哭丧着脸道：陛下限我10天内破案，如今期限只剩下6天了，我这还没半点头绪，你这让我3天破案，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老神仙不带这样玩的呀。孙有道冷哼一声道：那是你的事，老夫只等结果，耽搁了老夫学习医术，你家的病以后都别找太医院。话落，看向唐毅时又满脸笑容，小神医，那我就在太医院静候佳音了。孙有道潇洒走了。宁川盯着唐毅，目光很幽怨。陛下和群臣斗法，受伤的是我；一处和2处斗法，受伤的是我。现在因为你小子和太医院的鸟事，受伤的还是我。老子是不是和你小子天生八字犯冲？拧头，这不怪我，我想要帮你说话的，但孙神医不给机会。唐毅也很无语。孙有道一直和颜悦色，他还以为老人家脾气好呢，结果好脾气只是对他，对其他人就是一张臭脸。少废话，问出什么没有？宁川瞪了唐毅一眼，道：小子，速度得快一点了，否则你舅舅就死定了。苏狂公然和一处作对，和一处抢案子，不是为了证明2处比1处强。我要是没猜错，应该是2处得到了某个人的指令，要将你舅舅的案子做成铁案，所以2处才敢明目张胆和1处打赌。因为目前的局面而言，他们赢定了。唐毅心中早就有猜测，但现在听了宁川的话，他心头还是一阵发冷。这不是小打小闹的案子，这是顶级王者的巅峰赛，现在拼的是操作和水平，错一步都会万劫不复。宁头，我想先出一下现场。唐毅抬头看向宁川，道：等看完现场，咱们再细聊。宁川点头道：行，那就一起出现场再说。一群人当即出了北镇抚司。唐毅，看这里，看这里，我们在这里。一道空灵的声音传来，众人齐循声望去，就看到不远处正停着一辆豪华马车，马车边上一身青色长裙的萧兰正踮着脚尖向唐毅挥手，而站在他身侧的则是一身白色长裙宛如仙子凌晨的孔诗兰。见到萧兰，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齐落在唐毅的身上，脑海中不由想起之前孙神医的话，对公主又摸又亲又抱，这家伙艳福不浅啊。唯独萧帝牙齿已经磕得咯咯响。唐毅，老子弄死你啊！察觉到周围的敌意，唐毅下意识摸了摸鼻，这就冤枉了，他们又不是我叫来的，对我那么大敌意干嘛？兰儿，你身体不好，乱跑什么？看到萧兰和孔诗兰走过来，萧帝挡在了唐毅的前面，端起了兄长的架子。那是他妹，绝不能便宜了唐毅这无耻之徒，赶紧回去，要是受凉了，你又要磕得死去活来。听到萧帝这么说，萧兰顿时就不满了，皇兄真讨厌，我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还咒我，不像唐毅，还鼓励我多出来透风，鼓励我多吃好吃的呢。哼哼，还是我孩子的爹，知道心疼我。皇兄，我又不是来找你的，你管我？萧兰冷哼一声，直接绕过萧帝，抱住了唐毅的手臂。唐毅，原来你真的当锦衣卫了呀？本宫还以为那贱人乱说呢，没想到真在这里见到你了。萧帝呆在当场，只觉得胸前有什么东西哗啦啦的碎了一地。他的妹妹，他最疼爱的妹妹，竟然为了别的男人而忽视了他。唐毅，老子要和你决斗！那贱人谁？唐毅看向气鼓鼓的萧兰，这是有人告诉他们他在北镇抚司。对啊，就是江云娜，你的青梅竹马。萧兰轻哼一声，美眸中还有怒意。我们在金金楼买首饰，遇到他和谈话，他说你在锦衣卫，还说了你好些坏话呢。青梅竹马，还有这号人物？唐毅拍了拍脑袋，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前身的记忆，结果还真有。江家和唐家以前是邻居，江云娜和前身自幼一起长大，江云娜自幼也一直跟在前身的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唐毅哥哥叫着，关系非常好。前身也很疼爱江云娜，因此家里还给2人许过娃娃亲，只是一直没有交换信物和婚书，婚约并算不得数。但后来唐静将严双玉母子接回京都后，前身就被唐画和唐昊各种陷害，以至于江云娜各种误会前身，到最后江云娜对唐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虽然江家后来搬家了，但江云娜偶尔会到唐家拜访，也没少欺凌前身。可以说前身变得胆小懦弱，这个女人占一半原因。只是不知为何前身的记忆似乎很抗拒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穿越过来，对这个女人的印象也非常的模糊。哦，原来是她，你不说我都忘记这个人的存在了。
唐毅淡漠一笑，江云娜和钱深的过往已经是过去式，和他没有关系，只要不来招惹他就好。但这好像不太可能。现在唐画接触这个没脑子的女人，说不定就是为了对付她呢。真的，忘记好，这个女人的确不值得留恋。萧兰美眸亮晶晶，忘记好啊，孩子他爹要是惦记另外一个女人，那得多闹心啊！你们，萧兰，你给我松开！这时，萧帝终于回过神，抬手将唐毅和萧兰分开。他一张脸通红，气炸了。萧兰儿，你是个黄花大闺女，是大言的公主，要端庄一点，懂不懂？大白天的，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像什么话？要你管？哼！萧兰皱了皱鼻，瞪了萧帝一眼，要我端庄贤淑，皇兄先温文尔雅呀！你还不是只知道拎着刀砍砍砍？唐毅多好，一点都不暴力，温柔体贴，还关心我。萧帝的心又狠狠挨了一刀。听到这话，锦衣卫一处众人都一阵恶寒，很多人当场都打了一个激灵。唐毅一点都不暴力，温柔体贴，公主殿下，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没见过这家伙暴力无耻的样子，他爱掏裆，他掏裆啊！就连刚刚走到前方的孔诗兰，娇躯也是微僵。兰儿，你怕不是忘记了这家伙前几日刚刚在天香楼当着满京都权贵豪族的面，狠狠打了唐家的脸。他温柔体贴，那是你没见到他毒舌的样子。萧帝也想到之前唐毅一个人暴力暴捶锦衣卫的画面，气得暴跳如雷。唐毅，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萧帝眼睛都红了，完了，妹妹的脑子被唐毅吃了。唐毅也是一阵尴尬，前世今生，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夸他温柔体贴不暴力。那些死在他手中的敌人，要是听到这话，估计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呀！哼，皇兄，你凶什么凶？你吓到唐毅了。萧兰儿拉着唐毅道：“唐毅，你要去办案吗？带我们一起去呗。”这个不行吧，不合规矩，宁头不会答应的。唐毅笑得有些僵硬，推锅给宁川。他笑着想要将手从萧兰的怀中抽出来，但这个女人抱得太紧，加上这个时代又没有保护，以至于他的手能清晰地感觉到萧兰胸前的变化，弹性很耐撕。合规矩没问题，公主殿下和孔姑娘想要随行观看，完全没问题。宁川毫不犹豫答应了。开玩笑呢，谁不知道高阳公主刁蛮任性，在你唐毅面前一副小女人的样子，信不信被她记恨上？她能一天几十种花样整死人，老子可不想再受伤。唐毅愕然，宁头，你认真的？萧帝更是气得当场爆炸，原地怪叫着蹦了2圈。我不同意，本王以燕王的身份表示抗议。宁头，我们是去查案，不是去游山玩水，带2个女人算怎么回事？萧兰冲着萧帝扮了个鬼脸，道：反对无效。再说我们是跟着唐毅去的，又不是跟着你去，你叫什么叫？萧帝抚着胸，只觉得心再次碎得一塌糊涂。怎么办？现在杀唐毅灭口，还特妈来得及吗？孔诗兰也是脸认一礼，道：那就麻烦您千户，麻烦燕王殿下了。放心，我们只是跟着看看，不会给你们惹麻烦。他原本想要拒绝的，但看了一眼唐毅，不知为何就变成了阴郁。眼前这个少年身上有太多谜团了，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于是，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唐毅被拖上了豪华马车。萧帝气得要杀人，也想上马车，但被赶下来了，只能骑马死死跟在马车旁。但凡里面传来一点异样的声音，他会一剑将马车劈个粉碎。唐毅，你个畜生啊！我妹妹还是个病人，你都不放过。半个时辰后，马车在户部左侍郎府上停下。唐毅下了马车，萧帝立即穿在他和萧兰之间，不给萧兰抱唐毅手臂的机会。皇兄，你是不是想死？萧兰捏着拳，气得要打人。萧帝拉着唐毅就进了侍郎府，没好气道：小子不是好人，你给我离他远一点。你这是嫉妒？萧兰怒。唐毅无语，怎么搞得兄妹为我争风吃醋一样？苏狂，你什么意思？几人还在打闹，这时书房中传来了宁川的报幕声。唐毅和萧帝相视一眼，两人都心头都猜测到了什么，脸色当时都变了。两人当即抛下孔诗兰和萧兰，快步进了案发现场。然而刚进书房，唐毅脸色便阴沉了下来。此时整个书房被翻得一片狼藉，书架被推倒在地，整个地面全是凌乱的书籍以及碎裂的瓷器，甚至连死者死亡时所趴着的书桌也被劈成了碎块。妈的，这不是查案，这是毁灭证据。哦，宁千户带着你们一处的天才来了呀？看着脸色铁青的宁川，苏狂笑着耸耸肩道：没什么意思，就是查不出线索。我们清查一下现场所有的书籍以及可能藏东西的每个角落，结果如你们所见，没有半点线索。宁川手中的刀几度欲出鞘。苏狂，你是在销毁证据？苏狂脸色一冷，指着宁川义正言辞：宁川，说话要讲证据。你说我销毁证据，那就拿出证据来，我需要销毁的证据在哪？宁川呼吸微滞，证据他没有。原本带着唐毅过来就是看这个思维总是天马行空的少年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却没想到现场已经被破坏，连门窗都被拆卸了下来，就算有线索也早就被清理干净了。唐毅，仔细勘察一下。宁川面色铁青，冲着唐毅打了个眼色。不是喜欢吹牛逼吗？现在给你这个机会，一处的荣誉可全都交给你了。好，我看看。唐毅微微点头，开始在屋内仔细勘察起来。当然不是漫无目的的勘察，他的注意力重点放在账簿上，
死者顾城是户部左侍郎，每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账簿，最好做手脚的也是账簿。而且舅舅说了，顾城一直在给那些借国库银子的大臣做假账。唐毅随手找了几本账簿，便找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坐了下来翻看。真够找死的！要是在江湖上，本王必定追杀你们到天涯海角。萧帝也是愤怒的想杀人，但知道这时候愤怒只会让人看笑话，他也捡起基本账簿，坐在唐毅身侧翻了起来。只是翻两眼，他眼睛就有些发晕，那密密麻麻的账目转得他眼花缭乱。萧兰和孔诗兰也进了书房，看到这凌乱的一幕，两人脸色也都变了。苏狂，你们二处就是这样办案的？你们是在故意捣乱？萧兰气鼓鼓，他可不惯着，打定主意回去一定要去父皇面前告他们一状，这不是给我孩子他爹增加难度吗？哼，无耻！公主殿下，我们是在仔细勘察现场，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线索的角落，而且已经得到上面的准许了的，合情、合理、合法。苏狂笑着拱手，他的理由很充分，既然之前查不出任何线索，那就翻一下有没有线索。有问题吗？完全没问题，就算闹到御前，他们也占理的。你，萧兰愠怒，捡起地上的书籍就要砸过去。孔诗兰抬手拉住他，冲他轻微摇了摇头。苏狂明显是故意激怒萧兰，现在闹起来只会给唐毅和萧帝添乱。苏大人是仔细勘察，还是毁坏现场？苏大人很清楚。孔诗兰心头莫名也有些恼怒，美眸中都有几分冷意。只是人在做，天在看，苏大人未免高兴的有点早了。苏大人敢让唐毅和殿下明目张胆看这些账册，想必是已经找专业人员看过，确定没有问题了吧？可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不代表唐毅也看不出来。说完这话，孔诗兰也有些诧异，怎么回事？他竟然莫名的对唐毅有信心，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莫名其妙的信心来自何处。难道是因为眼前的少年没有了以前的懦弱，变得自信和强势起来了？哼，笑得那么难看，一看就不是好人。萧兰皱鼻补刀，苏狂冷笑僵住，眼底杀意一闪而过，随即他冷冷地扫了唐毅一眼，脸上满是嘲讽。呵呵，公主殿下和孔小姐对唐毅很有信心，只是不好意思，你们注定要失望了。苏狂盯着唐毅冷笑道，孔小姐说的没错，这些账簿我们的确找人验证过了，不仅我们找了，宁监护甚至连户部的人都找过来了，结果这些账簿都没有问题，都是胡乱写的罢了。哦，忘记告诉你们了，这些东西都不过是顾城练习书法的字帖而已。萧兰和孔诗兰都下意识看向宁川，宁川脸色难看地点了点头。这些账簿他的确找了很多专业的人看过，加上管家的证词，这些账簿根本就不是账簿，而是顾城的练字帖。顾城酷爱书法，他所写的一手簪花小楷在京都就备受推崇。户部左侍郎以胡乱记账的方式练习书法，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孔小姐说的对，苏狂，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们看不出的问题，不代表唐毅看不出。宁川见识过唐毅的本事，当晚可是能一眼辨中间，现在只希望唐毅能够争气一点，真能找出一点东西出来，不然一处丢人可就丢大了。唐毅，一处的脸都交你手上了，你要争气点啊。哦，是吗？他还有这样的本事？苏狂转身走到不远处，取出一沓1纸厚的宣纸和一本厚厚的书籍，走到唐毅的面前，他将宣纸和书籍丢在唐毅的身上，玩味道，那就别研究以前那些账册了，这是顾城临死前写的，好好的研究研究，说不定你真有收获。哈哈哈！苏狂猖狂的笑声在书房回荡，二处所有人也都盯着唐毅，那目光仿佛在看小丑一般，看得宁川等人一阵火大，萧帝更是丢掉手中的账簿，当场要开战了。唐毅却没有理会苏狂等人的嘲讽，看着眼前的书籍和凌乱的数字，脑袋忽然有闪电劈过。我操，这该不是初级版的摩尔斯电码吧？数字是密码，而书籍是密码本，这一猜测瞬间让唐毅全身血液都沸腾了。如果猜测是真的，那这些所谓的练字帖就是真正的账簿。顾城将朝中大臣从国库借走的银两的真正账簿分散记录在了这些看似乱七八糟的练字帖中。若真是这样，不得不说顾城还真是个人才。唐毅将面前的一张宣纸放在腿上，拿起地上那本厚厚的书籍，书籍是《前朝史》，是记录大言之前所有朝代大事件的史书，总字数足有20万，是目前大言字数最多的书籍之一。唐毅当即对照，按照宣纸上的账目找到相应的页数形数字数，然后再将字组合起来，就得到了一句话：我若死了，凶手是管家，证据在他房间床头的暗格。唐毅指尖猛地一颤，果然是密码，那这些账簿就是真正的账簿。是有点收获了。唐毅站了起来，笑着扭了扭脖子。苏狂的笑声戛然而止，刷刷，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唐毅，全都面色错愕。有点收获？真的假的？这些账本和书籍，他们都快翻300遍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唐毅真的有收获了？萧兰美眸亮晶晶，立即跑到了唐毅的身侧，俏脸激动无比。哼，有点收获，哈哈。宁川，真不愧是你一处的天才啊！苏狂自然不信，嘲讽盯着宁川，京都数百人账房高手都看不出问题，他居然2眼就能看出问题了，厉害，厉害极了！愣着干什么？
此处应该有掌声。来，给一处的兄弟呱唧呱唧，恭喜他们找到新的线索。啪啪啪，二处热烈的掌声和哄笑声震耳欲聋。宁川和一处众人脸色铁青，只觉得屈辱无比。唐毅，真找到线索了？宁川问道。唐毅摇头道：不是线索，是证据，而且凶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顷刻间，全场顿时一片死寂，所有人盯着唐毅，都是满脸震惊。他们查了这么多天，除了知道顾城是中毒死的外，其他没有任何头绪。唐毅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竟然就知道凶手是谁了，而且证据都出来了。开什么玩笑，菜鸟果然是菜鸟，哈哈哈！一处的天才还真是名不虚传，牛逼呀！服了，一处果然有逆天大佬，不服都不行。二处刺耳的嘲笑声响彻整个书房，看得一处一群人都如坐针毡。唐毅，你小子能靠谱点吗？今日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咱一处就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就连萧帝这时也都瞪着双眼盯着唐毅，有点难以置信。我这看了半天眼发晕，你看了一会儿就找出证据了？笑什么笑？唐毅说这些是证据，这些就是证据，谁敢质疑？本宫让人剁碎喂狗。萧兰气鼓鼓，很不满二处的人嘲笑唐毅。看着护犊子的萧兰，唐毅笑了笑，将他拉到身后，别那么激动。他们笑话嘲讽我，就是等我气急败坏说出真相的。但是我们没必要和他们解释。萧兰美眸眨了眨，说的好像有理啊。孔诗兰嘴角微微扬起，他虽然不知道杀人凶手是谁，证据也乱七八糟的，但直觉告诉他，唐毅说的就是真的。二处一群人听到唐毅的话，人当时都骂了，特妈的，我们真没这个意思，我们是真的在嘲笑你。唯独苏狂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心头莫名有些不安。他难道真知道了真凶是谁？我们查了这么久没头绪，就在那里翻两下就知道真凶了。就在这时，唐毅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所有怀疑。宁头，让兄弟们将地上所有字帖、书籍、桌椅凳子、门窗全部带回北镇抚司，这些可都是证据。苏狂当时就笑出声，玩味盯着唐毅，哈哈，这些全都是证据？你是要拿这些东西指证犯人，还是拿这些东西指证我们二处破坏证据？可笑，可笑！唐毅同样满脸笑容，笑得挺开心。等案子真相揭开，有你们哭的时候。当然，他是不会现在揭开真相的，不然舅舅的罪不白受了。先让二处构造好诬陷舅舅的证据，等他们势在必得的时候，再将他们从云端上踹进地狱。这没什么可笑的。苏千户，实话告诉你，这些的确都是证据，只是你们太蠢，看不出来罢了。唐毅将脚下的账簿踹到苏狂的面前，苏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不是要毁灭证据吗？现在一把火将这一切全烧光，那所有罪证就化为灰烬了。苏狂听到唐毅这话，更确定唐毅是在虚张声势了，这是想要诱导他烧毁证据。他真敢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烧了书房，那就真是在销毁证据，就算他背后是太子也保不住他。这就是他为什么敢将书房翻得一片狼藉，敢拆卸门窗，敢将屋内的书架书桌劈得粉碎，却不敢将书籍全部销毁。书桌书架可能在里面藏了东西，劈碎寻找说得过去，至于书里面有没有东西，甩一下就知道了。再一页一页的撕说是找证据，谁信？呵呵，唐毅，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苏狂将脚下的账簿踢了回去，半点不在意。你想要全部都给你，我们二处不会和你们一处争这功劳，我们二处丢不起这人。二处众人也都起哄，嘲笑声跌宕起伏。唐毅却没有丝毫在意，摇了摇头道：那太可惜了，苏狂，你是亲手将要你命的东西送到我手上啊！我要不趁机让除掉你们，还真是天理难容。唐毅看向宁川，拧头，可以向陛下汇报了，就说已经查到了凶手是谁，只等陛下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将凶手缉拿归案。宁川人都骂了，祖宗，你玩真的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是在装逼还是认真的。不报陛下事情还有得缓，报了陛下，那事情就没得缓了。一旦玩砸了，那就是欺君之罪，那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掉脑袋。你是拿我们所有人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呢？好，我等下亲自进宫面圣。宁川点头，虽然不知道唐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还是按照说的办了。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他要是还质疑唐毅，那不是让人看笑话吗？哈哈，宁川，你堕落了。苏狂见到宁川竟然敢附和唐毅，顿时大笑，去吧，赶紧去禀报陛下，到时候不用我出手，一个欺君之罪就将你们一处连根拔起。放心，到时候要是没人给你们收尸，我会帮你们收尸的。当然，你们的家人我也会好好的照顾的。哈哈，我们走。苏狂手一挥，大笑着带着二处的人走了。二处的人一离开，所有人都齐齐看向唐毅，萧帝更是捡起之前唐毅看的那张宣纸，递到了唐毅面前。来，唐毅，你告诉我，这张纸上这账目怎么告诉你凶手是谁？这张纸还会说话？孔诗兰、萧兰以及宁川一群人也都围了过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那就是一连串数字嘛，数字怎么就告诉唐毅凶手是谁了？唐毅自然不会告诉他们真相，不是他以恶意揣测人，但和一处的人还不是很了解，万一有内奸怎么办？内奸将消息透露，那就完蛋了。他正想着怎么解释，这时一个老者哭嚎着跑了进来：大人，大人，要给我家老人做主啊！
听说找到凶手了，谁是凶手？谁杀了我家老爷？老者60多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宁川不断磕头。他是府上的管家顾福，这几日只要过来查案，都过来问情况。宁川黑着脸道：“应该是苏狂将找到凶手的事告诉了他，过来问情况的这群阴货。本来他还想捂，现在顾家知道了，就算他们不说，顾家也会闹到御前。”唐毅却震惊了：“管家，这不就是凶手吗？凶手找上门来了，这是自投罗网，还是有自信知道真相后将屋内的所有人团灭？”唐毅觉得后者可能更大，当然也有可能是过来试探。别听二处那群家伙乱说，怎么可能单凭这些乱七八糟的账簿就知道凶手是谁？我是看他们不爽，故意整他们的。唐毅站了起来，看向宁川道：“领头，这些屋里所有的东西还是都带回咱们一处。虽然是故弄玄虚，不过要是将这些东西都带回去，说不定会有人上当前来销毁证据。只要有人来销毁证据，咱们趁势拿下，线索不就有了吗？”顾福紧绷的身体缓缓弯了下来，指尖一弹，原本已经落在掌心的细小弯刀再度飞回袖子中。就说嘛，凭一个毛孩子怎么可能查出真相？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他面上却痛心疾首，声嘶力竭控诉唐毅：“你们怎么能骗人？太过分了！我要让主母去陛下面前告你们，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唐毅一甩衣袖，沉着脸冷喝：“放肆！我锦衣卫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管家的控诉声顿时戛然而止。滚吧，再胡搅蛮缠，抓你进锦衣卫大狱，尝试一下锦衣卫的酷刑。唐毅压着绣春刀冷哼。管家立即装得连滚带爬出了书房。萧兰、孔诗兰以及宁川一群人都诧异地看着唐毅，饶是他们现在也更加看不懂唐毅了。刚才信誓旦旦说已经找到凶手了，现在又拿锦衣卫的身份压人，这到底是想到哪一处？唐毅，你最好能说服我，否则今日谁都救不了你。宁川咬牙：“妈的，陛下看中的人就可以乱来吗？出了事陛下护着你，那我们这些人谁来护？”唐毅当即揽着宁川的肩膀走到一边，贴在他的耳边低语：“宁头，没闹，我是认真的，杀害顾城的凶手就是管家。”宁川的身体陡然紧绷：“什么？管家是凶手？这怎么可能？这绝不可能！”宁川的声音陡然拔高，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宁川又干咳一声，低声道：“不可能，我们调查过，管家当时并不在府中，他有充足的不在场证面，怎么可能是凶手？还有，你怎么知道管家是凶手？”“当然是顾城告诉我的。”唐毅指了指手中的宣纸。又来！宁川气得想打人，可恶啊！老子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怎么感觉在这家伙面前就像个白痴一样？这些数字是密码。唐毅看了一下周围，虽然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却没有人主动围过来。他举拳抵唇，低声道：“顾城将凶手以及那些大臣借国库银子的账本都用密码加密起来了。宁头，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暂时就只有这么多。所以这些书籍账簿全都是证据。至于破碎的门窗桌椅，那是为了掩人耳目捎带的。至于凶手，暂时不要碰，我们先等二处出招。”宁川瞪大双眼：“真的假的？怎么感觉你小子说的这么玄乎呢？顾城真的将凶手还有群臣的账簿记录在这些乱七八糟胡乱编造的账簿上？”沉吟了一下，宁川立即挥手给一处众人下达命令：“去找10几辆马车过来，将屋内的所用东西全部搬回北镇抚司，对外放出消息，就说唐毅已经勘破此案，证据全部封存在锦衣卫，看下有没有人敢来销毁证据。”宁川还是选择相信唐毅。好吧，陛下看中的人的确有点本事，他们折腾了几天没有半点线索，结果人家站在这里半炷香，案子就破了。是一处众人看着狼藉的书房，脸皮都在抽搐。不是，这是收集证据还是搬家呢？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他们还第一次办这么离奇的案子呢。萧帝、萧兰急得抓耳挠腮，很想知道唐毅和宁川到底说了什么。孔诗兰看着唐毅嘴角微扬，他倒是觉得唐毅恐怕又开始准备坑人了。很快，一处的人便找来了马车，将书房中所有书籍和账簿搬上车，全部运回了北镇抚司。管家亲自将锦衣卫的人送出顾家，随即管家回府，直接从后门离开了顾家。一连转了几条街后，他在一间破旧的院落前停下脚步。院中，一个穿着素裙的农家少女正在喂鸡，嘴里咯咯咯地叫着，随手撒了一把豆子，10几只鸡便围着她争相抢食。管家冲着大门微微拱手道：“劳请回禀主上，这边一切顺利，锦衣卫并未查出凶手，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计划依旧可以继续执行。”门后，少女头都没抬，只是淡淡道：“管家离开后，一个穿着斗篷将自己笼罩在阴影下的男人出现在了门前。少女抬头看了男人一眼，道：“主子，你干嘛要答应和那女人合作，还帮她杀了顾城？你不是说咱们现在要韬光养晦吗？现在杀了顾城，皇帝都下令彻查了耶。”男人坐在椅子上，院内阳光明媚，然而哪怕在阳光下，他整个人仿佛依旧处于阴影之中，看不清他的面容。我不是帮他杀，而是时机到了。如今北狄和东夷乱编，那大言的京都就不能平静，只有让大言自顾不暇，我们才有机会复国。说到这里，男人忽然沉默了。少女眨了眨眼，道：“主子，你又在想那什么小事仙的事吗？
皇帝将他保护得太好，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耶。男人微微颔首道：继续查吧，我总觉得这个人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男人目光变得锐利无比，谁能想到死气沉沉的大燕军队竟然被一手满江红激发了士气？谁又能想到东虞和北狄联手攻燕，竟然被那家伙的挑拨离间给毁了？颜文帝是个会玩的，小诗仙这个名字已经名动天下了，但小诗仙是谁，他倒是藏得贼好，每次都快查到了，结果查的人莫名其妙死了，查小诗仙的人反过来被查了，这叫什么事？好的，我一直在查呢。话落，小姑娘双手叉腰，气鼓鼓道：那福伯怎么办？他可是咱们组织的大高手，要是查出他是凶手，那他岂不是很危险？男人摇了摇头，笑道：放心吧，他的杀人手法没人能查到，再者就算是查到了，能留下他的人京都没几个。哦，小女孩乖巧点头，随即将有一点点粗糙的手伸到男人面前，给钱，今晚我想要吃肉，我还在长身体呢，你天天让我吃糠咽菜，我跟你说，要不是我好养，我早就跑了。男人被噎住，半晌无语，他指着满院子的鸡，没好气道：这不都是肉吗？抓2只杀了不就是了？女孩顿时瞪大双眼，鸡那么可爱，你竟然要吃鸡？男人，合着外面的你就死命吃，家里养的不能动是吧？最终男人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下，摸出了一颗指尖大小的金子。女孩笑着伸手过来，他又将手收了回去，组织经费紧张，什么地方都需要钱，你省着点花。知道了，小气鬼。女孩一把抢过金子，哼，堂堂尹宗宗主，反言的头号反贼尹无宗，竟然穷到掐着指头过日子，丢人！皇宫御书房中，听了宁川的汇报，颜文帝猛地站了起来，他满脸震惊，声音尖锐的都有些破音了。这小子竟然这么厉害的吗？刚刚上任就把锦衣卫1、2处查几天都没有破的案子给破了。宁川却是满头冷汗。陛下，你别高兴得太早，你能先听我说完吗？你这么高兴，我怕你等下把我给砍了。是，唐毅说是破了，他让臣和陛下这样说的。宁川连冷汗都不敢擦，妈的，老子居然相信唐毅那小混账，现在知道证据和账册的可就只有那小子，老子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叫唐毅说破了？颜文帝看向宁川，抓住了其中的信息。宁川连忙拱手道：陛下，唐毅说杀人凶手是顾城的管家，而朝中那些借国库银子的大臣的真正账册，唐毅也找到了，这些顾城都在他的链字帖上记录下来了。唐毅说顾城字帖的数字都是密码，只要解码，真正的账册就能大白于天下。至于如何解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颜文帝一怔，差点破口大骂：混账东西，你还给朕挽留一手呢？怎么想要和朕讨价还价吗？不对，那小子不是这样的人，难不成是朕看错了？他看向宁川道：他想做什么？想要封赏。宁川道：唐毅不是要封赏，唐毅说那些借国库银子的大臣竟然敢私自假账，这是欺君之罪，那就让他们自己解码，自己打自己的脸。颜文帝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小子坏得很呐，他是想要等群臣按照假账还钱的时候，再把真账簿给拿出来，而且还是让那些大臣自己解码打自己的脸。哼哼，还算懂事，知道给朕出气了。萧帝那臭小子怎么就学不到半点？哎，罢了，想起就来气。朕准了，就按照你们的计划办吧。颜文帝目光落在宁川身上，满脸笑容道：去告诉他，他想要做什么尽管去做，朕都给他兜着。还有，再有3日就是沈园诗会了，让他好好准备一下。虽然对唐毅的诗才很有信心，但还是得认真筹备。沈园诗会，那就是朕给他准备的独属于他的盛宴，只能胜不能败。宁川心里重重松了一口气，拱手道：是，臣会转告唐毅。特娘的，唐毅怕不是陛下的私生子吧？唐毅这么胡来他都不管，竟然还这么怂恿。今日换成太子或者其他任何一个皇子，估计会被打死的好吧？而且陛下竟然这么看重唐毅在诗会的表现，你做的不错。朕记得你家长子已经到了入学的年纪了吧？送入宫中读书吧。听到颜文帝这话，宁川当场脑袋磕得砰砰响。朕谢陛下。进皇宫陪皇子读书，那是天大的恩宠，将来有这份殊荣在，对其仕途也有极大的帮助。无数大臣挤得头破血流都没有得到的恩赐，他带了唐毅一天，陛下竟然就这样给他了。这么一搞，怎么搞得像是他和唐毅混，而不是唐毅跟着他混了？从皇宫出来，宁川顿感神清气爽，心头的郁结瞬间一扫而光。苏狂啊苏狂，老子忌惮太子不和你计较，但这一次你踢到铁板了，你就等着付钱裸奔吧。东宫，太子正在抚琴，此时得到消息也是惊得站了起来。唐毅破案了？怎么可能？他难以置信，那个废物竟然能破案，开什么玩笑？但宫里传来的消息不会有错，去，立即让人去查一下怎么回事。不，让苏狂来见本宫，本宫要问问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让唐毅查出真相了？太子很愤怒，这次国债风波牵扯了他手底下的很多官员，大家都不想还钱，都哭着没钱，他能怎么办？自己的臂膀只能自己护着。顾城虽然不是他授意杀的，但做假账的顾城死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唐毅这废物现在凑什么热闹？殿下，奴才刚想禀报您呢，苏千户刚从过府出来，就直接来东宫了，现在正在外面等候。
红烛恭敬说道：“让他滚进来。”太子一挥手，冷声喝道。红烛应了一声，退了出去。很快便将苏狂带进了大殿。苏狂，你最好给本宫解释清楚，宫里传出来的案子已破，是什么意思？太子站在窗户前，目光盯着皇宫方向，声音冰冷无比。苏狂恭敬拱手道：“殿下放心，这不过是宁川和唐毅的障眼法罢了。按照殿下的意思，臣已经将现场全部破坏了。宁川和唐毅找不到任何线索，便说已经找到凶手了。臣弄得遍地狼藉的东西，全都是证据。他们是想打草惊蛇，让人去销毁他们所谓的罪证。到时候只要将人抓住了，那就是他们苦等的线索。”太子闻言，脸上的冷峻迅速消散，嘴角重新挂上了浅笑。他当即转身抬手示意苏狂坐下，道：“也就是说，这所谓的案子破了，不过是假消息是吧？”苏狂端起桌上的茶杯，敬了一下太子，喝了口茶润了润喉，嘴角的笑容便变得狠厉起来。殿下说的没错，是假的，这也说明宁川和唐毅已经黔驴技穷了。苏狂放下茶杯，恭敬拱手道：“恭喜殿下，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等陛下给的破案期限一到，殿下便能一箭三雕。”哦，哪三雕？太子眼睛眯了起来。苏狂脸上充满自信道：“一，扫除宁川，宁川是陛下的心腹，殿下将来想要掌控锦衣卫，宁川就必须死。二，殿下为群臣扫除了障碍，让群臣在户部的账成了呆账烂账，陛下想要查也无从查起，他们必定对殿下更加忠心。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苏狂笑容中带着自信和得意道：“燕王萧帝，燕王萧帝在朝堂没有根基，但其军中支持者却甚多，而臣与一处有赌约，户部的案子谁先破了，对方就得围着城裸奔一圈。燕王要是脱光在城外裸奔一圈，那就是整个京都的笑话，皇族的耻辱，那他将与那个位置再无半点关系。”太子手猛地一顿，杯中茶水一出，他原本带着笑容的脸骤然僵硬，猛地看向苏狂，目光变得森冷而严厉，充斥着打量和审视。萧帝虽然在朝中没有根基，但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如今拱卫京都的京军中有很多将领都和他有关系，曾在边境和他一起杀过敌。现在苏狂竟然说能毁了他。太子目光冷冽地盯着苏狂，苏狂脸上也带着笑容，冲着太子微微颔首。他从一开始针对的就不是唐毅，而是燕王萧帝。唐毅不过是顺带罢了。殿下，你觉得以燕王殿下的性格，要是输了，他会赖账吗？苏狂慢悠悠从怀中取出了和一处签订的赌约，而现在唐毅和萧帝都是一处的人。红烛立即走上前，将契约接过，送到了太子的桌案上。太子仔细看了赌约，眼底的冷意渐渐消散，甚至连心跳都不由加快了起来。如今在京中的皇子，恕萧帝对他的威胁最大，只要铲除掉萧帝，95之位就非他莫属了。而以萧帝的性格，只要输了，定然不会赖账。一个在全京都百姓面前裸奔的皇族，会被礼法所不容，被宗庙所不耻，被百官所抛弃，他还有什么资格和他争？要是老四输了，他定然是不会赖账的。太子示意红烛将契约还给苏狂，看向苏狂道：“前提是你先的告诉姑，凭什么你觉得你一定能赢？”苏狂将契约收了起来，道：“我已经找好了人证物证，证明就是原户部右侍郎因为还不起国库的巨额债务，买凶杀人，凶手就是他在户部的部下。”太子端起茶杯轻抿一口，道：“柳公瑾洁身自好，这些年柳家也极为落魄，他所借的巨额债务作何用处？”苏狂笑道：“柳公瑾养有外室，外室是京都幻音阁有名的花魁梅香，刚好这个女人和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柳公瑾为了贴补亏空，挪用户部公款。”太子笑着放下茶杯，道：“如此甚好，那就按照你所说的办吧。此事若办好了，孤重重有赏。”苏狂连忙站起来，拱手道：“谢殿下，臣愿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太子挥了挥手，苏狂转身离去。随即，太子重新回到琴案，指尖轻轻拨动琴弦，凌乱却又显得极为悠扬的琴声便在大殿上响起。这是他思考问题常用的方法。别人想问题都喜欢安静，他想事情的时候，要是手里没有点东西，总觉得不自在。之前喜欢画画，只是天下女人何人能配得上他，因此那些画卷也就只有妖娆的身姿，却没有脸。现在他喜欢弹琴。这时太子手骤然一顿，原本悠扬的琴声骤然尖锐起来，也戛然而止。红烛知道太子已有决断，躬身等候命令，告诉刘温他们该还钱了，账面上是多少还多少便是，国库没银子了，大不了加点赋税罢了。天下百姓说好听点是大言的百姓，说难听点不过是他萧家的奴隶，奴隶就该为主人奉献全部。状元街、状元楼今日休幕，刘温和朝中一群文臣再度在状元街聚首，他们的目的自然还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小诗仙，只是派人蹲守了数日，依旧没有那小诗仙的任何消息。倒是他写的有几篇神作，又掀起了一阵风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多美的诗句，堪称乎千古咏梅绝句。这样的诗竟然用在一个女人的身上，真是暴殄天物啊！云想衣长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如此绝美诗句，竟然是给一个女婢写的，而且还不知道那个女婢是谁。恨归恨，
但此时看完唐毅的诗词，很多大臣都捶胸顿足，恼怒不已。多好的诗，多好的词，怎么就给了一个青楼女人呢？更恨的是，这么好的诗词，怎么就不是出自他们的手呢？这要是出自他们的手，必定名动京都，留名千世。众人骂得热火朝天，唐静却安静坐在角落里，自顾喝酒，没有理会。唐画双手拢在袖中，安静站在唐静的身后，也没有参与讨论。他脸色平静，似乎并不在意周围所议论的一切，只是此时现在却充斥着疯狂和嫉妒。该死的，都是因为唐毅和这莫名其妙的小诗仙，不然现在整个京都都是他三元极地的传奇。结果现在他三元极地，小诗仙文采风流，唐毅大闹庆功宴，都成了京都热议的话题。他的光芒不再是光芒，还有各种嘲讽，被戏称千年最惨状元，这简直就是耻辱。唐毅，等着吧，有你在我脚下哀嚎的时候。唐画藏在袖中的手紧攥成拳，怒火中烧。户部尚书刘温听着众人的议论，脸色也是难看至极。他们在大言呼风唤雨，位高权重，可现在连一个小诗仙都没有揪出来，只能望着他的诗词惊叹。他敲了敲桌案，目光落在刑部侍郎赵克的身上。怎么都查这么久了，你们刑部还是没查出小诗仙是谁？刘温是有些不满的。刑部和大理寺主管大研各种案子的调查和复核、追踪调查，那都是刑部和大理寺的拿手好戏。但断了无数大案要案的刑部，这次在小诗仙这个问题上办事竟然非常的拖拉，没有以往的半点爽利。这都过去多少天了，小诗仙的影子都没带到。我说了，我查到的小诗仙就是唐毅。说起这个赵克脸色也不好看，道：但我又仔细查了唐毅的资料，发现最不可能是小诗仙的也是他。说到这里，赵克下意识看了一眼唐静和唐画，呵呵，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还真没想到道貌岸然的吏部侍郎唐大人，温润君子的唐家大少，家里竟然还藏着这么多龌龊事呢。一个长期被外世子欺凌的胆小懦弱的少年，怎么可能会是才华横溢的小诗仙？唐静没有说话，唐画微微拱手道：侍郎大人，你看我父亲也没用，还是那句话，诗仙不可能是唐毅。唐静放下酒杯，声音平静道：那逆子这段时间是有些叛逆，是挺能折腾，甚至害得唐家声名扫地，但他要是小诗仙，我能将这桌子吃了。唐静也没有隐藏唐家的那点事，对他来说，高门大户中的阴暗事多了去了。唐毅和唐画他们之间那点恩怨，算得了什么？在朝堂有朝堂的争斗，在家族就有家族的争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法则。不过，不管小诗仙是谁，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了。唐静目光看向众人，道：别忘了，再过几日就是孔家主办的沈园诗会了。众人闻言皆是一怔，随即所有人看向唐静和唐画的目光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原本沈园诗会只是孔家大小姐为反抗联姻小打小闹的把戏，只是不知为何陛下莫名其妙插手，将事情闹大了。现在沈园诗会是孔明真孔老太傅亲自发的请帖，他老人家亲自发请帖，整个京都有几个人敢不给面子？只是现在众人诧异的是，唐静为何忽然提起沈园诗会？沈园诗会和小诗仙有什么关系？刘温眉头微皱，道：唐大人的意思是小诗仙会参加孔太傅主办的沈园诗会？唐静点了点头，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不是参加，我怀疑整个沈园诗会就是陛下为小诗仙量身打造的舞台。陛下就是想要借助这次舞台，让小诗仙彻底进入所有人的视野，陛下再给他铺路，而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垫脚石。众人陡然一片死寂。什么？沈园诗会竟然是这样的内幕？陛下竟然为了小诗仙亲自给他搭建了一个让他一飞冲天的舞台，而且还是踩着他们的脸一飞冲天，这能忍？可恶，想要踩着我们一飞冲天，他想屁吃呢？哼，真没想到陛下竟然能为小诗仙做到这一步，这如何是好？如果真是这样，凭这个人的诗才，我们如何阻止？整个房间瞬间喧嚣起来，众人都义愤填膺。陛下，你过分了，为了一个不知好歹的小诗仙，你竟然要将满朝文武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他一个小诗仙真有那么重要？刘温和赵科相视一眼，脸色也都阴沉至极。如果真如唐静所说，那小诗仙就更不可能是唐毅了。唐家那软弱无能的废物，就算和陛下有接触，但凭他的身份和能力，能让陛下下这么重的注，几乎偏执到孤注一掷的地步。谁说没人能阻止小诗仙？我们不是还有唐家大公子吗？这时刘温忽然看向唐画，虽然唐画的庆功宴遭到唐毅破坏，但区区一个庆功宴还是遮挡不了唐画三元极地的光环，这让刘温看向唐静的目光都有些嫉妒。有唐画在，陛下想要让小诗仙踩着我们的脸上位，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写出劝谏诗的大才和小诗仙绝对有一战之力。众人一听，顿时都齐刷刷看向唐画。对啊，陛下有小诗仙，咱们不是也有唐画吗？当初一首劝谏诗在大殿上震耳欲聋，连陛下都被震得一愣一愣的，谁敢说他不如小诗仙？没错，陛下有小诗仙，咱们不是还有唐状元吗？陛下想要用小诗仙来踩我们一脚，那也得先过唐画这一关，但是他过得了吗？哈哈，那这样可就有意思了。陛下想要用小诗仙压我们，那咱们完全可以用唐画反过来压他吗？众人议论纷纷，激动不已。
皇帝想要用小诗仙让他们难堪，那他们也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唐画在较量上狠狠踩皇帝，好叫皇帝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唐画看着激动的已经开始布置战术的众人，心脏在此时都在收缩。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劝谏诗写的震撼全场，可那是抄袭小诗仙的。虽然他不认为唐毅和那所谓的小诗仙敢在沈园诗会这样的场合来揭穿他这个陛下钦点的状元，毕竟他们没有证据，总不能相互指认吧。说得对，现在只有我家画能碾压小诗仙了。唐静拱手自信道。唐静一副游子万事足的样子，很享受别人对唐画的恭维。毕竟3元及第的状元他们没有，他唐静有。唐画也非常享受被众星捧月的感觉，当即就被捧得飘飘然了，以至于心头那点忧虑当场就被他甩到了九霄云外。再者，他已经找到了对付唐毅的大杀器江云娜。唐毅不是自幼对这个女人有意思吗？那就让这个女人彻底毁了他。诸位叔伯放心，晚辈一定不会让那小诗仙为所欲为。沈园诗会，我必定将他踩在脚下，为诸位叔伯出一口气。唐画冲着众人拱手，自信笑道：好，有信心就好，如此我们便放心了。很好，唐家小子，只要你能将那小诗仙踩在脚下，将狄仓那老匹夫的脸按在地上摩擦，以后仕途老夫捧着你。陛下不是想要捧着小诗仙吗？这一次我们便让他在陛下面前摔得稀巴烂。众人见到唐画脸上洋溢的自信，也都笑着附和起来。唐静看着这一幕，脸上满是欣慰，这个宝贝大儿子为他攒够了脸面。唐静，等下散了你别走，咱俩单聊下。这时刘温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唐静先少看到刘温如此愤怒过，当然愤怒也正常，谁让他没有一个3元及第的儿子呢？刘大人有事，老夫今日还想早回，毕竟马上就是沈园诗会了，还得教育一下唐画。唐静笑着拱手，只是笑容多少有点玩味和嘲讽。教育唐画之前，你可能得先教训一下你那院中小儿子吧。刘温盯着唐静，目光渗人，以那小儿子狂妄道：让我儿子跪下叫爷爷，这是你唐大人的意思呢，还是他的意思？如果是你唐大人的意思，那处理完小诗仙，咱们就拉开阵势干一仗。他堂一个户部尚书，高出了唐静整整一个品阶，还怕唐静一个吏部侍郎？闻言，唐静的眉心顿时跳了跳。这几日，唐毅仗着梁少的帮助，在幻音房3局残尸敲开3大花魁大门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京都，成了京都热门话题之一。而在这场交锋中，刘周被唐毅逼着跪地叫了爷爷，这就是赤裸裸的打户不上舒服的脸了。刘大人放心，这件事我会给你个交代的。唐静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冲着刘温微微颔首，脑海中不知为何想到了唐毅，想到了唐毅的话。他说他是小诗仙，还说唐画的科举有问题。呵，笑话，那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大言第一好少年，怎么可能做出那种无耻的事情？分明就是这混账嫉妒哥哥优秀，故意想要乱我的心，让我们父子心生嫌隙，心思极其恶毒，不能再放任他了，否则唐家的脸都快被他丢光了。就在这时，刘温的管家快步上了楼，走到刘温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刘温听完管家的汇报，看向唐静的目光充满嘲讽。唐静，刚刚得到消息，你儿子唐毅刚刚破了户部左侍郎顾城的案子，他刚刚和一处的人勘察了现场，现在将证据都搬回了北镇抚司，这事你怎么看？唐静已经知道唐毅成了锦衣卫的事，只是他并未在意，这肯定是陛下为了敲打他，同时可怜唐毅，才给了唐毅一个身份罢了，不足为患。看到众人的目光也都看了过来，唐静摆了摆手，冷笑一声，声音带着轻蔑道：不怎么看，破案他还没这个本事，无非锦衣卫一处找不到证据，故意打草惊蛇，拿唐毅说事，说他找到了证据，其目的无非就是让真凶去北镇抚司销毁证据罢了。说到这里，唐静眯着双眼看向刘温，道：什么？户部的案子难道和刘大人有关？刘温脸色骤然一沉，道：难道和唐大人没关系吗？唐大人前后可是借了户部5万两，顾城死了，唐大人就只需要还3000两，还是说唐大人正义凛然，不想和我等同流合污，会把5万两原封不动还给陛下？唐静听到这话，笑容渐渐收敛，这么说来，那他还是死吧。然而让唐静脸色难看的是，刘温的话当场给了他一闷棍，将他给打得清醒了。要不是刘温提醒，他都忘记自己从户部借了5万两的事。那么问题来了，他从户部借了5万两，柳如玉留下了5万两的巨额财产，这才短短3年的时间，唐家现在连几百两都拿不出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唐静莫名的有些发慌，但很快他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严双玉毕竟是小门小户出来的，抠搜的厉害，银子应该是被他藏起来了。唐家要是只剩下几百两了，前几日如何花1万多两再添香楼大摆宴席的？而众人听完唐静的话，也都彻底放心了。他们都从户部借了银子，也在顾城那里做了假账，要是真让唐毅查出真相，将真账本查了出来，那后果不堪设想。他们要多还数10倍的银子，那还的是银子吗？那是他们的命。刘温睨了众人一眼，叹了口气，义正辞严道：诸位，大家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都要脸面，拿了国库银子的还是都还回去吧，陛下也不容易，如今北狄大军压境，
东隅又蠢蠢欲动。老夫不忍陛下这般操劳，会做表率将户部的1万两还回去，在麦田麦地砸锅卖铁，筹集5000两捐献给陛下，助大言渡过难关。众人闻言，脸皮都在轻微抽搐。国库的银子，就你刘文坚手自盗拿的最多，账面上就拿了20万两，要不算账面的，估计30万两都有了。现在你还像个忠臣一样，还1万两砸锅卖铁捐5000两，简直不要太无耻。刘大人说的对，为君分忧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本分。本官还5000两捐3000两，都是为了大言的繁华昌盛。本官欠国库的3000两，明日到账。陛下现在缺钱缺粮，作为臣子确实不能坐视不理。那本官的5000两也全部还回去吧，也捐1000两，以示诚意。众人也都纷纷附和，义正辞严。那架势，谁敢不让他们还户部的银子，就是他们最大的仇人。唐静、刘恩等大臣为了帮严文帝分忧，在状元楼吵得如火如荼。而这时，林豹也将柳公瑾的信送到了柳家，在下锦衣卫百户林豹奉命给柳家送来柳公瑾柳大人的亲笔信，还请通报下。林豹跳下马，冲着门房拱了拱手。然而门房还没说话，大门内已经走出来了一个女人，皱着眉头道：“柳公瑾的信，从锦衣卫写出来的。柳公瑾的案子锦衣卫接手了，并不是什么秘密。正是这几日查柳公瑾，顺带查了一下柳家人。林豹知道眼前的女人是柳公瑾的弟弟柳公之的妻子姜氏，姜氏是御史姜浩然的妹妹，算唐毅的二舅妈。林豹也没有隐瞒，道竟是柳公瑾柳大人亲笔所写，是唐毅让在下马不停蹄送回柳家报平安的。话没说完，姜氏便有些烦躁道：“信给我，你可以走了。”林豹皱了皱眉，唐毅说了，信件要亲手交给刘老太太，免得老人家担心。信给我转交，你可以走了。没听到？姜氏冷着脸重复了一遍。林豹下意识想要拔刀砍人，但想到是唐毅的舅妈，忍住了。也罢，那就有劳了。信件务必送到老夫人的手上。林豹将信件递给姜氏，转身跃上马背疾驰而去。姜氏看着林豹远去的背影，脸色渐渐变冷。他抬手将信件撕成了碎片，随手塞进身侧丫鬟的嘴里。二夫人，这是大爷给老夫人的信件。门房脸色微变，现在柳家全家都在为老爷的消息发愁呢，你怎么给撕了？都给我听好了，今日这件事，你们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谁敢透露半个字，杖杀！姜氏冷冷扫了众人一眼，道：“想想你们的家人，柳公瑾从锦衣卫写来信件，肯定是要柳家将所有财产卖了来填补亏空的，那可是几10万两，就算将整个柳家卖了，也不够填补亏空。到时候连你们，包括你们的家人，也会被发卖。”家丁门房听到这话，都面色煞白，低下了头。姜氏冷哼一声，转身回了府，丝毫没有注意他的丫鬟将满嘴的信件碎片抠出来，藏进了嘴中。今日柳家人都在大厅聚集议事，姜氏进了大厅，便直接走到2房那边坐了下来。这时的柳家一片死寂，没有半点生机。姜氏撇了撇嘴，要不是想要分家得到更多的财产，柳家这破事他是半点不想参与。就在这时，柳家老太太拄着拐杖走了出来。这几日柳家大乱，是已经几年没有管过事的刘老太太再度出山坐镇柳家，才让柳家暂时稳定下来。娘，我们已经动用了所有所能动用的关系，还是打听不到大哥的一点消息。柳家老二柳公之面容憔悴，这几日为了大哥柳公瑾的事，他四处奔波，却一无所获，早已经疲惫不堪。娘都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刘老太太摇了摇头，老脸上嘴角苦涩。你爹走了之后，也是人走茶凉，以前的关系便不是那么牢靠了。再加上这个案子发生的不是时候，陛下要对北狄用兵，要开战，是最需要钱的时候。这时候你大哥被诬陷渎职，挪用税银，会被陛下杀鸡儆猴的，轻则全家流放，重则全族人头落地。这时候只要有点利益心的人，自然都是离咱们越远越好。刘老太太没有怨天尤人，只是觉得有点伤感。当年刘老爷子还是吏部尚书的时候，柳家门庭若市，门槛都快被人踏平了。如今柳家落魄，别说以前那些关系，现在是狗都嫌。听完老太太的话，柳家几十口都齐齐垂下脑袋，面色沮丧。娘，现在不仅仅是相公的事了。柳公瑾的妻子沈氏看向刘老太太，咬了咬唇道：“儿媳已经接到了好几个家族的消息，他们不想被咱们柳家连累，都想休妻。恐怕等相公的案子一定性，小姑子还有家里嫁出去的那几个女娃，都会被休妻送回柳家。”柳家众人闻言都脸色难看。要是柳家女都被退婚，那柳家在京都将会成为大笑话，而且还会坐实唐毅的母亲柳如玉善妒的事实。现在那些家族之所以先告知柳家，而没有直接休妻，无非就是还要点脸罢了。但柳公瑾案子只要定性，真的是在贪污受贿、挪用税银，那些人完全可以以家教不严为借口，将柳家女人都休了，到时候整个京都的人也不会说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否则柳家妹妹和爹的名声就全毁了。柳公之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刘老太太痛苦闭上眼睛，她又何尝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呢？若是平常，陛下或许会念及老爷子的功劳，顶多对柳公瑾施以惩戒。但现在情况特殊，陛下可能会拿柳公瑾杀鸡儆猴。燕哥儿呢？怎么没见到他？刘老太太并不知道柳文燕被抓进锦衣卫的事，
柳家人怕老太太受不了，没有告诉他这件事。现在老太太问起，沈氏也只能找借口糊弄平远伯世子过来找他，说是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救相公出来，他跟着梁少走了，现在还没回来。老太太闻言叹了口气，现在连柳家二子亲自出面求人都没有任何作用。梁少那小子瞧着就不是靠谱的，他找的人能靠谱？其实吧，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所有人循声望去，说话的是柳公之的妻子姜氏。姜氏正在拨弄着指甲，见到柳家众人看向自己，便淡淡道：“之前没有办法，那是因为求人的是柳公之，所以才没有办法。但要是娘愿意出面求人，效果肯定会更好。公爹当年在位的时候，娘也帮过不少人，要是娘愿意求人，那些人多多少少会给一点面子。”闻言，柳家众人面色大变。柳老太太都已经60岁了，因为丈夫和最宠爱的女儿相继离世，悲伤过度，以至于她60岁却和70岁的老人没什么区别，白发苍苍，身形佝偻，满脸皱纹，现在却还要她出面求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柳公之猛地站了起来，怒喝。姜氏被吼得一哆嗦，当即站了起来，一手叉腰冲着柳公之怒斥：“你和我凶什么凶？老娘还不是为了你柳家着想？你柳公之这几日到处求人，膝盖都快跪碎了，有人理你吗？但老太太不一样，老太太有诰命在身，那些人谁敢让她跪？还有唐静，唐静不是她女婿吗？去求唐静啊，说不定唐静愿意帮忙的呢。”听到这话，柳家众人脸色都变了。当年柳如玉病故，柳老太太当众给了唐静一巴掌，逼着唐静不准改立嫡子，这事曾闹得满城风雨。现在唐化3元及第，在京都年轻一辈中名列前茅，唐静和严双玉那个恶妇肯定恨透了老太太。老太太这时候找上门，不得受尽唐家欺辱。柳家是落魄了，但柳家是书香门第，也曾是京都的名门望族，而柳老夫人现在就是柳家的脊梁，让柳老夫人去跪着求人，京都百姓能把柳家众人的脊梁骨给戳断了。就算能暂时保住柳家，柳家也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苟延残喘罢了。姜氏自然也很清楚这些，但那又如何？他才不想跟着柳家一起吃苦。他刚从姜家回来，父亲可是说了，柳公瑾是所有人公选出来的替罪羊，天王老子都救不了。皇帝如果查不了真相，最大的可能就是让柳公瑾备下这一切，从而保住柳家。所以柳家花再多的钱也救不了柳公瑾。既然如此，何不如让老太太自己去蹦跶一下，从而保住柳家家业，瓜分柳家家业才是正事。这也是他销毁唐毅书信的原因。只是姜氏的话引起了柳家大多数人的反感。大嫂沈氏当场站了起来，怒斥道：“你胡说什么？柳家人是都死光了吗？需要娘去跪着求人？娘要真跪了，柳家就彻底没救了。”姜氏最不满的就是沈氏的大义凛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凭什么站在制高点指责自己？大嫂，你这话就不对了，柳家都现在这样了，还装什么清高？柳公之都能低声下气求人，娘怎么就不能了？姜氏没有理会柳家众人愤怒的眼神，踢着指甲淡淡道：“来说，现在只有娘亲自出马，大哥和燕哥儿才有一线生机，否则大哥和燕哥儿必死无疑。”柳文燕的视线在都还瞒着老夫人，现在被姜氏这么平淡揭穿，柳公之当场变脸：“姜默，你给我闭嘴！柳公之，你个废物，你敢凶我！”柳公之性格素来软弱，二房都是姜氏说了算。见到柳公之竟然敢骂自己，姜氏当场怒怼回去，只是触及柳老夫人冰冷的目光，她的怒火当场就灭了，连忙摆了摆手，佯装笑了起来：“哎呀，娘，儿媳胡说的，你放心，大哥不会死，燕哥儿也不会死。”老夫人没有理会姜氏，淡漠看向沈氏：“燕哥儿怎么了？”沈氏见瞒不下去，只得实话实说：“言儿的确和平远伯世子出去了，说是有个人能救相公，只是他们当晚去了青楼，不知为何被锦衣卫给带走了，还有小义、义儿也被带走了。”柳家只知道柳文燕和唐毅当晚被锦衣卫带走了，他们打听了一圈，说是因为得罪了户部尚书的公子刘周。沈氏自然是不相信的，锦衣卫直属皇帝，就算刘周的父亲是户部尚书，也不可能惊动锦衣卫亲自出手，当晚肯定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沈氏不知道的是，锦衣卫带走梁少和柳文燕他们，完全是梁少惹的祸，严文帝当场将他下狱，就是想给他一个教训。朕看上的人，你也敢给朕指手画脚？老夫人听到唐毅也参与了其中，惊得站了起来：“什么？小义也牵涉其中了？他们怎么被锦衣卫带走了？有没有去问过唐家那边怎么回事？”沈氏脸色阴沉道：“去问过了，严双玉在唐家门前竖起柳家人和苟延禁入内的牌子，唐毅和柳文燕被抓去锦衣卫的当晚，他就亲自过去想要问唐静怎么回事，结果门房通报后带出来的却是一块牌子，要进也行，得跪着进去。严双玉明显是在报私仇。”听完沈氏的话，老夫人面色铁青，冷声道：“派人给我盯紧唐家，确定唐静回府，我亲自过去问问他怎么回事，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让我跪着进唐家。”沈氏想要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忍住了。老太太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劝不住。柳公之狠狠瞪了一眼姜氏，姜氏想要做什么，他太清楚了，但是他却拿姜氏没有半点办法。唐毅没有跟着一处回北镇抚司，出了侍郎府后，
萧帝为了杜绝唐毅迫害自己妹妹的可能性，不顾萧兰的反对，亲自将萧兰和孔诗兰送回了公主府。时间还早，唐毅没有回唐府，而是直接去了将军府。狄苍年迈，虽然还有报国之心，但颜文帝并没有让他率军北援，怕他这把老骨头死在北境。而经过几日的赶工，将军府的教场上已经屹立起了一座唐毅需要的训练场。接下来除了必要的上班，他还需要往返将军府训练，将身体底子锻炼起来。否则，就算前世他是杀神，现在在这个世界的武功面前，他也不过是蝼蚁而已。小子，这就是你说的训练场？老夫和秦国公、鲁国公研究了2日，也没搞清楚这怎么玩。狄苍抱着手看着唐毅，眼中有凶光。唐毅下意识地和狄苍拉开距离，显然陛下不准他领兵北援。这个糟老头心情很不爽，整个人就像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他可不想挨揍。狄苍见到唐毅想躲，一把将他拎了回来。有什么？赶紧说说怎么回事。他这几日只能找几个老友一起推演北境战场，只是推演了几日，谈到北狄大军的战力，3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破敌之策，谁都说服不了谁，那就只能研究唐毅让建造的训练基地了。结果看了2天，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唐毅这训练场怎么玩。老爷子，的确就是我说的训练场，你老先别掐，我教你们怎么玩。唐毅龇牙咧嘴，只觉得肩膀都要被掐碎了。狄苍轻哼一声松开他，他当即就卸掉了佩刀，向着训练场跑去。不得不说，狄苍的工兵很厉害，几乎将他的图纸完美还原出来了，和前世特种兵的训练基地几乎没有太大的出入。什么意思？这小子是想用这训练场将他这瘦猴一样的身体给练起来？开什么玩笑！秦国公秦牧看着唐毅单薄的身体笑了起来，这家伙是缺练吗？这是缺吃啊！老狄，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训练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这孩子捣鼓出来的玩具场呢。鲁国公程茂抱着双手，看到唐毅已经在训练场中跑了起来，不由笑着摇了摇头。他们都是大研军界的传奇人物，不好好的研究北境之战，反倒在研究唐毅随便捣鼓的训练场，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等等看，这小子没有那么简单的。狄苍双手叉腰摇了摇头，难道自己想错了？这不是什么练兵的方法，不应该啊！从那小子当日在状元楼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个懂兵法的。北放北狄，东打东虞之计，想法是何等大胆，但陛下却欣然接受了。这一计若是执行到位，能分化北狄和东虞联军，让北狄和东虞回归战前的状态，让大研不至于伤筋动骨。就这样一个少年，他弄出来的东西能简单吗？他弄出来的东西要是那么简单，那都对不起他好吧。狄苍、秦牧、程茂站在远处，大眼瞪小眼。见到唐毅开始走独木，开始翻越障碍，秦牧忍不住嘲讽道：狄苍，这就是你叫我们2个老家伙来蹲点蹲守的练兵之法？呵呵，这小子要真懂什么练兵之法，老子把整张桌子都给吃了。秦牧有点生气，当时他都请芷桃随军北上，是狄苍说了让他们留下来，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他们研究，结果就特妈研究一个少年在扯淡，还说肯定是什么练兵之法，这算哪门子的练兵之法？狄苍抬手拍了拍脑袋，有点尴尬，难道真是自己想错了？程茂看着唐毅将带绳的巨大木轮套在肩膀上拼命拖着前进，嘴角的笑容却渐渐收敛了。他一直以为这所谓的训练之地就是个玩具场，见唐毅跑了一圈，再将唐毅跑的轨迹和方法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之后，他脸色渐渐凝重起来。不对，这可能是炼体之术。狄苍和秦牧齐齐看向程茂，炼体之术？你开什么玩笑？那东西早就失传了。秦牧震惊，声音都拔高了几分。传言数千年前，商国大将殷创出炼体之术，练出了最为精锐的鬼为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000年前，大将赵却又得到炼体之术，练出了白毛军，爬山越岭如履平地，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数百年前，钱塘大将李唐获得炼体之术，练出了猎山军和锁龙阵，军阵联合，进可攻，退可守，打得北方蛮夷哭爹喊娘，向北迁徙3万里。可以说，炼体之术是每个将帅打碎脑袋都想要得到的东西，现在却被一个少年捣鼓出来了。开什么玩笑？狄苍面色凝重，但老眼却目光如炬，道：都记住他是怎么跑的了吧？走，我们按照他的方式跑一次。狄苍已经快步向着训练场走去，秦牧嘴里虽然说着不相信，身体却格外诚实，甚至比狄苍和程茂还要快那么几分。3人进了训练场，便开始按照唐毅之前的方式开始跑了起来。唐毅现在身体不行，训练场过一圈都费劲，但还是咬牙坚持完成。听到身后的动静，他往后看了一眼，便见到身后3个老者按照他的方式正在健步如飞。妈的，这老人欺负人啊！这是……唐毅脸皮抽搐，贼老天，这是看老子前世太强了，把老子丢到这世界找虐的。而狄苍、秦牧以及程茂按照唐毅的方法跑了一圈后，彼此相视一眼，面色都充满震惊和惊骇。我草了，竟然是真的！秦牧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妈的，那是炼体术，炼体术啊！无数将领想要得到、想要搞出来的东西，竟然就让这小子这么给搞出来了。炼体术，特妈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老狄，这小子
真只有18岁，而不是180岁吗？程茂看着拖着重轮艰难前行，全身都被汗水湿透的唐毅，喉咙下意识滚动了下。看着这小子，老子都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白活了。狄仓没有说话，只是下意识地摸了摸雪白的胡须，心头却早已经惊涛骇浪。从颜文帝对唐毅的重视，他就知道唐毅很不简单，但也没想到这么不简单。出口就是绝世华章，出手就是炼体之术，文能扫天下，武能平四海。当然，武是谋略的意思，不是武功。老天爷，大言这次算是捡到宝了。走，和这兔崽子好好聊聊。狄仓一挥手，3个糟老头子立即气势汹汹向唐毅围了过去。唐毅拖着木轮刚过线，正想进入下一环节，就看到3个老头搓着手掌围了过来，将他包围住。那目光就像是见到绝世美女一般。小宝贝，别跑，站在那里，咱们好好聊聊。听到狄仓这话，唐毅身上的疲惫一扫而光，当场就清醒了。他浑身恶寒，警惕盯着3个老头道：“狄老，你们这是要干嘛？我是正经人，对老头不感兴趣。”此时此刻，唐毅忽然有点想念幻音阁的3大花魁了。1战3，他选择花魁。小子，不干嘛？你别躲！狄仓一把将唐毅捞起来，将他随手丢在不远处的座椅上，道：“炼体术，你是从哪里搞到的？别说是你自己弄的，你才18岁，战场都没上过，你能弄出这东西？”唐毅听到这话给愣住了。炼体术那是什么？想到狄仓3人刚刚亲自试验了他的训练场，唐毅顿时反应过来，指了指训练场道：“你们是说这个？这不就是后世军人的训练场吗？只不过它是以特种训练的标准设置的罢了。这在你们眼中竟然这么宝贝？炼体术，这么说好像也没有错。前世训练场考验的就是体能，可特妈你们这世界有武功啊，会飞得好吗？”不过想一想，唐毅还是觉得可能是自己先入为主了。这个世界是有武功没错，可是武功不是所有人都会，不然这世界早乱套了。3个老头头点的如同哈士奇，满脸讨好的表情。唐毅自然不能说前世的事，笑着摊了摊手道：“狄老、秦老、程老，实不相瞒，这就是我瞎捣鼓出来的东西而已。我身体不好，就想捣鼓一点东西出来锻炼身体，仅此而已。至于上战场，实不相瞒，我在战场上杀掉的敌人，不见得就比你们3人少。你们有武功，但前世我有热武器。”狄仓和秦牧3人相视一眼，眼底都充满震撼。妈的，没上过战场的毛孩子，将他们心心念念的炼体术搞出来了，是他们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狄仓不认为唐毅在说谎，唐毅在唐家的遭遇，他多少知道一些的。不对，谁说这小子没上过战场？他在唐家遭到无数次凌辱，那就是他的战场。要经过多少次欺辱，他才能痛定思痛，搞出这一套炼体术的？唐静这混蛋，简直就不是人。狄仓抬手拍了拍唐毅的肩膀，道：“小子，这些年你受苦了，以后有事找我们，我们就是你的后盾。还有，这训练场的训练规则，你写出来，老夫要用。”唐毅看向对面的训练场，又看了一眼远处正在杂乱无章、胡乱训练的将军府亲兵，就知道了狄仓想要干什么。他想要用训练场来练他的兵。狄老，训练手册等下准备笔墨，我训练完写给你。唐毅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道：“但我觉得在让他们正式上训练场之前，得先整顿一下军纪，最好还是从基础训练抓起。”狄仓眼微眯道：“基础训练？哪些基础训练？”唐毅淡淡道：“左转、右转、踏步、齐步、正步，这些东西是基础。说句实话，大言现在军队没有凝聚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基础没抓好，一部分原因是军功晋级有问题，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文官压得太厉害。那些文官想要大言将士保护他们的财产，又不想让他们有太高的战斗力和权势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典型的想要马儿跑，却又不给马儿草。”狄仓和秦牧3人相视一眼，哟呵，这小子倒是看得挺通透。除了所谓的基础训练，他们不太懂，不过听这小子说，感觉很厉害啊。至于另外2个原因，说的倒是很透彻，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被文官对成孙子而无可奈何。既然如此，为了验证你的说法，那他们就交给你训练了。狄仓沉吟了一下，就算拿到训练手册，那也是个死物，没有人会，肯定玩不转。既然唐毅知道怎么玩，那索性就让他带着玩呗。他目光灼灼地看向唐毅，道：“毕竟这些东西现在知道的只有你。我会请示陛下，将驻守京都的所有将领都调过来，以后他们都归你训练。练兵先得练将。”秦牧一拍脑袋，道：“包括老夫都给你训。”程茂手将胸膛拍得跟鼓一样响，道：“小子，算上我，别看老夫老了，上阵杀敌老夫依旧是万夫之勇。”唐毅瞬间向后跳了2步，心有震撼。靠，怎么感觉狄仓老头要害我？让我训练满京都的将领，京畿18位禁军，大大小小将领400-500人，都是骄兵悍将，个个武艺高强，随便出来一个都能打我一顿，你信吗？但是虽然危机重重，却又是个极佳的机会。这相当于是他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百户，一跃成了大研军校的校长，到时候出去吹牛逼的时候就能大喘气。唐毅，大研军校的校长，连统率1000军万马的大帅，都是我的学生，那画面想想都带感。唐毅沉吟了一下，道：“可以，我可以试试。”狄仓闻言，脸上立即绽放
开菊花般的笑容。原本以为唐毅会害怕，会拒绝，他会浪费一番口舌劝说，却没想到他竟然答应得这么痛快，当即拍着他的肩膀大笑道：“好，是个好男儿。那现在就把你的训练方案弄出来，老夫晚点就进宫见陛下。”北狄猖狂，东隅又虎视眈眈，我们能堪大用的将领还是太少了。唐毅知道狄仓办事素来雷厉风行，今日的训练量只能暂时搁置了，让3个老头等他训练完，估计得挨打。他只能取过纸笔，将训练方式、方法、方针一一写出来，直到天黑才将步兵训练手册写完，交给了狄仓。狄仓拿到手册，立即带着秦牧和程茂马不停蹄进宫了，而唐毅只能打着哈欠回府。唐家，唐毅回到唐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刚进门，唐毅便听到耳边传来阵阵笑声，声音很熟悉。唐毅淡淡看了一眼，便不由冷笑一声。不远处，唐静一家正坐在院中乘凉，唐画抱着书卷躺在吊床上悠闲在看，儒雅而慵懒。唐昊和林竹虽然带着伤，却在亲密喂食，而唐静则坐在桌前，正和一个蓄着山羊须的中年男人对弈。严双玉站在唐静身后，而给山羊须男人出谋划策的是个穿着青色长裙的女人。女孩17、18岁，很漂亮，笑容干净甜美，看上去清纯动人。男人正是御史台御史江正，而女孩是江正的女儿，江家大小姐江云娜。画面倒是挺温馨，可惜处处充斥着阴谋的臭味。唐毅理都没理，转身离开。这时江云娜也发现了他，她看着唐毅，眼底情绪有些复杂。当年明明是个儒雅温和的少年郎，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个心肠歹毒的人呢？真让人失望。亏得唐画哥哥这么温柔潇洒、风采风流的人，还一直给他说好话呢，一点都不值得。想到和唐画的约定，江云娜眼底的情绪迅速敛去，俏脸上泛起一抹晕红。唐画哥哥答应他了，只要他能够稳住唐毅，不要让唐毅在陛下赐婚这件事上捣乱，将来就娶她为平妻。不是妾，是和孔诗兰平起平坐的平妻。而且唐画哥哥说了，爱的是她，和孔诗兰不过是逢场作戏，将来唐家的主母还是她。毅哥哥，你回来了。想到这些，江云娜笑着向唐毅跑过去，想要抓住唐毅的手，拿捏唐毅而已，对他来说轻轻松松。以前只要他招招手，唐毅就像条狗一样跑过来，现在他会错过这种机会。唐画放下书，单手枕着头，戏谑看了过来。哼，你不是能言善辩吗？辛苦给你搭好了戏台，你可要好好的演啊。唐昊和林竹也都放下水果，冷笑盯着唐毅。他们可都知道，唐毅对江云娜有着不一般的感情。这些年，无论他们怎么欺凌，唐毅都逆来顺受。唯一一次动手打了唐画，还是唐画故意设计说要娶江云娜，才彻底激怒他动的手。而动手的后果就是被唐画忽悠瘸了的江云娜对唐毅更加的失望了。嘿嘿，现在给了这家伙机会，江云娜招招手，估计这家伙就会像一条狗一般乖巧跑到江云娜的面前。就连严双玉此时眼中也满是嘲弄之色。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唐毅会激动到发狂的时候，唐毅却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没让江云娜的手碰到他。江小姐，请自重。语气淡漠而疏远，拒人千里之外。唐毅看着江云娜将在半空的手，看到严双玉、唐画等人错愕的表情，只觉得可笑。前身以前是舔狗，和我有什么关系？想要我也当舔狗，怕不是想太多了。真想舔，当晚再换营房，我就不会跑了，准能舔个够。可可，不能受梁少那混账的影响，老子是正经人。暗暗吐槽了一下，就看到江云娜眼睛一眨，双眸微微嫣红，声音凄凄：“毅哥哥，我是娜娜啊，你不要我了吗？”唐毅余光扫了我见犹怜的江云娜一眼，对，又是个会演戏的，这演技竟然比唐画还精湛3分，和严双玉不相上下。外表看上去挺清纯，开头他妈能查死人，要是前身说不定还会上当，但他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男人还会踩这种坑？那天晚上那3个女人想睡他都没上当好吧？唐毅向后退了一步，手压着腰间的绣春刀，眯着眼道：“所以呢，江小姐想干嘛？直接说，别废话。哭哭啼啼这一招在我这里不管用。”见到唐毅脸上的嘲讽和冷漠，江云娜才终于明白白天为什么唐毅会告诉他，现在的唐毅不一样了，以前的狗现在似乎变成狼了。毅哥哥，江云娜有些不死心，没安好心就别惹我，我今天心情可不怎么好。唐毅直接打断，转身就走，懒得陪他们演戏。只是唐画好不容易布好了局，连御史江正都出动了，岂会让唐毅轻易离开？他从吊床上坐了起来，笑道：“老毅，娜娜和江伯父今日是为了你而来，过来见下礼，可别失了礼，让人笑话。”唐毅压着绣春刀睨了唐画一眼，随即嘲讽一笑：“老表。”他懒得和唐画扯淡，目光看向唐静道：“唐侍郎，有话直说，我没时间和你们废话。”唐静脸色沉了沉，很快脸上的阴沉又散去，他冲着江正笑道：“江御史别见怪，这小子自幼便被骄纵坏了，以致余都有些无法无天了。”看向唐毅，唐静指尖轻轻转着棋子，道：“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娘亲和江夫人定的婚约吗？江小姐今日带江御史过来，就是为了婚约之事。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娜娜吗？刚好娜娜心头也有你，为父也觉得你们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小时候未提交婚书，今日为父做主，
帮你们把婚书续上，如此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未婚夫妻了。唐毅和江云娜自幼有婚约，现在只不过是把婚约做实。就算唐毅告诉陛下，陛下能说什么？他还能不讲理，直接废掉唐毅和江云娜的婚约？到时候陛下下旨赐婚，那唐家就只剩下唐画符合条件了。要是阎文帝知道唐静此时的想法，肯定会喷他一脸，想什么美事呢？这好男儿，朕早就给女儿留着了。至于沈园诗会，沈园诗会是朕给女婿铺路好吗？唐毅听到唐静的话，自然就明白了唐静的目的，又看了一眼俏脸略带红晕的江云娜，他嘴角渐渐泛起笑容。你想要嫁给我？唐毅平静开口。我和一哥哥自幼青梅竹马，我是愿意嫁给一哥哥的。江云娜羞涩点头，心头却是一阵冷笑。订婚而已，又不是结婚。等华哥哥和孔诗兰的事情妥当了，再将你一脚踹开。想娶我？哼，你一个不受宠的唐家废物也配？他心头正不屑地想着。唐毅淡淡瞥了他一眼，淡漠开口：但是我不想娶你，想嫁给我，你也配？听到这话，唐家众人再度错愕看着唐毅，他竟然拒绝了。他不是很喜欢江云娜的吗？江云娜呆住，拒绝了。他竟然敢拒绝，一个给华哥提鞋都不配的废物也敢拒绝他，羞辱他，放肆！江正见到女儿受辱，猛地站了起来，面带怒色。唐侍郎，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唐静脸色也是阴沉下来，站在来看向唐毅道：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能由你胡闹？唐毅还不给娜娜道歉？说这话时，唐静语气冰冷无比。唐画找江云娜帮忙，这无疑是目前破局最好的办法，但是唐毅竟然不答应。混账东西，和唐家荣耀比起来，个人的事算什么？娶孔诗兰，你配吗？孔家乃是京都屹立数百年的名门望族，唯有画才配得上。唐昊也找到了机会，指着唐毅怒斥：唐毅，娜娜还看得上你，是你的荣幸，你竟然还敢拒绝，你别不识好歹！领主也想要趁机骂两句，但这种场合下他不敢造次，只能冷冷地盯着唐毅，眼中的怨毒几乎都要溢出来了。因为唐毅，他现在都成了京都的大笑话，成了无数人眼中的恶妇。严双玉笑着站在唐静的身侧，没有说话。有江正在，他就没必要出手。江正是朝中出了名的毒嘴御史，唐毅得罪他，他能在朝堂上将唐毅喷个半死。当然，前提是唐毅能有命活到那个时候。他让唐昊再度从地下钱庄借了1万两，已经将唐毅的悬赏令放到了案榜上，想必很快就会有暗金楼的杀手为了这1万两银子来取唐毅脑袋了。而暗金楼是江湖上最大的杀手组织，既然接了任务，只要唐毅不死，他们就会一直追杀下去。唐毅什么时候死，任务什么时候结束。不识好歹，不识好歹的难道不一直是你们吗？唐毅压着绣春刀，盯着唐静的目光充满嘲讽。唐侍郎，为了你这庶出的大儿子，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你以为给我说一门亲事，陛下就会赐婚给唐画了？真是可笑！你不过是陪着唐画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罢了。够了！一声冷喝打断唐毅。是江云娜，唐画是他心中最完美的男人，英俊、儒雅、博学、多才，岂能是唐毅一个废物能侮辱的？他真是瞎了眼，以前竟然还有点可怜这个混账。唐毅，不许你这样说华哥哥，华哥哥那么完美，那么好，你算什么东西敢说他？话刚出口，江云娜便察觉到自己失态了，她眼一眨，脸上的愤怒迅速敛去，装得一副可怜兮兮。见到唐毅看来，她有些慌乱，道：毅哥哥，你别生气，华哥哥3元及第，是唐家甚至是整个大研的荣耀，你不能这么说他的荣耀。唐毅轻笑一声，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耻辱？伪装出来的才华横溢，舞弊出来的金榜题名，抄袭出来的殿试状元，这些真相揭开的时候，真不知道那时他们又会是怎样的心情。挺期待的，刚好马上就是沈园诗会了，希望你们沈园诗会后还能笑得出来。江云娜见到唐毅羞辱唐画，面色再度阴沉下来，只是这一次唐毅没有等他维护的话说出口，当时就已经对了回去。江小姐，戏就别演了，嫁给我，呵呵，你不就是想要帮唐画争取时间吗？江云娜摇头，红着眼狡辩：毅哥哥，我没有，你相信我。争！唐毅手中的绣春刀出鞘，江云娜吓得脸色一白，下意识退了几步。唐画脸色也变了，唐静猛地抬手指着唐毅，声音都尖锐了几分：唐毅，你还敢拔刀？你想干什么？唐毅偏着脑袋想了一下，道：我在验证我和唐小姐之间的感情。话落，他轻笑一声，随手将绣春刀丢在江云娜面前。江云娜既然对我情深意重，那就证明给我看，我也不要你干嘛，你在自己的脸上划一刀就行。唐毅指了指江云娜漂亮的脸，道：只要证明你对我有情有义，是真心想要嫁给我，哪怕你毁了容，我唐毅结果你拿刀的勇气都没有，这戏还怎么演？唐画气炸了，看来对这个女人的洗脑还不是太彻底。唐静、江正也是脸色铁青，唐毅扭头看向他们，脸上那是一个无辜。看到了吧，真情不怕刀炼，江小姐对我是没有感情的，既然没有感情，唐侍郎就别生搬硬凑了。唐毅看向唐静，道：我明白唐侍郎的意思，唐侍郎是想要让唐画走你的老路，先娶孔家大小姐，获得孔家资源的支持，等资源用完了，再一脚将孔家踹开，
在和江云那勾搭，不对，或者说一直和江云那勾搭，不然唐话又岂能说动江御史帮忙？毕竟在江御史看来，3元及第的状元郎潜力还是很大的呀，大到可以背弃原则。唐静被戳中痛点，气得脸色泛白，江正一张老脸更是被对得通红，都被唐毅说中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当然，这种事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小辈，你放肆！江正指着唐毅，气到发抖。今日老夫带着女儿上门，想要延续当年的婚事，那是给你娘面子。你这小辈竟然如此无礼，如此目无尊长，咄咄逼人。亏你现在还是锦衣卫百户，老夫必到陛下面前参你一本。然而面对江正的威胁，唐毅只是淡淡一笑，就参你。江正气得差点当场吐血。他号称大言明嘴，那些王公大臣谁不怕被他逮住小辫子，被他参？现在唐毅竟然直接求着他去参，他江正的名头什么时候连个小东西都敢无视了？求参？好，满足你。够了，唐毅，你胡闹什么？唐静一甩衣袖，冲着唐毅冷声喝道：“还不快给江叔叔和娜娜道歉！他们是为了完成和你母亲的约定而来，岂能容你这般污蔑？”他自然早就知道江云娜和唐画的关系。江正和江云娜找上门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唐画的手笔，没有揭穿，那是他觉得男人有点手段不是很正常吗？当年他为了获得更好的资源娶了柳如玉，现在唐画为了更好的资源让江云娜稳住唐毅，有问题吗？没有半点问题。有问题的是唐毅，这混账在胡闹什么？连江云娜都驾驭不住，他也配驾驭堂堂孔家大小姐？老爷您别生气，有话好好说。严双玉心头已经乐开了花，面上却一副焦急的样子，一边拉着唐静，一边冲着唐毅道：“小毅，你父亲和江御史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这么无礼，赶紧给你父亲和江御史道歉。婚约之事，婚约之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你们配得上这2个字？”唐毅直接打断严双玉。严双玉面色僵硬，唐毅收刀回鞘，转身回西院，随意挥了挥手，声音传遍全场：“本来我对赐婚没有太大兴趣，对孔诗兰也没有什么兴趣，但今日看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决定了，孔诗兰我取定了。本来沈园诗会他就想走个过场，只要能压住唐画的风头就行了，但现在他要拿这个第一，不为什么，就为了气死唐静和严双玉，还要给江云奈一个响亮的巴掌，给钱生出一口恶气。逆子，逆子！”看着唐毅的背影，唐静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江御史，让你看笑话了。放心，这小子和奈奈的婚事我做主，由不得他。这是最简单的破局之法，岂能错过？”唐毅的意愿，他的意愿和唐家荣耀比起来，屁都不算。江御史脸上的怒容已经消失，他重新坐了下来，手端着茶杯笑道：“都这时候了，就别演了。唐大人知道我需要什么？如今户部2位侍郎都空出来了，我需要其中一个位置，只要给我一个位置，这场戏我陪唐侍郎演到底。反正到最后伤害到的是你的儿子，不是我儿子。”江正抬起茶杯，冲着唐静示意一下。他虽然已经在御史中打出了名声，但相比于御史，他更想做个有实权的户部侍郎。这是个肥缺。唐静是丞相一党，但丞相不在朝中，丞相一党便由户部尚书刘温和礼部侍郎唐静马首是瞻。唐静沉吟了一下，笑道：“可以，不过得等到户部的案子彻底结束，否则陛下猜忌，这个位置你坐不稳。”江正微微颔首：“没关系，他等得起。”江云娜盯着唐毅的背影，双手紧攥成拳，指甲都镶嵌进了手掌中。荷花哥哥争锋，你也配？回到西院的小院中，唐毅便看到屋内灯光摇曳，昏暗的烛光下，杜林飞正在给唐英补衣服，而唐英则双手撑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打瞌睡。而在2人的面前，已经摆好了几样小菜，显然他们晚餐还没有吃，正在等他。见到这一幕，唐毅嘴角微微扬起，和东院那群家伙比起来，还是这小小的院里有点家的气息。英英，我回来了。唐毅故意在门外咳嗽一声，就看到原本睡眼惺忪的唐英整个人瞬间清醒，从凳子上跳下来，便往门外扑来。哥哥，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我们等你吃饭都等好久了呢。唐英扑进唐毅怀里，唐毅将他抱起来，诧异看向杜林飞：“你居然还会做饭？”他有些震惊。杜林飞一看出身书香门第，气质高雅，他竟然还会下厨。杜林飞放下唐英的裙子，有些尴尬。唐英双手揽着唐毅的脖子，先开了口：“我们去学的，我们今天特意去餐馆学的。”唐毅听到这话，嘴角微微抽了抽，愕然瞅着杜林飞：“第一次？”杜林飞背着手笑了笑，道：“短时间内我恐怕回不去了，没事做，索性就学了点，节省开销。那个，你尝尝。”杜林飞双手抬起，指尖指着桌上的几道菜。唐毅凑近一看，面色就有些僵硬：“鱼糊了，肉没熟，汤没油，鸡腿勉强还算得过去。”唐毅不想服了杜美女的面子，夹了一块鸡腿咬了一口，结果肉刚刚拉起来，血丝就出来了。好吗？没烤熟，关键是没烤熟就算了，还没放盐。唐毅，合着你们俩不是等我回来吃饭，是等我回来试毒的吧？不是下馆子学习去了吗？你们这学习的效果不怎么样啊。那个第一次做，难免有点生疏，再多做几次就熟悉了。杜林飞戳了戳手指，有点尴尬。唐毅见到他这模样，顿时有些诧异，
杜玲妃在他的印象中是那种安静端庄的美女，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小女人的一面。别说，还挺可爱的。就是这话吧，容易让人误会。什么叫第一次生疏，做几次就熟悉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可做得很不错，下回别做了，找个厨娘，我亲自教吧。唐毅将唐英放下来，端着桌上的菜虫，心回了厨房。他上班没时间，让杜玲妃做饭是不可能的了。再让他捣鼓下去，估计唐英和他说不定哪一天就得食物中毒。唐英和杜玲妃相视一眼，都吐了吐舌头。其实他们俩早就知道做的难吃了，之所以等唐毅回来，不是等他吃饭，而是等他回来加工的。果然，经过唐毅重新回炉重造后的饭菜，不是一般的好吃。唐英埋头干饭，杜玲妃给他加了一个鸡腿，道：“有件事需要告诉你一下，你上暗榜追杀令了，悬赏金额5000两。”唐毅看了一眼唐英，见小姑娘一副我早知道的样子，摇了摇头道：“暗榜追杀令，那是什么东西？”杜玲妃眯着美眸看了一眼唐毅，暗榜追杀令他竟然不知道。想到这家伙以前的遭遇，好像不知道也挺正常。是暗金楼的任务榜。杜玲妃放下筷子道：“暗金楼是江湖上恶名昭彰的杀手组织，无恶不作，没有下限，只要给钱，什么任务都接。悬赏上了暗金榜，杀手便会从暗金榜接任务，目标不死，暗金楼的杀手就不会停止追杀，因此暗金楼的任务榜也称为暗榜追杀令，所以你要小心。”唐毅微微皱眉道：“他们敢对锦衣卫动手？”杜玲妃像看傻子一般看着唐毅道：“只要钱给的够多，他们敢杀皇帝。”唐毅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要认真了。我是忌惮这个世界的武功，但并不代表我害怕这个世界的武功。我倒是挺期待这个世界的武功能不能像火云邪神一样，能徒手接住子弹以及炸弹。”“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唐毅抬手揉了揉唐英的脑袋，唐英是他唯一的软肋，暗金楼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这段时间你帮我照顾下唐英。听到这话，杜玲妃瞳孔微缩，这家伙说什么解决暗金楼？我和你说这个消息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要你小心一点，谁让你去解决暗金楼了？你知道暗金楼是什么样的存在吗？那是连陛下都忌惮的杀手组织，其中高手无数，要是利益足够大，他们甚至敢组团袭击皇宫。你一个连武功都不会的家伙，要解决暗金楼，陛下都没做到的事情，你能做到？你认真的？杜玲妃微微皱眉，美眸盯着唐毅。唐英看了眼唐毅，又看了眼唐英，道：“杜姐姐，我哥哥很厉害的，他说解决，那就一定能解决。虽然担心，但唐英现在对哥哥很有信心，哥哥不会骗人的。”唐毅抬手揉了揉唐英的脑袋，看向杜玲妃道：“当然是认真的，但前提是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准备好了吗？”杜玲妃沉吟了一下，微微点点头。唐毅去锦衣卫的时候，在房间的桌上留下了他想要的东西：硫磺、硝石、木炭等等。他带着唐英在京都转了一天，所有东西都算是备齐。现在唐毅提到这些东西，他震惊道：“东西都准备好了，只是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那是自然，这弄好了可是大杀伤力武器。”唐毅笑了：“杀手又怎样？想杀我，先问我的炸弹答不答应。”吃过夜宵，唐毅便带着材料潜回了东院，在唐静的书房中开始配黑火药。这东西很危险，他可不敢在杜玲妃和唐英的院中配。当然，除了黑火药，唐毅的造枪的计划也提上了日程。前世对各种枪械他都有深刻的了解，各种改装对他来说轻轻松松，要练出强度足够的钢也不是太难，难的是现在的锻造技术可能达不到他想要的水平。对于子弹所需的材料，对他这个西北理工出来的高材生，问题也不大。武功不行，只能科技来填。皇宫、御书房，什么？你们说什么？唐毅那兔崽子会练体术。颜文帝原本已经睡眼惺忪，现在听完狄仓的汇报，整个人就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一蹦3尺高。狄青，大晚上的你莫要消遣朕，练体术，那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唐毅那兔崽子怎么可能会？颜文帝来回踱步，难以置信。作为皇帝，他很清楚练体术意味着什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支军队的魂。根据史书记载，练体术练出来的军队，军纪严明，战无不胜，而能搞出练体术的，多数都是举世闻名的大将。唐毅那兔崽子够这个资格。陛下，是真的，唐小子真会练体术。狄仓昂首挺胸保证道：“陛下，臣可以作证。”秦国公秦牧重重拱手：“臣也可以证明，臣还可以证明，秦牧当时说那要是练体术，他就把练武场的桌子吃了。陛下，他到现在都还没吃。”程茂站了出来，连同秦牧的刁状都告了。闻言，秦牧狠狠瞪着程茂：“混蛋，唐毅那小子都忘记了，你追究什么？不爽，出宫打一架呀！”颜文帝见到三人说的信誓旦旦，终于是信了，脸上充满震惊和震撼。他在原地转了一圈，然后用力地挥了挥拳头，充满魔性的笑声便在大殿上传开：“好，哈哈，不愧是朕看中的人。如今我大颜的军队犹如一盘散沙，最需要的就是练体术。狄青，你们这大半夜的进宫，不会就只告诉朕这个消息？说吧，你们想干嘛？”狄仓就等颜文帝这句话，当即拱手道：“练将，臣想让唐毅用他的练体术，帮助大颜训练出一批将领出来。练兵，
得先练将。颜文帝沉吟了一下，摇了摇头道：“哪怕有练体术，但军中那些骄兵悍将不会听从唐毅的命令的。这小子现在还不过是个小小的锦衣卫，没有威望，没有权势，他怎能控制那些骄兵悍将？”狄仓想到唐毅当时脸上的自信，笑着说道：“唐毅说了，他能行，因此老臣也相信他能行。再者，老臣、秦牧、城堡我们一群老家伙都得经唐毅训练，谁敢不服？老子不！”老臣打断他的腿。颜文帝听到狄仓的话，彻底放心下来了。狄仓这些老帅都得参加唐毅的训练，那些将领谁敢有意见？刚好趁这个机会将京都军队的将领调换一下。想到这些，颜文帝看向狄仓道：“既然如此，那便传朕旨意吧。除了北境、东境将领不动，西境、南境4品以上将领轮番回京受训，受训地点就选在宫墙外的教场。按照唐毅的想法，北仓教场外的所有区域改名大研军校。校长唐毅。”说到这里，皇帝双眸微凝：“校长，怎么感觉这个称呼有点怪怪的？而且让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家伙任校长，肯定不能服众。不知道那些骄兵悍将回来会闹成什么样呢？要是唐毅那小子扛不住，那朕这脸可就丢大了。陛下圣明。”狄仓3人齐声说道。颜文帝嘴角微微抽了抽：“好吧，朕都圣明了，那就看看唐毅那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吧。敢让朕在群臣面前丢人，看朕怎么收拾他。”南城农家小院，穿着斗篷的黑衣男子坐在院中，一手持碗，一手持筷，正等着女孩的晚餐。很快，穿着素裙的女孩便端着一大锅菜从厨房跑了出来。“哎呀，好烫好烫，主上快帮忙！”因为太烫，女孩被烫得俏脸通红，抓着锅儿的手指不断的变换。男人却没有理她，反而气哼哼的将脑袋偏到了一边。去买个菜打探个消息，居然足足走了半天的时间，害得他差点给饿死了，还想要他帮忙？哼，做梦！哎呀，主上，你别这么小气嘛！女孩将锅重重放在桌上，然后赶紧跑到水井边，将双手插入了水桶中。那冰凉的感觉让她舒服的忍不住长吟一声。她瞪了男人一眼，道：“赵征，不就是给你做饭晚了一点吗？有必要？”赵征竖起2根手指，道：“足足晚了2个时辰，是晚一点吗？”话没说完，他抬起筷子的手陡然僵硬，脑袋机械的转过头看向女孩，咬牙切齿道：“肉呢？我的肉呢？不是说好今晚吃肉的吗？你又给我吃白菜炖萝卜，青衣，信不信我打死你？”白天这丫头可是骗了他所有的财产去买肉的，结果出去半天就买回来几根胡萝卜和白菜，清汤寡水，一点味都没有，这怎么吃？主上，我这不是回来晚了吗？没肉卖了。青衣眼睛咕噜转移话题：“主上，我已经打探到消息了，皇帝要亲自参加沈园诗会，我们可以在沈园诗会亲手将他宰了，将皇帝给宰了，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揭竿而起，光明正大的造反复国了。到时候主上就不是什么遥远的前朝太子，而是皇帝。”然而面对女孩的怂恿，青年摘下兜帽，露出那张俊逸无比的脸，冲着女孩伸出手，咬牙切齿道：“本公子的金子呢？本公子给你那么一大块金子呢，你还我！”女孩吐了吐舌头道：“哎呀，主上，金子什么的不重要，等咱们宰了皇帝，就什么都有了。”赵征看到女孩脑袋上漂亮的蝴蝶金簪，抬头无语问苍天：“妈的，这到底谁才是主人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连主人的救命钱都坑的丫鬟吗？告诉咱们的人，颜文帝我们不动手。”赵征夹了一块白菜，生无可恋的丢进嘴中，道：“给我在案绑发悬赏，我出钱10万两买颜文帝的脑袋。”啥？女孩猛地跳了起来，连水桶都掀翻了。“主上，我们哪里来的钱？”赵征深吸一口气道：“京都为富不仁者多了去了，今晚主上我要去替天行道，去大盐商贾世家之钱财，助我复国。”女孩当即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哭丧着脸：“主上，你堕落了，我知道，你还想顺便当个采花贼，可怜啊！人家的太子妃享尽富贵荣华，我家的太子妃却只能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北城一间客栈中，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抱着长刀站在窗前，望着灯火摇曳的京都，嘴角的笑容冰冷如刀。“舵主，暗金楼的一半高手全都秘密潜到京都了，我们到底要干啥？搞这么大动静？”男人是暗金楼京都分舵的8大高手之一，孙霸。他扭了扭脖子，手敲了敲长刀道：“我接了杀唐毅的任务，虽然那只是5000两，但苍蝇腿也是肉吧？你展公子不差钱，可老子差，老子还要养家呢。”孙霸身后正坐着一个青年，青年一身白衣，容颜俊美，只是脸色有些苍白，看上去仿佛大病初愈，一手捻着手帕不断咳嗽，一手正捻着棋子在棋盘上自己博弈，正是暗金楼京都分舵舵主龙展。可养家也是，你要养的女人没有100也有80个了。龙展手中白棋落在棋盘上，擦了擦嘴角，又从棋篓中捻起一颗黑棋道：“每一个都是你的最爱，每个月的花销的确有点大，只是不能因为你坏了楼主的大计。虽然唐毅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但现在是锦衣卫，又和燕王萧帝有牵扯，杀了他，要是萧帝动用锦衣卫追查下来，可能会暴露我们的目的。”孙霸愕然看向龙展道：“这是啥意思？我们的目的到底是啥？”龙展手帕捂着嘴轻咳2声，笑道：“你不是需要钱吗？楼主与东隅和北狄谈了一笔大生意，
做完这笔大生意，你往后10年，不是这辈子都可以不用接单了。这笔大生意便是杀颜文帝。至于唐毅，他反正也参加沈园诗会，到时候你再随手宰了做添头就是。孙霸一怔，然后瞬间跳了起来。杀颜文帝？真的假的？他舔着嘴唇，满脸激动，哈哈，这个任务够刺激，我参与，老子必须参与。这老家伙可值钱了，暗榜上的悬赏京都快到100万两了，再加上其他奖励，老子就可以金盆洗手了。孙霸看向龙斩，挥动拳头道：舵主，这一票太大了，我都已经热血沸腾了。咱们暗金楼这次几乎全军出动，别说在颜文帝出宫杀他，就是在冲杀皇宫，咱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呀。干脆咱们宰了狗皇帝，让楼主当皇帝算了。咳，龙斩一连咳嗽几声，手中的棋子都落了地。想法很好，下次别想了。想什么呢？暗金楼只会杀人，救天下、治理天下这种事，他们不会啊。再说谁说杀了皇帝，楼主就能做皇帝了？大言的满朝文武都不会答应，好吧？敢登基不出3天，天下皆反。孙霸回头看向龙斩，当场瞪眼，为啥不能想？这次行动是舵主你指挥，咱们暗金楼200多人参加，200多个高手，杀都能将颜文帝杀到胆寒。龙斩微微摇头，杀到颜文帝胆寒？你也太小看颜文帝了。颜文帝那么好杀，东夷和北狄会花那么大的代价让暗金楼来做这件事，更何况颜文帝的锦衣卫和大内高手可不是那么好惹的。虽然他们在皇宫有内应，但这些棋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用的。少废话，接待隐匿暗金楼杀手的事你全权负责。龙斩敲了敲桌案，冷眸盯着孙霸道：敢擅自行动，敢不听号令，信不信我先杀你祭旗？看着龙斩眼底的寒意，孙霸顿时打了一个激灵。眼前这青年虽然看上去半死不活，但他很清楚对方有多狠毒。这几年在他手中被削成人质的人，没有100也有80了，他可不想成为下一个。是，舵主，我一定不给你惹麻烦。孙霸连忙抬手发誓保证。江家府外，湖畔小道，江云娜抱着唐画的手正在小道上散步。唐毅拒绝婚约后，江御史和唐静要谈事，送江云娜回家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唐画的身上。此时江云娜看着唐画俊逸的侧脸，脸上有些自责。对不起，画哥哥，都怪我没控制好情绪，让唐毅看出来了，才导致计划失败。唐画听到这话，眼底有冷意闪过。愚蠢的女人，要不是你处处维护我，计划岂会失败？只是他眼底的冷意迅速敛去，嘴角泛起和煦的笑容，抬手揉了揉江云娜的脑袋。唐画满脸溺爱道：没关系，这不怪你，你在意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唐毅，我们有的是机会收拾他。江云娜用力点头，小鸟依人靠在唐画的肩膀上。画哥哥才华横溢，娜相信画哥哥必定一飞冲天，平步青云的。唐画哥哥放心，唐毅要是胆敢挡画哥哥的路，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后悔的。想到唐毅在唐家拔刀的嚣张模样，江云内眼中充满怨毒。一个不受宠的废物，想要挡画哥哥和我的路，简直不知死活，还大言不惭想要娶孔诗兰，做梦吧！唐画脸上泛起一抹厌恶，一个御史的女儿也想和他花前月下，你也配？玩物罢了，要不是你还有用，是用来践踏唐毅尊严的玩具。真以为我还需要对你笑脸相迎？我知道，但唐毅太过恶毒，我们不得不防。唐画轻叹一口气道：他现在勾搭上那小诗仙，要是和小诗仙联手谋害我，可能会导致沈园诗会出现一些意外。唐毅大闹庆功宴已经让我成了京都的笑话，要是沈园诗会出现意外，陛下又在场，陛下恐怕会对我有不好的印象。唐画双手捧着江云娜的脸道：娜，我这里还有一计需要你配合下，就是对你的名节会有点影响，我不忍心。哎，算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是了。江云娜双手抓住唐画捧着她脸的手，面上爬上一抹红晕。画哥哥，我早就是你的人了，只要能够帮你损失一点点名节又怎么样呢？画哥，你就告诉我需要怎么做吧。唐画将江云娜抱在怀里，嘴角泛起一抹阴谋得逞的笑容。很简单，我这里有药，我需要你将唐毅弄到床上去，然后捉奸，让他不得不娶你。哼，唐毅，你狂妄什么？我要你娶一个我玩剩下的垃圾。江云那点头道：好，我明日找机会弄晕他。翌日，京都城外左骁卫军营中，老夫王巡查完军营，便回到营帐给颜文帝写奏折。而在正式写奏折之前，老夫王从桌案上的书本中将一张纸张抽了出来，纸张上写的正是唐毅当日写给他的那首诗。这几日一直在巡查拱卫京都的军队，他一直没有时间将诗词重新誊抄，现在巡查完左骁卫，巡查任务也就完成了。给颜文帝写奏章汇报的同时，自然要将这首诗也带过去，给颜文帝也欣赏欣赏，免得狄苍那老狐狸以为只有他有小诗仙的诗词，嘚瑟个没完。现在他也有了，而且还是一首能流传于世的绝世名诗，他现在也可以嘚瑟了。诗词而已，说的谁没有一样？老爷，出事了，出大事了呀，王爷！然而他刚刚提笔，管家却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老夫王脸色阴沉，放下毛笔道：什么事情急成这样？北狄打到京都了？不是北狄打到京都了，是唐少爷给你写的诗词出事了。管家将手中的信封高高抬起，递给了老夫王。这是京都来的最新消息，
王爷的诗词出大事了。老福王当时就愣住了，什么玩意儿？本王的诗词还能出事？咋地？写好的诗词还能跑了？还是唐小子把诗词给用了？唐小子也不是这种人啊。本王是老了，但看人的眼光还没那么差。从管家的手中接过信件，老福王打开看了一眼，下一秒面色呆住。信是狄仓写来的，老家伙在信中将电视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尤其是唐画在电视上一鸣惊人，劝谏诗写得震撼全场。只是看了所谓的劝谏诗，老福王的老眼一点点瞪大。去你妈的！劝谏诗，这是唐毅给本王写的诗词啊，竟然敢用本王的诗去参加殿试，还得了状元，找死！劝谏诗，本王劝谏你老母，好个新科状元，小事先写给本王的诗，你也敢抄？等本王回到京都，看本王怎么整死你们父子俩！老福王当时就不淡定了，那可是他流芳百世的诗，将来后人在赏析解读这首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老福王是谁。妈的，现在搞成劝谏诗成了他唐画垫脚石了，简直岂有此理！老福王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首诗一定是唐画从唐毅那里抄袭的，否则两人能写出一模一样的诗。来人，备车，本王要回京都！老福王一巴掌拍在桌上，气得老脸通红。管家吓得脸色煞白，道：王爷，现在还差有微位尚未视察，那还不去安排本王立即去视察？巡查后直接回京都。老福王双手撑着桌子，气炸了。管家连连点头，连滚带爬出了营帐。翌日，唐家，唐静在严双玉的伺候下正在穿衣，门房便过来禀报：老爷，柳家老夫人在门外求见。听到这话，唐静眼睛顿时眯了起来。正在帮唐静穿衣的严双玉手也是一顿，眼底有冷意。当年他进唐府的时候，这个老女人还帮柳如玉出过头，导致他在京都颜面尽失，现在竟然还有脸上门，哼，真当你还是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女人吗？老爷，柳老夫人这么早就来找你，恐怕是为了柳侍郎的事，看在柳姐姐的份上，老爷还是见一下吧。严双玉柔声说道，丝毫没有提及昨日沈氏上门被他羞辱的事。唐静淡淡扫了一眼严双玉，看向门房道：请柳老夫人进来，我马上过去。门房应了一声，转身离开。严双玉帮着唐静整理衣襟，道：老爷，小姨的婚事说不定柳老夫人能帮忙呢。小姨不听你的话，老夫人的话应该是听的吧？而且夫君不是想要柳家那幅书圣帖很久了吗？这就是个机会。唐静一怔，瞬间就明白了严双玉的意思，用柳公瑾的命逼着柳老夫人让唐毅答应联姻，同时拿到柳家的传家宝书圣帖。书圣帖是数百年前大书法家王逸飞的大作，是让无数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无价之宝。要是能趁着这机会拿到手，那就更好了。至于柳公瑾，他可以答应就，当然只是答应而已。夫人说的对，那今日便交给夫人了。唐静抬手捏住严双玉的下巴，道：你知道该怎么做。他很清楚这个女人有多恨柳家，给她点机会，他巴不得将柳家挫骨扬灰。严双玉笑容满面，道：老爷放心，当年那老太婆让老爷丢尽脸面，今日妾身就让全部还给她。唐静微微颔首，松开严双玉道：唐毅呢？还在西院。提到唐毅，严双玉脸色难看至极，道：不知道他闹什么，昨晚在书房折腾了一个晚上，今天天蒙蒙亮才离开的。唐静闻言皱了皱眉，没有说什么。这段时间，唐毅忽然莫名其妙地变得好学起来，有时间就在书房看书。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只是从不和他撞时间而已。换好衣服，唐静带着严双玉来到了前院。刘老太太已经在沈氏和江氏的陪同下进了唐家。呵呵，唐大人，你这唐家还真是难进去。唐静还没说话，江氏逆着走来的唐静和严双玉已经嘲讽出声，那是唐家现在是名门望族，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进来的。严双玉冷笑一声，反唇相讥，再说柳家当年不是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说有生之年不进我唐家的门的吗？怎么现在又进来了？说到这里，严双玉一脸我懂了的表情，目光逆着刘老夫人道：我知道了，是想要求我家老爷帮你柳家救柳公瑾吧？求人还这么嚣张，看来这柳家的家教还真让人开眼界啊！你……江氏被对得哑口无言，脸色青白交替。刘老夫人脸色不变，只是握着手杖的手下意识攥紧，更是抬手抓住沈氏的手腕，不让沈氏反击。见过母亲。唐静上前给刘老夫人见礼，笑着赔罪：母亲别介意，双玉心直口快，但没什么坏心思，母亲别和他一般计较。刘老夫人笑着抬手道：唐大人请起，老身可承受不起这么大的礼。老夫今日前来是想问一下唐侍郎，唐毅和我孙子柳文彦被抓进锦衣卫是怎么回事？听到这话，唐静和严双玉都怔了怔。唐毅被抓进锦衣卫，还有这事？唐毅自己不就是锦衣卫吗？这段时间唐静都快烦死这个一反常态处处和他作对的儿子了，无论在外还是在内，他都不想听到这个儿子的半点消息。他被关进了锦衣卫，要是真被关进去那就好了，最好关个10年8年的，免得这逆子处处和他作对，烦人。当然这事是不能让刘老夫人知道的，不然还怎么拿柳公瑾和柳文彦的命来拿柳家的传家之宝呢？什么？文彦那孩子也被抓进锦衣卫了？唐静装的一副震惊的样子，
道：“娘，咱们进去说吧，你老身体不好，就别站着了。”亲手将刘老夫人扶到府中坐下，唐静亲手给她倒了一杯茶，道：“娘，这是怪我，是我管教不严，这让唐毅惹祸，连累到文燕呢。”刘老夫人抬头，惹祸？前2日他们在浣婴房惹了祸。唐静知道唐毅在浣婴房和刘周起冲突的事，因为这事，刘温这段时间见到他都咬牙切齿，恨不得和他拳脚相向。浣婴房的背景很强，连我也很忌惮。唐静脸色有些阴沉，道：“这兔崽子也真是的，他早告诉我说燕儿也被抓了的话，我和锦衣卫要人的时候，连燕儿也一起要出来了，结果就他出来了，他愣是一个字都不说。”唐静不喜欢柳家，将就趁这个机会让唐毅和柳家彻底断了联系，同时也断了唐毅的后路。果然听到这话，刘老夫人眉头不由皱了起来。虽然唐静说的话她不全信，可要是唐毅真被捞出来了，她都应该将文燕被抓的事说出来呀。就算唐静不管，她也可以找柳家，和柳家说清楚被抓的原因。但是唐毅一个字都没说，难道以前听话懂事的孩子，现在真的变坏了？江世眼眸闪了闪，抬头看天，一阵心虚。唐毅在锦衣卫室，昨日他已经从报信的人那里知道了，只是为了增加老夫人的危机感，他懒得说。再说唐毅胆小懦弱，能成个屁的事？娘，小姨不会做这种事。沈氏却很笃定，她相信唐毅。哼，大夫人的意思是我夫君说谎吗？严双玉不屑地撇了撇嘴，不屑道：“你们柳家现在落魄的狗都不进，我夫君还有必要骗你们吗？”说到这里，严双玉走到唐静的身侧，脸上充满得意和嘲讽。当年我进京都，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乡下的女人，可我这个乡下的女人，大儿子3元及第，二儿子是名动京都的豪商巨贾，三儿子更是戍边大将军。呵呵，有家书香门第名门望族，结果有柳家血统的唐毅却是这样一个垃圾白眼狼。啧啧，如玉姐姐在天之灵，不知道该会有多失望啊！当年她进唐家遭到柳家的羞辱，如今终于还了回去，感觉那是一个神清气爽，浑身舒畅。哼，当年你们瞧不起我，现在我让你们高攀不起。刘老夫人脸色难看，女儿被如此贬低，她心头怒火中烧，手下意识地攥紧了拐杖。沈氏看到唐静只是端起茶杯轻抿一口，并没有阻止严双玉，心中了然，严双玉对柳家的羞辱是唐静放纵的，她也在报复柳家，可没有柳家帮助，她唐静能做到今天吏部侍郎的位置吗？沈氏心头的火也是蹿了起来，正想反唇相讥，唐话3元及第，要是唐毅也有同等的教育，他不见得会比唐话差。只是话没说出口，刘老夫人已经抬手抓住他的手腕，轻微地摇了摇头。想要求人，就得有被人羞辱的准备。老夫人是已经有了准备，只是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唐静时，心中依旧被无尽的怒火和屈辱吞噬。因为这个虚伪的男人，她在1年的时间失去了丈夫和最疼爱的女儿，而现在为了救松儿和儿子，她又不得不求这个男人。老夫人指尖微微颤抖，嘴巴张了几次，沙哑的声音才响起：“唐大人，不知能否帮忙疏通下，救一下文燕？至于宫锦，可能的话，尽量帮保他一个全尸。”昨晚想了一夜，老夫人已经想不到任何破局的方法了。她想过去求贤妃，贤妃和女儿是最要好的朋友，求贤妃肯定是有希望的。可是后宫不得干政，要是贤妃替柳公瑾求情，恐怕会被群起而攻之。她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子而害得贤妃失宠，甚至被打入冷宫。听到老夫人这话，沈氏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的丈夫难道真的没救了吗？唐静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嘴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娘，你别这么说，柳家的事能帮我肯定会帮。唐静放下茶杯，面色平静。只是不等她说完，严双玉一把抱住她的手臂。相公，你忘记了他们当初是怎么对你的了吗？你凭什么帮他们？当初他们为了面子，求陛下下旨申斥你，差点让你前途尽毁。要不是你有本事，现在早不知道被流放去哪里了呢。现在他们说帮，你就帮。严双玉抱着手，逆着刘老夫人、刘老太太，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态度。你女儿已经死了，你柳家和我们唐家已经没有什么羁绊了。想要我相公帮你救人，可以，但求人得跪下求。刘老夫人佝偻的身体顿时颤了颤。沈氏脸色铁青，挡在了刘老太太的面前。唐大人，管好你的女人。如玉虽然走了，但她还有儿女在，我娘还是你母亲，要娘跪下来求你，你受得起？唐静抬头看向沈氏，眼中有冷意。不，大嫂是来请我办事的，还是来叫我办事的？如果是来叫我办事的，那就请吧。我唐静做事，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你……沈氏脸色皱了。哎呀，大嫂，你就少说2句吧。江氏拉住沈氏道：“咱们今日过来，就是来求唐大人帮忙救小义和大哥的，不是来给唐大人脸色看的。一切还是都听母亲的吧。”严双玉戏谑盯着刘老太太，老太太却平静看着唐静。今日她若跪，柳家将再无半点脸面，以前的美誉都将会成为射向柳家的刀。可她不跪，柳公瑾必死无疑，极有可能还会连累孙子柳文燕。柳文燕要是死了，柳家的传承可就断了。唐大人，老身跪着求你，是否能救回我孙儿？老夫人攥紧手杖，沉声问道。刘老夫人站了起来，
他很清楚，唐静和严双玉夫妇最恨的就是他。当年是他强势阻拦，才导致严双玉没有当上唐家主母，也让唐静名声扫地。现在他们要公报私仇，很正常。但只要跪下能救自己的孙子，他是愿意的。因为现在以柳家的关系，竟然连柳文燕为何被羁押都查不出来。他怕柳公瑾的案子连累到柳文燕，唐静自然不会真的让柳老夫人跪下。柳家虽然落魄了，但毕竟曾经辉煌过，朝中有很多人都曾受过其恩惠。现在迫于压力，他们可以不管柳家，但要是真让柳老夫人跪下了，那事情可就大了。谁都不想被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骂名。他唐静养了10几年的好名声，也不想被糟蹋殆尽。因此柳老夫人的膝盖没落下，唐静便连忙将她扶了起来。你这是干嘛？双玉开玩笑的，你别和他一般见识。柳家的事我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说到这里，唐家假装面有难色，在原地转了一圈才道：唐毅和文燕他们这次惹的事有点大，我将唐毅揪出来花了很大的代价，要救燕儿，要想太子，要想换婴房后面的人不追究，可以拿书圣帖来换。听到这话，刘老太太瞳孔微缩，沈氏也苍白下来，江氏也下意识捂住嘴。什么？换婴房的后面竟然是太子？唐毅和柳文燕他们竟然得罪了太子？但书圣帖是柳家的传家宝啊！娘，书圣帖是唯一可以救燕儿的东西。唐静端着茶杯轻微的晃动，而且有书圣帖做筹码，有太子斡旋，柳公瑾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柳公瑾必死无疑，但为了得到书圣帖，他还是故意给柳家人留个希望。果然，柳老夫人猛地抬起头，盯着唐静：“你说的可是真的？柳家交出书圣帖，你可真能救文燕和公瑾的性命？”唐静见到柳老夫人上当，微微颔首道：“燕儿放回来没有一点问题，公瑾就算不死，恐怕也得流血2000里。”闻言，柳老夫人、沈氏眼中都有了光。流放就流放，只要不死，一切就都还有机会。江氏却是脸色铁青，柳家最值钱的就是书圣帖，怎么能为了救2个废物就这样送出去？严双玉看着已经动摇的柳老夫人和沈氏，嘴角也是冷笑不已。哼，老贱人，你不是很睿智吗？你不是高高在上吗？原来你也有急的时候。这么低级的局，竟然真上当了。好，我这就让人将书圣帖带来。书圣帖是文坛瑰宝，但和家人性命比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柳老夫人当即便要让沈氏回去取。这时一道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外婆，唐静在骗你，你可别上当了，他救不了我大舅。”众人立即循声望去，就看到唐毅穿着飞鱼扶腰挎袖春刀，抱着唐英走了过来。一儿，英儿。见到唐毅和唐英，柳老夫人瞬间站了起来，手中的手杖都掉在了地上。看着唐毅和唐英单薄消瘦的身影，老夫人眼睛当时就红了。因为唐家的阻拦，她已经有3、4年没有见过这对外孙了。他们这些年得吃多少苦啊！外孙唐毅拜见外婆，外孙英英拜见外婆。走到老夫人的面前，唐毅和唐英便跪了下来，给刘老夫人磕了头。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刘老夫人红着眼，将唐毅和唐英拉了起来，仔细打量了唐毅兄妹。见到唐毅和唐英粗糙不堪的双手，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怎么这么多伤口，手都粗糙成树皮了？你们兄妹俩这是得遭多大的罪啊！刘老夫人抱着唐毅和唐英，悲痛的身体都在颤抖。看着这一幕，沈氏也红着眼抹眼泪，江氏却只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唐静和严双玉脸色也都阴沉下来，盯着唐毅的目光冰冷无比。原本可以完美结束的骗局，没想到又让唐毅给搅了。外婆，我没事，我们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唐毅双手抓着外婆的手，嘴角带着笑容，鼻子却莫名一阵酸涩。外婆，真的，我哥哥现在可厉害了。唐英也是扬起小拳头，精致的小脸上满是炫耀。好，厉害厉害！刘老夫人笑着揉了揉唐英的脸，道：“来，快见过你舅妈，见过大舅妈、二舅妈。”唐毅和唐英恭敬行礼，沈氏笑着将他们兄妹俩扶了起来，随即看到唐毅身上的飞鱼服，正住脚意。你现在是锦衣卫？对，我现在是锦衣卫百户。唐毅看向外婆，有些诧异道：“我妈，外婆，我昨日明明已经让舅舅给你们写了亲笔信报平安，你们怎么还来找唐侍郎？你们不用求人的，舅舅的案子我已经破了，舅舅已经没事了，过几日就可以回府。”听到这话，刘老夫人和沈氏顿时呆住，唐静和严双玉也都愣住了。刘老夫人抓住唐毅的手，声音都颤抖起来：“小义，你说的可是真的？你大舅真的没事了？你别骗外婆，这几日你二舅求了很多人，都说你大舅是公选出来的替罪羊，必死无疑。”沈氏也盯着唐毅，死死地攥紧拳头，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唐毅看了外婆一眼，又看了一眼沈氏，郑重道：“外婆、舅妈，放心吧，这种事我岂敢开玩笑？我们一处已经将舅舅的案子查实了，证据也都找到，如今已经呈报给陛下了。再过几日，陛下估计会亲自传我问案，而我会亲手解开这个案子的谜底的。”说到这里，唐毅目光落在唐静身上，声音凛冽道：“满朝文武想要大舅背锅，想要大舅替他们死。
那是他们想多了，他们欠下的债只能由他们亲手还，我会让他们知道，敢动我亲人就得承受得住我的清算。唐毅很愤怒，见过无耻的，但像唐静这么无耻，却还一副我是为你考虑的样子，还真不多见。用大舅子的命来谋算丈母娘的传家宝，这种人哪怕是亲爹，唐毅都忍不住想要亲手刀他了。而刘老夫人和沈氏看着此时的唐毅，眼睛都快瞪了。这气势，这架势，这孩子还是他们记忆中的乖孩子。要知道以前唐毅在唐静面前可是连头都不敢抬，现在却直接敢和唐静对着干，不是和满朝文武对着干。他怎么敢的？唐静见到诡计被戳穿，却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看向唐毅的目光多了几分的恼怒和嘲弄。话说的铿锵有力，可你有这个本事吗？除了说大话，你还能做什么？说得很好，但是唐静自顾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看向错愕的刘老太太道：啊，这可是你儿子和孙子的性命，你相信他？你敢把柳公瑾和柳文燕的面交到他手上？刘老太太听到这话，眉头也是轻微的皱了起来，不是不相信唐毅，而是唐毅的话太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了。他只是锦衣卫的一个百户，而柳公瑾的案子涉及整个朝堂，一个锦衣卫百户能单挑满朝文武数百人，想想都不可能啊。沈氏脸色已经苍白下来，双手紧攥成拳。姜氏本来就不想用书圣帖去救柳公瑾和柳文燕，柳公瑾和柳文燕的命哪有书圣帖值钱？而且昨日他回家，大哥姜正已经说了，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将柳家的书圣帖弄到手。书圣帖进献给丞相，姜家必定一飞冲天，前程似锦，成为京都新贵。这事关姜家的未来，岂能用来就两个白痴废物？娘，我相信小义，小义是个小孩子，不会骗人的。姜氏当即站了出来，劝说刘老夫人。对啊，刘老夫人，小义不会骗人的，一点都不会，你们要相信他。严双玉站在唐静身侧，盯着刘老夫人阴阳怪气。一个10几岁的少年想要挑战满朝文武，呵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花儿都做不到，这废物想什么呢？刘老夫人看了一眼姜氏，目光有些冷，随即走上前，双手握住唐毅的手，眼睛盯着眼前少年俊逸的脸庞，认真道：小义，外婆只问你一次，你真能救你表哥和大舅？唐毅郑重道：我能。不对，外婆你等下，大舅我100%能救，表哥又怎么回事？唐毅有些震惊，表哥前几日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就需要他救了？结果听到这话，刘老夫人和沈氏比他还震惊。你表哥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沈氏走上前道：小义，唐侍郎不是说你得罪了太子，不，得罪了幻音房背后的势力，害得文燕和梁少一群人跟着你一起被抓进锦衣卫了吗？唐侍郎还说他救你出来的时候，你都没告诉他你表哥被抓的事。唐毅闻言脸顿时就黑了。唐静救我，想什么呢？我要真被关进锦衣卫，唐静这老小子估计做梦都能笑醒好吧？唐侍郎，你还真是一次次刷新了我对无耻的认知啊！唐毅扭头盯着唐静，咬着牙一字一句道：你救的我怎么不知道？唐静靠在椅子上，看着唐毅没说话。我做事还需向你解释？外婆，别听唐侍郎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唐毅也懒得理会唐静，安抚外婆道：我进锦衣卫是因为我和公主殿下有些误会，但误会已经解开了。至于柳文燕和梁少他们被抓进监狱，是因为他们可能知道了小诗仙的身份，而陛下暂时不想让人知道小诗仙的身份。放心吧，沈园诗会之后，柳文燕便会被释放的。唐毅想了想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肯定是他被3大美女花魁带走后，梁少那家伙忍不住显摆，然后被锦衣卫一锅端了。他的身份显然皇帝要拿在沈园诗会做文章，能让梁少一群人坏了事。刘老夫人和沈氏相视一眼，都愣住了，竟然是这么回事。两人看向唐静的目光顿时都冷了下来。从一开始唐静的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他只是在编织一个谎言，让柳家心甘情愿将书圣帖交给他。无耻之尤！唐大人不愧是百官典范，今日老身算是领教了。刘老夫人愤怒地攥紧拐杖，忍不住想要往静的脑袋砸过去。儿子和孙子的命在唐静眼中竟然一文不值，随意利用。呵，面对刘老夫人的嘲讽，唐静却只是嘲讽一笑。他自顾倒了一杯茶，轻轻转着茶杯，淡漠看向唐毅：你知道柳公瑾的处境吗？他是公选出来的替罪羊，谁都救不了，包括陛下，陛下也救不了他。就算陛下念你外公的功劳，有心想要保柳公瑾，群臣也不会同意，因为这是陛下惹出来的祸。如果陛下不打仗，不逼着群臣还国库的钱，那户部左侍郎顾城也不会死，大家都相安无事。但现在陛下既然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他就得给群臣一个交代，而柳公瑾就是交代。你告诉我你怎么救？唐毅看着唐静坐在主位上，轻描淡写的确定了柳公瑾的命运，只觉得格外的嘲讽和可笑。靠，得意什么？真以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天衣无缝？笑话！你们在我面前早就已经明牌了好吗？顾城早就将你们的罪证记录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皇帝救不了，但我能救。而且唐侍郎，你说错了。唐毅手中的绣春刀撑在桌上，冷眸瞅着唐静，不是陛下给你们一个交代，是你们要给陛下给大燕一个交代。你们真以为顾城死了，
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了。不好意思，我知道，顾城已经将一切告诉我了。唐毅身体微微前倾，居高临下盯着唐静，譬如你唐侍郎总共从国库贪走了63400两白银。嗖！唐静听到这话，猛地站了起来，死死盯向唐毅。唐静目光犀利如刀，想要将唐毅给看穿。他难以再保持淡定，因为唐毅所说的数目和他从国库中借出来的账目丝毫不差，这让他心头顿时一阵发毛，一时之间分不清楚唐毅是在诈他，还是真有证据。难道唐毅找到顾城的账簿了？这不可能，他们有人监督顾城，根本就没有发现顾城记有账簿，更别说锦衣卫2处已经将顾家里里外外翻个底朝天了。那唐毅是怎么知道的？顾城已经死了，难道还能托梦告诉他？怎么？唐侍郎急了。唐毅戏谑一笑道：是不是汗流浃背，心头发毛了？是不是在想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很想杀我灭口？其实很简单，我吓唬你的。唐毅手敲了敲桌案道：吓唬人而已，我也会。你吓唬我外婆，我吓唬你，很公平。当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你是在捏造的，而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所以唐侍郎还是准备好银子吧，一旦开朝陛下问起来，唐侍郎要是没钱还，陛下可是会生气的。唐家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唐毅很清楚，那是连几百两都拿不出来了，真要筹6万两还给国库，唐静只能卖房卖地卖店铺了。刘老太太看着唐毅，嘴角微微扬起，心头的郁闷几乎一扫而光。谁说他柳家无人的？谁说他柳家没有人出头的？这不就有了吗？严双玉脸色已经苍白下来，紧张的手中的手帕都被撕裂了。他很清楚唐静从国库拿了多少银子，因为他就是靠这些银子从乡下便开始一步步将唐话给装裱起来的。你放肆！唐静被唐毅气得脸色铁青，一巴掌狠狠拍在了桌上。他凑上前，脸几乎贴在了唐毅的脸上。我不欠国库什么钱，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你真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是吗？唐侍郎，你这就玩不起了。唐毅收起绣春刀，淡淡道：我都已经说了，我是在吓唬你，你怎么就这么不惊吓呢？哦，还有件事。说到这里，唐毅侧眸，目光冰冷盯着严双玉。都说我母亲是病死的，以前我相信，但现在我心头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母亲的死亡真相我会重新查的。我现在是锦衣卫，对有疑惑的案子可以重启调查。听到这话，严双玉向后退了2步，脸色煞白。唐毅上前一步，逼近他，声音拔高了几分：唐二夫人，我娘是你害死的。不，我没有，你胡说，你是在诬陷。严双玉声音尖锐，大声反驳：柳如玉自然是他害死的，但收尾处理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唐毅就算查，也不可能查出半点蛛丝马迹。只是看着少年那冷冽的目光，让他莫名的心颤和恐惧。那一双眼睛仿佛能看穿他所隐藏的一切。别那么激动，我就是随口一问，吓唬人的。唐毅轻笑一声，转身扶着刘老太太往外走。外婆，我们走吧，以后想我和婴儿了，叫人过来叫我们一声就行，别登门了，免得让柳家沾染晦气。同时他冰冷的声音在院中传开：唐侍郎，如今东隅犯边，北敌压境，大战一触即发，随时可能会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而陛下做了他作为一个君王该做的事，调兵驰援，筹备物资，调集粮草。而你们呢？你们作为大前朝中重臣，你们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了吗？没有，都这个时候了，你们不是想着去帮助皇帝解决大言危机，想着的还是自己手中那点蝇营狗苟。你们真的很可耻，只配杀了祭天。不对，你们这些人太过于肮脏，连祭天都不配。他字字珠玑，每一个字都宛如巴掌一般落在唐静的脸上，将唐静乃至于满朝大臣身上的遮羞布给彻底撕烂捣毁。啪！唐静恼羞成怒，一巴掌拍在桌上，怒喝：逆子，逆子，你放肆！然而唐毅却看都没看他一眼，带着刘老夫人出了门。直到几人的背影消失在大门，严双玉才脸色煞白走上前，扶着唐静：老爷，唐毅到底是怎么知道你欠国库的具体账目的？他难道真的找到了证据了？唐静看了眼双玉一眼，一甩衣袖怒道：看不出来吗？唐毅是在给他外婆和舅妈出气，故意嘲讽我们的。证据？顾城的案子就没有证据，他是想通过我将消息放出去，让人去锦衣卫毁坏证据。这逆子其心可诛。听到这话，严双玉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证据就好，不然到时候就是欺君之罪，那后果不堪设想。而这时的唐家门外，刘老夫人看着身侧的唐毅，笑容慈祥：你真的是我的孙儿小义。这伶牙俐齿气势磅礴的样子，可和曾经的乖孩子不一样。唐毅脑袋往老人家手掌上蹭了蹭，道：我在外婆面前永远都是乖孩子。听到这话，刘老太太脸上的笑容顿时更浓了。她回头看了一眼唐家，又看向唐毅道：你大舅和文燕的事，外婆就交给你了，但无论何时都以自己的安全为先，如果是不可为就不要为，柳家不会怪你。唐毅点头道：大舅也是这样说的。外婆，大舅不是已经写了亲笔信去柳家报平安了吗？你们怎么还来求唐静？江氏眉心一跳，连忙低下头。刘老夫人和沈氏相视一眼，脸色震惊：信？什么信？我们没收到信啊。闻言，唐毅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不应该呀，昨日林豹不是已经将信送到柳家了吗？怎么会没收到？算了，可能是我的人记错了。唐毅拍了拍外婆的手，道：外婆，大舅的事交给我就行，你们回家等消息就可以了。这段时间不用找人求情，也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能帮柳家，免得落进人家的圈套里。好了，我去上班了，外婆再见。唐毅和刘老夫人打了个招呼，转身便向马车跑去。看着唐毅的背影，刘老夫人嘴角的笑容一点点收敛。回去查一下，昨日是否有人来送信，若是有人吃里8万，杖杀。上班经过朱雀大街，唐毅检查了一下迎客楼的装修，却发现迎客楼的装修竟然已经接近尾声了。看来只要钱给到位，工作效率就是高啊。如此一来，顶多再用几天，迎客楼就能正常开业了。从迎客楼出来，唐毅便拎着2壶酒，向着天香楼走去。此时天香楼刚刚开始营业，但老太监已经坐在老槐树下，正轻轻晃着靠椅，闭目养神。而在魏渊的身侧也坐着一个17、18岁的女孩，女孩很漂亮，只是脚似乎有些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以至于她脸上有些自卑。唐毅刚刚走近，她便已经低下了头，不敢见人。别怕，这小子不是坏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魏渊笑着开口，声音带着浓浓的宠溺。唐毅闻言嘴角微微抽了抽，将2壶酒放在魏渊旁边的茶几上，道：魏老，我没得罪你吧？你这是在埋汰我？魏渊冷笑一声，道：一夜遇3大美女花魁，你唐大少爷都已经是京都传奇了，还需要我埋汰？可可。唐毅举拳抵唇，干咳2人，有些尴尬。魏老，这事是误会，而且别在女孩面前说。女孩的脑袋压得极低，都快藏进膝盖里了。魏渊睁开眼睛，看向唐毅的目光充满警告：离我孙女远一点。唐毅，不是，我又没对你孙女干嘛，你这么大敌意干嘛？得，酒送到了，我走。唐毅拱手一礼，转身离开。只是刚刚转身，魏渊便叫住了他：小子，看在酒的份上，告诉你一个消息。唐毅停下脚步，回头看去，魏渊自顾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饮尽，才道：京都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前进来了很多高手，而且大多数都是暗金楼的杀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00人了。唐毅闻言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冷声道：为了杀我，竟然这么大动静。闻言，魏渊错愕抬起头，眯着老眼瞅着唐毅，直到将唐毅看得心头发毛，他才冷声道：小子，你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什么误会？你也不想想你配得上这么大动静吗？要杀你，随便一个暗金楼的杀手，趁着黑夜潜入唐家，就能杀你10次8次。唐毅脸皮颤了颤，这老头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不过魏渊说的对，暗金楼不可能为了5000两银子如此大动干戈来杀他，他还不配暗金楼这么高规格对待。前辈，你的意思是？唐毅拱手求教，老头里都没有理他，挥手送客，没什么意思，就是闲着无聊，随便聊2句而已。呵呵，我看你也不知道暗金楼的目标吧？唐毅暗暗吐槽，面上却极为恭敬，多谢魏老提醒，在下告辞。唐毅皱眉，转身离，直到他走到数10步外，将脑袋埋在膝盖上的女孩才抬起头，悄悄瞄了一下唐毅。他是唐毅，吏部侍郎唐静之子，也是名动京都的小诗仙。魏渊抓着酒坛，笑着给孙女介绍唐毅。听到小诗仙3个字，女孩猛地抬起头，美眸亮晶晶，随即脑袋又立即低下，有些无措地绞着手指：爷爷，你说什么呢？他是小诗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站不起来的废物而已。女孩低眸，情绪很低落：哎，是爷爷没照顾好你。老太监微微扬起头，面上一片狠戾：不过你放心，爷爷知道当年害你失去双脚的是谁，爷爷很快就会让他付出代价的。女孩立即抬起头，摇了摇头道：爷爷，我没事，你别去做危险的事。魏渊抬手揉了揉女孩的脑袋，道：放心吧，爷爷不会涉险的，有人会帮爷爷做这件事的。北镇抚司一处，唐毅刚进一处大门，耳边便响起了椅子的碰撞声。萧帝、宁川以及2处的人都齐站了起来，目光不怀好意地盯着唐毅。你们想干嘛？唐毅顿时有些心虚。小子，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大伙都在这里蹲点1个晚上了，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宁川向着唐毅走了过来，有些咬牙切齿：虽然陛下说都听你的，但你不说清楚，老子心里没谱啊。唐毅一怔，目光扫过众人，果然见到2处所有人都顶着黑眼圈，连萧帝也是2个熊猫眼，正不断地打着哈欠。见到他看过去，还冷哼一声：傲娇帝别开了脑袋。唐毅当时就迷了：我擦的，我昨天说的不够清楚吗？都说了那些证据虽然是证据，但暂时不会有人信，会在这个时候来破坏证据。你们是当我的话当耳旁风吗？唐毅，你是真知道案子的真相了，还是在消遣我们？一处有人当场就质问唐毅：妈的，你说知道真相了，又不说真相是什么，就让我们搬空了顾城的书房，还说那是证据。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还第一次把证据当搬家搬的，你甩手走了，老子们可是被2处嘲笑了半天，是真的。案子的真相、证据、凶手我都知道了的。唐毅目光扫了一圈，郑重道：我不说，不是想要抢功劳，而是怕有兄弟不小心将真相往外泄，那到时候咱们一处就真的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相信我，这一次我会让2处输得彻彻底底。说完，唐毅也不多做解释，自顾进了房间，
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现在顾城的案子宁川已经汇报给皇帝，那这个案子便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出现太大的变故了。现在他担心的是暗金楼，暗金楼这一次来势汹汹，显然是要在京都搞大事。但京都能有什么人让暗金楼动用这么大的手笔的？难不成是冲着沈园诗会来的？那时候整个大研朝堂文武百官都会参加，要是暗金楼动手，那就是将整个大研王朝的高层一锅端。我操！正想着，唐毅猛地站了起来，震惊地爆了粗口。沈园诗会，皇帝也会参加？暗金楼不会是冲着颜文帝来的吧？要真是这样，乐子可就大了。原本只是灵光一闪，唐毅却已经心跳加速，直觉告诉他，这就是答案。整个京都除了颜文帝，谁还有资格让暗金楼这么兴师动众？我靠！一群阴沟里见不得光的老鼠，现在想要蚕食大象，这是疯了吧？唐毅震惊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满腔的愤怒。暗金楼是什么样的存在，他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是大研最大的一个杀手组织，也是大研最大的一个毒瘤。他们眼中没有善恶，没有是非，只要钱给的足够，什么活都捡。人命在他们手中就像是猪狗一般，可以随意屠杀。20年前的靖康耻，暗金楼就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当年就是暗金楼和北狄勾结，沿途暗杀了大研的诸多将领，导致大研军心涣散，北狄大军才不费吹灰之力就踏平了京都。那一战，上百万百姓因此丧命。原本大研锦衣卫还能和暗金楼抗衡1、2，但靖康耻让锦衣卫受到重创，从此也只能被暗金楼压着打。现在暗金楼竟然还想卷土重来，真要让他们得手了，不知道又会死多少人。妈的，这该不会又是北狄的奸计吧？唐毅想到这些，顿时头皮发麻。暗金楼这么大的动静，应该是北放北狄，东打东隅的策略生效了。筹谋了多年的计划就这样简单被颜文帝瓦解了，让北狄恼羞成怒了，打算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花大代价让暗金楼出手杀了颜文帝。推到这一步，唐毅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脊背都直冒冷汗。说实话，这时候他挺感激颜文帝的。如今整个朝堂都知道抵御北狄的计策是小师先给皇帝出的计策，要不是颜文帝将有关他的身份信息严密掌控起来，恐怕现在他早就被北狄灭了立威了。毕竟宰了他可以给颜文帝一个警告，还可以将颜文帝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呼！唐毅站在办公桌前，双手撑着桌面，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将心中的所有情绪平复下来，然而却压不下那恐怖的危机感。妈的，原本以为沈园诗会一鸣惊人，再加上锦衣卫的身份，在京都完全可以横着走，但现在看来，一旦小师仙的身份暴露，等待他的将会是暗金楼，是北狄和东隅谍者无休止的暗杀。而以他现在的实力，干得过谁？不行，不能这样被动挨打，得主动出击。唐一手缓缓攥成拳，眸中寒光凛冽，而且一出手还必须威震八方，让所有人忌惮，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发育，否则别说发育，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都两说。唐毅手轻轻敲着桌案，一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开始在心中酝酿。喂，你干嘛呢？发什么呆？后脑勺被人敲了一下，唐毅扭头看去，萧帝吊儿郎当地站在旁边打量着他。你没事吧？你进来就在这里发呆，脸色还冰冷的要杀人，怎么女人被人抢了？不应该啊，你唐四少换婴房一夜遇3大花魁，已经成了京都传奇了呀。唐毅嘴角微抽，那3个女人到底对外说了什么？她当晚明明逃走了好吧，老子的一世英名啊，你离我妹远点。萧帝仰起头，逆着唐毅警告，好色之徒休要害我妹。放心，我和你妹现在还是纯洁的病患和医生的关系。唐毅瞥了萧帝一眼，前提是你能管住你妹妹不来招惹我。这时唐毅才发现刚才人满为患的二处，现在只剩下他们2人了。人都哪去了？唐毅问道。萧帝指了指外面，道：宫里来了圣旨，都外面接圣旨去了。唐毅眼皮一跳，接圣旨？你能别说的那么风轻云淡吗？你是皇子问题不大，可我就是个锦衣卫百户，现在二处正愁找不到机会收拾我呢，到时候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可都够我喝一壶的。别去了，现在锦衣卫的人都跪在院中听旨，你这时候过去才是大不敬。萧帝双手枕着头，在唐毅的位置坐了下来，等着吧，估计是宫里哪位又想搞事情了，咱们又得开始上他的棋局了。唐毅觉得萧帝说的对，这时候跑出去全场跪着了，就只有他一个人站着，的确更容易出事。看着萧帝对颜文帝满脸的不爽，他摸了摸鼻道：你对陛下很了解，不如给我透露点，以后做事的时候我心里好歹有个谱。他对颜文帝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可越是这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手段往往更加的阴狠毒辣，万一有一天莫名其妙的惹怒了皇帝，被杀了几天怎么办？萧帝抬头看向唐毅，目光玩味道：记住了，他就是个老阴批，从这老家伙嘴里说出来的话一个字都不要信。这家伙对颜文帝意见这么大的吗？唐毅眯起了眼睛，有些好奇道：所以你爹对你做了什么？那个老东西他竟然……萧帝一巴掌拍在桌上站了起来，脸色那是一个愤懑，只是话没说完，他又立即捂住嘴，瞪着唐毅道：干嘛？和你有关系吗？别瞎打听，这是有故事啊。唐毅心头莫名的开始有点八卦，干咳一声道：
你爹做了和唐玄宗一样的事。萧帝一愣，疑惑看向唐毅，唐玄宗他是谁？他干了什么事？唐毅一拍额头，忘记了，这个世界没有唐玄宗，自然就没有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了。没事，唐玄宗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盛世的帝王。唐毅随意敷衍了一句，萧帝盯着唐毅的脸打量起来，开创了一个盛世的帝王，老子怎么总觉得你刚才的话好像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吧？这时门外传来喧嚣声，唐毅抬头看到宁川正带着一处的人回来，只是此时宁川的脸色却极为精彩，有震惊，有凝重，有错愕，有惊喜。刚进门，宁川的目光便看了过来，瞅着他的目光极为诡异，这什么意思？难不成圣旨和我有关？唐毅走上前，拱手问道：“宁头，宫里来的是什么圣旨？”宁川抬手落在唐毅的肩膀上，道：“陛下将沈园诗会的保卫工作交给了咱们锦衣卫一处。”什么？宁川话没说完，萧帝已经蹿了起来，脸上震惊而错愕。将保卫工作交给锦衣卫一处，他是疯了吗？唐毅扭头看向萧帝：“你刚才还一副恨不得弄死你爹的样子，现在这么激动干嘛？锦衣卫直属皇帝，皇帝出行安全难道不是由锦衣卫负责？”宁川看出唐毅的疑惑，不由拍了拍额头，忘记了，这家伙当上锦衣卫也只是2天的时间而已。以往有关陛下出行的事都是由御前司负责，锦衣卫协助，现在直接改由锦衣卫负责的还是第一次，而且陛下钦点有你陪伴在他身侧，负责他的安全。宁川盯着唐毅，他大概能猜测出皇帝的意思，这是想要将这次护卫的功劳都给唐毅呢。可是陛下，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别拿生命开玩笑行吗？知道你想扶持唐毅，但你也不用拿自己设险吧？你就这么相信这家伙？他虽然懂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武功一言难尽啊，随便一个刺客都能让他躺板板。唐毅听到宁川的话，也是呆在当场。他负责待在皇帝的身边，保护皇帝的安全。开什么玩笑？暗金楼的目标是皇帝，而他也在暗金楼的暗杀榜，再加上沈园诗会他小诗仙的身份曝光，妈的，2个目标人物聚在一起，简直就是给暗金楼安排的天赐良机。陛下疯了！唐毅满脸错愕，嘘，你小子给我注意点，不要命了！宁川捂住唐毅的嘴，没好气道：“那是陛下看中你，如此这次沈园诗会结束后，陛下给你升职，那些大臣也不敢有不满。既然圣旨下达了，那你准备一下，沈园诗会就跟在陛下的身边吧。”唐毅闻言嘴角都在轻微抽搐，这个活不好搞，这是个要命的活，我能拒绝吗？唐毅嗑着牙花子道：“而且咱们1处2处不是只负责查案吗？要咱们负责查案的来搞安保，他专业也不对口啊。”宁川冷笑一声道：“拒绝，抗旨不遵你会死得更惨。还有查案，哼，你不是说案子已经破了吗？案子破了还查什么查？”宁川一甩衣袖转身离开。虽说这家伙进锦衣卫他是吃了不少好处，可是自从这家伙进了锦衣卫，他也过得很糟心啊。老萧，你爹是不是有个大病？唐毅扭头看向萧帝，有些咬牙切齿。萧帝这时也是猛的，怒道：“你问我，我问谁去？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就是个赌徒、疯子。”2人大眼瞪小眼，也没想明白颜文帝到底要干嘛。想不清楚，唐毅也懒得再想。不是说帝王心海底针吗？要是皇帝的心思这么容易让他猜透了，那估计皇帝的那些对手早将他生吞活剥了。但是唐毅还是拉着萧帝进了宁川办公处，将暗金楼高手大量在京都聚集的消息以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宁川，却发现宁川半点不震惊，一副老子早知道的样子。唐毅当时就无语了，也对，连吴勇这种伪装好的北狄做探，刚刚进京都就被锦衣卫抓了，没道理暗金楼这么大动静，锦衣卫没一点消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找到暗金楼杀手的落脚点，然后将他们一举歼灭。宁川明白唐毅的意思，既然暗金楼没安好心，那就主动出击，将暗金楼给灭了。唐毅点头道：“以锦衣卫对京都的掌控力，摸清楚暗金楼杀手的位置，应该不难吧？”萧帝眼睛一亮，此计可行，他也不喜欢被动挨打。然而宁川却靠着椅子，双腿交叠搭在桌上嗤笑起来：“你这想法很久以前就有人想要去做了，可这么多年了，你说为什么锦衣卫没有这么做？”唐毅和萧帝相视一眼，眉头都不由皱了起来。难道是他们想得太简单了？宁川脸色微沉，声音冰冷道：“要找到暗金楼的杀手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同一时间将暗金楼所有杀手全部杀了。你以为暗金楼的杀手都聚集在一处吗？错了，他们的安置遍布整个京都，但凡有一处发生意外，便会有人报信，而收到消息的杀手会在所在区域开始无视规则，肆意屠杀，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成为他们的刀下亡魂。”宁川盯着唐毅，一字一句道：“你觉得一个高手一个时辰能杀多少手无寸铁的百姓？”闻言，唐毅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萧帝也是紧攥拳头，骨头嘎嘣作响。什么？唐毅和萧帝震惊看着宁川，宁川的话让他们身心俱震，暗金楼竟然这么残忍和暴力，暴露了不逃命，而是滥杀无辜。宁川竖起了2根手指道：“2000人，因为20年前北狄南下的时候，暗金楼在京都做过一个晚上，死在暗金楼手中的百姓超过1万人，整整1万人。虽然对外宣称是北狄谍子做的，但我们都很清楚，
是暗金楼的杀手所为，一颗人头20两。话没说完，萧帝已经一拳砸在桌上，眼睛泛红。这帮畜生，该死！唐毅已经愣住，眼中杀意翻涌。他终于明白为何这些年暗金楼为何能肆无忌惮了，因为这群人已经不配称为人了。同时，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窜唐毅的脑袋，让他身体都止不住微微颤抖。一个人一个时辰能杀2000平民百姓，而这些暗金楼在聚在京都的杀手足有300余人。这要是出现意外，一个时辰就能将京都变成一座鬼域。当然，要围杀300杀手，对京都10几万军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前提是得牺牲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为代价。这个代价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在天子脚下发生这样的惨案，那皇帝、朝廷都会失去民心。这几乎是个无解的局。唐毅，想要我支持你主动出击，首先你要有办法保证能将这些臭虫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举击杀，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你能做到？宁川抬头看向唐毅，唐毅沉吟了一下，道：我需要请假，我要回家做一个大杀器。接下来2天，让锦衣卫的兄弟将暗金楼所有安全屋都找出来，我要送他们一份大礼。既然他们来了京都，那这一次就都别想走了。前世可是特种兵，做一点炸弹对他来说就跟玩儿一样。宁川和萧帝都震惊地看着唐毅，你来真的？那特妈可是暗金楼，陛下恨得牙痒痒的暗金楼，数百顶级杀手，你一个不会武功的家伙，说将他们全部留下就能将他们全部留下，开什么玩笑？而唐毅也没和他们解释，在他们还在震惊的时候已经转身离开了。本来还想趁着上班的时间去资料室多查一点暗金楼的资料的，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你有张良计，老子有过强踢，你们有武功没关系，老子懂科技，武功再高也怕杀猪刀，更何况要伺候你们的是炸弹炸药包。想玩那就玩大点，直接梭哈的那种。宁头，他说什么？萧帝回过神，手缓缓将自己的下巴合上。宁川看着空荡荡的大门，咬牙道：他说我特妈疯了。说完，宁川丢下萧帝，当即急匆匆进宫了。是真够特妈疯的，不过老子喜欢。萧帝摸着下巴，忽然感觉唐毅这家伙还是不错的，至少敢于做梦。唐毅，等等老子帮你啊！萧帝直接追了出去，他很想知道唐毅要造的大杀器到底是什么。唐毅出了北镇抚司，萧帝便已经追上他了。对于萧帝的要求，唐毅没有拒绝，直接带着他就去了市场。炸药已经配置的差不多了，不够回去再配置一点就行。现在他需要的是材料，譬如易燃物、导火索、容器等等。而在他在市场逛的时候，宁川马不停蹄地进了皇宫，见到了严文帝。御书房，严文帝听完宁川的回报后，也是惊得站了起来，目瞪口呆。这小子真是这么说的？他要制造一个大杀器，灭了暗金楼这几百精锐。宁川拱手道：是，唐毅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说的信誓旦旦，已经在准备了。听到这话，严文帝直接冲着陈雕寺道：备车去唐家，这要看那小子要做什么。朕以身为饵做局，就是要将暗金楼这群老鼠全揪出来杀了，他可别坏了朕的大事，还造一个大杀器杀全场，谁给他的底气的？宁川抬头看了一眼严文帝，眼神有些幽怨，他的底气可不就是陛下你给的吗？陈雕寺刚转身，严文帝又开口道：罢了，让他们闹吧，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玩砸了朕给他们擦屁股就好了。这时候可不能出去，万一出去暗金楼那群老鼠闻着味过来咋办？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宁川听到这话都快哭了，陛下你看你又开始纵容。严文帝坐回龙椅，沉吟了一下道：宁川，不用管唐毅和萧帝，这几日尽快将沈园诗会的保卫工作做好。这次参加沈园诗会的都是京都名门望族，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宁川拱手道：臣遵旨。退下吧。严文帝挥了挥手，让宁川退下。他指尖轻轻敲着桌案，沉默许久，看向陈雕寺道：去加派人手保护唐毅，同时这几日给朕盯紧他和萧帝，朕要知道他们两个到底想要干什么。还有传出消息，唐毅正在闭关修炼绝世神功，2日后灭暗金楼。陈雕寺打了一个眼色，一个伺候的小太监便急匆匆出了大殿。唐毅，你买这些东西干嘛？我操，这是水银，这东西有毒，你想干嘛？毒死那群宵小。木头、火线、铁、瓷器、铁钉，我擦，你怎么连夜壶都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逛了半个京城，萧帝看着被塞得满满当当的4、5车乱七八糟的东西，整个人有些无语问苍天。关键是唐毅还不给他解释，这让萧帝气得要打人，花他的钱，用他的人，驾他的车，还不鸟他，能压下火都是他萧帝好脾气了。直到下午10辆马车全满了，唐毅才心满意足，拍了拍手看向萧帝：能找个安全安静的地方吗？我要开始制作炸弹了。炸弹？萧帝下意识夹紧腿，和唐毅拉开距离。他可是记得清楚，这家伙喜欢掏裆，昨日灵豹被他掏了一下，今天走路的姿势还很别扭。此炸弹非彼炸弹，你想什么呢？你。唐毅瞪了萧帝一眼，道：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制作灭暗金楼的秘密武器，到底有没有？给个痛快话。
唐毅自然是不会将这些东西带回唐家的。一是制作炸弹有一定的风险，万一发生意外，可能会伤害到妹妹和杜玲妃；二是唐家有严双玉和唐化兄弟在，肯定会发生意外。萧帝沉吟了一下，道：“那就去我的王府吧，反正我的王府也是空着，除了我就那么几个人。”行，那就去王府。唐毅愉快决定，王府闲杂人等不敢轻易进，安全性高，就是有他捣鼓炸弹，内部不怎么安全就是了。萧帝看着唐毅的笑脸，莫名一阵心虚，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事情。只是看了一眼花了他几百两买下来的10几车瓶瓶罐罐，他又有些好奇，唐毅拿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造出神秘武器的。想到这些，萧帝咬牙一挥手，10辆马车便浩浩荡荡回燕王府，将所有东西都卸下，搬到北院之后，唐毅便让萧帝派心腹回了一趟唐家，找杜玲妃拿他昨晚配好的颗粒虎药。同时，唐毅让萧帝亲自坐镇北园，他没有出来之前，萧帝不得离开半步。见到唐毅郑重认真的样子，萧帝心头更加心虚了。我心怀歹意，只是我怎么总感觉这家伙没安好心啊？他想要拉着我一起死。吐槽归吐槽，萧帝还是痛快答应唐毅亲自坐镇外面。唐毅便回了房间，开始搞炸弹。北城一栋4合院中，月黑风高夜，龙展一手拿着手帕不断咳嗽，一只手却提着水壶，正在给院中的菊花浇水。舵主，宫里传来消息，说唐毅正在修炼一门神功，能将我们暗金楼一网打尽。身后，孙爸抱着刀，满脸杀意，要不你还是让我亲自出手宰了这家伙吧。龙展闻言眼睛眯了起来，道：唐毅在练一门绝世神功，能将我们一网打尽？他一个人？孙爸点点头，道：严文帝身边的人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这么说的，如今他正在燕王府闭关呢。龙展回头看向孙爸，道：唐毅会武功？孙爸满脸不屑，道：怎么可能？我已经将他唐毅查得底朝天了，他就是个爹不疼娘早死的废物，不会一点武功。咳。龙展咳了2声，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道：爸，你觉得2天的时间能让一个没有武功的人练成绝世武功？孙爸嗤笑道：爸，不可能，就是他悟性通天彻地，想要在2天练成绝世高手，根本就不可能。我练刀练了20年，如今武功也不过2流，但要杀他唐毅，一刀足够。龙展放下水壶，眯着眼睛看向皇宫方向。皇帝，你到底玩的什么把戏？不过没关系，随便你玩什么把戏，你的命我暗金楼收定了，去准备一下后天的沈园诗会，我也参加。燕王府，唐毅进了房间后便没有出来过，一直到第2天半夜，他才从房间中走来。此时的他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眼睛更是像被人狠狠揍了2拳，又红又肿，看上去狼狈不堪。但是他脸上却看不到半点困倦，依旧神采奕奕，透着自信和淡淡的冷漠。你这样子确定死不了吧？萧帝已经围了过来，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唐毅，他都不由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兄弟，你这也太拼了吧，为那狗皇帝这么拼命不值得呀。唐毅嘴角抽了抽，白了萧帝一眼，就算那是你爹，但你天天狗皇帝挂在嘴边，早晚得被砍了。还有，谢了。唐毅由衷感谢。萧帝现在的情况和他其实差不多，都是胡子拉碴，长发凌乱，连身上穿的长袍也都还是之前穿的那身。显然他这2日都在遵守约定，半步都没有离开过院子。萧帝抬手挠挠头，你这么说我怪不好意思的，其实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你爹，我是为了自保。唐毅抬手指了指身后的麻袋，道：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把麻袋背上，我们去一趟沈园外，找个风水好一点的地方埋葬暗金楼的杀手。他对沈园的地形不熟悉，需要先勘察下地形，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做埋伏。萧帝当时就震惊了，真有秘密武器？我还以为你是在做样子给我爹看而已呢。再说你那些瓶瓶罐罐木头水银什么的，能做出什么秘密武器出来？他带着疑惑和好奇立即进了房间，打开麻袋看了一眼，结果瓶瓶罐罐还是瓶瓶罐罐，要说不同之处，那就是唐毅将它们乱七八糟的组合起来了，瓶瓶罐罐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秘密武器。兄弟，不是我不相信啊，可你这真是秘密武器？萧帝逆着唐毅，我读书是不多，但你也别把老子当傻子，是武器，这里面的随便一颗炸弹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想不想试试？唐毅眯着眼睛，眼底寒光闪烁，前世他可是西北理工高材生，直接进入军队的，做几颗炸弹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再加上在部队和执行任务期间，总共做炸弹的次数加起来估计都得有8000次了，早就熟练透了。所以现在他连试验都不用，就知道这些炸弹绝对能爆。要是袋子中的110枚炸弹一起爆，整个燕王府乃至周边民房都得被夷为平地。萧帝从唐毅身上嗅到危险的气息，下意识夹了夹腿，总感觉这家伙是在找机会报复自己啊。算了，事关传宗接代的大事，还是不要试了，万一真炸弹了，那就扯淡了。可那还是不用了，我还是等着看你怎么炸暗金楼的蛋吧。萧帝将麻袋扛在肩上，一麻袋的秘密武器足有100多斤，让唐毅自己背。呵呵，他走不出3里地就得吐血，哎，都怪老子太善良。他看着麻袋走上前，抬手揽住唐毅的腰杆，
唐毅当即就像是触电一般跳了起来，你干嘛？我对男人可没兴趣。哦，那你就慢慢走着去沈园吧。萧帝瞥了唐毅一眼，不识好人心。他脚在地上一踏，整个人瞬间凌空飞起，再在空中凌空一翻，轻松掠出燕王府。唐毅，妈的，作弊啊！老子用走的，你用飞的。从燕王府到沈园，足有20里地，走到沈园天都亮了，好吧？而且现在暗金楼在盯着他，走夜路不安全。老萧，有话好说，我觉得男人还是不错的，咱根本就别那么客气了。唐毅大叫着连忙追了出去。翌日，唐家一大早，唐家便已经热闹起来了。唐家大厅，唐静、严双玉母子以及江云娜全都已经在汇聚在这里为唐画鼓劲。主位上，唐静喝着唐画敬的茶，看着站在眼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儿子，他脸上满是欣慰和满意。庆功宴的事不必在意，那不过是你前进路上的一个小小挫折罢了。当初唐毅大闹庆功宴，让唐家丢了很大的脸，唐静怕这件事影响到唐画，笑着开导他：今日你只要拿出和电视时的心态，你就赢了。无论如何都要力压全场，为你为唐家证明。唐毅大闹庆功宴后，如今成了京都的笑柄，连同当年他唐静宠妾灭妻的事再一次被搬了出来。现在他需要唐画在沈园诗会夺魁，来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唐画才是他唐静心培养出来的继承人，而唐毅不过是和他有点血脉关系的废物罢了。父亲放心，孩儿必定不会让父亲失望。唐画拱手行礼，恭敬说道。他此时低着头，没人看清他的脸色，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此时脸色狰狞至极，眼中的寒意几乎都要溢出来了。唐毅，等着吧，你带给我的屈辱，今日我会千倍万倍的还给你。老爷，你就放心吧，画儿这段时间可认真了，一直都在他书房读书呢。严双玉走了出来，看着自己英俊不凡的儿子，也是非常的满意。画儿是3元及第的状元，今日夺魁，恐怕京都无数姑娘都惦记着画儿呢。别说孔家小姐，就是公主也不是娶不得。江云那眼睛偷偷瞥了一眼唐画，脸颊渐渐泛红。公主算什么？画哥哥只能是我的，如此优秀的儿郎，除了我江云娜，谁配？唐毅还想和画哥哥比？哼，萤火也敢和太阳争会，可笑至极。这几日他原本想直接对唐毅用强，然后诬陷唐毅，只可惜他一直躲在燕王府，一直没有机会，否则他这时候早身败名裂了。那是我哥如今可是京都第一才子，比那藏头露尾的小诗仙不知道强多少倍呢。唐昊也是满脸谄媚，挥动拳头恭维。站在唐昊身侧的林竹也是嘴角带笑。唐毅大闹庆功宴为唐英出头，京都都知道他是个恶妇，今天这种日子是他洗刷耻辱证明的机会，岂会错过？只要唐画夺魁，为他说2句话，将所有罪名都推给唐毅，京都谁还敢叫他舌根？娘，二弟别胡说，京都还是有很多有名的才子的。唐画很享受这种恭维，面上却装着责备。切，什么才子学子，早就是跟你的手下败将了。唐昊靠近唐画道，记住了，今日一定要让唐毅身败名裂，将他打进18层地狱，我要让他永世不得超生。唐画恨唐毅不死，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只是在唐静面前，他还是努力维持好大哥的形象。当即抬手敲了敲唐昊的额头，道：胡说八道，小义是我们兄弟，兄弟之间就算有意见，关起门来解决就是，在外面胡闹不是让人看笑话吗？这种事以后别再提。唐静看着懂事的大儿子，又想到处处忤逆他的唐毅，脸色不由沉了几分。更何况这2日他原本想要借江云娜的手，趁机将唐毅控制住，免得他出去给唐画使绊子，丢人现眼。结果他直接躲进燕王府，2天都不回家，简直可恶。浩儿说的对，对唐毅没有必要处处忍让，你作为大哥，该教训还是得教训。唐静看着唐画，语气冷漠道：他今日敢和你作对，就给我好好收拾他。严双玉等的就是唐静这话，看着唐画道：画儿，你爹说的对，这次无论如何都得让小义吃点苦头，这是为了帮助他，这孩子这段时间太胡闹了，再让他胡闹下去，非得出事不可。严双玉脸上带着笑容，心头却恨得牙痒痒。唐毅害他被宫里那女人打了一巴掌，让他在京都那些贵族女人丢尽脸面，这个仇不死不休。对啊，画哥哥，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和他客气什么？江云娜走上前，抱住唐画的手臂，撒娇，她要让自己喜欢的男人将唐毅踩进尘埃。林竹虽然没有说话，但双眼充满怨毒，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唐画听完他们的话，只得装得一脸无奈道：好吧，那便按你们说的办吧。这时严双玉看向林竹道：林竹，沈园诗会你就别去了，庆功宴的事京都很多人对你都有意见，你出现怕会影响到画。听到这话，林竹脸色顿时苍白下，唐英大眼睛眨了眨道：我哥哥家的。说完他抬头看向杜林飞，纠结了一下道：杜姐姐，你做我嫂嫂好不好？噗！杜林飞正在喝水，一口水直接喷了出去。他性格素来安静，这时候脸颊上也泛起2抹红晕。呸，小鬼头，你胡说什么呢？唐英学着唐毅的样子抬手摸着下巴沉思，可是姐姐你脸红了呀。姐姐不想成为我嫂子脸，怎么会红呢？而且姐姐是除了娘和哥哥外对茵茵最好的人了。哥哥说
只有最爱你的人才会无条件对你好。唐英笑了起来，姐姐对我和哥哥那么好，那一定是最爱我们的人。杜林飞本来还有些羞涩，这越听越不对味了，怎么说的我像是你娘一样？下来，咱们该去参加沈园诗会了。今天诗会有很多好吃的。杜林飞直接将唐英抱下梳妆台，强行转移话题，不想在这话题上和唐英争论，否则传到唐毅的耳中可咋整？果然听到有很多好吃的，唐英大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当场就将这事给忘记了。皇宫御书房，严文帝伸了一个懒腰，看向天边已经升起的太阳，眯着眼睛问道：老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抱着拂尘的陈雕寺立即低眉顺眼道：回陛下，一切准备就绪。严文帝扭了扭脖子，有些郁闷道：有时候吧，朕很想借暗金楼的手清洗一下那群老匹夫，让朝堂重新洗牌。可是在京都让一群地沟里的老鼠杀得朝中大臣血流成河，朕又丢不起那人，想想朕都觉得憋屈。他们处处和朕作对，恨朕不死，朕还得想方设法尽量保全他们。陈雕寺笑着拱手道：陛下雄才伟略，自然不屑于这些低级的手段，而且老奴知道陛下是不想给那些江湖人开个坏头，否则将来江湖中人将随意取朝中官员脑袋，那整个国家都会乱套的。严文帝脸上的情绪渐渐收敛，脸上有冷意。是啊，那些大臣只要他们触犯大严律法，朕能杀他们，但江湖人谁都不能碰他们。严文帝看向陈雕寺道：去备车吧，咱们也该出发了。好戏登场，接下来就看谁的技术更高一筹了。大严京都北狄使馆中，北狄三皇子宇文峰正在院中练剑，数十步外的剑靶已经插满了箭雨。三王子，今日便是大严的沈园诗会，我们要参加吗？身后穿着黑衣的北狄使臣数里虎手贴在胸前，弯腰恭敬说道：去，为何不去？宇文峰冷笑一声道：不过大严那些酸溜溜文采我不会，我只会杀人，而且既然父王帮暗金楼铺好了台，那这场大戏我岂能错过？再者，本王也想会会那个给皇帝出谋划策的小诗仙，敢坏我北狄的南清大计，他就该死。话落，宇文峰手一松，弓上箭雨呼啸而出，正中靶心。如果不是因为那什么劳什子的小诗仙给皇帝出的乱七八糟的计策，导致北狄和东夷联军冒河神离，现在北狄大军恐怕早就兵临城下了，而他也该站在城墙上，将整座城踏在脚下，让整座城在他的脚下臣服。与此同时，东夷使馆，东夷正使严峰倒了一杯茶，推到一个穿着白衣俊逸的近乎妖异的少年面前。秦玉，老夫知道你日夜兼程赶来大研很辛苦，但现在没时间给你休息了。今日就是沈园诗会，大研皇帝以及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参加，我需要你将大研所有人踩在脚下，扬我国威。秦玉，东夷京都最出名的才子之一，但严峰不知道的是，秦玉还有一个身份，东夷的三公主秦书简，她是女扮男装的美娇娘。你送回去的资料我看过，小诗仙的资料很模糊。秦玉端着茶杯，眉心微拧，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连小诗仙是谁都没有查出来吗？提起这个，严峰脸上那是一个阴沉，道：有目标，但查验后确定就是严文帝丢出来的替身而已。现在谁都不知道谁是小诗仙，派去查小诗仙的人都死了。这段时间，整个京都无数势力都在查到底谁是小诗仙，但派去查小诗仙的人都被锦衣卫和御前司给杀光了。不抓活口，不问缘由，就一个字：杀。看来严文帝所谋甚大，但这个小诗仙能帮他做什么？秦玉陷入沉思，或许是女人该有的细腻，让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片刻，他看向严峰道：算了，无论严文帝想要干嘛，今日都会有结果了。走吧，去看看严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样。而且我也很好奇，那神秘的小诗仙究竟是何方神圣？严峰挥了挥手，门外的下人立即下去备车。与此同时，东宫太子放下手中书籍，看向红烛：备车，姑要去沈园诗会，去瞧瞧父皇给姑推荐给姑号称的只可得天下的唐毅到底有什么本事。太子面色有些冷，道：当初他在天香楼谈话的庆功宴上，半点面子都不给姑，害得姑本父皇生斥。今日姑要亲眼看到他被踩入尘埃。红烛恭敬退出书房，下去准备马车。同一时间，户部尚书刘温、刑部侍郎赵科等大臣也都开始向沈园出发。50未到，整个沈园已经热闹非凡，喧嚣不已。锦衣卫千户宁川带着一处的人，亲自核查了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的请帖和身份，忙得焦头烂额，大汗淋漓。相比于他们，唐毅和萧帝就悠闲多了。两人几乎睡到了午时，才悠哉骑马来到了沈园。见到两人那事不关己的样子，宁川气得脸都紫了。唐毅，燕王殿下，你们两个。宁川想问他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话刚开口，萧帝仰着头看天，冲着他猛地抬起手掌，打断他：别问，问就是秘密。宁川呼吸一滞，看向唐毅，唐毅微微颔首道：您头放心，一切尽在掌控中。话落，两人手压着绣春刀，直接进了沈园。宁川看着两人的背影，气得差点当场骂娘。一切尽在掌控中，我掌控你大爷！你们知不知道今天大研所有高层都在这里？这要是出现意外，那就是连锅端啊！这时唐毅和萧帝已经进了沈园。
沈园是京都最大的园林，传闻是前朝皇帝为了博妃子一笑，斥巨资100万两打造出来的。山清水秀，风景秀丽。昨晚太急，都没时间好好的看看风景。没想到沈园的风光这么好。萧帝的声音有些激动，唐毅扭头看他，就看到萧帝目光正盯着远处的一群美女，那都是各大家族的嫡女，个个花枝招展，美丽动人。要点脸，你堂堂一个亲王，要什么女人没有？别搞得跟个采花贼一样。唐毅干咳一声，下意识和萧帝拉开距离。这家伙堂堂一个王爷，竟然冲着一群女人挥手吹口哨，这像话吗？现场可是很多御史言官，信不信明天弹劾他俩的奏章就能堆满皇帝的案头？你懂个屁！女人要自己勾引的才有味道。萧帝逆着唐毅，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哼，哥给你说，最无趣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已经被礼法教坏了，躺在床上就跟挺尸一样，没有一点意思。瞧瞧，这话是能当众说的吗？唐毅立即加快了脚步，这要是被人听到，那是要被群殴的好吗？两人过了桥，便径直上了舞台。这时的舞台上已经站满了人，都是今日参加诗会的各家少爷和文采风流的才子学子。唐毅扫了一圈，果然看到很多熟人。唐化和唐昊兄弟就站在不远处，兄弟俩身边都围着一群人，其中就有当日换婴房在他手上吃瘪的刘周和魏子征。唐毅理都没理，自顾向着一个空位走了过去，不用回头，他也知道除了唐化等人外，此时场中很多人的目光都盯着自己。毕竟唐化是3元及第的状元，而他今日又要和唐毅争锋，兄弟相争只为了娶一个女人，这种话题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焦点话题。啧啧，你这是被万众瞩目了呀！萧帝抱着刀站在唐毅身侧，笑容玩味，只是这万众瞩目似乎都不怀好意啊。特别是女喜那边，那群女人对你的恨意似乎很强烈。怎么，你小子将他们怎么了？沈园诗会是男女分开的。唐毅往女眷那边看去，一眼就看到了被一群女人拥簇的严双玉和江云娜。有这2个女人搞事情，那群女人对他有敌意，不是很正常吗？打了他们的脸。唐毅收回视线，淡淡说道：“我操！”然而听到这话，萧帝差点惊得跳起来。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狂的吗？什么时候打的？等下就打。唐毅脸色平静，萧帝面色陡然一僵。靠，你玩我！这时孔诗兰迈步上了舞台，瞬间就吸引住了无数人的目光。阳光下，女孩一袭白裙随风飘舞，以至于她就那么平静走着。然而在众人的视线中，却像是在翩然起舞，美得清晨脱俗，圣洁无瑕。一时之间，男人动心，女人嫉妒，就连唐毅心都不由乱了一拍。远处，唐婴儿一双大眼睛也是瞪大，这个姐姐也很漂亮，也很适合做嫂嫂呀。这个女人是我的，必须是我的。唐化已经攥紧拳头，目光炽热而狠厉，在心头疯狂怒吼。这个女人她要定了，谁都拦不住。在众人的注视下，孔诗兰走上了前方的主持台。站在主持台上，孔诗兰美眸便落在唐毅的身上。唐毅知道她关心的是小诗仙有没有来，当即微微颔首。见到他点头，孔诗兰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有小诗仙在，应该可以压制唐化。唐化想要赢，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当然，小诗仙只是他的第2道防线，而他的第1道防线是他自己。他对自己的题目也很有信心，要是所有参赛者都答不出他的题，那自然就不会出现小诗仙和唐化相争的画面。只是他俩这眉来眼去，眉目传情，当场就惹怒了很多人。唐化、刘周等人本来就不爽唐毅，见到这一幕更是恨不得当场灭了唐毅。这时孔诗兰脸认一礼，清冷的声音传开：“感谢诸位今日前来参加孔家举办的沈园诗会，由于陛下还没有抵达，诗会开始的时间得稍微延迟下，还请诸位见谅。皇帝是要亲自出席沈园诗会的，但现在能来的人都到齐了，颜文帝却还没有出现。颜文帝不出现，没有他的旨意，就算沈家是东道主，也不敢擅自开始。现场自然没有人敢反对。”唐化和刘周等人相视一眼，又看了一眼唐毅，眼神都变得狠厉起来。延迟好啊，刚好趁着延迟的这段时间，将这碍眼的家伙踹出局。刘周，接下来该你出场了。唐化看向唐毅，目光玩味。刘周冷笑一声道：“早好吧，我会让他身败名裂，像狗一般爬出去。”他当即站了出来，看向孔诗兰道：“孔姑娘，陛下没有到，延迟自然情理之中，不如在这延迟的时间里，先解决一点事情如何？”话落，刘周手猛地指向唐毅，狞笑开口：“我认为唐毅没有资格参加此次沈园诗会，应该将他踢出，赶出沈园。”闻言，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齐齐落在了唐毅的身上，有戏谑，有怜悯，有嘲讽，众人目光各异，窸窸窣窣的议论声也在空气中传开。而刘温和赵科等大臣这时都暗暗给刘周点了一个大大的赞，都知道唐毅是小诗仙的替身，现在针对这个替身，说不定能将真的小诗仙给炸出来。唐静皱了皱眉，最终冷哼一声：“也罢，显然这混账出局也好，免得等下正式开赛丢人现眼。”唯独知道唐毅身份的狄仓等人这时都满脸戏谑，那家伙可是小诗仙啊，小诗仙都没资格参加沈园诗会，那你们连进沈园的资格都没有。当然这种事他们是不会说的，
说了还怎么看好戏？好啊，开始了，好戏总算开始了。鹿鸣湖不远处的阁楼中，颜文帝看到有人对唐毅发难，立即激动起来。在他身侧，发须皆白的孔明真孔老太傅看着激动的直垂手掌的颜文帝，一张老脸黑如锅底。所以陛下堂一国之君提前在所有人之前悄咪咪地躲进这阁楼中，就是为了等这一刻。孔太傅有点咬牙切齿，你是皇帝啊，堂一国之君能不能有点帝王风范？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搞事情，算怎么回事？可太傅这就不知道了吧？这可是小诗仙身份揭秘的大戏。颜文帝昂首挺胸，笑容满脸，闹吧，闹得越大越好，哼哼，朕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想要看到那群老贼震惊难以置信的嘴脸了。孔太傅老脸一抽，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怎么感觉陛下现在就像是受到欺负找家长来出气的孩子，而这家长就是唐毅，简直太疯狂了。孔世兰知道有人会针对唐毅，但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他下意识看向唐毅，却见唐毅笑着盯着刘周道：喂，别好了伤疤忘了疼，也别被人当枪使了，否则后果很严重，你承受不起。然而听到他的话，刘周和唐静等人相视一眼，都嗤之以鼻。后果我承受不起，哈哈，我倒是很想看看揭穿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能有什么后果。刘周狞笑，他冲着众人拱了拱手道：诸位应该知道，今日的沈园诗会乃是太傅亲自为孔小姐举办的择婿宴，今日参加比试的也都是我大言的青年俊杰，也就是说所有参与比试者都需要真才实学。说到这里，他猛地指着唐毅，声音拔高：但唐毅，你是真才实学吗？闻言，很多人看向唐毅的目光都极为玩味。真才实学？他就算有点真才实学又如何？在三元及第的哥哥面前，屁都不是。远处，严双玉看着这一幕也是冷笑一声。自从柳如玉死了，唐毅就被他压榨成狗了。这几年他连书都没摸过，他有真才实学？真是天大的笑话。江云那逆着唐毅也是满脸嘲讽，唐毅给华哥哥提鞋都不配，他能有什么真才实学？远处唐英见到哥哥被欺负，瞬间站了起来，小脸上满是愤懑。哥哥没真才实学？呸！你们才没真才实学呢！我哥哥可是小诗仙。只是他还没说话，就被杜灵飞抱住，向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真才实学？我还真有。然而面对刘周的质疑，唐毅却是双手枕着头，盯着唐画和刘周等人，漫不经心道：我是学理科的，写文章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写论文、作战计划、武器说明以及组装、排兵布阵，对我来说还真没什么难度。至于诗词，虽然是我的弱项，但我不需要写，我能抄。龙国5000年的历史底蕴，随便抄。唐毅在心头补充了一句。唐画、刘周等人听了唐毅的话，当时都懵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没听懂啊。最重要的是唐毅此时的目光，让他们都感觉被冒犯了，那种目光就像是在睥睨他们一群蝼蚁。妈的，一个废物竟然敢在他们面前这么狂妄，哈哈！唐毅，你装什么装？装的你好像很牛逼一样。刘周仰着头，手冲着唐毅点了几下，一个花钱买诗的废物，以为凭借几首买的诗词就能威慑全场，就能求娶孔大小姐，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诸位，我可以作证，唐毅今日参加沈园诗会的诗词就是买的，在青楼成功敲开3大花魁的门师，也都是买的残句，而卖给他诗词的人就是小诗仙。当晚和刘周一起在浣婴房的一众狐朋狗友，也都纷纷站出来附和。没错，我也可以证明，唐毅的诗就是买的，这可是梁少亲自承认的，是他给唐毅买的诗词，诗词是出自小诗仙的手。一个用别人诗词来充当门面的败类，不配站在舞台上。见到舞台上众口一词，众人顿时对唐毅更加鄙夷了，都认为他是为了打败哥哥而耍的这些把戏。观众席上，秦玉、宇文峰等人也都平静看着舞台上这一出戏，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唐毅却只是笑了笑。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要找的小诗仙就是我呢？原本喧嚣的鹿鸣湖瞬间陷入死寂，整个鹿鸣湖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被唐毅的话给镇住了。严双玉和江云那已经瞪大双眼，唐画和刘周脸上的得意都僵住了，现场无数人也都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唐毅说什么？他就是那个名动京都的小诗仙？唐静猛地站了起来，整张脸都狰狞起来。混账东西，你还真敢认啊！刘恩、赵科等大臣却都是满脸戏谑，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还不知道吗？唐毅不过就是颜文帝放出来的障眼法罢了，一个替身竟然敢说自己是真身，可笑可笑。孔诗兰却已经捂住薄唇，一双美眸也渐渐瞪大。唐毅就是小诗仙？他竟然就是小诗仙？只是这怎么可能？他的资料哪一点能证明他就是小诗仙了？什么？你就是小诗仙？宇文峰猛地站了起来，手指着台上的唐毅，冷声喝问。小诗仙给萧策出谋划策，给他们北狄南下的大计造成严重阻碍，是他宇文峰心中必杀之人。可他无法接受唐毅就是小诗仙，他查过唐毅，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一个废物阻碍了整个北狄的南侵大计，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唐毅看着远处杀意凛然的青年，没有不由皱了皱。萧帝看到他的疑惑，解释道：他是北狄3王子宇文峰，他即将回国，
你查出的那个北狄间谍，估计就是来和他对接的。唐毅微微点头，哦，懂了，难怪这么大敌意呢。小诗仙，哼，王子殿下，你也太高看他了，他也配？刘周指着唐毅，笑得狂妄而嘚瑟，听到了吗？唐毅说他是小诗仙，哈哈，他是小诗仙，你们信吗？信吗？信吗？说到后面，刘周摊开双手，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嘲讽声传遍全场。他的那群狐朋狗友自然知道他是在羞辱唐毅，当时全都在起哄。信啊？怎么不信？原来唐四少就是小诗仙了，好厉害，好厉害！唐四少，你写的《满江红》那是慷慨激昂，但你看起来好像很废啊。唐毅，你自认全了吗？你就敢吹？小心牛皮吹爆，崩你一脸屎！现场顿时喧嚣起来，嘲讽笑声回荡全场。萧帝看到这一幕，当场就怒了，真当老子不存在呢？老子在这里就表明唐毅老子护定了，你们竟然还敢这么嚣张！只是他刚要拎着刀走出，唐毅已经抬手拦住他，道：不用，他们还不配你堂堂亲王出手，我能搞定。只是拦住了萧帝，拦不住唐英。小姑娘见到哥哥被这么欺负，哪里还能忍得住？我哥哥没吹牛，我哥哥就是小诗仙。唐英气鼓鼓，双手撑着腰，愤怒的小脸涨红。哼，萧策叔叔、狄爷爷都可以作证，我哥哥就是小诗仙。然而看着唐英气鼓鼓的样子，现场的笑声顿时更浓了。哟呵，唐毅，为了演戏，你连亲妹妹都用上了呀？刘周双手撑着膝盖，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他指着身侧的桌子，冷笑道：你要是小诗仙，本少爷直接将整张桌子吃下去。还萧策可以作证，特妈萧策是谁啊？狄爷爷又特妈是谁啊？站出来，老子瞧瞧！哈哈！刘周狂妄的声音传遍全场，然而现场却渐渐地安静了下来。此时文武百官、世家大族的脸色都在僵硬，直接厉声呵斥家里人不准附和。萧策是谁？普通人不知道，他们这些经常和皇帝打交道的人会不知道。萧策就是皇帝的名字啊！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阁楼中传来，唐英所说的萧策应该就是朕出来了，你想怎么看？众人齐循声望去，只见穿着便扶手持折扇的颜文帝脸色冰冷，从舞台后的阁楼中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就是陈雕寺和孔老太傅。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傻眼了，目瞪口呆。不是说皇帝迟到了吗？原来皇帝早就来了，就躲在舞台后的阁楼中看热闹。至于嚣张的刘周，见到皇帝的那一刻，直接就吓傻了。操，萧策是皇帝？唐毅见到颜文帝，手中的绣春刀也差点拿不稳了，他瞳孔也骤缩，脸上也带着浓浓的震惊。原本他对萧策的定位就是京中一个有权有势的王而已，却没想到他就是皇帝。你一个皇帝就带着个太监满京都上蹿下跳，你这合理吗？我操，你不知道？萧帝逆着唐毅，比唐毅还震惊。他还以为唐毅知道颜文帝的身份的，不是亲密无间的人，谁特妈敢直接叫皇帝的名字？结果这家伙竟然不知道皇帝就是皇帝，不是皇帝首肯，谁敢让你救公主？唐毅手脚都僵硬了，我知道个毛啊，谁都没给我说过啊！萧叔叔，你来了，他们欺负我哥哥。唐英可不知道皇帝是什么，他就知道眼前这男人是疼爱他的萧叔叔。他当即挣脱杜灵飞，向着颜文帝跑了过去，抱着颜文帝的大腿，仰着脑袋看他，一双大眼睛微微泛红。萧叔叔，你要给我哥哥作证，我哥哥就是小诗仙。女孩委屈的声音响起，众人这才回过神，纷纷跪地行礼。臣等参见陛下，陛下万福金安。颜文帝将唐英抱了起来，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淡漠：朕很安，但诸位爱卿恐怕就不是那么的安了。话落，颜文帝的声音陡然拔高：狄仓何在？狄仓立即站了起来，拱手道：老臣在。颜文帝的目光落在刘周的身上，淡淡道：刘周是吧？萧策和狄仓站出来了，你想怎么看？陛下恕罪，陛下饶命啊！刘周吓得直接趴在了地上，差点屁滚尿流。刚才他气焰嚣张，是在故意羞辱和激怒唐毅，而且他爹是户部尚书，他说几句不得体的话，怎么了？谁特妈敢有意见？可现在眼前的是皇帝，皇帝有意见啊！陛下，饶了我，饶了我！我爹是户部尚书刘温。刘周指着远处的刘温，瑟瑟发抖：陛下，我爹是你的左膀右臂，你别杀我，别杀我呀！得，在线坑爹！唐毅看去，果然看到刘温脑袋都快磕在地上了。陛下，逆子出言冒犯陛下，罪该万死，但犬子所言也是情有可原，望陛下恕罪。颜文帝眼睛眯了起来：哦，情有可原，是他。刘温逮住机会，猛地指着唐毅道：是他冒充陛下看中的小诗仙，犬子看不过去，才出言无状的。陛下，这里所有人都可作证。听到这话，颜文帝和唐毅的脸色都怪异起来，是刚才的话说得不清楚，都这时候了还想着甩锅呢？哦，所有人都可以作证，可谁告诉你们他是冒充的？颜文帝嘴角微扬，泛起一抹阴谋得逞的笑：唐毅就是朕的小诗仙。轰隆！颜文帝的话宛若惊雷一般在所有人脑袋上炸下，瞬间将所有人给炸懵了。全场瞬间一片死寂，所有人猛地抬起头，都震惊地看向颜文帝，有人目瞪口呆，有人瞠目结舌，有人欲哭无泪。皇帝说什么？
唐毅是小诗仙？唐毅竟然真的是小诗仙？唐毅不是小诗仙的替身吗？他怎么就是正牌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颜文帝看着众人震惊的样子，脸上装得一脸震惊。怎么？别告诉朕，你们不知道啊！朕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们真相了，唐毅就是朕的小诗仙。怎么现在你们还一副很震惊的样子？哈哈，朕就喜欢看你们这副表情。不枉朕辛苦忤唐毅这么久。颜文帝心头早已乐开了花，差点忍不住当场蹦了起来。刘温、赵科等大臣以及各大使馆的使臣闻言才知道上了当，气得差点忍不住跳起来，要和颜文帝单挑。我们是一开始都知道唐毅是小诗仙，是你将他搞成小诗仙的替身来误导我们的。你现在还一脸震惊地问我们竟然不知道，简直诛心啊！哼，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哥哥就是小诗仙。唐英也气鼓鼓地补刀，我的美人诗也是出自唐四少之手。杜灵飞唇角微扬，轻声附和。唐毅当日随手写给他的那首美人诗早就在京都传开了，只是因为要隐藏唐毅的身份，当时敲定的诗名没有用。到目前为止，只知道这首诗是写给一个婢女的，还没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写给他的。清平调赠杜灵飞，现在终于可以让世人知道这首诗是写他的了。哈哈，唐毅小子，这段时间别人不知道，就老夫知道，知道却不能和别人分享，差点将老夫给憋死了。老夫证明他就是小诗仙。老夫当日在状元街用来打你们脸的那首什么什么给老夫以壮之的词，就是这小子写的。狄仓双手叉腰，仰天狂喜。这段时间他知道真相，却又不能和别人分享，差点就将他给憋坏了。我也可以证明，其实我真是小诗仙。唐毅手按着绣春刀，睥睨全场。现在你们可信了？看着唐毅，全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有皇帝，有狄仓亲自作证，他们就算再不信，也只能接受事实。唐毅就是小诗仙。唐毅是小诗仙？这怎么可能？他怎么配是小诗仙？一直看热闹的太子此时终于破大防了，这个答案他不接受啊！唐毅只是个垃圾，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堆中，这是他对唐毅的定义和结论。现在颜文帝竟然告诉他，他的结论是错的。唐毅是小诗仙，名动京都的小诗仙，开什么玩笑？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唐静猛地抬起头，看着站在颜文帝身前的唐毅，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般，近乎石化在当场。他脑袋一片空白，思绪也在这一刻停止了。唐毅一直在他印象中都是懦弱无能，只会搬弄是非的废物，要才华没才华，要修养没修养，他连给大儿子唐画提携都不配。现在他竟然是小诗仙，那个凭借几首诗词生生将朝局搅成一锅粥的小诗仙，那个为武将站台用几首诗词生生在他们脸上碾过的小诗仙，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陛下搞错了，肯定是陛下搞错了呀！唐静难以接受，不，他是废物，他是废物啊！废物怎么可能是小诗仙？颜双玉此时也是目瞪口呆，眼睛瞪得宛如两个铜铃，满脸的难以置信。陛下说什么？唐毅是小诗仙？是那个名动京都无数人想要求见一面的小诗仙？这不可能！这几年唐毅都被他看得死死的，每天半点空闲都不给他，天天让他累成狗。他连书籍都没摸过，他连字都认不全，他能是小诗仙？不仅是唐静夫妻俩，江云娜也破防了。他是小诗仙？不是，他不是小诗仙，他连给花哥哥提鞋都不配，他怎么能是小诗仙？江云娜在心头怒吼，如果不是死死捂住嘴，他都忍不住尖叫，冷声质问皇帝了。唐画那是他的完美男神，而唐毅不过路边狗屎一般的垃圾。现在皇帝却说那不是垃圾，不是狗屎，那是黄金，是举世瞩目的明珠。这种反差结果让他恨欲狂，难以接受。他怎么可能是小诗仙？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唐画瞪着唐毅，一双眼睛已经泛红，脸上更是青筋了起来。唐毅是小诗仙？是那个写了他抄袭的劝谏诗的小诗仙，那个令无数大儒闻风丧胆的小诗仙，那个将满朝文武戏耍得团团转的小诗仙？这不可能，他没有这本事，他怎么可能会有这本事？而他身侧的唐昊此时已经吓得脸色煞白，几乎趴在了地上，甚至下意识地在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贼疼！不是做梦，唐毅真是小诗仙。刘周已经抬起头，只是此时盯着唐毅的目光已经开始涣散，嘴巴更是张得能吞下自己的拳头。唐毅是小诗仙，那他在这里上蹿下跳折腾半天算什么？为唐毅证明他就是小诗仙吗？难怪当晚梁少会信心百倍带唐毅找他单挑，难怪当晚换婴房的事情后梁少一群人会被锦衣卫抓了。原来梁少从一开始就知道唐毅的身份，他说诗词是他买给唐毅的，只是为了误导他而已，而他信了。刘温、赵科一群人大臣也傻了，全都懵逼了。这段时间为了将小诗仙这害虫抓出来，他们几乎使尽浑身解数，结果小诗仙没找到，只找到了皇帝给小诗仙找的替身。原本以为皇帝是想要唐毅吸引所有人的仇恨，以隐藏小诗仙的存在，却没想到特妈的仇恨从一开始就没有给错人啊！替身和正牌是同一个人。陛下，你能别这么阴险吗？果然他就是小诗仙。孔诗兰美眸打量着唐毅，俏脸上爬上一抹复杂。
难怪他敢信誓旦旦说小诗仙会参加沈园诗会呢，原来他就是。只是他是小诗仙，有必要瞒着自己吗？想到这里，孔诗兰又下意识地咬了咬薄唇。如果唐毅一早告诉他自己是小诗仙，他会相信吗？恐怕不会，反而会觉得他是在做作吧。他的资料哪里看得出来是小诗仙了？父皇，你看你做的什么事情啊？你怎么能承认唐毅是小诗仙呢？你这是将女婿往外推啊！不远处阁楼中，萧兰听完严文帝的话，没有半点高兴，反而泪流满面。唐毅是小诗仙，那肯定能夺得第一名。他获得第一名，那孩子他爹不久成为姐夫了。本宫不要啊！此时使团这边，宇文峰死死盯着严文帝，杀意忍不住往外泄。这种被人耍着玩的感觉，让他气愤的想要杀人。哼，大言人战力不怎么样，花花肠子就是多。秦玉看着这一幕，眉头微皱，但很快眉宇便舒展开了。这就合理了，他早就怀疑唐毅就是小诗仙，现在只是猜测得到验证罢了。倒是暗金楼舵主龙展看着这一幕，反而颇为诧异。有意思，严文帝这老家伙够阴险，不仅将满朝文武耍了，也将我们给耍了。龙展咳了2声，擦掉嘴角咳出的血冷，笑道：很好，这样的话，等下事情就更好玩了。不仅能杀严文帝，顺便将唐毅和小诗仙的任务也给解决了。孙霸眼睛正如狼盯着唐毅，道：嘿嘿，杀他可以领取2笔赏金。鹿鸣湖畔的一群世家嫡女，这时候看向唐毅的目光全都震惊无比，还以为3元及第的唐状元已经很厉害了，没想到他弟也不差，而且还深受陛下重视，是个好郎君的人选啊。沈园外，宁川正抱着双手闭目养神，站在他身侧的俨然是2处锦衣卫千户苏狂。这一次锦衣卫负责沈园诗会的安保，其中自然包括锦衣卫2处在内。这时灵豹急匆匆跑了过来，脸色那是一个激动，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宁川瞬间蹦了起来，手已经落在绣春刀上，头不是敌人，是唐毅。灵豹指着鹿鸣湖的方向，上气不接下气道：唐毅那家伙竟然就是小诗仙，哈哈，名动京都的小诗仙在咱们一处啊！宁天瞬间怔住，苏狂猛地抬起头，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唐毅是小诗仙，那家伙身上有一点诗仙的影子，哈哈，好事好事啊！宁川回过神，忍不住大笑，难怪陛下这么看重这家伙，难怪陛下让我用命护着这家伙，原来他就是小诗仙。小诗仙成了锦衣卫，还在我们锦衣卫一处，哈哈，这种感觉一个字，爽。宁川心头的郁闷顷刻间一扫而光，刚才还想着唐毅和萧帝这2小子闹着玩，现在知道唐毅的身份，宁川忽然觉得或许这一切真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陛下很看重唐毅。苏狂抓住了宁川话中的重点，要是陛下很看重唐毅，那唐毅的实力就得重新评估了。宁川又岂会满足他的好奇心，冷冷一笑：你猜。苏狂冷笑一声，没有理会宁川，只是眼中的寒意正铺天盖地凝聚。诸位爱卿，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严文帝很贴心地看向唐静，道：唐爱卿，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老家伙，你不是瞧不起你儿子吗？现在感觉怎么样？严文帝问了。唐静也看向严文帝，道：陛下，唐毅难道不是你找的替身吗？他怎么就是小诗仙了？严文帝看了一眼唐毅，道：故意让你们觉得他是替身，耍着你们玩呢。群臣耍着我们玩的，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唐毅也是满脸错愕，这是皇帝，皇帝你的温文儒雅呢？你的气势凌人呢？你现在看上去不像是皇帝，更像是个土匪啊！阴，太阴了！你把满朝文武耍得团团转，就为了这一刻的畅爽？严文帝目光落在刘周的身上，嘴角笑容渐渐收敛。刘周是吧？你刚才说唐毅是小诗仙，就将这桌子吃了是吧？有这想法很好，朕成全你。来人！严文帝沉喝一声，几个锦衣卫立即上前。刘周吓得当场趴在了地上，连连求饶：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小臣知错了，陛下饶命啊！放心，朕看在刘爱卿的面上，不杀你。严文帝挥了挥手，道：拖下去，将桌子砍碎喂给他，等他吃饱喝足，杖责30。锦衣卫立即上前将刘周拖了下去。刘温连忙爬了出来，脑袋重重磕在地上，想要求请陛下。臣只是话刚出口，就被严文帝打断。朕知道爱卿教子无方，家教不严，罪不可赦。严文帝默默看了刘温一眼，道：但朕念你与朝有功，今日便不与你计较，罚俸1年，同时准你休沐1月，回去整顿家风吧。户部一切事宜暂时交由户部主事沈涛负责。刘温听到这话，整个人几乎瘫在了地上。皇帝显然是想要架空他，让他休沐1个月，回到户部还有他的事。臣遵旨。刘温只能叩头谢恩。皇帝都这么说了，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众目睽睽之下抗旨不遵吗？那会死得更快。刘温没敢反抗，全场也没人敢说话。唐话被刘周一口一个堂哥的叫着，平时关系莫逆，这时候他也是躲得远远的，脑袋都快藏到裤裆里了，生怕刘周向他求救。刘周这些世家子弟对他来说不过是棋子而已，既然是棋子，那就随时做好被丢弃的准备。再说能给他唐话当棋子，那是他们的荣幸。好了，小插曲已经过去了，正戏可以开始了。严文帝舒展了一下懒腰，嘿，仇恨好不容易拉起来，可不能就这样消散了。
朕就再给你们加一把火吧。颜文帝当即指着唐毅，笑着说道：“诸位爱卿，实话告诉你们，唐毅这小子可是和朕说了，3日内让你们将欠国库的钱全部还回来，而且还是连本带利的还。做不到，他的脑袋已谢天下；但做到了，你们得给他说一声，唐爷，我错了。诸位爱卿，这能忍吗？”唐毅猛地抬起头，我靠，我没说，狗皇帝要害我，这锅老子不背。唐毅一步踏出，道：“诸位大人，我没说过。”唐毅，你放肆！他话没说完，已经有大臣冷喝出声，指着他怒斥：“你是小诗仙又如何？小诗仙就能如此欺辱我等吗？哼，这赌约我们接了，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敢在陛下面前如此大言不惭。”说话的正是赵克。唐毅，靠，你们他妈有病吧？没看出来这是皇帝的圈套吗？皇帝在拾掇我们狗咬狗，呸！皇帝在拾掇我们自相残杀，你们居然还答应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赵克等大臣已经乐开花了，他们在户部借钱的账簿早就被销毁了，根本不存在了。唐毅想要他们3天内还钱，痴人说梦！哈，皇帝是昏了头了吧？这是直接将唐毅送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来杀。陛下，我有意见。唐毅直接看向颜文帝，想要我当刀，那也得先问问我的意见吧？不，你没意见。颜文帝笑着摇头，我可以有。唐毅瞪眼，咋蛮不讲理呢？你没有。颜文帝抬手拍了拍唐毅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是朕最看重的人，朕看好你。今日你能以一己之力碾压全场，3日后更能力压满朝文武。朕相信自己的眼光，眼光什么的不重要，主要是朕需要一把刀来劈开笼罩在大燕上空的阴霾，而这把刀需要朕亲自来磨，所以你就放心在前面冲，朕在后面给你补刀就是了。有朕在，没人能伤得了你。”颜文帝在心头暗暗补充道。唐毅脸都黑了，没办法好好商量了是吧？逼急了信，不信我造反去。父皇放心，唐毅没意见。萧帝赶紧跑过来，冲着唐毅摇了摇头：“兄弟，别挣扎了，这就是我爹，他就是个老阴屁，你反抗不了的，你越反抗，他越强壮。”太子看到萧帝和唐毅关系这么好，眸色骤然一沉。唐毅是皇帝最看重的人，也是名动京都的小诗仙，他要是投靠萧帝，会是个大麻烦。他当即走了出来，拱手道：“父皇，儿臣觉得。”“你觉得个屁，滚远点，朕看到你碍眼。”颜文帝一个冷眼瞪了过去，太子的话戛然而止。朕给过你机会的，你珍惜了吗？现在唐毅好不容易和老四磨合的还不错，你少给朕捣乱，否则看朕怎么收拾你。而太子整个人都不好了，父皇竟然为了唐毅，众目睽睽之下打他的脸。父皇，到底谁是你亲生的？好了，孔丫头，沈园诗会可以开始了。颜文帝直接转身走向主位，冲着唐毅挥挥手：“小子，好好加油，朕能碾压全场，朕的嘉奖你肯定满意。但你要是输了，哼，朕也救不了你。”唐毅看着颜文帝的背影，差点忍不住冲上去给他来一脚。你这将所有人的火都挑了起来，让蛮朝文官恨不得弄死我，然后你试了服役去是吧？无耻啊！你是皇帝啊，能不能正经一点？这时颜文帝停下脚步，看向唐画等一群参赛者：“你们也加油，只要你们能打败唐毅，朕也有重赏。”你大爷，你还嫌仇恨不够是吧？唐毅差点忍不住破口大骂，而一众参赛的世家子弟和才子学子瞬间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复活了。小诗仙又怎么样？没有开战，胜负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小诗仙，请赐教。唐毅，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吧，今日我必败你。小诗仙又如何？今日老子和你拼了！顷刻间，鹿鸣湖就爆炸了，所有参赛的才子学子全都撸着袖子，一个个都死死盯着唐毅，大有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架势。唐毅看着士气高昂的参赛者，又看了一眼颜文帝。所以你那边的打压己方士气，提高敌人的士气，这是盟友做出来的事吗？咱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比纸还薄，陛下竟然对他如此信任。刘恩等人看着这一幕，脸色也是难看至极。他们也没想到颜文帝对唐毅的信任竟然到这一步。都说帝王心海底针，帝王都是多疑的，但现在的颜文帝怎么感觉在唐毅的面前智商都快成负的了？这还是那个他们记忆中心思深沉的皇帝陛下吗？怕不是假的吧？颜文帝到底想干嘛？他是想要赢还是想要输？东隅使团的位置上，正是严峰盯着站在舞台上的颜文帝，也是紧皱眉头，看不懂，完全看不懂。颜文帝这是玩的什么把戏？有可能是对唐毅有足够的信心。秦玉眉头微皱道：“颜文帝对唐毅的重视非比寻常，我若没猜错，他这是在给唐毅铺路。这个少年或许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劲敌。”秦玉大概能猜出颜文帝的心思，因为在东隅，他的父皇为了给他铺路，也这么干过，扶持唐毅上来对抗世家大族和朝中百官。严峰眯着眼睛盯着唐毅道：“凭他能让颜文帝下这么大的注？”秦玉淡淡扫了颜更一眼，默然道：“莫欺少年穷。”话落，他站起来冲着颜文帝拱手道：“陛下，东隅秦玉也想会会大言小诗仙，望陛下成全。”宇文峰满脸杀意，也站起来冷声道：“宇文峰也想会会唐毅。”颜文帝看了两人一眼，挥了挥手：“谢陛下。”秦玉和宇文峰当即下了场。看到这一幕，唐毅都无语了，这么叫举目望去满场皆敌，他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好，既然你们想玩，
我就陪你们玩个够，玩大点，不就是诗词吗？我有龙国5000年的底蕴，还怕你们？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装了。不是我狂，我也不是针对谁。论诗词，在座的诸位都是垃圾，不服来战！唐毅抬头看向颜文帝，道：当然，这是陛下教我的。来啊，互相伤害啊！全场瞬间一片死寂。颜文帝嘴角抽了抽，不错，还懂得现学现卖。可这事吧，朕能做，你不能。朕做了，所有人的怒火冲着你；你做了，所有人的怒火还是冲着你。哈哈，果然，所有人都瞪着唐毅，全都怒火中烧。唐毅小儿，你别太狂妄了，无知小儿！当着我们的面，你竟敢还如此无法无天，猖狂！唐话，别给我留面子，狠狠收拾他，让他知道大哥永远是大哥。很多大臣气得暴跳如雷，太猖狂了，简直半点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可都是大言卫高权重的豪族权贵，现在在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百户眼中，竟然连垃圾都不如。是可忍孰不可忍？有皇帝庇护，你真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不，有唐话在，皇帝保不住你。很多人当场就找了唐话，要唐话收拾唐毅。小诗仙又怎么样？3元及第的唐话，难道还比你差？唐话，哼，你们也太高看他了。唐毅睨了一眼唐话，丝毫不给面子。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想要用他来压制我，纯属做梦。而且，你们还会输得很惨。说到这里，唐毅目光环视全场，淡淡道：为了给你们自己留点脸面，我给你们一个选择，自己认输吧。自己认输，总比等下脸被按在地上踩要舒服得多。听到这话，全场再度喧嚣起来，一众大臣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亲自下场将唐毅给生撕了。连同准备参与沈园诗会的一群世子才子，这时候脸色也是阴沉无比。他们大多数都是受到世家大族的驱使，只要确定小诗仙的身份，便一起联手将小诗仙给干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啊！现在不是他们联手先将小诗仙干了，而是小诗仙一个人要干他们全部。没错，就是全部，满朝文臣和勋贵豪族以及他们这些才子学子，简直不要太疯狂。颜文帝看着众人那要吃人的目光，又看了一眼唐毅，看来是朕想多了。这家伙似乎自带仇恨体质，根本就不需要朕拱火，他自己就能把火烧得旺旺的。虽说这就是颜文帝想要的效果。好，别吵了，有没有真本事战场上见？颜文帝坐回椅子，看向孔明真道：太傅，开始吧，朕也很好奇，今日诗兰那丫头会给咱们大言的这群世子才子准备什么样的题目？孔明真嘴角带笑，心头却不断抽搐。陛下，你这话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这次应该不会有意外了吧？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了呀！沉吟了一下，确定没有发生意外，孔明真看向阁楼走过来的孔诗兰，道：兰儿，既然陛下已经下旨，那便开始吧。沈园诗会，接下来便交给你了。孔诗兰闻言，美眸从唐毅身上收回来，笑着颔首：既然陛下发话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想必诸位也曾猜过我一个小女子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其实我的题目和沈园有关。听到这话，众人顿时面面相觑，人群中更是响起了窸窸窣窣的议论声。和沈园有关？沈园已经建造几百年，和沈园有关的事情多了去了。孔诗兰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继续道：沈园因何而出名？是因为沈园记录了一段前朝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前朝大将军陆放翁和唐玉儿原本是一对伉俪情深的夫妻，但陆母怕唐玉儿影响到儿子的前程，生生将其拆散。孔诗兰的声音空灵，传遍全场。然而唐毅听着这故事，脸色顿时变得怪异起来。我勒个去，这个故事有点熟悉啊，这不是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吗？而记录他们凄美爱情的，就是那2首钗头凤啊！怎么地？大言的历史线和历史上的宋朝有重合，连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爱情也重合了。在池台的正中，像当初的怀中，隔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还没到开满花，却看到天边一点点变红。熟悉的旋律几乎瞬间就在唐毅的脑袋中回荡。沈员外吗？某音上挺火的，但很快唐毅整个人都不好了，听起来像是开卷考试。可鬼知道孔诗兰这小妞在想什么。她要是让所有人写一首歌咏这段爱情故事的诗词，那就扯淡了，没得抄啊！这时孔诗兰的声音传来：陆将军和唐小姐分离3年后，北边蛮夷犯边，朝廷命陆将军率军北上收复失地。在出征前，陆将军重游沈园，意外和唐小姐邂逅，知道他即将出征，唐小姐便排酒为将军壮行，而将军率军北上收复大片被蛮夷占领的土地，最终阵前力战而亡。唐小姐收到噩耗，大病一场，也随将军而去了。虽然这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听完孔诗兰的话，很多世家姑娘还是红了眼睛。孔诗兰抿了抿唇，道：如此凄美爱情，与之有关的诗词少之又少。完了完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唐毅喉咙下意识滚动了下，有点口干舌燥，端起茶杯狠狠灌了一口。孔诗兰顿了一下，美眸扫过全场，我的题目便是以唐姑娘给陆将军敬酒壮行时，陆将军心头所念所想，写一首诗或词。噗！唐毅一口茶当场喷了出去，弯腰一阵猛咳，所有人的目光齐齐落在唐毅身上，就连孔诗兰美眸也是看了过来。
唇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那么，小诗仙是觉得我的题目太简单吗？不是，不是。唐毅连连摆手，哈哈，不是简单，是我有的抄了呀。钗头凤点红酥手，可以搞起来了。他抬手擦掉嘴角的茶水，压住心头的激动道：说实话，我只是没想到是这样的转折，我还以为你还让我们写一首歌咏这段爱情的诗词。转折转得非常好，非常的妙。闻言，很多人的脸色也都黑了。他们听到孔诗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和唐毅一样，觉得孔诗兰是想要让他们写一首有关这段凄美爱情的诗词，甚至他们都已经开始打好副稿了。结果孔诗兰竟然来了一个这样的转折，连他们都猝不及防。好吧，写唐玉儿给陆将军敬酒时，陆将军的当时的心情，这是什么鬼题目哦？别说舞台上的一众学子才子，就连满朝文武这时也都猝不及防。谁都没想到孔诗兰仔仔细细讲了陆将军和唐小姐的凄美爱情，最后不是让人歌颂爱情，而是选这段爱情中的一个小插曲来写一个小插曲，这什么鬼逻辑？还写敬酒时陆将军的所思所想，鬼知道他当时想什么。然而这思绪倒是清奇。颜文帝端着茶杯，也是满脸惊诧，他也没想到孔诗兰会有这样的转折。难道小女生想要的不是歌颂这段可歌可泣的爱情吗？怎么忽然去写了一个男人在面对爱而不得的女人时的心情去了？这什么脑回路？孔明真老脸也在抽搐，他也没想到孙女不让他帮着出题，是想出这种题，这分明是想为难现场所有人啊！就这群上不过30岁，下不过17、18岁的少年郎，连婚约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自己做主，他们懂个屁的爱情，更别说是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剧了。孔明真看向唐毅，呵呵，这兔崽子在浣婴房一夜遇3女，让他写风流韵事肯定厉害，让他写爱而不得的爱情，他写得出来吗？